我的很，你忍，用一下。碧元囊。云溪月把下唇咬出一道白印，头埋得更低。啥？陈渊听不明白，也懒得去明白。他一个山里小子，平日里连姑娘的手都没碰过，哪里晓得碧元囊是何物？手臂一伸，将他赤裸的身子拖进怀里。云溪月的惊叫被堵了回去，肌肤像贴，男人的身子滚烫，烫得云溪月一哆嗦。他本已认命，可见这奴隶竟连碧元囊都不用，心头火气又冒了出来。放开我，你这贱奴！他手脚抵上陈渊的胸膛，奋力去推，只是化神散的药力仍在，这点力气对陈渊来说，倒像是猫儿在怀里蹭痒，让他心痒难耐。陈渊昨夜也是被黑衣人下了药，稀里糊涂夺了这个女人的清白。昨晚虽然脑子不清醒，但他隐约记得这女人哭喊了一整夜。在他朴素的认知里，昨夜那般行事就是一种教训人的法子。坏女人，你让我救你，说要报答我，我好心留你不说，反而看你一眼，你就要挖我的眼珠子。他加重了力道，丝毫不怜惜云溪月的角色。碧池宫没一个好东西，混账无耻！云溪月浑身发抖，眼眶一热，泪水就涌了出来。她是幽州第一神女，是碧池宫分舵之主，何曾想过自己会有沦落至此的一天，被一个连修士都算不上的奴隶小子如此欺辱。陈渊被他一骂，眼里的凶性更重。怎么不骂了？碧池宫的公主就这点本事？云溪月身体一僵，牙关不住的打颤，却一个字也骂不出来。辱骂换不来解脱，只会招来更野蛮的报复。他只能咬紧银牙，一双凤眼盯着他。陈渊见他不再言语，这才算满意，口中热气在他耳廓上一扫，云溪月细嫩的脖颈立刻浮起一层红晕，身子也软了下来。坏女人，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休想！别急着回绝。陈渊说道，你老实回答，我说不定就放过你。云溪月闭上眼，一言不发。他很清楚，这小子虽然杀不了他，可只要药力不散，他就无法阻止任何事的发生。形势比人强，他咬着牙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问，我现在算修士吗？陈渊指了指自己的小腹，我肚子里跟昨天不太一样。云溪月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目光不可避免的触及，脸颊涨红如血，猛地别过头去。可他心里已是惊涛骇浪，这怎么可能？仙道炼气3层，他喃喃自语，这贱奴不过一夜之间竟从一个凡人成了炼气3层的修士。随即他便明白过来，这修为的来处正是他被夺走的原因。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让他恨不得立时就将这男人千刀万剐。什么仙道？坏女人，你嘀咕什么？陈渊看他双眼圆睁，嘴唇微张的样子，印证了心中猜测，手上的动作便又放肆了几分。啊，混蛋，你答应过放开我的！云溪月吃痛，急声尖叫。别急，我还没问完呢。你……陈渊压下心中的狂喜，脸上却是一片冷漠。我又没说只问一个问题。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冒了出来，你们进老母山，是不是山里有什么宝贝？那群自称神子的人要进山，这个女人也从山里重伤逃回。若真有什么好东西，自己如今已是炼气3层的修士，未必不能去碰碰运气。云溪月沉默，脑中飞速盘算着说辞。陈渊得寸进尺，别！他瞬间紧张起来，连忙开口，为了绝灵之地，里面有什么？古仙界崩碎，无数碎片坠入原界，化为秘境。老母山这块碎片不大，幽州几大宗门联手探过，并无致命凶险，才让门下弟子进来历练。说白了，就是一群天骄的试炼场。那你呢？既然没危险，你一个公主需要跟一群小辈抢东西？还有，那个黑袍人是谁？能把你打成这样？而且他好像认得我。云溪月身体绷紧，嘴巴也闭得死死的，显然有些事情涉及到了他的秘密。见他不语，陈渊冷笑一声。云溪月慌忙伸手按住他作恶的手腕，却软弱无力。我不认识他。陈渊的动作更加过分。真的不认识？他声音发颤。传闻老母山深处有古仙遗迹，我是为寻古仙机缘而来。哦，姑且信你一次。陈渊话锋一转，那个洛云是什么实力？提到自己的亲传弟子，云溪月脸上终于浮现出神采，下巴微微抬起，冷声道，洛云是我新收的弟子，分舵的圣女，天赋异禀，杀你易如反掌。这女人一张嘴就是高高在上，让陈渊心里刚压下去的火又冒了出来。这些人不管落到什么境地，都不会把他当人看。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该放了我。云溪月看到他神色不对，急忙喊道。陈渊哪里肯听，云溪月一声呜咽，滚烫的眼泪终于决堤，顺着眼角滑落。你言而无信，你这个畜生！他哭骂着。陈渊在他耳边喘着粗气，哼，你们碧池宫有一个算一个，谁把我当人了？我今天就是死也得把本捞回来。再说了，是你先不讲信用，嘴上说报答我，转头就要我的命。我现在不过是拿回我该得的报答。云溪月咬住嘴唇，想把所有声音都咽回去，可渐渐的，他感觉身体里出现了一丝异样。这个少年纯阳之力极其猛烈，浑着他自己的原因，正治愈着他的伤势。他感觉自己10余年的顽疾道伤，竟然隐隐有了开始愈合的迹象。10年前，他强闯一处仙界裂缝，被空间法则斩伤了神道根基，修为从此卡在正神境界，再无寸进。他访遍名医，耗尽天才地宝，
都无济于事。若非如此，他堂堂碧池宫分舵之主，又何至于听信传闻，孤身来这老母山寻那缥缈的古仙机缘？可现在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云溪月的心神彻底乱了，羞耻、愤怒、不甘与突如其来的喜悦在他脑子里疯狂搅动，让他几乎要疯掉。灵力逐渐锁住云溪月内体的神力，不断吸取，接着化作养料流向陈渊。这是才不邪术，这混蛋要把我当成炉鼎炼化。云溪月心头巨震，他才刚刚迈入仙道，怎么可能懂得如此阴毒的法门？心中警觉，甚至来不及细想，他的意识就被狂风暴雨般的感官刺激带走，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思考。停下，你会死的！我的修为远高于你，你会爆体。神力流失带来的空虚感让他身子控制不住地轻微抽搐，整个人软软的垂了下去，连说话都断断续续。陈渊毕竟初涉此道，不得章法。一个时辰后，阴阳二气交融，灵力和神力碰撞，竟然开始自行熔炼，演化出真正的双修之效。云溪月恢复了几分清醒，浑身像是散了架，又痛又酸，软绵绵地瘫在陈渊怀里。脑子里想起方才的激情、苦痛、悔恨、罪恶、欢愉、极乐，各种情绪涌来，一时根本不敢睁眼。陈渊倒是神清气爽，起身摸索着套上衣服，看着他那不算宽阔的背影，云溪月眼底的恨意瞬间翻涌上来。自己究竟是造了什么孽，竟被这么一个山野村夫接连玷污了2次？他指尖微动，强行凝聚起一丝残存的神力。可进入炼气期的陈渊感知远超往日，云溪月虚弱的动作还是逃不过他的神识。神力刚一凝聚，陈渊便转过身来，他一把攥住云溪月的手腕，用力一扯，刚凝聚的神力登时溃散。坏女人，又想杀我，当真是恩将仇报。云溪月屈辱地别过头，一点也不想挨到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冷冷地问。陈渊。陈渊。云溪月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名字，把他刻进了骨子里。今日之辱，刻骨铭心。待本宫伤势恢复，定要将这贱奴抽魂炼魄，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在这时，破庙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陈渊心里咯噔一下，糟了！陈渊心里咯噔一下，糟了！光顾着跟这坏女人纠缠，忘了时辰。碧池宫的人到了。陈渊，你这贱奴死哪去了？还不滚出来带路！陈渊连忙对云溪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你也不想让宝贝徒弟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吧？别出声，坏女人！云溪月她能听出来人正是自己的爱徒，若是被若云看到自己这副模样，她不敢再想下去。师姐，这奴隶不会是跑了吧？若云的声音愈发不耐烦。跑？他一个凡人能跑到哪去？陈渊，再不出来，我便拆了这破庙！来了！陈渊喊了一句，快步冲到破庙门口，用身体挡住了入口。他弓着身子，低头不去看洛云。圣女大人恕罪，昨日雨太大，小的身子骨弱，受了风寒，这才起晚了。洛云身后，一个尖嘴猴腮的男弟子鼻子嗅了嗅，脸上露出一丝狐疑。陈渊心头猛地一跳，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这狗日的是属狗的吗？鼻子这么灵？但他面上装得更加茫然，甚至带了几分憨傻。女人，这位神子大人说笑了，小的这种贱奴，哪有女人瞧得上啊？哼，谅你也不敢。洛云嫌恶地瞥了他一眼，显然不想在这破地方多待。少废话，我们已经晚了1天，要是误了绝灵之地的大事，拿你试问？走！那男弟子却不依不饶，伸脖子想往庙里看。不对，这味道又香又媚，绝不是凡脂俗粉，肯定藏了女人。陈渊感觉头皮都要炸开了，妈的，这货还没完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挡在那。神子大人真会开玩笑，这破庙除了我，连只母耗子都寻不见。再说了，什么样的女人会瞎了眼跟我这种贱奴睡一处？那不是脑子有大病吗？为了保命，他也顾不上嘴损不损了。这话说的实在，连洛云都皱起了眉，觉得张师兄有点多疑。张师兄冷笑一声，根本不吃这一套，抬腿就往里闯。有没有藏人？我进去看一眼不就清楚了？大人！陈渊下意识伸手想拦，动作刚出一半，又生生收了回去。拦？拿什么拦？他只要敢动手，这帮人绝对会第一时间杀了他。神子大人，里面又破又脏，怕熏着您。滚开！张师兄看都不看他一眼，大袖一挥，轰！一股劲风横扫而来。陈渊只觉胸口像是被大锤砸中，整个人向后跌飞出去，撞翻了门口的水缸。哪怕他现在接近炼气4层，可在这些宗门天骄面前依然不够看。张师兄大步跨进破庙，光线昏暗，只有角落里一堆将熄的篝火冒着青烟。男弟子皱着眉，在庙里扫视了一圈，发现无头神像后堆着的干草，干草堆有明显的凹陷，空气中那股兰花般的冷香夹杂着石楠花味，若有似无，疯狂撩拨着男人的神经。嘿，还真他娘藏了的骚娘们！男弟子脸上绽开淫邪的笑容，搓着手就朝干草走去。陈渊躺在湿漉漉的地上，瞳孔缩成了针尖。现在冲上去拼命，那是找死。可若不冲，云溪月一旦暴露，他同样活不成。草堆下的云溪月自然也明白眼下的绝境，尤其门外还有他的亲传弟子。杀心顿起，他强行催动神力，对准了男弟子的眉心。然而神力刚被陈渊抽空，他高估了自己，神光刚一离体，他眼前便是一黑，天旋地转，微光溃散。完了！云溪月心中一片冰凉，
眼看男弟子的手就要掀开干草，陈渊的脑子也成了一片空白。怎么办？怎么办？恐慌和愤怒在他的神识中炸开，脑海深处连绵不绝的山脉虚影骤然清晰，一股明雾涌上心头。他来不及细想，盯着云溪月的方向，神识随着那股冲动朝着山脉虚影狠狠一撞。给我收进去！念头炸开的瞬间，干草之下的云溪月身影凭空一阵扭曲，如同水波荡漾，随即化作虚无。正要伸手掀草的男弟子，只觉眼前光影一晃，手掌拍下，却只抓到一把又脏又破的旧被子，捞了个空。他愣住了，咦，人呢？他不信邪地扒开整个草堆，下面只有一片潮湿的泥地。这时候，洛云和其他弟子也有些不耐烦地跟了进来。张师兄，你在搞什么？洛云皱眉，一脸嫌弃地捂着鼻子。师妹，我刚才明明感觉这里有人的。张师兄一副活见鬼的表情，使劲嗅了嗅，那股香味怎么突然没了？另一个弟子也凑过来用力闻了闻，神色古怪，香味还在，但很淡，好像是从这小子身上传来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陈渊身上。陈渊自己也懵了，他只是情急之下胡乱一试，没想到真的成了。云溪月去哪了？被收进脑子里那座山里去了。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但他脸上却强装镇定，甚至还带着几分委屈。各位神子大人，昨夜雨大，小的怕染了风寒，耽误大事，就烧了些艾草混着野花泡水擦身子，那是土法子，去寒气的，兴许是沾上了些野花味儿。则一个贱奴还穷讲究。洛云鄙夷地啐了一口，再也不想在这多待。行了，别在这浪费时间，赶紧带路。对他来说，进绝灵之地找机缘才是正事，谁关心一个奴隶身上香不香？那个张师兄虽然满心不甘，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也没证据，又不敢违逆洛云，只能恶狠狠地瞪了陈渊一眼。算你走运，走！众人转身走出破庙，陈渊长松了一口气，这才发觉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凉飕飕的。他一边在前面卑躬屈膝地带路，一边奋出一缕心神，小心翼翼地沉入脑海。山脉虚影依旧在他的识海中，心神触碰山脉的瞬间，他的意识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晴空万里，仙鹤排云，清越的鹤鸣声响彻云霄。群山环抱之中，是一座广阔无垠的庭院，背靠主峰，亭台楼阁，灵泉飞瀑，宛若上古仙境。在庭院正中央，一座3层高的主楼前，云溪月正赤着身体，一脸震撼地站在那里。他双手下意识地护在胸前与腿间，茫然地打量着四周。这里的空气与外界灵气枯竭的凡尘不同，此地的灵气浓郁到让他一时间竟有种窒息之感。过了好半晌，才敢小心翼翼地吸上一口。这是梦吗？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喃喃自语，声音在空旷的仙府中回荡，却无人应答。云溪月光脚踩在青石上，人还有点懵。此地的灵气已经不能用浓郁来形容，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在吞咽一团温润的灵液。虽然灵气不能补充他的神力，但对身体还是有莫大的好处。他试探着往前走了2步，脚下的青石板温润如玉，缝隙间生长的灵草，哪怕是最寻常的种类，也株株饱满，灵光氤氲。不远处是一座3层小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门楣上悬着一块白玉牌匾，3个古篆龙飞凤舞。月仙居。云溪月低声念了一遍，心中生出一丝荒谬，这名字竟与他修行的月神之道隐隐契合。一阵微风吹过，他身子一凉，这才惊觉自己仍是赤身裸体，脸上燥热，也顾不上多想，几步就冲进了小楼。楼里另有乾坤，1楼厅堂竟引温泉为池，水汽蒸腾，池边立着假山，角落里一座薄山炉正吐着袅袅青烟。温泉旁一架紫檀屏风上静静搭着一套衣物，流光溢彩，看着就不凡。云溪月走近，手指轻轻触碰，如云似雾。这是一套淡蓝色广袖流仙裙，裙摆上绣着弯弯的银月。这样是他眉头微蹙，不属于现在这个时代，倒像是古籍里记载的仙子穿戴。他也顾不得许多，急需遮羞。很快，他立于铜镜前，镜中人衣袂飘飘，那流动的银月光华衬得他肌肤7霜赛雪。若不是眉宇间那股还要杀人的煞气，真就跟月宫里走出来的仙子一模一样。喂，坏女人，你穿这身挺好看啊！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脑海里炸响。云溪月吓了一跳，他豁然转身，四下张望。谁？别找了，我在你头上，不对，你在我脑子里。那声音又响起来，带着几分憨气。云溪月反应过来，银牙紧咬，对着空无一人的厅堂骂道：混账，这是什么鬼地方？你对我用了什么妖法？我哪知道这是哪里？陈渊的声音听起来也颇为费解。我哪知道这是啊？刚才那个姓张的要仙草堆，我一急眼就把你收进来了。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我脑子里去了？云溪月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这混蛋还倒打一耙，放本宫出去！他低喝一声，调动刚恢复的一丝神力，试图轰开这方天地。这里仿佛自成一界，法则十分坚固，神力打在空气中，便如泥牛入海。别白费力气了。陈渊的声音带着点幸灾乐祸，出不去的，你就老实待着吧。外面全是你的宝贝徒弟，你要是现在出来，刚好给他们来个大变活人。你云溪越想杀人，但他很快冷静下来。陈渊说的没错，洛云那丫头心高气傲，要是看到自己师尊衣衫不整地从一个男奴隶脑子里蹦出来，
你最好祈祷我能一直待在这里。云溪月冷声道，等本宫能出去的那天，第一件事就是挖了你的狗眼。行行行，到时候再说。陈渊根本不接茬。对了，你在里面能看见外面吗？看不见，真麻烦。陈渊嘟囔了一句，话音刚落，云溪月面前的温泉水面忽然一颤，水汽凝聚，竟凭空幻化出一道晃动的光幕。画面里是一条满是泥泞的山路，视角还在随着走路上下颠簸。云溪月愣了一下，才明白这是陈渊的视角。这小子竟能将外界景象直接投影到此处，看见没？陈渊问。看见了就帮我盯着点，我不认路。那帮人又凶得很，刚才那个姓张的差点一巴掌把我送走。云溪月看着光幕中那群趾高气扬的背影，目光落在最前方身穿鹅黄长裙的少女身上。此刻的洛云柳眉紧蹙，满脸不耐，正回头呵斥着什么。走快点，磨磨蹭蹭的，没吃饭吗？洛云的声音传进来。陈渊在心里回了一句，还真没吃，嘴上却说圣女大人，雨后路滑，小的草鞋都要磨破了。废物！洛云冷哼一声，转过头去。云溪月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以前他也是这么高高在上，视凡人如蝼蚁，现在好了，风水轮流转，自己不仅成了阶下囚，连带着这个占了自己身子的男人也要被人当狗换。一种奇怪的同仇敌忾感油然而生。前面有岔路，云溪月忽然开口提醒。光幕中，队伍果然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两条路。云溪月的声音在陈渊脑海里响起，左边是黑风峡，右边是一线天，走哪边？张师兄问道。走右边吧。另一名弟子提议。一线天虽绕路，但妖兽稀少，胜在安稳。洛云有些犹豫，他这次进山是为了在这个绝灵之地找机缘，不想在路上浪费时间。陈渊，你是向导，你说走哪边？洛云突然回头，目光凌厉地盯着陈渊。陈渊一愣，心里发苦，他哪知道啊，他就是个采药的，平时最多在山脚下转悠，这深山老林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问你话呢，哑巴了！张师兄不耐烦地吼道。听我的！脑海里云溪月的声音冷静传来，告诉他们走左边，黑风峡。陈渊心里一惊，坏女人，你害我！黑风峡里面全是妖兽，想活命就听我的。云溪月冷笑，一线天看似安全，实则暗藏一座古阵。往日或许无事，但近来天地异变，灵气复苏，那座残阵随时可能被激活。凭这几个不精通阵法的蠢货，必死无疑。到时候你也得跟着陪葬。反倒是黑风峡，虽然有几只妖兽，但只要不作死，未必不能过。陈渊心里打了个突，这女人虽然坏，但现在大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她应该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想好了没？洛云催促道，眼神已经有些危险了。陈渊连忙收敛心神，装出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回圣女大人，小的听村里老人讲古，说这几天山里不太平，右边那个一线天邪乎得很，晚上常有鬼火飘荡，那是专吃人魂魄的恶鬼。倒是左边的黑风峡，虽然有几头野兽，但几位神子神女法力通天，杀几只畜生还不是手到擒来。那个张师兄嗤笑一声，鬼火，凡夫俗子就是没见识，自己吓自己。洛云却是眉头一蹙，神道对魂魄之说最为敏感。走左边，黑风峡，正好拿几只妖兽练练手，取了妖丹也能换点灵石。张师兄也没反对，杀妖兽对他来说确实比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强。带路！洛云喝令道。陈渊暗暗松了口气，迈开步子朝着阴森森的黑风峡走去，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等待会儿真打起来，自己是先跑呢还是先跑呢？收起你的小心思。云溪月的声音凉凉的飘来，仿佛看穿了他的想法。进了黑风峡，每一步都得听我的，若是走错一步……他顿了顿，语气森然，你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当然也包括你自己。黑风峡这名字起得真没错。峡谷入口如巨兽张开大嘴，吞掉了天光，两侧崖壁陡峭如靴，直插云霄，灰黑的岩体上几乎寸草不生。风在狭窄的通道里涌过，声音尖利，像无数冤魂在哭嚎。陈渊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粗布衣，这风刮在脸上生疼。此地便是黑风峡。张师兄左右扫了扫，嗤笑一声，故弄玄虚，连根妖兽毛都没瞧见。洛云走在中间，手里捏着一张符箓，神色倒是比他谨慎许多。别大意，越是安静越不对劲。陈渊走在最前面，心里慌的一批。他在脑海里疯狂呼叫云溪月，坏女人，这地方怎么这么贱？你不是说有妖兽吗？闭嘴，吵死了！云溪月盘腿坐在月仙居的玉床上，正透过光幕观察四周，妖兽都在潜伏，这风里有迷魂的成分，能干扰修士的神识。往左侧崖壁靠拢，不要走在最中间。陈渊一言往左边挪了2步，贴着崖壁走。为啥？中间是风口，也是猎杀位。云溪月解释道，若是有飞禽类的妖物借风势扑杀，中间的人连躲都没处躲。陈渊听得后颈一凉，脚步更轻了。一行人又走了半个时辰，脚下开始变得湿滑，空气中能闻到淡淡的腐臭味。前方豁然开朗，竟是一片黑色的沼泽，黑乎乎的泥水翻滚着气泡，偶尔有枯骨随着旗袍翻出水面，又缓缓沉下。停步！洛云抬手，队伍立时止住。前面有毒瘴，都把解毒丹含上。众人纷纷掏出丹药服下。陈渊没人管，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给那贱奴也分1颗。
洛云随口道：“他死了，谁带路？”张师兄不情不愿地弹出一颗黑漆漆的药丸，陈渊伸手接住，也没嫌弃，直接吞了。坏女人，这水里有东西没？他在心里问。有。云溪月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一条毒蛟潜伏在泥潭下面，他藏得很好，洛云他们察觉不到。你让他们贴着右边崖壁绕，动作轻点。陈渊咽了口唾沫。毒蛟，那可是村里说书先生口中能吞云吐雾，甚至有机会化龙的凶物。他转过身，一脸谄笑地对洛云说：“圣女大人，这潭水看着不太对劲，咱是不是绕着走比较稳妥？”废话。张师兄瞪了他一眼。还有你教。众人开始沿着右侧崖壁小心翼翼地前行。就在这时，一只乌鸦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了陈渊头顶的一块凸起的岩石上。这乌鸦长得极大，通体漆黑，眼珠却是红色的。他歪着头盯着下面这群人。嘎！一声粗粝的叫声打破了峡谷的死寂。陈渊吓了一跳。嘎！新鲜的肉！嘎！要死人了！那乌鸦竟然口吐人言，声音尖锐刺耳，在峡谷里回荡。陈渊的脸一下就绿了。哪来的畜生，叫唤什么？他下意识地骂了一句。闭嘴！洛云脸色大变。话音未落，原本平静的沼泽潭突然翻涌，哗啦！黑色的泥浆冲天而起，一个巨大的头颅从泥潭中探了出来。那是一条水桶粗细的黑色蛟蛇，头顶长着一只独角，鳞片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一双树瞳盯着岸边的人群。与此同时，峡谷深处传来一声虎啸，吼！声浪滚滚，震得碎石簌簌落下。一头斑斓猛虎从乱石堆后跃出，它身形大如小丘，四爪落地，地面都随之震颤。前有毒蛟，后有猛虎，头顶还有只乌鸦在幸灾乐祸的乱叫。嘎！打起来！嘎！有肉吃！陈渊看着这一幕，腿肚子都在转筋。完了，这下死定了！他在心里哀嚎。坏女人，这就是你选的好路。云溪月也是面色凝重。别慌！他迅速判断着局势。那毒蛟是妖丹圆满，猛虎是妖丹大成，只差一线。洛云几个皆是神机境界的修士，又有法宝护身，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你现在立刻找个地方躲起来。往哪儿躲呀？陈渊看着两头逼近的巨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手3步，那道石缝。云溪月语速极快，缝后有个坑，能容你一人。他二话不说，趁着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妖兽身上，哧溜钻进了石缝里。刚藏好，外面的大战就爆发了。劫壁水阵！洛云厉喝一声，手中长剑出鞘，带起一片冰蓝色剑光，先宰了那条泥鳅。张师兄，你带人拖住那头老虎。张师兄应了一声，祭出一面铜镜，镜面迸射金光，直射猛虎。洛云长剑也到，毒蛟吃痛，张开血盆大口，喷出黑色毒液。滋滋，毒液落在岩石上，立时腐蚀出一个大坑。一名弟子躲闪不及，半边身子被毒液覆盖，护体神光瞬间破碎，整个人在凄厉的惨叫中化为一滩脓血，场面顿时大乱。陈渊缩在石缝里，只露出半个脑袋往外看，头顶那只乌鸦还在叫。嘎！笨蛋！左边！嘎！咬他屁股！陈渊气得牙痒痒，这死鸟，等老子活下来，第一个就拔了你的鸡毛！陈渊，机会！你那个位置，看到毒蛟左肋下第3片逆鳞没有？那里便是他的罩门。陈渊定睛望去，果然看到那黑蛟在翻滚中，左肋处有一片鳞甲的色泽略显暗淡，与其他的略有不同。看到了，可我出去不就是送死吗？不用你出手。云溪月说，用你的灵力震一下你头顶那块石头。陈渊抬头发现自己头顶斜上方真有块巨石摇摇欲坠，他瞬间就明白了，急忙调动灵力，对着那块石头轻轻一弹，那块松动的石头晃了晃，带动了周围更多的碎石。1块2块，哗啦啦一片，一场小规模的落石朝着毒蛟砸去。洛云他们正打得激烈，根本没发现这点小动静。毒蛟正准备甩尾抽飞洛云，冷不防被头顶的碎石砸中，虽不致命，却让他吃痛之下动作一滞。高手过招，胜负只在毫厘之间。洛云娇呵一声，眼中寒芒一闪，手中长剑蓝光大盛，化作一道金红，刺入了毒蛟的逆鳞之中。好！毒蛟发出一声悲鸣，庞大的身躯砸进沼泽，溅起10丈高的泥浆。一枚拳头大小、散发着幽光的黑色妖丹被剑气从伤口处带出，不偏不倚，正好朝着陈渊藏身的石缝飞了过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还集中在猛虎身上，没人注意到这枚妖丹。陈渊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看着那枚妖丹即将砸在离自己不远的地上。富贵险中求！陈渊一咬牙，趁着泥浆和烟尘遮蔽视野的刹那，从石缝中窜出。他伸手一捞，将妖丹抓进手里，又在落地的瞬间手脚并用，缩回了石缝之中。整个过程快到极致，他后背紧紧贴着冰冷的岩石，感受着妖丹传来的澎湃妖力，心脏狂跳不止。到手了，这波血赚！老虎也是个欺软怕硬的货，眼见毒蛟被一剑穿心，立马认怂。本来还想扑上来的身形，在半空中应声来了个急转弯，几个纵跃就溜没影了，也没人去追。什么穷寇莫追是场面话，急着摸尸分赃才是真。洛云提着还在滴血的长剑，几步跨到毒蛟跟前。对于神机境的修士来说，这头妖丹圆满的毒蛟浑身是宝，蛟皮制甲，蛟骨炼器，哪样不是灵石？当然，最值钱的还得是那一颗妖丹。
师姐神威，这一剑便是放在宗门大比上，也是夺魁的一击。张师兄收起铜镜，恭维着凑上来，只是目光止不住的往礁尸上瞟。动手吧，别浪费了精血。洛云也不嫌脏，踩着泥泞走到礁手处，手腕一翻，长剑扑哧一声捅了进去，黑红色的胶血跟喷泉似的涌出来，长剑在尸体里一顿搅和。陈渊缩在石缝边上，探头探脑的看着这一幕，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腹诽：这女人看着那般高贵冷艳，下起手来比村里的屠户还要生猛几分。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洛云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大，原本的从容也挂不住了。他几乎将蛟蛇尸体凌迟，也没有发现妖丹在哪。没有。洛云瞪大了眼，一脸的怀疑人生。怎么可能没有？刚才那畜生妖气冲天，全汇聚在腹部，我这一剑就是奔着妖丹去的。要是没妖丹加持，这长虫凭什么跟他的法宝硬刚那么久？张师兄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他快步上前，神识里外扫了好几遍。见鬼了，这畜生已经生出独角，妖力浩瀚，不可能没结丹啊！旁边几个弟子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议论，会不会被师姐一剑给轰成渣了？想什么呢？妖丹比法器还硬，哪那么容易碎？张师兄环顾四周，莫不是刚才打得太激烈，妖丹崩飞了，掉这泥潭里了？这话一出，大家觉得有点道理。方才那一战打得碎石纷飞，谁也没看清电光火石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找！一声令下，几个弟子不敢怠慢，纷纷掐起法诀，有的是斩玉巫术，指挥着枯枝烂木在泥潭里下搅和，有的干脆祭出法器，恨不得把这泥潭翻个底朝天。可这泥潭不知道积了多少年的陈年老垢，深不见底，这一搅和，那味儿简直了，比茅坑还上头。折腾了半炷香，除了捞上来几根烂骨头，毛都没见着一根。洛云心中的火气难消，他猛地转头看向陈渊：“喂，贱奴！”陈渊抱着脑袋往岩石后面缩：“大人饶命，小的什么都没干啊！谁说你干什么了？”洛云不耐烦地喝道：“我问你，刚才你离得最近，看没看见有什么东西从那礁尸里飞出来？”陈渊抬起头，脸上全然是惊恐和茫然。“啊，飞什么？”他眨着眼睛，目光呆滞。“刚才打雷似的，小的胆子小，根本不敢看，除了听见响，啥也没瞅见啊！”一边说还一边哆嗦。张师兄冷哼一声，眼里满是鄙夷：“师妹，问他也是白问，这种凡夫俗子没吓尿裤子，就算祖坟冒青烟了。再说了，就算那妖丹砸他脑门上，他也认不出那是宝贝，谅他也没那个胆子藏私。在这些修士眼里，凡人就是蝼蚁，一只蝼蚁怎么可能从一群修士眼皮底下偷宝物？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番话倒是帮陈渊省了不少口舌。洛云虽然不甘心，但也觉得师兄说的没毛病。他嫌恶地瞥了陈渊一眼，转头走向不远处的一滩脓水。陈渊看着这一幕，心里多少有些发毛。那滩脓水刚才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呢。他本以为洛云他们是要收敛同门遗骨，带回去安葬，毕竟书里都说仙门情谊深似海。谁知只见张师兄走过去，一脸晦气的用脚尖在血水里挑了挑，勾出一个灰色的储物袋。他在石头上随意蹭了蹭上面的血迹，然后面色如常地挂在了自己腰间，动作行云流水，显然不是第一次干了。这……陈渊瞪大了眼睛，那几个弟子也是一脸漠然，仿佛司空见惯。看什么看？挖了你的狗眼！张师兄察觉到陈渊的目光，恶狠狠地瞪了回来。刘师弟生死道消，实乃宗门不幸，但这储物袋里的资源留在这也是浪费，带回宗门上交，也算他为宗门做的最后一点贡献。这话说的冠冕堂皇，大义凛然，若不是亲眼所见，陈渊就信了。洛云对此更是视若无睹，人死灯灭，多说无益。他冷冷地丢下一句，甚至懒得多看一眼。走吧，别误了时辰。既然妖丹丢了，那就去前面找别的机缘补回来。说完，他一马当先，踩着那名弟子的尸骨跨了过去。陈渊有些呆愣地站在原地。这就是修真剑，这就是凡人跪求的长生路。人命如草芥，情义薄如纸。活着是师兄师弟，死了就是待回收的资源包。这要是刚才死的是自己，估计连被摸尸的资格都没有，直接烂在泥里。还愣着干什么？想死是不是？后面传来一名弟子的呵斥声。陈渊回过神，低下头，将眼底的寒光藏了起来。来了！他小跑着冲到队伍最前面，继续当那个探路的炮灰。只是这一次，他的心境彻底变了。要想活下去，只能靠自己，还有那个坏女人。想到这里，陈渊一边在泥泞里跋涉，一边悄悄愤出一缕意识，沉入脑海。喂，坏女人，我刚才扔进来的那颗黑珠子，你可别偷吃啊！那是我的。云溪月正盘腿坐在玉榻上闭目养神，此地灵气浓郁，能温养他受损的神魂，让他难得有片刻喘息。听到陈渊这没头没脑的一嗓子，他秀眉微蹙，一脸莫名其妙。什么黑珠子？他环视了一圈，又看了看外面的庭院。你什么时候扔东西进来了？陈渊一愣，就刚才啊，那条蛟蛇的妖丹，黑漆漆的，拳头那么大。他在心里比划着，有点急了。我明明塞进脑子里的感应就在这儿啊！说到这，陈渊自己也卡壳了。他明明能清晰地感应到妖丹就在这里，却没有看到。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就像是知道自己口袋里有钱，但伸手去摸，却摸不到口袋在哪。妖丹，
云溪月嗤笑一声，满脸不屑。他站起身，广袖流仙裙轻轻摆动。你当本宫是什么人，会贪你一颗妖兽的内丹？听云溪月的语气，陈渊心中猛地划过一道闪电。他没看见，他真的没看见自己放进来的东西。陈渊这次彻底确认了，心里一阵狂喜。原来这空间不只有月仙居，云溪月所在的这片区域只是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其他的空间。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这意味着他以后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统统都可以藏进隐秘空间里。确认了妖丹安然无恙后，陈渊长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松到底，他又犯了难。放进去容易，意念一动就行，可怎么拿出来？他试着用意识触碰那个隐形格子，想要把妖丹取出来把玩一下，结果那妖丹刚一冒头，浓郁的妖气便开始泄露，吓得陈渊赶紧又把它塞了回去。这要是当着洛云他们的面拿出来，那自己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刚才还说没看见，转手变出来，岂不是自打嘴巴？看来得找个没人的机会，好好研究一下这个空间的用法。陈渊暗暗打定主意，这枚妖丹可是他踏入仙途的第一桶金，绝对不能有事。发什么愣？想投胎呀？走快点！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吼，紧接着破风声响起，啪！这一鞭子结结实实的抽在陈渊的后背上，火辣辣的剧痛传遍全身，即便隔着粗布衣，也能感觉到皮肉绽开的痛楚。陈渊肢体扭曲的向后按住后背，整个人踉跄着往前冲了几步，差点栽进泥潭里，磨磨蹭蹭的。信不信老子把你扔进泥里喂？王八！陈渊低下头，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眼中的狠厉。是，小的知错，小的这就走。姓张的，洛云，这一边这笔账老子都记下了。出了黑风峡，那烂泥路总算是走到了头。洛云提着剑走在最前，剑锋一直没敢归鞘，直到看见前方那道巨大的地裂，脚步才猛地一顿。这就是入口。众人硬着头皮穿过裂隙，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却让所有人背脊一凉。这是一片宏大的废墟，3人合抱粗的石柱断成2截，上面爬满了枯黄的藤蔓。前方矗立着一座残破山门，巨大的牌坊塌了一半，横梁下那块断裂的巨碑上刻着几个古篆字，已经模糊不清。最瘆人的是山门前的空地，横七竖八躺着10几具尸体，看服饰，正是那几个比碧池宫抢先一步的宗门弟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死在这？这些尸体太诡异了，没有血迹，没有断肢，更没有打斗痕迹。这些尸体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瞬间吸干了水分，皮肤贴在骨头上，眼窝深陷成黑洞，干瘪的像是一具被遗弃的风干腊肉。一阵阴风卷着枯叶刮过，沙沙声听得人头皮发麻。张师兄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手里的铜镜法宝捏得死死的。这是什么邪术？就算是那帮修血道的疯子，吃相也没这么难看吧？洛云的脸色同样难看，他是来镀金求机缘的，不是来送命的。想要进入山门，似乎就必须穿过这片死地。师姐，咱们撤吧。刚才还嚷着要抢功劳的弟子，此刻已经打了退堂鼓。洛云死咬着下唇，没吭声。进，前路是那10几具诡异的干尸。退，此生道途或许就此断绝。回到宗门，面对的将是无尽的冷眼与嘲讽。他眼神一狠，转头看向缩在最后面的陈渊。贱奴，你过去。陈渊正打算找个机会溜之大吉，冷不防被洛云点了名，心里瞬间万马奔腾。啊，圣女大人，小的闭嘴！洛云根本不给他演戏的机会，手中长剑一震，寒芒直指咽喉。去探路？不去，现在就死。去了，或许还能活，你自己选。陈渊感受着剑锋透出的寒意，心里早就把洛云的祖宗18代问候了个遍。好一个名门正派的圣女，遇到危险拿凡人填坑，这操作比魔修还丝滑。这就是所谓的神道正统。我呸！坏女人，救命啊！陈渊在脑海里疯狂呼唤，前面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能不能进？挺急的。云溪月正盯着光幕，眉头紧锁。不对劲，哪不对劲？大姐你倒是快点说啊！这处遗址，幽州几大宗门高层早就联手探查过，外围禁制早该废了才对，绝不可能有这种级别的杀阵。云溪月声音里透着一丝惊疑，有人改动了地势，激活了残留的护山大阵。陈渊心凉了半截，那我上去不是送人头，我才练气期啊！云溪月沉默了片刻，云溪月沉默了2秒，视线扫过那些干尸，这杀阵似乎是挑食的。哈，碧池宫修的是神道，根基是香火愿力，这阵法极度排斥神力，一旦感应到，瞬间抽取生机。但你不同，云溪月语气微妙，你是仙道，体内流淌的是灵气，对这阵法来说，你可能只是个透明人。可能？大姐，这是玩命啊！能不能把可能2个字去掉？少磨蹭！还没等陈渊再争取一下生存几率，屁股上陡然传来一股大力，张师兄一脸狰狞的踹了过来，让你去就去。磨蹭什么？这一脚够狠，陈渊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2圈，好死不死，正好停在那堆干尸中间，和一具干尸黑洞洞的眼眶来了个深情对视。陈渊瞬间蜷缩成一团，闭上眼，等着变成这里第10几号腊肉。1吸2吸，四周近的连心跳声都像肋骨，预想中被抽干的感觉并没有降临。陈渊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稚嫩的童谣声悠悠地从山门深处飘了出来，
在这死寂的废墟里显得格外刺耳。天黄黄，地黄黄，神仙老爷把命长，吃一口肉，喝一口汤，埋在土里睡得香。伴随着这瘆人的歌谣，山门内灰白雾气翻涌，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蹦蹦跳跳地走了出来。那是个约莫6、7岁的小女孩，扎着冲天辫，穿着一身大红棉袄，脚踩虎头鞋，手里还举着一串糖葫芦。在这满地干尸的废墟之中，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这画面太诡异了，陈渊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小女孩哼着歌，一路蹦跶到陈渊跟前，歪着脑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嘴里还咬着糖葫芦，嘎嘣嘎嘣嚼碎糖衣的声音诡异无比。后面的骆云和张师兄等人也都屏住了呼吸。幻术！张师兄哆嗦着举起铜镜，骆云神识全开，疯狂探查，可无论怎么扫，那小女孩身上都没有神力波动，就像个普普通通的村里娃。师姐，这就是个迷路的野孩子吧？一个碧池宫弟子咽了口唾沫，贪婪渐渐压过了恐惧。这附近有不少山村，估计是误打误撞跑进来的。另一个弟子也附和道：没错，这沙阵应该已经没了能量，你看那个剑奴部也活蹦乱跳的吗？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火热。富贵险中求，谁先穿过这山门，里面的机缘就是谁的。我去试试。最先开口的弟子按捺不住了，那剑奴都没事，这小丫头片子能有什么危险？师弟小心！骆云没拦着，有人愿意再去趟雷，他求之不得。那2名弟子一左一右越过陈渊，脸上带着几分轻蔑和急切，其中一人甚至伸手去推那个挡路的小女孩，去，哪来的野丫头，别挡道。陈渊看着这2个作死的蠢货，本能想喊一句别碰他，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喊什么喊？这帮人刚才还拿刀逼着自己送死，现在凭什么就他们？小女孩鼓着的腮帮子停下了咀嚼，她抬起头看着那2只伸过来的大手，脸上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嘻嘻，她轻笑一声，举起手中的糖葫芦，对着那2个弟子轻轻一晃，嗡一声嗡鸣声炸响，四周残破的石柱瞬间爆发出一阵刺眼的血光。啊！惨叫声只持续了半秒，在陈渊惊恐的注视下，那2个弟子的身体剧烈抽搐，皮下的血管像蚯蚓一样疯狂暴起，紧接着噗的一声闷响，体内的神力、血液甚至灵魂瞬间被强行抽离，化作2道猩红的光束没入石柱。啪嗒，2具新鲜出炉的人干直挺挺地砸在地上，就在陈渊脚边，空洞的眼眶正好对着他，脸上还残留着那一瞬的错愕与惊恐。退，快退！后面的张师兄吓得魂飞魄散，怪叫一声，往后撤了数十丈。骆云也是花容失色，身形暴退，一直退到了裂隙边缘才敢停下。太恐怖了！2个神激进的修士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就被吸干了。处于风暴中心的陈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离得最近，刚才那道血光几乎是贴着他的头皮扫过去的，这下是彻底凉透了。一张粉嘟嘟的小脸正凑在他鼻子底下，近的能看清脸上细细的绒毛。小女孩像只小奶狗一样耸动着鼻子在他身上嗅来嗅去，陈渊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惊扰了这个小祖宗。咦，小女孩嗅了一会儿，忽然退后一步，大眼睛里竟然浮现出惊喜的光芒。不是臭烘烘的神力，她拍着小手，声音清脆，是香香的灵气霭。好久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了。陈渊一脸懵逼，香的，大哥哥，你身上有跟我们一样的味道哦。小女孩指着陈渊，兴奋的大喊，转身就往山门里面跑，一边跑一边还挥舞着糖葫芦。我要去告诉娘亲，跟我们一样的家人终于来了。红色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翻涌的雾气中，只留下陈渊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原地，风中凌乱。坏女人，这是啥情况？他在脑海里问道。云溪月的语气也充满了茫然，他说，家人，这小女孩绝不是活人，但也绝不是一般的鬼物，她把你体内的灵力当成了同类的气息。远处骆云和张师兄面面相觑，他们看着安然无恙的陈渊，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不解。这贱奴为何没事？张师兄咬牙切齿，声音都在抖。难道那妖女看上他了？骆云死死盯着陈渊的背影，凭什么2个神激进弟子死了，这个毫无修为的贱奴却没事？陈渊，骆云定了定神，隔着数十丈的距离厉声喊道，你若是敢跑，本圣女定将你碎尸万段。陈渊转过身，嘴角一笑，刚才拿我当炮灰，现在看我没事，又想发号施令，想屁吃呢？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伸出手在脖子上缓缓比划了一个割喉的手势，然后转身大步朝着山门内走去。既然那小女孩说她是自己人，那这龙潭虎穴说不定就是她的福地。至于身后这群傻叉，爱死不死，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等着吧你们！陈渊脚下一跨，身后的山门缓缓淡去，他呆立原地，眼前哪里还有断壁残垣？入眼处青山叠翠，云雾缭绕，近处亭台楼阁鳞次栉比，在日光下闪耀生辉。陈渊揉着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更让他心惊的是，这里竟然有许多人，数百名身着青色道袍的男女，正行色匆匆地在广场上穿梭，他们手持各式兵刃法宝，齐齐奔向一处山峰。陈渊站在路中间，手足无措。坏女人，这也是幻觉？
陈渊在脑海中问道。一切都太真实了，连路边灵草散发出的清香都清晰可闻。云溪月还未回答，一只大手猛地从旁边伸来，抓住了陈渊的胳膊。哎呦！陈渊痛呼一声，身子被拽得一个趔趄。他转头望去，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剑眉星目，英气逼人，背负一柄长剑。只是这位少侠此刻满脸怒容。这位师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山门处闲逛？白衣少年不由分说，拽着陈渊就向里面跑去。陈渊两条腿倒腾得飞快，勉强跟上他的脚步。不是，大哥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啊，我是秦琪，你是外门新进的吧？以前没见过你。秦琪头也不回，语速飞快。神教那帮杂碎已攻破外围护山大阵，几位长老正拼死抵挡，所有炼气期弟子都要去天书峰结阵营底。神教，这说的是如今统治天下的神道势力吗？那个秦师兄是吧？陈渊一边气喘吁吁地跑着，一边试图把手抽回。你听我解释，我其实不是。别废话了，我知道你害怕。秦琪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他双手按住陈渊的肩膀。师弟，我知道你是新来的，没见过这种阵仗，但如今云州修仙界凋零，各大宗门或灭或降，咱们灵奇宗是云州仙道最后的骨血了。秦琪说着，眼角竟有些泛红，他手指着四周那些匆忙奔走的身影。若是连我们也退了，这天底下就真的没有咱们修仙者的容身之地了。你身上流淌着灵力，这点做不得假。既然入了仙门，便是未到一战，死得其所。这番话说的可谓是感人肺腑。陈渊听得一愣一愣的，主要是这秦琪长得太正派了，说话又好听，那种视死如归的气势，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加上对方一口咬定他是自己人，难道自己真是灵奇宗弟子？就在陈渊心生动摇之际，蠢货，低头看看他的脚下。陈渊心头猛跳，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顺着秦琪的白袍往下看，阳光明媚，白玉地面光洁如镜。然而秦琪的脚下空空荡荡，没有影子。陈渊噔噔往后退了2步，却又被秦琪拉住。他慌忙转头看向周围那些来来往往的弟子，所有人都没有影子。这陈渊牙关开始打颤，他们都不是人。云溪月的声音依旧冷静。典籍有载，灵奇宗早在5000年前便已灭门，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不肯散去的执念，他们死前的最后一刻就是在抵御外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也不知道宗门早已不存，或许是被大能用神通封印起来了。几大宗门联手探查，居然没有查到这种情况。听到这话，陈渊再看面前满脸正气的秦琪，寒意不止。这哪里是什么热血师兄，这分明是个不知道死了多少年的老鬼。最可怕的是，这老鬼的手是有温度的，抓得陈渊生疼。这份执念究竟深到何种地步，竟能化为实质？师弟，你怎么脸色煞白？秦琪见陈渊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楚，还以为他是被吓破了胆。他轻叹一声，拍了拍陈渊的后背。罢了，我不怪你，既然未死，那就多带些保命之物。说着，他又拽起陈渊，冲进旁边一座阁楼。秦琪从架子上取下一把青铜长剑，又抓起几瓶丹药，他一股脑塞进陈渊怀里。这把剑是下品灵器，品阶虽不高，但够用。这瓶是回气丹，这瓶是止血散，都拿着。陈渊抱着一堆宝贝，手感沉甸甸，这触感是那么真实。他偷偷拔出长剑1寸，寒光凛冽，剑气逼人。好东西啊！既然这老鬼非要送，那他便不客气了。拿到宝贝后，陈渊心头的恐惧稍稍散去一些。多谢秦师兄，这声师兄他叫的真心实意。走，去天书峰。秦琪见陈渊收了东西，脸上终于有些欣慰，他拉着陈渊就向外冲去。刚冲出兵甲阁，远处山峰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轰隆，脚下的大地随之晃动，一道红色光柱轰击在山峰之上。不好，是神教的道和境修士，连他也出手了，师兄弟们顶不住了。他身上的灵力升腾，整个人朝着天书峰方向疾驰而去。陈渊被他带着，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放风筝。他双脚离地，耳边风声呼啸：喂喂喂，慢点！陈渊想骂娘，这老鬼去送死就算了，干嘛非得拉上自己？转瞬之间，两人已冲到半山腰。只见前方的山道上，一名身穿金色华服的年轻男子负手而立。这男子面容阴柔，眉心一点朱砂痣，浑身散发着刺目的金光。在他周围，10几个灵奇宗的弟子结成剑阵，拼死抵抗。一群蝼蚁。金袍男子轻蔑一笑，他只是轻轻抬起手，随手一挥，一道金印压下。那些被金光扫中的灵奇宗弟子，身体变得透明，化作点点青光。他们像被风吹散的烟雾一样，消散在天地之间。只有青色道袍飘落在地。陈渊呆愣原地，他神识一扫，发现此人和秦琪并不一样，不似残念，应该是先他们一步进来的幽州弟子。贼，你敢杀我师弟！秦琪心头仇恨跨越了5000年的时光，依旧炙热滚烫。师兄弟们莫怕，秦琪来也！秦琪松开抓着陈渊的手，手中长剑出鞘，长剑带起一道剑芒，冲了上去。陈渊跌坐在地上，手里还抱着清明剑。他想喊住秦琪，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你早就死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金袍男子听到喊声，他转头看向冲过来的秦琪，眼中不解，这里竟然还有如此凝练的残魂。秦琪拼命催动灵力，
脸长得通红，可常见纹丝不动。罗章摇了摇头，太弱了。金光流转，砰！秦琪的身体倒飞而出，还在半空中就开始崩解。师弟，快跑！他艰难地转过头，看向陈渊的方向，随即化作一阵青烟消失了。陈渊坐在地上，手里还攥着秦琪刚才塞给他的丹药。虽然知道对方早就死了，虽然知道这不过是执念，陈渊胸口发闷。还有一个男子拍了拍手，他的视线落在陈渊身上。这道残魂倒有些意思，竟还能坐在地上发呆，而且身上的灵力波动比刚才那个还要纯。他把陈渊也当成了灵气宗的亡魂。在这个早已被神道统治的时代，除了那些死在过去的老鬼，哪里还能见到如此纯正的修仙者？活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沾染着香火愿力，既然遇上了，那便一并送你上路吧。罗章抬脚朝着陈渊走来。坏女人，救命啊！这回是真的要死了。这货是活人，而且看起来很强。云溪月的语气沉了几分。这是白云府的神子，修为已至神机境，你若是硬拼，死路一条。那怎么办？装死行不行？他本来就当你是个死人。云溪月冷哼一声，把剑举起来。啊！他把你当成了没有神智的残魂，这就是你的机会。陈渊看着越来越近的罗章，紧咬牙关。妈的，拼了！坏女人，你要教我杀招，我只有灵力却不会招式。他举起手中的清明剑，因为太害怕，剑尖都在剧烈晃动。罗章瞧见这般景象，笑得更开心了。哟，还会害怕？这道残魂的灵智不低啊，若是抓回去练成气灵，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他走到陈渊面前5步远处，停下脚步，掌心金光凝聚成一个漩涡。过来吧，小鬼！恰在此刻，陈渊突然举起长剑。小鬼，你家大人没教过你，有些鬼是不能惹的吗？罗章掌心中金色漩涡旋转，对于这种灵智尚存的残魂，已是莫大的机缘。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自己拥有灵智的法宝，助他在幽州扶摇直上。大姐，亲娘，救命啊！再不救我，咱俩就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做一对同命鸳鸯了。脑海深处，云溪月银牙几乎咬碎。他堂堂神元境的大能，平日里这种神机境的蝼蚁，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如今虎落平阳，竟要为了保住这个夺了他身子的贱奴，耗费本就不多的本源。若是有的选，他真想亲手掐死这个无赖，但他没得选。陈渊一死，他也会被永远困在这里。闭嘴，听好，我只够教一遍。月神道杀伐数月刃，气沉丹田，一手天灵。陈渊下意识照做，张嘴猛吸一口气，结果吸太猛，尘土全进了嗓子，咳，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他眼泪鼻涕横流。罗章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这残魂有点意思，怎敌意识这么强，甚至可以做主魂了。他并不急着下手，想看猎物还能翻出什么花样，但片刻的傲慢给了陈渊一线生机。快闭上你的狗嘴，跟着我念太阴幽营，映照无身。陈渊握着青铜破剑，脑子却是一团混沌。太阴啥玩意儿？太阴？他大字不识一筐，只能听出个大概。是太阴幽营，天上的月亮。云溪月在仙府里急得直跺脚，恨不得冲出去把这蠢货的脑壳撬开，下面跟着念神隐千丝，化气为刃，聚天地之精，凝皓月之神，神动千丝。眼看罗章已经走到3步开外，那金色漩涡几乎要贴到脸上。聚天地罡气，凝皓月神光，拿8方之灵归于一息。云溪月的声音都在颤抖。错了，全错了，是那8方，不是拿来吧你。仙府内，云溪月无奈地闭上了眼，忽然感觉空间一震。什么？云溪月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恐怖的吸力从天而降。他好不容易积攒的神力疯狂地向外宣泄。陈渊，你在干什么？住手！云溪月尖叫一声，身子一软，瘫倒在玉榻之上。又是被强行抽离力量的虚脱感让他颤栗。陈渊根本听不见，他手中的青铜剑此刻正如饥似渴地吞噬着涌来的神力。剑身之上一层灰蒙蒙的荧光，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模糊起来。罗章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作为修士的本能让他浑身汗毛倒竖，这绝不是残魂该有的力量波动。不对劲！罗章反应极快，掌心金色漩涡瞬间崩散，金印从胸口飞出，迎风变掌，想要挡在身前，可惜还是慢了。陈渊双手举过头顶，对着面前这颗脑袋狠狠劈下，给老子死！唰，一道半月形的灰色光刃脱离剑身，太快了，金印都未来得及展开，就断成2截。紧接着，罗章感觉眼前的世界稍微错位了一下，他低下头，看到一条细细的红线从自己的左肩一直延伸到右侧腰腹。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下一瞬，噗嗤，鲜血混合着花花绿绿的内脏顺着红线喷涌而出，他的上半身缓缓向下滑落，直到上半身摔在尘埃里。罗章的眼睛还瞪得滚圆，映着陈渊狰狞的脸。他不明白，一个孤魂野鬼凭什么能挥出这盏神一剑？咣当，清明剑脱手落地，陈渊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刚才那一剑不仅抽干了云溪月，也抽干了他所有的精气神。要是罗章再多挺半个呼吸，死的绝对是他。陈渊盯着地上那2截尸体，胃里翻江倒海。第一次杀人，还是个修士，恶心、恐惧，还有亢奋。他的嘴角不受控制的往上咧。老子把神子给宰了！
仙府内，云溪月瘫在榻上，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刘仙群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肉色曲线若隐若现。强盗、土匪，他虚弱的咒骂着。这一击直接抽走了他7成神力。最让他崩溃的是，这小子完全是在乱来。神道法术讲究顺应天意，借用月华，这混蛋居然乱改功法。还好，阴差阳错间，总算还活着。陈渊在地上趴了好一会儿，手脚才恢复了知觉。他强撑着爬起来，眼神瞬间变得贼亮。发财的时候到了。他在罗章的尸体上摸完上半身，又去摸下半身。好东西，都是好东西。陈渊一把抓过绣着金线的储物袋，入手沉甸甸的，让他心花怒放。他又捡起断成2半的金印，即使碎了，金印依旧温润如玉，上面刻着的白鹤栩栩如生，隐隐有流光闪动。喂，坏女人！陈渊在脑海里喊道。这印看着挺贵，能卖多少钱？过了好半天，云溪月有气无力的声音才传出来。那是本命法宝，人死印碎，已经废了。不过，云溪月的话锋一转，幸灾乐祸地说道：“你这蠢货，大难临头了还不自知？这印记上留有宗门魂灯气息，你杀了白云宗神子，手里拿着它，就等于拿着个定位符。只要你不扔，白云宗的人哪怕隔着千里，也能找到你。到时候，不仅是幽州，整个神道都会把你扒皮抽筋。”陈渊手一抖，下意识就要把金印扔出去，这么坑。但他举起的手在半空中又停住了。穷惯了的人，让他把到手的宝贝扔了，比杀了他还难受。虽然碎了，但这材料看着就是金子啊，扔了也没用，气息已经粘在你身上了。云溪月冷笑，除非你能找个彻底隔绝天机的地方把它藏起来，或者找个大能帮你洗炼，否则隔绝天机。突然，他嘴角勾起坏笑，巧了不是，这地方我好像正好有一个呀。云溪月心里咯噔一下，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你想干什么？嘿嘿，你等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就在他离开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娇小身影蹦蹦跳跳的从山门那边跑了过来。他在罗章的半截尸体旁停下脚步，歪着脑袋，大眼睛里满是纯真。咦，那个香香的大哥哥好厉害啊！他伸出白嫩的小手，在那滩混杂着内脏的血泊里蘸了一下，然后放进嘴里吮吸。呸呸呸，臭死了！小女孩嫌弃的吐着舌头，把嘴里的血水吐掉。还是刚才那个大哥哥，闻起来好吃。他转过身，看向陈渊消失的小路，眼睛眯成了2个弯弯的月牙。娘亲说过，最好吃的东西一定要留到最后慢慢吃。嘻嘻，陈渊一路狂奔，心脏砰砰直跳。他不敢走大路，专挑小径钻。山里长大的孩子异常敏感，每跑出100-10丈，他就俯下身子，侧耳贴地，确认身后有没有动静。他不知道这片遗迹里还藏着多少个像罗章那样的身子，再碰上一个，自己这条命可就没那么硬了。恐惧退潮后是满满的兴奋感。他摸了摸怀里沉甸甸的储物袋，还有那半块冰凉的金印，嘴角不受控制的扬起。杀人夺宝，这4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开了他过去18年灰暗的人生。这就是修真剑。终于在一片青颓的宫殿废墟中，他寻到一栋尚算完整的阁楼，绕着阁楼仔细走了一圈，没有发现有人活动的痕迹。他推开虚掩的木门，一股尘封许久的霉味扑面而来。确认内里空无一人后，他立刻反身，费力地从外面拖来几块大石抵住大门。做完这一切，他才觉得心中压抑感稍平复。登上2楼，蛛网遍布，陈设破败。他把每个房间角落都检查了一遍，连床底下和柜子里都没放过。整座阁楼除了他再无活物。陈渊这才彻底松懈下来，选了个能望见窗外小径的角落坐下。这里视野好，万一有变也方便他第一时间破窗而逃。他闭上眼，摒除杂念，开始竭力回想之前将云溪月吸入脑海时那种奇妙的感觉。那是一种很玄妙的体验，好像自己的脑袋里凭空多出了一个世界。进去，他集中全部精神，在心里默念。眼前的黑暗开始旋转，拉扯感传来。下一刻，他发现自己的意识正悬浮于一片浩瀚的空中，脚下是一个巨大的罗盘，罗盘的正中央，黑白2气缓缓流转，是一个黑白太极图。在阴鱼鱼眼位置是云溪月所在的月仙居，而在阳鱼的鱼眼处，则是一块顶天立地的巨大石碑。石碑上刻着4个他不认识的古篆大字，可字里的意思却清晰地映入他的脑海。归元仙府，这4个字明明是他不认识的古篆，可他偏偏就看懂了。归元仙府，陈渊喃喃自语，一股血脉相连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他心念微动，意识便朝着那块石碑飘去，想要一探究竟。可就在他的意识即将触碰到石碑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弹开。他转而望向罗盘的其他区域，那里一片混沌，看不真切。看来这仙府的大部分地方还不是他现在能碰的。陈渊不再强求，将注意力转回宝贝上。他将那半块金印和储物袋从怀里掏出，也不知道这里能不能隔绝天机，不如放在云溪月那里，沾染上云溪月的气息，他也得受牵连。想到这，意识便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月仙居飘去。闺房内，陈渊悄无声息地出现。坏女人，我把这些放你。边说边往里走的陈渊，话未说完，便看到了眼前奇景。只一眼，陈渊的呼吸就变得粗重起来。玉榻之上，云溪月正侧身朝外蜷缩着，
她似乎陷入了昏睡，浑身被细密的香汗浸透。本就轻薄的流仙裙，此刻紧紧地贴在她身上，变得半透。裙下玲珑起伏的曲线一览无余，雪白的肌肤因为虚弱透着一层淡淡的粉晕，一截修长玉腿裸露在外，玉足小巧。陈渊的喉咙有些发干，身体很诚实，这是他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如此毫无顾忌地审视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女。长眉如带，琼鼻挺翘，一双丰润的红唇微微张着，即便是在昏睡之中，她紧蹙的眉宇间依然残留着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清冷与孤傲。这种绝美的容颜配上任人宰割的姿态，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陈渊一步步地走向玉塔，心中的燥热再也无法抑制。沉睡中的云溪月本能地感到灼热的男子气息正在逼近，他费力地睁开眼，模糊的视线里只看到一个赤裸的轮廓附了下来。他想反抗，想斥骂，可被抽干了神力的身子却没有力气。紧接着唇上传来的触感让他浑身剧震。云溪月挣扎着，双手无力地拍打着他的大腿，晶莹丝线从他嘴角牵扯而下。就在云溪月眼眸开始因为窒息上翻时，陈渊才让他咽下。这一刻，云溪月的心彻底死了，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千万倍。两行清泪从他眼角滑落，不如就此死去。可就在他万念俱灰之际，精纯的阳和之气顺着他的喉咙流入了神宫，迅速与他残存的神力融合在一起。云溪月娇躯一颤，这是……他震惊地发现，这股力量不仅在飞快地补充着他被抽走的神力，甚至在冲击着他道上，比上一次更猛烈。在羞辱的算不上双修的双修中，修为竟然有了些许增长。身体上传来的极致屈辱与修为精进带来的安慰，让他不知所措。陈渊自然不知道女人的心绪已是天翻地覆，精纯的力量在两人体内流转，让他自己也感到一阵畅快。原来这就是大道之始。许久之后，陈渊才心满意足地停了下来。他看着身下眼神空洞、面若死灰的云溪月，征服的快感填满了胸膛，得意一笑：“坏女人，你看，别整天想着杀我了，我这个天赋，说不定以后还能罩着你。”陈渊利索地提上裤子，把腰带系了个死结，粗布麻衣往背上一披，遮住了汗湿的脊梁。他低下头，目光扫过玉塔，云溪月长发湿漉漉的粘在脸上，脸色白得像纸，双眼失了焦，直勾勾盯着帐顶。曾经高高在上的瑶池公主，此刻没有半点生气，这副模样让陈渊心里头那点征服的念头瞬间长满了。爽，哭个屁！陈渊开了口，嗓子有点哑，留着命在比什么都强。他走近两步，自顾自说：“我这身子骨你也试过了，虽然不懂啥修炼，天赋应该还行，以后我有肉吃，也少不了你一口汤喝。”云溪月毫无反应。陈渊眉头一皱，脸上的笑意收敛了几分。不对劲，这女人的身子太冷了，一点活人气儿都没有。死了！他心头猛地一跳，下意识伸手就去探她的鼻息。这要是真给折腾死了，自己刚才那番力气不是白瞎了？就在指尖触碰到他鼻尖的瞬间，陈渊身上的纯阳之气与他体内残留的太阴神力绞杀融合，1成、3成、5成，原本死寂的瞳孔陡然聚焦，滔天的恨意在这一刻炸开。滚！云溪月猛地坐起，一巴掌拍开陈渊的手。他低头看见自己身上凌乱的衣衫，胃里顿时一阵翻江倒海。耻辱！他想吐，却什么也吐不出来，胸腔里只剩下要把眼前这个男人碎尸万段的恨意。去死！他抬手就是一道月刃，凄冷的白光撕裂空气，直奔陈渊的咽喉。这一击没有任何花哨，就是奔着确确实实的斩首去的。陈渊瞳孔骤缩，身体凭着本能向后一仰。啵！一声轻响，像个水泡破了，月刃在距离陈渊脖颈3寸的地方，像是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刃瞬间崩碎，化作漫天光点。云溪月愣住了，他不信邪，被齿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出。给我死！又是几道更加凌厉的月刃劈了出去，结果还是一样。在这片名为归元仙府的空间里，没有他的允许，别说杀人，就是这里的一粒灰尘，他都动不了。为什么？为什么？云溪月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浑身都开始发抖。最后一点希望碎了，他连报仇都做不到，甚至还得像个虫子一样躲在这个玷污自己的人脑子里，任他摆布。啊！心态彻底崩了。云溪月身子一软，瘫在玉枕上，食指抓住身下的床单，指骨泛出白色。我的道全毁了，全毁了呀！他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玉塔，发出咚咚的闷响。需守身如玉，方能感应太阴本源，修治无相，问鼎天书。如今元婴已失，神功被污。陈渊站在一旁，看着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神元境强者，此刻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村姑。他心里那点防备散去，只剩下点冷漠。什么狗屁道！陈渊冷哼一声，打断了他的哭嚎。我就问你一句，想死还是想活？云溪月的哭声停了，他猛地抬头，通红的双眼死死盯着陈渊，满是怨毒。破了身子就修不成的道，那不是废物吗？陈渊蹲下身，视线与他平齐。山下的王寡妇，男人死了10年，我也没见他寻死，人家就靠那2亩薄田，硬是把3个娃都拉扯大了。怎么着？你这高高在上的公主，还不如个山野寡妇？混账！云溪月气得浑身发抖，胸口堵得慌，
差点背过气去。你居然拿本宫与山野泼妇相提并论，有啥不行？陈渊嗤笑一声，伸手指了指这片空间，在这儿，你只是阶下囚，懂吗？到机毁了又咋样？人活着就是爬，也能爬出条新路来。再说，你刚才吸了我的阳气，不是恢复了不少？陈渊伸出大手，一把捏住他的下巴，逼他看着自己，认了吧，以后咱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出力，你出，你也出力，等老子成了仙，你少不了好处，说不定比你那什么不能碰男人的道前途大得多。云溪月被迫看着这张年轻、野性又透着股无赖劲的脸，荒谬！一个练气期的小渣仔，竟然在教训他这个神元境强者，还说什么成仙？可是，身体里那股重新充盈的力量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少年的体质，就算是放在上古时期，也是人人抢破头的极品炉鼎。羞耻感和求生欲在脑海中疯狂撕扯，最后他没再骂人，只是扭过头去，眼泪还往下掉。陈渊见他不闹了，才松开手。女人嘛，就是欠收拾。他从怀里掏出那半块金印，又把从罗章尸体上扒下来的储物袋一抖，哗啦啦，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了云溪月面前。这是刚才那死鬼留下的，我也不会用，都扔你这儿。以后我抢了宝贝，我用不上的都归你管。云溪月缓缓转过头，目光落在那堆沾着血的杂物上，又看了看那半块金光暗淡的法印。蠢货！他带着浓重的鼻音，冷冷吐出2个字，声音虽然虚弱，但高傲的架子又回来了。金光印是白云府的信物，上面刻着神魂烙印，你就这么揣在怀里到处跑？云溪月像看死人一样看着陈渊，不出3天，白云府的追兵就能把你围死，到时候把你剁了。陈渊一愣，这件事他倒是不知道，随即咧嘴笑了，笑得有些无赖。他抬脚将那金印踢到云溪月手边，所以我才放你这儿啊，你这么厉害，肯定有办法遮掩吧？毕竟我要是被围死了，你也出不去，你说是不是？或者让追兵来围你也好。云溪月他气得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无耻！这世间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但他不得不认，这混蛋说的对，他如今就寄生在这片奇异空间里，要是陈渊死了，他就算不魂飞魄散，也得永远困在这无尽的黑暗里。陈渊见他脸色铁青，却不再反驳。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浑身骨节噼里啪啦一阵响。你先在这待着养伤，外面肯定还有不少好东西，我再去转转。说完，陈渊的身影瞬间模糊，从月仙居中消失。闺房内又恢复了死寂，只留下云溪月一人，衣衫不整地坐在玉榻上。他看着面前那堆带血的战利品，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渗出血来。良久，他颤抖着抬起手，触碰了一下金印，让其上的气息沾染在自己身上。陈渊，他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个名字，待本宫道伤痊愈之日，定要将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陈渊睁开眼，窗外天光已经泛白，废墟里头死寂一片，这一晚上算是熬过去了。确认安全，陈渊身形一闪，溜了出去。按照秦琪所说，灵奇宗的核心地带在天书峰，那里既然是当年的战场中心，留下的好东西绝对少不了。富贵险中求，冲了！陈渊认准方向，一路朝着天书峰摸去。越往上，山道上飘荡的身影就越多。那些身穿青色道袍的身影，有的在广场枯坐，有的提剑冲锋，身上的气息比山门口的秦琪强了不止一个档次。好在这些残魂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陈渊这个活人视而不见。陈渊也不敢作死，一路苟着走，期间也没有太多留意有什么机缘。捡芝麻丢西瓜的事儿他不干，去晚了，山顶的大餐就要被那群神子神女吃干抹净了。摸到半山腰的一处平台时，路断了，前方的山路被几块塌方的巨石堵死，巨石后面隐隐传来人声和法术碰撞的轰鸣。陈渊立刻收敛气息，悄悄爬上一块巨石，从石头缝里朝外看，一片开阔地上，2男1女正跟一个拿长枪的残魂对峙。熟人还不少，女的是坏女人2号洛云，旁边是张太，还有一个白衣男人，陈渊不认识，手里摇着一把折扇，脸上挂着笑，一副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的装逼样，一看就是个衣冠禽兽。而他们面对的残魂与秦琪气势完全不同，他身上穿着一副银色铠甲，手里提着一杆亮银长枪，眼神清明，杀气滚滚。洛师妹，这位前辈生前怕是半步金丹的大能，这杆枪更是上品灵气，你我合力拿下，平分如何？白衣男子萧无忌摇着折扇，嘴上说的客气，眼睛却没离开那杆银枪。洛云手腕一抖，长剑荡开一道枪影，嘴里发出冷笑：萧无忌，少来这套，你们长生门的人属貔貅的，只进不出，怎么现在不动手，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萧无忌脸皮极厚，笑容不减。洛师妹说笑了，我只是好奇，你们碧池宫是怎么混进来的？我可是折损了3个师弟，才用血铺出一条路，你能铺路，我碧池宫就不能？洛云反唇相讥，倒是萧师兄鬼鬼祟祟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想当黄雀。2人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试探着。一旁的张太则是一言不发，警惕地看着对方。看样子这2拨人也是刚在这里碰上。萧无忌见忽悠绝不了洛云，哈哈一笑，折扇一收，洛师妹误会了，咱们神道弟子同气连枝，如今遇到这仙道余孽作祟，理应联手扫清寰宇，
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他说的大义凛然，这杆长枪乃是仙道邪气，若能将其净化，咱们两家宗门脸上都有光。洛云嗤之以鼻，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不就是馋那件兵器吗？装什么大尾巴狼？陈渊躲在石头后面，听得津津有味。不过那杆银枪确实带劲，灵光流转，符文闪动，跟他一比，自己手里这把青铜剑就像是从废品站捡回来的烧火棍。这要是能弄到手，这几个人互相猜忌，肯定不会全力出手。陈渊心里就活泛开了，这不就是机会吗？等他们斗个两败俱伤，自己上去收拾摊子，当一回黄雀。就在他们相互扯皮的时候，银甲残魂却突然开口了：“神道，呵呵，一群偷香火、玩弄人心的伪神罢了。”他的长枪往地上一顿，怒斥道：“我灵奇宗上承仙道，下安黎民，护佑云州万年，何错之有？尔等背信弃义，勾结天外邪神，颠倒黑白，把我们打成邪魔，赶尽杀绝。今日我赵姓就算神魂俱灭，也要拉你们这群杂碎垫背！”话音未落，赵姓长枪一震，枪出如龙，一点寒芒仙道，随后漫天枪影如暴雨梨花般卷向三人。洛云和萧无忌脚下后撤，立刻催动法宝。洛云身前水幕暴涨，萧无忌折扇射出金光，叮叮当当一阵乱响。只有张太最狼狈，他本来就弱，反应又慢，护身神光被枪锋一冲，瞬间破碎。一群藏头露尾的鼠辈！赵信怒吼，长枪横扫逼退两大主力，目光死死锁定了最弱的张太。柿子要挑软的捏，先杀你这阴鄙小人！长枪脱手，化作一道银色流光，直奔张太心口。张太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转身就跑。洛师妹救我！洛云握紧手中的剑，眼神闪烁，脚下却没动。他在犹豫，借刀杀人，除掉张太这个累赘，分战利品的时候还能少个人。萧无忌嘴角勾起，折扇轻摇，一副看戏的架势。眼看张太就要命丧枪下，够了！洛云突然娇喝一声，最终还是出手。不是他心软，是名声不能坏。众目睽睽之下，见死不救，传出去他这圣女也就当到头了。一道水龙从他剑尖飞出，卷住了赵信的长枪。萧无忌也同时出手，折扇一合，斩向赵信的脖子。围魏救赵！轰！气浪炸开，赵信被震得连退数步，身上的银甲光芒暗淡了几分。洛云和萧无忌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忌惮。这个残魂比之前的都强太多了。最关键的是，他们谁也不愿意先动用底牌，让对方捡了便宜。石头后面，陈渊看得直摇头，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心眼子比莲藕还多。他在脑海中问道：“坏女人，那残魂说的是真的？”神道：“真是那么回事。”仙府内，云溪月沉默了许久，他盘膝坐在玉榻上，情绪已经平复下来。陈渊，时代变了。上古时，仙道是天地正统，但后来天地大变，灵气枯竭，仙道没落，神道才借着信仰之力崛起。神道居万民愿里，守护一方，本意并非邪恶，只是任何道统发展到极致，都免不了排他和倾轧。为了巩固地位，必须要把前朝余孽踩进泥里，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云溪月没有把话说透，成王败寇，赢了就是神，输了就是魔，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以后你们也会这么对我吗？陈渊突然问了一句，语气听不出喜怒。只要我修仙，你们神道的人就会像疯狗一样追杀我。云溪月再次沉默，他想否认，想说自己不一样，但在大事面前，他一个人的意志比尘埃还轻。在这个时代，弱就是原罪。云溪月的沉默让陈渊心里有了底。他看着场中那几个满口仁义道德，下手却比谁都黑的神道弟子，眼神冷了下来。原来如此，既然注定是敌人，那老子抢你们的东西，那就是替天行道了。场中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洛云、萧无忌、张太三人联手，依旧拿不下赵信。萧无忌，你再不出全力，这上品灵气我就毁了他，谁也别想的。洛云久攻不下，终于有些急眼了。萧无忌摇扇笑道：“洛师妹的碧海潮生不也没动静吗？大家彼此，两人互相揭短，谁也不肯吃亏。既然如此，那就一拍两散。”洛云声音一冷：“你当真以为凭你一人能吃下这块肥肉？”萧无忌的眼神也冷了：“不试试怎么知道？”洛云身上神力涌动，气势暴涨。萧无忌脸色微变，随即也冷笑一声：“好，那就看看鹿死谁手。”他收起折扇，一拍腰间，一道漆黑的影子从他脚下钻了出来。两人终于准备动真格的了。洛云的头顶浮现出一片海市蜃楼，靡靡之音直钻脑髓。萧无忌那道黑影悄无声息地绕向赵信身后。处于风暴中心的赵信感受到了威胁，但他脸上没有恐惧，只有解脱和决绝。一死而已，我以我血溅轩辕。一声长啸，身上残存的甲片亮起，整个人和长枪融为一体，迎了上去。本命法宝一出，战局立刻逆转。碧海潮生专攻神魂，赵信只觉脑袋一阵昏沉，天旋地转，他仿佛又回到了5000年前灵奇宗山门被破的那一日。同门的惨叫，敌人的狞笑，山河的破碎，一幕幕惨烈的画面在他脑海中闪回。他坚守了5000年的执念开始出现裂痕。破！赵信猛地咬破舌尖，剧痛让他恢复了一丝清明。可就在这时，萧无忌的攻击到了，折扇在前，黑影在后，上位置
身后的黑影已捏起法诀。赵信警铃大作，想要回枪格挡，身体却因为神魂受创，反应变慢，而前后夹击挡住了身后的法术，却没挡住身前的折扇。扑哧，折扇穿心而过。他艰难地转过头，看向萧无忌。萧无忌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手腕一转，神力爆发，轰！赵信的身体从内部炸开，化作漫天光点，只剩下一道虚幻的魂体在空中摇摇欲坠。那杆银枪也哀鸣一声，从空中坠落。干得好！张太见状大喜，立刻就要冲上去抢夺银枪。站住！骆云和萧无忌同时喝道。张太脚步一顿，咬牙皱眉，却不敢再动。骆云收起法宝，面色有些苍白。催动本命法宝对他的消耗同样不小。他看向萧无忌，冷冷道：萧无忌，这杆枪对你无用，不如枪归我如何？萧无忌收回折扇，点了点头，自然。那这道残魂归我。他看向赵信的魂体，邪魅一笑。如此强大的残魂，他的本命法宝威力至少能提升3成。两人开始分赃，完全无视了旁边的张太。张太阴沉地喘着粗气，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拼死拼活，最后连根毛都分不到，凭什么？就在这时，被两人忽视的赵信残魂发出一阵大笑，哈哈，想要我的魂，拿我的枪！我灵奇宗的弟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们这群伪神，什么都别想得到！话音未落，虚幻的魂体亮起刺目的白光。不好，他要自爆！萧无忌脸色大变，骆云也是花容失色。一个金丹圆满修士的残魂自爆，威力何其恐怖！两人想也不想，立刻将所有法力都灌注到法宝之中。骆云身前出现一面巨大的水盾，萧无忌则被一层厚厚的黑色光幕包裹。张太更是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向后逃窜。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灵力风暴以赵信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山石崩裂，草木成灰，整个平台都被夷为平地。陈渊早在赵信开口时就感觉不对劲，第一时间缩回了巨石后面，并用灵力堵住缝隙。饶是如此，他依然被恐怖的冲击波震得气血翻涌，喷出一口血来。仙府内的云溪月看到这一幕，心都揪了起来。骆云，他失声惊呼。自爆的中心，气浪掀飞了萧无忌和骆云，两人翻滚着砸在地上。骆云身上的衣裙撕成布条，雪白皮肉露了出来，嘴角挂着血，一张嘴就咳，经脉碎了，想要疗伤，但神力都调不起来。萧无忌也好不到哪去，头发散得跟疯子一样，捂着胸口，一口血没忍住喷在地上。至于张太，离得远些，没死，也只剩哼哼的劲儿，在地上趴着动弹不得。那杆上品灵气银枪早就在气浪里断成了好几截，一时间场中一片死寂。萧无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看了一眼重伤的骆云，一双美腿大半都露在了外面，让萧无忌大饱眼福。早就听说碧池宫圣女身姿超凡脱俗，他今天总算见到了。陈渊躲在后头，把这女人身后的风景看了个全。你徒弟也太美了吧！陈渊在心中感叹道。萧无忌在储物袋里翻找一阵，摸出个丹瓶，脸上惨然一笑，一瘸一拐地走向骆云。骆师妹还撑得住？他蹲下身，我这有长生门的疗伤药，此地凶险，你赶紧服下，咱们好脱身。他递过去一颗丹药，骆云往后缩了一下，没接。神道宗门不善炼丹，这是修真界的常识，他哪来的什么疗伤圣药？萧无忌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自己先倒出一颗丹药吞了下去。师妹要是不信，我先吃，总不能眼看着你死在这。见他自己都吃了，骆云便不再多想，张开了嘴。萧无忌立马把丹药塞了进去。多谢萧师兄。骆云话到嘴边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不对。骆云脑子嗡的一声，这药不对劲。和疗伤药不同，这丹药下肚并没有驱散骆云的淤痛，反倒有一缕药力缠上心口，然后顺着血脉漫开，一股邪火从腹部烧起来，浑身都跟着烫了起来。萧无忌，他脸颊烧得通红，眼里含满热泪，死死咬着一边的嘴唇，才忍住心中躁动。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不知同心和运丹师妹听说过吗？这2颗丹药是萧无忌从中原一个邪修手里高价买来的，据说出自合欢宗，买来许久，但从未舍得一试。今日来看，却如那人所说一般。萧无忌慢慢擦掉嘴角的血迹。骆师妹，长生门和碧池宫向来疏远，我师尊为了促进两宗交好，特意向云公主提亲。不过云溪月那个老女人给脸不要脸，哼！今日我倒要见识见识碧池宫神女的姿色了。骆云脑子里只剩最后一丝清明，身子里像有万千蚂蚁在爬，尤其是又痒又麻，简直要了命。不要乱来，你就不怕我师父杀你？不怕。萧无忌摇摇头，只要把骆云采捕干净，再毁尸灭迹，谁知道是他干的？到时候他不仅尝了美人滋味，修为说不定还能借此冲一冲关口，怎么算都是赚的。你要杀我？骆云听懂了话里的意思，不敢相信，他可是碧池宫这一代的入室弟子，宫里的圣女，平日里哪个不是把他捧在手心里？这萧无忌竟然要杀他，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萧无忌一脸惋惜，师妹如此姿色，师兄怎能不动心？若采捕你的事要是传出去，师兄又怎么容身呢？只能委屈你了。他嘴上说着可惜，心里却半点不舍的都没有。骆云浑身发软，
身上的燥热已经压不住了。他看着萧无忌一步步走近，心里怕得要死，可身子却不听使唤，竟生出想让他过来的念头。别过来，你别过来！他手脚并用地往后蹭，可那股邪火却让他本能的渴望男人的靠近。眼见萧无忌已经到了身前，洛云惊声喊叫起来：“救命啊！”呵呵，萧无忌冷笑一声，扑上去就要扯他身上的衣物。别叫了，师妹，还是把力气留在师兄身上用吧。你就是叫破了喉咙，这地方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石头后头，陈渊趴在地上，只探出半个脑袋，里头的人在说些什么，他听得不甚真切，但看萧无忌那副作派，也晓得不是什么好事。狗咬狗，一嘴毛。陈渊，出手！云溪月急切地说道。他是本宫唯一的亲传弟子，他要是毁了，本宫绝不独活。不去！陈渊往后缩了缩脖子，他可不傻，那姓萧的满肚子坏水，一看就是个狠茬子，现在出去不就是给人送菜？再说了，你那个好徒弟，前几天还琢磨着怎么弄死我，现在让我去救他，凭什么？洛云要是死了，自己反倒少了个惦记自己性命的祸害。那边萧无忌还未动手，旁边的张太却撑着地爬了起来。萧师兄，还有我张太在，休要欺人太甚。他有些害怕，洛云一死，自己肯定也活不成。长生门和碧池宫好歹都是正道门派，能劝住萧无忌，兴许还有条活路。滚开！萧无忌轻蔑地看着他，你个废物，也想学人当英雄？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上路？张太被这两个字定在原地，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又跪了回去。萧无忌这才回头，上下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张太，想活命？他问，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帮我看着点风，等我用完了，这女人也归你享用。剩女的滋味，你就不想尝尝？张太的喉结上下滚了滚，喘气的声音粗重起来。他抬起头，目光越过萧无忌，落在不远处的洛云身上，舌头伸出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洛云听到这话，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水顺着眼角落下来。他看着张太，嘴唇翕动。张太，我们是同门，你怎么敢？张太的脸皮抽动了一下，他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同门？洛师妹，你平日里使唤我的时候，可曾拿我当过同门？师妹，你看，这就叫识时务。今天我也要尝尝剩女是什么滋味。说完，他便走到远处，找了个位置站定，像个看家护院的狗一样四下张望。萧无忌哼了一声，一步步走向洛云。师妹，别怕，师兄会很温柔的。仙府内，云溪月目眦欲裂，那是他一手带大的徒弟，是他寄予厚望的传人，马上就要在他眼前被这种人渣糟蹋。陈约，云溪月的声音里再没有往日的高傲。不他，只要你救他，本宫答应你2个条件，任何条件，不论你要什么功法，什么宝物，哪怕是要我。陈渊心里一动，等的就是这句话。要是让萧无忌采捕成功，恢复了实力，这老母山里头怕是没一个能活下来。这姓萧的行事狠辣，事后必定会杀人灭口，一个不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搏一把，既能卖云溪月人情，又能解决后患。最重要的是，这剩女凭什么让别人睡？成交！陈渊吐出2个字，人已经从巨石后头窜了出去。既然要动手，那就得先捡软柿子捏。张太正背对着这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来路放风，忽然觉得后颈一凉，风声不对，是杀气。他刚想回头，视线却诡异地飞了起来，然后天旋地转。他最后看见的是一具熟悉的无头尸体，脖腔里正往外喷着血柱，然后晃悠悠地倒了下去。那是我！扑通，尸体倒地。正走到洛云跟前的萧无忌猛然惊觉，豁然回头，这又是谁？他不认得这张脸，幽州各宗门拿得出手的弟子他都有印象，眼前这个少年却面生得很。杀了张太，不对劲，刚才那一招，萧无忌心里盘算起来，这小子透着古怪。你是谁？萧无忌沉声问道。他身上有伤，体内还有合欢百宝丹的药力乱窜，心智神力都受影响，实在不是动手的好时候。陈渊笑了一下，我是谁不重要。他绕开萧无忌，看着地上神志不清的洛云，说道，重要的是这女人我看上了。萧无忌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陈渊，他如今的状况实在不想节外生枝，原来是同道中人。萧无忌把杀心按下去，脸上挤出个笑来，这位兄弟既然也看上了这贱人，不如这样，你我联手，我先享用，等我采补些元阴疗伤，剩下的都归你，如何？为了表示诚意，他又补上一句，我也不是小气的人，事后再给你100枚灵石。在他看来，这种条件没理由拒绝，一个女人加100灵石换1条命。陈渊像是真动了心，眉毛一挑，真的？那是自然。我萧无忌话没说完，一道银光就到了面门。不讲武德！陈渊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我全都要！小畜生，你敢！萧无忌大骇，仓促间只能抬起折扇去挡。当一声脆响，萧无忌手腕发麻，扇子险些脱手，整个人被震得退了好几步，胸口一甜，又呕出一口血。他死死盯着陈渊，这小子的神术威力怎么这么大？他哪里晓得陈渊有仙符补着身子，神力源源不绝。刚才那一记月刃还偷偷抽了云溪月的神力，算是2个人打他一个，给脸不要脸。萧无忌何曾被人如此小看过，也顾不得伤势，
催动神力就跟陈渊斗在一处，一时间剑光乱闪，尘土飞扬。陈渊打架没什么章法，除了那招跃刃，剩下的就是互殴的路数。猴子偷桃，神仙摘葡萄，专往人下三路招呼，怎么阴损怎么来。偏偏萧无忌本就重伤，又被自己吓得要影响了心智，一身的本事用不出2成，被陈渊这通王八拳打得左支右绌，好几次都险些被掏了要害。狗东西，你是哪个宗门的？萧无忌一边招架一边吼，再这么下去，今天真可能要栽在这里。可眼前这少年却一言不发，只管对着他拳打脚踢，冷不丁又是一记跃刃劈过来。萧无忌眼里闪过一丝犹豫，猛地一掌逼开陈渊，从怀里掏出一张血红色的符箓。小子，你给我等着！他2指夹住符箓，神力一催，符箓自燃，轰的一声，一团血雾爆开，把他整个人都裹了进去。等血雾散去，地上哪里还有萧无忌的影子？跑得还挺快。陈渊往地上啐了一口，跟着腿一软，一屁股坐倒。他呼呼喘着粗气，扭头去看那边的洛云。洛云这会儿已经没了神智，一双美目水雾迷蒙，红唇微微张着，口水顺着嘴角流到锁骨上。陈渊看着，只觉得口干舌燥。坏女人，她这是咋了？他在脑子里问。云溪月虚弱的声音传来，打中了萧无忌的合欢散，再不解，人就烧傻了，变成只知道欲望的白痴。解药呢？萧无忌跑了，哪来的解药？既然没救了，那就埋了吧，免得扔在这被野兽啃了。陈渊做事要走。等等，救他？咋救？我又不会医术。陈渊明知故问。双修啥？陈渊掏了掏耳朵，听不见。我说双修。云溪月下定决心，大吼一声，只有阴阳交合才能救他。既然注定要被男人睡，与其便宜了旁人，不如便宜了你，这就对了吗？陈渊嘿嘿一笑，他走到洛云身边，蹲下身子。热，好热。洛云此刻早已失去了理智，闻到男人身上强烈的阳刚气息，本能地扑了上来。那双曾经只会轻蔑看他的眼睛，此刻只剩下乞求和欲望。他像条蛇缠上陈渊，滚烫的身子不停地蹭。这可是你求我的。陈渊一把扣住洛云纤细的腰肢，手感滑腻，弹性惊人。他低头看着怀里意乱情迷的圣女，想起先前他那副模样，心里生出一阵快意。谁能想到碧池宫的圣女现在却跟条母狗一样求着自己。既然你师父把你卖给我了，那从今天起，你这圣女就是我的人了。荒草摇曳，春色无边。洛云身子一软，2步没走稳，一头栽在陈渊腿上。给我，救我！他双手胡乱抓着，像是要抓住救命稻草，无意识地扯住了陈渊的衣袍。他本就衣衫不整，这么一折腾，更是狼狈。没见过这种情况的陈渊有些不知所措，他伸手想把洛云扶起来，反倒被他一把推倒在地上。洛云像是痛苦到了极点，神志全无，只凭着本能往身边唯一的人身上凑，死死抓住陈渊不放，好像这样就能好受一些。你怎么了？陈渊想推开他，入手却是一片滚烫，再看他气息乱成一团，显然是出了问题。此情此景，别说是陈渊，就是个老僧来了也得破戒。他干脆伸手一把将洛云搂进怀里，两人脸颊贴着脸颊，洛云满脸通红，嘴唇就凑在他跟前。求求你帮帮我，救人如救火。陈渊心无旁骛，全力催动灵力。陈渊的灵力一进去，洛云的身子反倒挣扎得更厉害。第一次感受到灵力，让他更疼了。洛云好难受啊，他一个劲地扭动身子，想甩开这折磨。别动！洛云哪里听得见？好难受，好难受啊！仙府里，云溪月泡在温泉中，眼前光幕上的景象让他心口狂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自己亲手教养大的弟子，竟主动向一个男人所求，偏偏那个男人还是……云溪月猛地扭过头，不敢再看。可洛云痛苦的呻吟声不断传来，让他揪心不已，钻进他耳朵里，在他心尖上乱爬。鬼使神差的，他又飞快地瞥了一眼。2个时辰后，洛云体内的风暴终于彻底平息，他耗尽了所有力气，软软地垂下头。云溪月面红耳赤，身子也跟着发软。他忍不住又偷瞥了一眼。光幕中疗伤结束，洛云脱力地靠在陈渊身前，青丝铺散开来。他只觉得口干舌燥，一番苦斗，洛云总算回了点神。他虚弱地睁开眼，便感觉到一股精纯磅礴的灵力正从身后源源不断传来，不仅稳住了他的心脉，甚至还在缓缓修补他受损的经脉。这怎么会是仙道弟子？莫非是哪个隐士仙宗出来行走的弟子？不然这灵气枯竭的世道，怎么可能有人身负如此磅礴的灵力？意识到对方是在救自己，洛云彻底放松下来，任由那股温和的灵力在体内流转。云溪月正看得出神，身子忽地一软，神力竟又被仙府尽数抽走，虚弱瞬间掏空了他。他再也撑不住身子，软倒在池中。神力源源不断地通过仙府涌入陈渊的体内。陈渊为洛云疗伤本已消耗巨大，正感疲乏，忽然得了这股神力补给，顿时精神一振，疲惫进去。云溪月的情况却很糟糕，眼前的景象加上体内被抽空的虚弱，让他头晕目眩。他看着自己弟子的模样，只能死死咬住嘴唇。我这是怎么了？云溪月靠在水池边缘，大口喘着气。我怎么会这样？可他又忍不住偷眼去看水幕，强烈的视觉冲击
终于让他放下一切。外头，陈渊得了神力相助，不敢怠慢，继续巩固洛云的经脉。又一个时辰，洛云的状况才算彻底稳定下来，他四肢乏力，然后软软瘫在了草地上。陈渊吐出一口气，他把软成一滩烂泥的洛云抱起来，轻轻放在旁边一块干净草地上，又随手扯过他的破烂衣裳，盖住要紧处。做完这些，他再也撑不住，脑袋一歪，也倒头睡了过去。四周只剩下风吹过的屋叶，林子里光线斑驳，风吹过树叶，哗哗的响。陈渊躺在草地上打着呼噜，可他盖在身上的破衣裳下头，右手早就捏好了法诀，指尖藏着一抹月华，月刃蓄势待发。半刻钟前，他试着把这女人塞进仙府里带走。开玩笑，碧池宫的圣女要是能随身揣着，那不就是个会走路的宝贝疙瘩？可惜仙府不乐意，陈渊的尝试遭到了抗拒。既然没法带走，那就得防着一手。陈渊心里清楚，别看昨晚叫的轻，女人这东西提上裤子就不认人的事多了去。尤其是洛云这种平日里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圣女，一醒过神来，发现自己被阁下等人给睡了，头一个念头绝不是报恩，而是杀人灭口。但只要这女人敢动手，他绝对会先把她的天灵盖给掀了。正想着，身边的喘气声乱了，洛云醒了。陈渊继续装死，神识却铺开了，锁死了周围的一草一木。洛云先是迷茫地哼了一声，紧接着身子猛地一僵。陈渊能清晰地感觉到两道目光盯在他的后背上。那个男人。洛云声音沙哑，带着还没回过神的颤抖。他撑起酸软的身子，身上的破布滑落，露出满是红痕的肌肤。昨夜那些疯狂的画面一下全涌进他脑子里，嗡嗡作响。他转过头，盯着身边男人的后背，背脊宽阔，肌肉结实，是他救了自己。洛云咬着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虽然羞耻，但比起被萧无忌那个变态人渣糟蹋，给了这个救命的男人，好像也不是不能忍。能惊退萧无忌，这人肯定也是哪家仙宗隐藏的天骄吧？没准是哪个世家出来历练的公子。想到这里，洛云心里竟然涌起莫名的期待，甚至还有些庆幸。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指尖在陈渊结实的后背上虚虚地划了一下。陈渊没动，他指尖扣着的法诀未散，月刃的续在掌心，只等着一触即发。陈渊心里骂了一句：这婆娘还不走，莫不是等着我给她做早饭？洛云不知自己已经在鬼门关前打了个转，他绕到陈渊正面，想看看这位救了自己性命的恩公究竟是何方神圣。天光落在那张脸上，洛云脸上的血色霎时褪得一干二净。这张脸不是什么仙风道骨的仙宗天骄，也不是什么英俊潇洒的世家公子，是那个领路的奴隶，那个他平日里多看一眼都嫌脏，连名字都懒得记得下贱东西。怎么会是他？洛云踉跄着退了2步，一屁股跌坐在泥土里。巨大的心理落差击碎了他所有的幻想。自己堂堂碧池宫圣女，未来的神道大能，竟然被一个奴隶给睡了。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更让他作呕的是，昨晚上自己竟然还求着他，嘴里一口一个夫君的叫着，胃里一阵翻腾。他趴在地上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水。这是污点，这事要是传出去，师门里那些平日嫉妒自己的师姐妹们还不知要怎么笑话他洛云就成了整个修仙界最大的笑柄。杀了他，这念头一冒出来，就怎么也压不住。只要他死了，这山里发生的事就烂在了土里，谁也不会知道。洛云颤抖着手，从储物袋里摸出一柄短剑，剑身寒光闪烁。装睡的陈渊眼皮动了动，这才对吗？他心里冷笑，什么露水姻缘，什么救命恩情，在这些自视甚高的人眼里，还不如一张脸皮值钱。他体内的神力已经催动，只要那剑尖再往下半分，掌心的月刃就会先一步切开洛云的脖子。来吧，动手啊，别让老子看不起你。洛云一步步挪到陈渊跟前，剑尖对准男人的心口，可剑却不住地晃，怎么也稳不住。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昨夜的画面，那个怀抱的温度，还有那一声声的喘息。这人终究是救了他，若没他，自己怕是已经毁在萧无忌那畜生手里。恩将仇报，杀人灭口。洛云看着熟睡的脸，眼泪掉了下来。他终究不是萧无忌那种烂到骨子里的恶人，做不出这种事啊！洛云低吼一声，像是要把心里的憋屈和愤恨都吼出来。手腕一转，剑落下了。陈渊双眼睁开，杀机迸现，短剑射向一边的树下，溅起的泥土打在陈渊脸上，有点凉。陈渊愣住了，指尖聚拢的月华悄悄散了。没杀我！洛云像是被抽干了力气，跪倒在地，双手捂着脸，呜呜的哭。他下不去手，哪怕这人是个奴隶，哪怕这事会变成他一辈子的噩梦。哭了半天，洛云胡乱擦了把脸，他从地上爬起来，从储物袋里摸出套新衣裙，飞快换上，又给自己打了道净身咒，把身上的污秽气味除了个干净。转眼间又是那个高傲的圣女。他最后看了一眼地上的陈渊，像是要把这张脸刻在脑子里，又像是要立刻忘了。从此以后，这里的事从未发生过。他低声说了一句，也不知是说给陈渊听，还是说给自己听。话音一落，他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头也不回地掠向山门。只有那插在地上的短剑还在微微颤动。等人走远了，地上的陈渊才慢悠悠地睁开眼，哪里还有半分睡意。他坐起身，伸手拔出那柄短剑，在手里抛了抛。算你还有点良心，
陈渊把短剑往储物袋里一扔，怎么也能换几块零食花花。他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瞧着落云消失的方向撇了撇嘴，算你命大，若是刚才那一剑真的刺下来，这会儿躺在地上的尸体可就是你了，我的好剩女。陈渊随手将短剑丢进储物袋，伸了个懒腰，穿上衣服就当剩女了。哼，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晓得，不管穿不穿衣服，你都是被我陈渊盖了章的女人。陈渊是被饿醒的，一睁眼肚子里跟打雷一样，后腰也酸得厉害。啧，老牛耕了一晚上地，真是要累死个人。陈渊揉着腰坐起来，扭头一看，身边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片被压倒的乱草。跑了。他挠了挠头，目光落在草地上，那儿插着一把短剑，剑柄还在晨光里泛着冷。哼，跟那坏女人一个德行，睡完了还想着杀人灭口。陈渊伸手拔出短剑，在手里掂了掂，分量压手，刃口吹毛断发。行吧，看你昨晚上哭了半宿，喊了那么多声夫君的份上，这买命钱我先收着，往后的账以后再算。他嘿嘿一笑，反手就把短剑塞进怀里。不过有一说一，身材是真不错，下次再落到我手里，非得让你在床上改口叫爷爷不成。这圣女没能收进仙府里头，他心里头还真有那么点可惜。咕噜噜，肚子再次抗议，把他的思绪硬生生拽回现实。陈渊拍拍屁股站起来，眼神一下就变了。吃饭是后话，眼下得先干活。他的第一目标就是不远处趴着的张太，那家伙死得挺惨，脑袋不知飞哪去了，无头的尸身趴在地上，血流了一地，都干成了黑紫色。陈渊走过去，一脚把尸首踹了个翻身。呸，活该！他嘴里骂了一句，手上动作却半点不慢，在那尸身上下一通摸索，利索得很。没一会儿，两个储物袋就给他从张太怀里和腰上掏了出来。陈渊也不嫌血污，神识往里头一扫，就把东西全倒在了地上，哗啦啦一阵乱响，一瓶避毒丹，几十块下品零食，还有一堆符箓和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最显眼的还是面铜镜法宝，可陈渊也不会用，又是赃物，不好拿出来，干脆丢进了仙府。穷鬼！陈渊撇了撇嘴，一脸嫌弃，嘴上虽然嫌弃，但蚊子腿也是肉，他还是把丹药和零食都划拉到自己兜里，剩下的破烂连着铜镜，一股脑全扔进了仙府。搞定了穷鬼张太，陈渊搓了搓手，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另一位大金主冤种师兄赵信。这位爷可就讲究多了，人虽然爆得连渣都没剩下，可留下的家当是真好。那杆银枪虽然断成了好几节，灵性大师变成了废铁，看得陈渊直摇头，败家呀。不过他眼睛很快就亮了，那身银甲金丹大圆满的修士自爆，这铠甲竟然还在，除了上头多了几道印子，整体还泛着银光，一看就不是凡品。卧槽，发财了！陈渊两眼放光，口水都快下来了。能扛住高手自爆的甲，这可是保命的宝贝。他几步冲过去，一把将铠甲从地上拎了起来，入手沉甸甸的，估摸着有上百斤，甲上刻着云纹，摸着冰凉。陈渊想也没想，三两下扒了自己身上的破烂衣裳，光着膀子就把银甲往身上套。只是赵信那是魁梧猛男，陈渊虽然长得结实，但毕竟还是个半大少年，骨架子还没完全长开。这银甲套在他身上，活像小孩偷穿了大人衣服，空荡荡的，走起路来哐当乱响，护肩直接耷拉到手肘，胸甲里头宽的能再塞进一只鸡去。哐当哐当，陈渊走了两步，自己都乐了，是大了点。他咧嘴一笑，伸手拍了拍胸甲，发出砰砰的闷响，脸上全是知足。大点怎么了？帅不帅是一时的，能不能活命那是一辈子的事。多了这层铁皮，碰上厉害点的修士，只要别打脸，自己都能硬扛几下。只要扛得住，就能找机会弄死他。收拾完东西，陈渊找了块大石头坐下，长出一口气，心神沉进了仙府。喂，公主大人，醒了没？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月仙居里头静悄悄的，只有温泉水哗哗的响。坏女人，别装死，出大事了！陈渊不耐烦的又喊了一声。过了好半天，温泉池里才传来声音，带着几分慵懒和羞恼。何事？云溪月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嗓音还有点哑。他整个人都缩在温泉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和雪白圆润的相间。昨天被陈渊那个混蛋抽干了神力，后来又目睹了那样一场活春宫，甚至自己还一想到昨晚自己那些不知羞耻的反应，他就恨不得一头扎进池底淹死算了。问你个正经事儿。陈渊压根没那份细腻心思去体察他的尴尬，自顾自地说道：你有没有觉得这山上的鬼魂有点不对劲？有何不对劲？云溪月强打起精神，这些残魂越往山顶走就越厉害。云溪月现在只想这小子赶紧闭嘴，让他一个人待着，这有何稀奇？灵奇宗当年迎敌，修为高的精锐弟子自然是冲在最前线，守卫宗门核心，死后执念更强，实力自然更高。他不以为意，随口说出心中所想。不对，陈渊摇了摇头，直接否决了他。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刚才仔细瞅了半天，发现一个怪事。陈渊的声音也沉了下来，是同一个人，你明白吗？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偷偷给他们拔高实力一样。仙府里，云溪月猛地从温泉中坐直了身子，哗啦，水花四溅。同一个人
实力会随着位置的变化而增强。这怎么可能？残魂只是执念的集合体，强度在形成那一刻就该锁死，只会随着岁月消磨而变弱，绝无可能逆势生长。他之前所有的注意力都沉渊身上，根本没留意到这个细节。如果这是真的，那这灵奇宗遗迹的诡异程度就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你确定？云溪月也变得严肃起来。这次的幽州宗门弟子试炼，怕是要死伤大半的弟子。还好，洛云那个傻丫头已经跑了。当然确定，我看了好几个弟子都是这样。那这说明什么？他追问。说明云溪月沉默了，脑中闪过无数种可能，最终找出一个最合理的结论。说明这些东西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残魂，是傀儡。傀儡。陈渊皱了皱眉，这个词汇很陌生，但一听就不是好事。不过他更在意另外一件事，那换句话说，这一切的源头就山顶上，十有八九。云溪月心中已经确定，这里绝对有老怪物控制这些残魂，能把几千年前的残魂执念拘在这儿，还把他们变成实力不停往上涨的傀儡，这种手段绝不一般。陈渊，听我一句劝，我们马上掉头下山，离开这里。他破天荒地和这个仇人商量了起来，这里的机缘不是你我能碰的，现在走还来得及。陈渊听了却半天没吭声，他低着头，身上的银甲松松垮垮，随着他的呼吸轻轻晃荡，有些滑稽。下山，他忽然抬起头看着天空，来都来了，空着手回去那多亏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我懂。他不想走也走不了，这等机缘对他来说是跨越阶层的机会，拿到了就一步登天，再无后顾之忧。抓住了，从此鱼跃龙门，再也不用看人脸色。抓不住，就算侥幸活着出去，等着他的也是长生门和白云府无尽的追杀。从小就生在碧池宫的云溪月自然不理解这个少年的心境，反倒是觉得他蠢笨。他难道不明白再往上走可能死无全尸吗？我问你个事儿。陈渊忽然不笑了，神识探入仙府，中看着云溪月。如果今天是你站在我这儿，修为在最底层，前有狼后有虎，你会怎么选？云溪月一下子被问住了。是啊，如果他处在同样的局中，面对这么一个诡异又可能藏着机缘的地方，他会掉头就走吗？答案瞬间浮现在心头，不会，他绝不会。为了治愈道伤，他连传古仙遗迹都敢闯，又怎么会因为看不见的风险就当缩头乌龟？我会上去看看，那不就结了？陈渊一拍大腿，从地上站了起来，顺手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咱俩呀，是同一种人。说完，他头也不回，迈开步子，继续朝山走去。仙府之中，温泉水面泛起涟漪。同一种人，她堂堂碧池公主，神道天骄，自幼被众星捧月，竟然被山野毛贼说是同一种人，可偏偏又反驳不了。在追寻力量和机缘这件事上，他们骨子里那股不惜一切的狠劲，确实一模一样。但云溪月心中的担忧更甚，他狠，是因为他有资本，有天资，有底牌。可这个少年，他有什么？我劝你回头，是因为我被困在此处，而你实力又太差了，我不想因为你的愚蠢被困死在这里。陈渊轻笑一下，你怕了？我怕。云溪月不屑地冷哼一声，本公主会怕？我只是不想死得这么窝囊，不如你想办法把我弄出去，说不定我还能带你取得机缘。行了，知道了，会放你出来，但不是现在。陈渊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他现在拿不准这女人的心思，一旦放出来，生死可就由不得他了。真要选个时机，就是面对共同的生死大敌时。你要是真怕，就老实在里头待着，等我拿到宝贝，分你一份不就完了？他要亲自去看看山顶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小女孩所说，这里应该对仙道是没有敌意的，甚至可能同是仙道的人。错过了这次，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碰上同类。越往上走，山路越是陡峭，空气开始变得湿冷，阳光也没办法完全透过雾气。路边开始出现一些有灵智的残魂，气势和赵信一般，这些应该就是灵奇宗的内门弟子了。其中也开始混杂着一些青袍的外门弟子，他们的实力居然差不太多，这更加印证了他的猜测。他小心翼翼地跟在一个残魂后头，这残魂刚出现的时候，身上的气息，云溪月估摸着大概在金丹后期。他跟了差不多一炷香的功夫，眼睁睁地看着那家伙从半山腰一步步走到了接近山顶的位置。就在这短短的2000步距离里，这名残魂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金丹圆满。元婴初期，当那股属于仙的威压一闪而逝时，跟在身后陈渊看得眼皮子直跳，真的跟他想的一模一样。这些残魂的力量源头就在山顶，离得越近，他们就越强。那山顶上到底是什么？是通天大阵，还是老怪物？陈渊心里头一半是恐惧，一半是兴奋。前面的山路已经被色雾气完全罩住了，雾气里头隐隐绰绰的，隐约能看到一座巍峨宫殿的轮廓，这大概就是天书峰顶了。喂，坏女人！陈渊在脑子里喊了一声，感觉到了吗？里头有什么？云溪月同样谨慎地感知着前方，可那座大殿像被隔绝了，他什么也探查不到。两人还没来得及多说一句，一个清脆的童声忽然在他身后响了起来：“大哥哥，你果然来了呀！”陈渊身子一僵，慢慢转了过去，还是那个红衣小女孩，她手里依旧拿着那串没吃完的糖葫芦，
另一只手藏在身后，歪着脑袋看他。大哥哥，你走得好慢呀！陈渊没说话，悄悄挪了挪脚，让自己离悬崖边远一点。你不是说要回去告诉你娘亲吗？是呀。小女孩点点头，理所当然地说道。可是娘亲说，她早就知道你来了，让小九在这里等你。她往前走了2步，伸出小手，想来拉陈渊。大哥哥，跟我来吧，娘亲在等你哦。陈渊下意识按住长剑，又往后退了1步。你娘亲是谁？我娘亲就是我娘亲呀。小女孩的回答的天真，可配上这环境，只让人汗毛倒竖。她叫什么名字？陈渊继续追问。小女孩皱了皱鼻子，似乎有些不高兴了。娘亲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呢？大哥哥，你跟我去了不就知道了？她又一次伸出手，这次手心向上，有些着急。快点呀，娘亲等急了，会生气的。陈渊看着白嫩的小手，心里头盘算着，跑是肯定跑不了的。这小女孩神出鬼没，自己连她怎么出现的都没察觉到，硬来肯定不行。连赵信那种元婴级别的残魂都是被操控的傀儡，这小女孩作为主人的女儿，能是善茬？喂，坏女人！陈渊在脑子里喊了一声，怎么说？去，只有1个字。陈渊有点拿不准。不然呢？云溪月冷哼一声，你现在还有的选吗？你要是敢说个不字，信不信他当场就把你变成糖葫芦串起来？这话虽然恶毒，但陈渊低头看了看身上宽大的银甲，要是真被一根棍子穿过去，好像还真有那么点像。行吧，他不再犹豫，主动伸出手，握住了小女孩冰凉的小手。走吧，小妹妹，带我去见你娘亲，这才乖吗？小女孩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拉着陈渊就往那片浓雾里走。一踏入雾气，眼前的景象又变了，不同于之前的山路，一条白玉石阶通往宫殿。宫殿的大门敞开着，里面透出柔和的光，却看不清具体的景象。阶梯两旁站满了身穿银甲或青袍的残魂，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如同雕塑。当陈渊和小九走过时，那些残魂齐刷刷地转过头，目光随着2人移动。陈渊感觉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怎么跟上刑场似的？小九似乎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小胸膛一挺，拉着陈渊走得更快了。娘亲，娘亲，我把大哥哥带来了。人还没到店门口，小九就朝里边喊了起来。一个温柔的女声从店内传来，带着几分宠溺的笑意。小九，不许大声喧哗。声音很好听，像山涧的清泉，拂过的清风让人心神意清。陈渊悬着的心莫名的就放下来一半，单听这声音不像是穷凶极恶的妖人。2人走进大殿，殿内空旷明亮，穹顶之上无数星辰不停流转。大殿正中，一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女子背对着他们，正仰头看着那片星空。她身形高挑婀娜，一头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至臀下，仅仅一个背影就能显出仙气和风韵。娘亲！小九松开陈渊的手，小跑着扑过去，抱住了女子的大腿。我把大哥哥带来了，他可听话了。那女子缓缓转过身，陈渊看清她面容的瞬间就呆住了。琼鼻阴唇，眉眼如画，头上戴着一轮凤凰盘飞的金饰，眉心一点红宝石，华贵无比。她的美不是云溪月那种神圣高傲的美，带了些温婉活泼，以及岁月沉淀下的知性与忧愁的独一无二的美。尤其眼睛明亮如星辰，深处却藏着哀伤和疲惫。他看着呆愣的陈渊，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怀念，有愤怒，有怨恨，嘴角却压抑不住惊喜。你来了。他朱唇轻启，只说出几个字，却已经哽咽。陈渊愣愣地点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女人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仿佛在哪里见过。可他翻遍了自己的记忆，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等风华绝代的人物。你是谁？他还是问出了口。女子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眶慢慢泛红。一旁的小九不乐意了，他叉着腰对陈渊喝道：大胆，见了娘亲你怎么不跪下？陈渊一愣，跪下？小九，不许胡说。女子轻轻斥责了一句，然后对陈渊露出歉意一笑，小孩子不懂事，你别介意。他顿了顿，似乎还在整理自己的情绪。我叫西瑶，是这里的主人。西瑶。陈渊默念着这个名字，还是没什么印象。那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他干脆直接问道。西瑶的眼神又暗淡了几分，他悠悠地叹了口气。我等了你很久很久。等我？陈渊更糊涂了。我们认识吗？西瑶凄然一笑，摇了摇头。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他抬起手，一道柔和的光芒从指尖飞出，没入陈渊的眉心。无数画面在陈渊脑海中展开。星空之下，一个看不清面容的白衣男子正与西瑶依偎牵手。那男子的面容他看不真切，但那股气息却和他如出一辙。仙宫火起，血流成河。白衣男子将一枚玉佩塞入西瑶手中，让他在此等候，等他转世归来。凌霄。陈渊下意识地吐出了这个名字。他一说完，自己都愣住了。凌霄是谁？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名字？西瑶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向前迈了2步，对陈渊伸出手，泪水决堤般涌出。你想起来了？陈渊茫然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名字。西瑶伸出的手将在半空，瞳孔里刚刚燃起的光又灭了。5000年，我在这里等了你5300年07天。他的声音开始扭曲，恐怖的威压
从他身上爆发，殿内穹顶的星辰图剧烈摇晃，星光乱溅。陈渊只觉得全身骨骼都在咯嘣乱响，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直接被压得跪在了地上。噗！一口血喷溅在地板上。仙府之中，云溪月更是闷哼一声，神魂受创，眼前一黑，险些当场溃散。仅仅是外泄的威压，就让他这位神道天骄的神魂受到重创。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怪物？娘亲，小九也被吓到了。他扯着西瑶的衣角：“您别生气，会吓到大哥哥的。”西瑶却充耳不闻。他一步步走向陈渊，脚下的白玉地板随着他的脚步寸寸皲裂。他俯视着跪在地上的陈渊，玉手紧握，指节凸起，咬牙切齿：“5000年，5000年！你知道我这5000年是怎么过的吗？宗门被灭，弟子惨死，我带着他们最后一缕残魂，困守在这方寸之地，日日夜夜不见天日。我守着你那该死的承诺，像个傻子一样，等了1年又1年。可你呢？你居然现在才来，还把一切都忘了。”他猛地抬起手，五指成爪，掌心之中有黑色的雷霆在闪烁。“你这个负心汉，我要杀了你！我要让你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陈渊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手离自己的头顶越来越近，丹田内的灵力被恐怖的威压挤压，疯狂冲撞，却挣不脱这片牢笼。本以为找到自己的同类了，没想到你也和他们一样，只知道欺压弱小。陈渊脖颈的青筋暴起，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嘲弄地看着西瑶。所谓的仙和这些神又有什么分别？那只手停在了陈渊的头皮前，离发丝不过1寸。陈渊大口喘着粗气，衣衫早被冷汗浸透。他抬眼看去，西瑶的手在抖，眼里满是挣扎和痛苦，终究还是下不去手。他缓缓收回手，威压也如潮水般退去，整个大殿恢复了平静。刚才的一切好似都是幻觉。咳。陈渊跪在地上，猛地咳嗽起来，不停地将腹部的血排出。“娘亲，您吓到我了。”小九怯生生地扯了扯西瑶的衣角。西瑶低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狼狈的陈渊，眼神中的疯狂渐渐褪去，只剩下疲惫和悲哀。他蹲下身，轻轻将小九揽入怀中。“对不起，小九，是娘亲不好，娘亲失态了。”他看向陈渊，声音又变得温柔，只是没有刚开始那般亲近。“你也起来吧。”陈渊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发现2条腿软得跟面条似的，压根使不上劲。西瑶屈指一弹，一道柔和的绿光飞入陈渊体内，体内的伤痛开始快速恢复。“你说的对，我杀了你又和那些神有什么分别呢？”陈渊活动了下手脚，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看着西瑶，心里头五味杂陈。这女人真是喜怒无常，前一秒还想杀了他，后一秒又给他疗伤。“你到底想怎么样？”他警惕地问道。西瑶抱着小九，缓缓站起身，走到大殿中央的王座上坐下。“我不想怎么样。”他淡淡地说道，“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问。”陈渊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答应还能咋地？你这一世叫什么名字？”“陈渊。”陈渊。西瑶重复了一遍，自嘲一笑，“真是个好名字。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找机缘。”陈渊实话实说。“机缘？”西瑶笑了，笑声里满是悲凉。“这里哪还有什么机缘？只剩下一群无法安息的孤魂野鬼和一个守着执念的疯子罢了。”他的话让陈渊心里一动。“那些残魂都是你控制的？”“控制？”西瑶摇了摇头，“我只是延续了他们最后的一点执念，让他们不至于彻底消散。他们是灵奇宗的弟子，他们想守护宗门，想为同门报仇，所以他们就成了杀不死的傀儡，在这里攻击所有神道修士。”“是。”西瑶承认的很干脆，“当年攻破我们山门的就是神，血债自然要用血来偿。”陈渊不说话了，他大概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悲剧。一个痴情的女人守着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结果等来了仇人，家破人亡，然后他就把自己和所有弟子的残魂困在这里，变成一个陷阱，向所有神道修士复仇。“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陈渊问道，“是继续等，还是杀了我，一了百了？”西瑶看着他，目光却没有焦距，仿佛透过他在看别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等了5000年，结果等来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活儿。杀了他，他下不去手；放了他，他又不甘心。5000年的等待和仇恨，已经快把他逼疯了。大殿里一下就静了下来。“娘亲！”怀里的小九忽然扯了扯西瑶的衣角，“您不是说他是坏人吗？既然是坏人，为什么不把他关起来？”西瑶抱着小九的手臂紧了一下。陈渊只觉得后脖梗子发凉，这小丫头片子看着天真，怎么竟出阴招？“小九，别胡说。”西瑶的声音有些严厉。“我没胡说啊。”小九从西瑶怀里挣脱，跑到陈渊面前，围着他转了一圈，鼻子还凑上去闻了闻。“娘亲，您看他身上有股香香的味道，比之前那些人都要香。”他说着，伸出粉嫩的舌头在嘴唇上舔了一圈。小九饿了，可以吃掉它吗？不可以。西瑶从王座上起身，几步就跨到小九身边，一把将他拉回怀里。“小九，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许有这种念头。为什么啊？”小九一脸委屈，大眼睛里水汪汪的。“您不是说他是坏人，是仇人吗？吃掉仇人有什么不对？”“他不是。”西瑶厉声喝道，“他是。”他想说他是凌霄，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眼前这个陈渊，除了脸和气息，哪还有半点凌霄的影子？他身上有仙道的气息，和我们是一样的。小九不服气，还在掰扯：“您不是说遇到和我们一样的人，就要带回来给您看吗？我照做了呀。可是您也说过，最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后慢慢享用。”小九指着陈渊，天真的问：“娘亲，他是不是最好吃的那个？”住口！西瑶脸上开始褪去血色，他看着眼前这个女儿，终于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她是自己这5000年来所有怨念、仇恨、疯狂念头的集合，是他亲手把自己心里最阴暗的东西给剥了出来，捏成了女儿。现在这怪物要反过来咬人了。小九，过来，到娘亲这里来。西瑶伸出手招呼着他。我不要。小九往后退了一步，把手背到身后。娘亲今天好奇怪，您是不是也想吃掉它，所以不让小九吃？他小脸一板，哼了一声。不行，他是小九发现的，应该归小九。话音刚落，小九的身影一下变得模糊，化作一团黑气，直直朝着陈渊扑了过去。小心！西瑶喊了一声，想出手拦，可已经晚了。那团黑气快得只留下一道残影，瞬间就到了陈渊面前。陈渊浑身一僵，刺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窜起，手脚都动弹不得。仙府里，云溪月只吐出2个字：完了。这个小女孩的本体力量层次远超他们，别说陈渊一个炼气期，就是他没受伤的时候，也未必挡得住。黑气中伸出无数只惨白的小手抓向陈渊，一张狰狞的小脸在黑气里时隐时现，张开嘴露出满口密密麻麻的獠牙。他娘的，刚出虎口又入狼窝。陈渊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榨干丹田里所有的灵力，抬起青铜长剑横在身前，一只小手探出，直接抓住了剑身。滋啦，青铜剑就像被扔进火炉的蜡，当场就化成一滩冒着黑烟的铁水，滴在地上。小手不停，顺势抓住了陈渊格挡的手臂，刺骨的寒意瞬间钻入骨髓，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剧痛，一股寒气顺着手臂钻进骨髓。陈渊只觉得整条右臂一麻，再看时，皮肤血肉都已发黑枯萎，没了知觉。那股阴冷的黑气正顺着他的胳膊往心口钻。好吃，嘿嘿！陈渊急怒，神识中快速闪动，将云溪月拉了出来。坏女人，快来帮忙，要死了！嗡！一道嗡鸣声从陈渊体内传出，他身后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女人出现，手掐神诀太阴招月术，一轮弯月在云溪月身后浮现，皎洁的月华将整个大厅照得白茫茫一片，正要吞噬陈渊心脉的黑气，攻势猛地一顿，随后连银月都开始变黑。但就是这么一停顿，给了西瑶机会。吃了一声刺耳的撕裂声响起，陈渊猛地睁开眼，一只手凭空出现，五指张开，一把攥住了他面前的黑气。黑气在他手中疯狂扭曲挣扎，发出凄厉的尖笑。娘亲，放开我，好痛！黑气中传来小九痛苦的哭喊声。西瑶的脸上血色尽退，手背上青筋暴起，一道道黑色的纹路正顺着他的手臂飞快地向上蔓延。小九，他看着掌心那团挣扎的黑气，眼中满是痛苦和不舍。对不起，娘亲，错了。话音落下，他五指猛地收紧，啊！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整个大殿。那团黑气在西瑶的手中被硬生生地捏爆了，黑色的烟雾四散开来，又迅速融进西瑶的体内，什么都没有留下。噗的一声，西瑶捏碎了那团黑气，身子跟着一软，就往地上倒。他手臂上的黑纹瞬间缩回皮下，脸上的血色也跟着退得一干二净。陈渊下意识往前一步，伸手把人扶住，入手冰凉，不像是活人，身子软绵绵的没了骨头。你……陈渊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个啥。西瑶靠在他身上，胸口一起一伏，大口喘着气。他抬起头看了眼陈渊，又把目光挪到嘴角还挂着血的云溪月身上。谢谢。他吐出2个字：谢我。陈渊搞不明白，我啥也没干啊，谢你也谢他。西瑶摇摇头，惨笑一下，是你来了，才让我知道自己错了，是他救了你，不然我也会后悔一辈子。他是神道弟子，你难道不想杀他吗？神道和神不是一回事。西瑶摇了摇头，他们或许也是受害者，既然他救了你，便是我西瑶的恩人。云溪月伸手抹掉嘴角的血，对着西瑶弯腰行了一礼。前辈所言，晚辈不解，还请明示。西瑶只是对他笑了一下，没回答。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的。他说完，转身又看向陈渊。对不住，他又说了一句，刚才我差点就杀了你。陈渊没出声，确实就差那么一点。他最后要是没收手，自己现在就是一具尸体。算了，他撇了下嘴，反正我也没死，你现在想咋办？西瑶从他怀里挣开，扶着身后的石墙，勉强把身子撑住。他扭头看着空荡荡的大殿，入眼全是冰冷的石头。结束了，他轻声说道，都该结束了。他转过身，走到大殿门口，看着殿外台阶上移动不动的身影。灵奇宗的弟子们，他的声音不大，却被风拖着飘遍了整座天书峰。5000年了，这等待也该到头了。尘归尘，土归土，走吧，去你们该去的地方。他抬起双手，食指在身前交错，结了个印记。一团白光从他掌心亮起，越变越大，最后成了一个光球，
把整座山峰都照得跟白天一样。台阶两边，那些站了几千年的残魂，身体在白光照射下开始变淡，他们脸上木头般的僵硬表情一块块剥落，露出了卸下重担后的安宁。所有残魂都朝着西瑶的方向弯腰鞠了一躬，接着身子就碎成无数光点，飞上天，融进了晨光里。陈渊看着这一幕，嘴巴有点干。他心想，这些被困在这里的鬼总算是能歇着了。最后一个残魂也消失了，西瑶身上的光跟着暗了下去，身子也变得透明。陈渊能透过他看见后面的石壁。你也要走了？陈渊心里一抽，脱口而出。西瑶点头，脸上反倒轻松了些。我本就是一缕鬼魂，拿一口怨气撑到现在，如今怨气散了，我也该没了。那你？我没事。西瑶看着他，像是要把他的模样刻进轮回里，能再看你一眼，够了。他抬起手，指尖朝陈渊的脸伸过来。你已经不是他了，但看见你，我就当是看见了他。凌霄，他到底是哪个？陈渊忍不住问。凌霄宗的宗主。西瑶的目光飘向远处，嘴角带笑，像在回想一件顶好的事，也是我的。男人，很久以前，有自称神的怪物跨界而来，屠戮仙道。几个大仙门为了保住最后的火种，合力开辟了一处秘境，把最后的根苗都送了进去。凌霄为了给仙道留下一线生机，封了宗门，又把自己一身的仙骨和气运都拆了，打进你的轮回里，跟着你一起走了。他说他一定会回来。西瑶说话声越来越小，身子淡得快看不见了。我等了，也等到了，就是晚了5000年，你也不认得我了。不过没关系。他忽然笑了，跟个孩子似的，看你还活着就行，别走。陈渊想也没想，伸手就去抓他，手却直愣愣地穿了过去，抓了个空，手掌却直接穿了过去，什么也没抓住。他的身子已经跟风里的烟差不多了。我能干点啥吗？他嘴唇开始发麻，他不想看他就这么消失。这个等了自己5000年的女人，不该是这个下场。傻子！西瑶用已经透明的手戴在他手背上，这是命将不过的。只是我这身嫁衣终究是白等了5000年，若有来世，我还想为你穿上。说到这，陈渊才猛然发觉，西瑶的红裙配凤冠，分明就是女子出嫁时的装扮。走之前还有个东西给你。他眉心飞出一点光，化作一片巴掌大的玉简，飘到陈渊跟前。这是玉清仙法，我们灵奇宗的根基。你体内有他留下的东西，什么都能练，但你缺一部好功法，这个能让你走得更远。还有这个，他手上又是一闪，多了个黑漆漆的戒指，这是凌霄留下的须弥戒，里头有他当年为你准备的东西，现在都归你了。他把戒指套在了陈渊的手指上，戒指自己收缩，套牢了指头根，一股暖流从指尖传开。还有那个女子。西瑶的目光再次投向远处的云溪月，既然仙府选了她，你便好生待她，别辜负了。西瑶，陈渊看着他，鼻子发酸。别哭。西瑶伸出手指，想为他拭去眼角的湿润，可手指却再一次穿过了他的脸颊，他的身体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陈渊，答应我，好好活，带着凌霄的指望，也带着我的指望，活下去，去走走这条仙路，看看他最后能成什么样。要是你真能走到头，说不定我们还能再见。话音未落，他的轮廓化作一个吻的形状，轻轻印向陈渊的唇，在触碰的瞬间碎成了漫天飞舞的光点。那些光点扑腾着，飞舞着，最后消失在空气里。大殿里只剩下一声叹息。凌霄，我走了，这一辈子可别再把我忘了。陈渊伸手去抓了个空。他站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心里也跟着空了一块。一个等了5000年的故事就这么完了。他低下头，看看手指上的戒指，又看看飘在面前的玉简，嘴里发苦，说不上是捡了便宜，还是吃了大亏。喂！云溪月走了过来，站到他面前。你就没什么想说的？陈渊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说啥？比如。云溪月上下打量他一番，冷不丁开口：你上辈子是个欠了一屁股风流债的王八蛋，那是上辈子的事，关我屁事。陈渊一口气顶上来：好了，回去。话是这么说，可心里头堵得慌，跟塞了块石头一样。他懒得跟这女人掰扯，一把抓住玉简，神识探了进去。嗡的一声，无数的字和图一下子冲进脑子里，但他大字不识，密密麻麻的字让他更加烦乱，索性把玉简揣进怀里，接着又把神识沉入指尖的须弥戒。戒指里的空间不大，孤零零的躺着几只玉瓶，全是丹药。陈渊没动那些丹药，只是退出神识，抬手就往自己脸上扇了2巴掌。啪啪！我上一世脑子是让驴踢了，就给自己留这么点东西。走出大殿，太阳从山那边升起来，金色的光铺满了整个山顶，没有残魂，没有大雾，天书峰总算露出了本来的样，山清水秀，连空气闻着都带点甜味。只是再也没有人了。陈渊走到悬崖边上，看着山底下翻滚的云海，吐了口长气。机缘是到手了，但麻烦是估摸着也才刚开头。陈渊站在悬崖边上，山风呼呼地吹，他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西瑶最后化成光点的样子。一个女人为了一句不着调的屁话，等了5000多年，宗门被灭，自己成了鬼，最后油尽灯枯。陈渊心里头就跟堵了块石头似的，说感动吧，有那么点，
但更多的是憋屈。上辈子的凌霄是个什么玩意？嘴皮子一碰就许诺，害得一个女人搭上所有，自己呢，连伸手拉一把的能力都没有，只能干看着。说到底还是自己太弱，连个鬼魂都留不住。操蛋！陈渊骂了一句，把脑子里那些念头甩开，想再多也没用，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得先顾着活人的事。他回头看了一眼云溪月，他就那么站着，一句话不说，又摸了摸后颈，总觉得发凉。这女人不吭声，说不定心里憋着什么坏水。你出来了，不打算马上就跟我算账吧？陈渊先开了口。云溪月这才把目光从云海上收回来，眉头拧着。我云溪月不屑做那种反复小人。他说话还是冷冰冰的，但那股想把他千刀万剐的劲头确实少了些。哦，陈渊嘴角一撇，把音调拖长。那之前是谁来着？被人好心收留，反手就要结果，救命恩人。要不是那黑衣人，现在坟头草都长老高了。云溪月的耳根子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脖子。那不一样，他嘴硬道。哪儿不一样？陈渊抱着胳膊，一副非要问出个所以然的样子。云溪月咬着下嘴唇，脸都憋红了，半天愣是一个字没说出来。这是怎么说？说她堂堂碧池公主被个奴隶小子破了身子，所以要杀人灭口。这话传出去，他自己都嫌丢人。陈渊看他憋屈的模样，心里的股闷气倒是顺了不少。可他随即就察觉到不对劲了。云溪月被他从仙府里放出后，自己的神识弱了甚多。他脑子一转，估摸着这仙府应该是借用了云溪月的神识，或许只有人待在里面时才能借用。陈渊就这么想着，半天不吭声。看什么？云溪月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把头扭到一边。我在想，之前说好的那2件事还算不算数？陈渊这才开口。云溪月身子一僵，陈渊不提，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自然算数。他抱着胳膊，声音压得极低，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之事，我都能办到。他特意加了一句，只怕陈渊这无赖提些过分要求。行，有你这句话就成。陈渊咧嘴一笑，往前凑近一步。我的第一个要求简单的很，我要跟你回碧池宫。云溪月一愣，没料到是这个，当你的亲传弟子。什么？云溪月怀疑自己听错了。你疯了？我清醒得很。陈渊说道。我杀了白云宗的神子，那帮人肯定要把幽州翻个底，朝天来寻我。我一个炼气3层的小修士，被带住还不是剁成肉酱的命。可跟着你就不同了，你是碧池宫公主，谁敢不长眼来动你的人？陈渊话锋一转，又道：再说了，收我当徒弟，咱俩名正言顺的天天待在一块，方便你我巩固修为，岂不是好事？这番话把云溪月说的脑子发懵，歪理是歪理，但逻辑好像没毛病。不行，他想也不想就回绝，绝对不行。为什么？陈渊脸一沉，你刚还说只要不伤天害理就行，这就想赖账？你这碧池宫公主说话跟放屁一样。你云溪月一口气堵在胸口，手指攥得发紧，好半天才把火气给压下去。第一，我碧池宫月神一脉只收女弟子，不收男徒，这是祖师立下的规矩。第二，你我之间已有夫妻之实，怎能再做师徒？岂不是乱了纲常，让天下人耻笑？最重要的一点，云溪月盯着他的眼睛，你修的是仙道，我碧池宫是神道宗门，仙神两道早已势同水火。我把你一个仙道修士带回宗门，还收为亲传弟子，你让宗门长老如何看？让幽州所有神道宗门如何看？陈渊疑惑地问道。月神一脉只收女弟子，那碧池宫怎么还有男弟子？云溪月看了他一眼，解释道：月神一脉只有寥寥数人而已，剩下的则是修的其他神道。世上那么多神，多围绕正神设立宗门，又有旁系或野神之称，不然那么多宗门岂不是乱了套？陈渊听完也说不出话了。他虽不懂这些宗门间的关系，但也听明白这事确实难办。行吧，他撇撇嘴，既然拜师不行，那就换一个。云溪月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你说那就再巩固一次修为吧。陈渊搓搓手，嘿嘿一笑，方才被西瑶吓得不轻，身子还有点虚，正好补补。云溪月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脸上铁青，你无耻，是你自己说不伤天害理就行的。陈渊摊开手，一脸的无辜，咱俩双修，既不伤天也不害理，还能提升修为，这是互惠互利的好事，怎么就成了无耻？你给我闭嘴！云溪月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陈渊的手都在哆嗦。他真想一掌拍死这个混蛋，可偏偏又不能动手，毕竟承诺是自己许下的。这无赖的要求虽然荒唐，却又没违反他定下的规矩。看着云溪月想杀人又只能憋着的模样，陈渊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他也就是嘴上占点便宜，西瑶的影子还在他脑子里，哪有那个心思？好了好了，不逗你了。陈渊摆摆手，看你那小气的样，这第一个要求咱们换个说法，拜师这事也不是完全没可能。云溪月警惕地看着他，问道：你想如何？你不收我当亲传弟子也行，那就给我个别的身份。陈渊脑子转得飞快，记名弟子，或者干脆就说是你新收的仆人，我不在乎名分，只要能让我跟着你，有个落脚的地方，别让白云府那帮疯狗逮住就成。至于仙道的事，我可以藏着，不在人前用，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男人去死吧？最后一句他说的又轻又快，云溪月却听得清清楚楚，脸颊有些发烫，心里盘算起来。陈渊的提议确实没什么问题，
把他留在身边，一来可以防着他把两人的丑事说出去，二来自己也确实需要他身上的纯阳之力来压制道伤。只要他在，或许能换个不行夫妻之实的方法来疗伤。好，过了许久，云溪月才吐出一个字：我可以带你回碧池宫，但你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你说，第一，从今天起，你是我从凡间寻回的远房表弟，姓云，名渊，对外只说是来投靠我，在宫中借助修其他神路。第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在任何人面前展露仙道修为，我会传你一套神道吐纳法门，你须得装样子。第三，云溪月冷冷道：我们之间的事都给我烂在肚子里，若有半个字泄露出去，我保证你会死得比那些干尸还难看。陈渊点头，没问题，那我的第一个要求就这么定了。陈渊又搓了搓手，脸上坏笑。云溪月脸一黑，滚！两人正拉扯着，天边忽然出现了几个黑点，黑点迅速放大，是几道撕裂云层的流光，正朝着天书峰飞来。流光未至，一股庞大的威压已经铺天盖地而来。不好，是白云府的人！云溪月脸色一变，一把抓住陈渊的胳膊，将他扯到自己身后。站好，别出声！流光在山顶落下，现出3道身影，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白鹤祥云袍的中年男人，面容清瘦，眼神锐利，正是白云府的长老李长庚。他身后跟着2名同样身穿白袍的弟子，修为都在神丹境初期。李长庚的目光一眼便落在了云溪月和陈渊身上，他的视线在陈渊那身不合身的银甲上停顿了一下，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云公主，李长庚有些诧异，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我听说你不是进了老母山深山吗？怎么有兴致来这绝灵之地闲逛？莫不是连小辈的机缘都想分一杯羹？他说话丝毫没给云溪月留情面。云溪月是谁？碧池宫幽州分舵的公主，神元境的大能。李长庚虽然也是长老，但修为只是玄月境后期，比云溪月低了一个大境界。按理说他见了云溪月得恭恭敬敬的行礼，可现在他却一副平起平坐的架势，甚至还话中带刺。原因无他，他背后站着的是整个白云府。而碧池宫月神一脉，云溪月本是修行第一人，却被道伤压制，声势大不如前。更何况忽悠云溪月进深山寻仙道遗迹的正有白云府。李长老，云溪月神色淡然，仿佛没听出他话里的讥讽。此地灵力有变，我过来看看。倒是李长老你火急火燎的，死了儿子。李长庚冷哼一声，不再兜圈子。他从怀里取出一块玉牌，玉牌上罗章的魂灯已经熄灭，但玉牌表面还萦绕着2股若有若无的气息，一股清冷带着月华之力指向云溪月，另一股驳杂带着点山野之气指向他身后的陈渊。云公主，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李长庚举起玉牌，这是我徒儿罗章的魂灯玉牌，他的魂灯碎了，我循着玉牌上残留的气息追查至此，发现这气息正好与云公主以及你身后这位小兄弟有所牵连，不知云公主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他这话一出，身后的2名白云府长老立刻上前一步，手按在了腰间，气氛剑拔弩张。陈渊站在云溪月身后，心脏不争气地跳了起来。这就是神道大宗门的威势吗？一言不合就要动手。他下意识地握紧了藏在袖子里的短剑，就在他准备开口辩解几句，云溪月的手臂却往后一挡，拦住了他。李长老这是在怀疑我？他的脸色也沉了下来。神元境强者的威压缓缓散开，将李长庚带来的压迫感尽数抵消。你的意思是，我一个神元境闲着没事去杀你那个神机境的废物徒弟？李长庚被他的气势一冲，脸色白了白，但依旧强撑着。我没有这么说，但魂灯玉牌不会骗人，罗章死前必然与你们2人有过接触，我需要一个真相。真相？云溪月嗤笑一声，身后一轮弯月升起，方圆几里的阳光都变得黯然失色，被皎洁的月光替代。先不说你家那个废物是怎么死的，本宫今天先教教你怎么跟长辈说话。云溪月双手法诀变换，月光中又似有星辰凝聚，空中开始出现各种星象。面对云溪月的实力，李长庚3人脸色骤变。他们本来是问罪的，可云溪月根本不跟你讲道理。李长庚不情愿的示意身后2位长老，同时拱手一拜：白云府晚辈见过云公主。云溪月冷哼一声，漫天的月光却没有散去。我们赶到的时候，只看到一具尸体，至于令徒是如何死的，我也不清楚。我察觉到这里有剧烈的灵力波动，怕门下弟子出事，才过来看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死透了。至于他身上的气息，可能是我与表弟检查尸体时沾上的。他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撒着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陈渊在后面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女人撒谎的本事比他打架的本事还厉害，眼都不眨一下。敢问公主可知被何人所杀？李长庚追问道。不清楚。云溪月摇头，像是个仙道残魂，本事不小。他把锅甩给了已经消散的灵奇宗残魂，死无对证。李长庚死死盯着云溪月的眼睛，似乎想从里面看出什么破绽，但他失败了。云溪月的眼神清澈而坦然，没有闪躲。李长庚心里憋着一股火，他当然不信云溪月的鬼话。什么仙道残魂，这片遗迹都废弃几千年了，哪来的那么强的残魂？况且此地先前由3大宗门联手探查，来人皆是玄月境的高手，这么强的敌人怎么会忽略？就算有，为什么偏偏就杀了罗章？但他没有证据，而且
云溪月的实力比他高一个大境界，真要撕破脸皮动起手来，他讨不到任何好处。好一个仙道残魂！李长庚怒极反笑：“云公主，此事我白云府记下了，我们走。”他一甩袖子，准备带人离开。就在这时，另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李长老何必这么急着走？这绝灵之地惊变，可不止你白云府死了人。”话音未落，一道青色流光落下，现出一个面容英质、鹰钩鼻、身穿墨绿色长袍的老者。长生门林振海。李长庚看到来人，脸色更加难看。来人正是长生门的门主林振海。林振海为人狠辣，手段独绝。长生门在他的带领下，在幽州迅速崛起，隐有和白云府分庭抗礼的架势。两家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明争暗斗了上百年，积怨已深。林门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李长庚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跟你一样来找人。”林振海说着，目光扫过全场，最后也落在了云溪月和陈渊身上。他的眼神比李长庚更加阴冷。我徒儿无忌的魂灯虽然未灭，但气息微弱，显然是受了重伤，而他最后出现的地方也在附近。他顿了顿，视线转向李长庚：“李长老，你徒弟死了，我徒弟重伤失踪，你说这事会不会太巧了点？”李长庚脸色一变：“林振海，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是我白云府的人伤了你儿子？我可没这么说。”林振海冷笑：“不过谁都知道，这次进入遗迹的各宗弟子里，就你徒弟罗章和无忌修为最高，现在一个死一个伤，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矛头直指云溪月。云溪月眉头紧锁，这林振海比李长庚更难缠。李长庚虽然护短，但脑子多少有点直，而林振海就是一条毒蛇，逮谁咬谁。林门主的意思是，我为了抢夺机缘，所以对两派的弟子下了黑手。云溪月声音转冷：“是不是？查一查便知。”林振海说着，忽然抬手，一根细丝从他指尖射出，快如闪电，直奔陈渊而去。这一下变故太快，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对一个看似凡人的小子动手。云溪月脸色巨变，想出手阻拦已经来不及。那根细丝名为千魂引，是长生门的独门秘术，专门用来探查神魂记忆。一旦被缠上，陈渊脑子里的一切都会被林振海看得一清二楚。到时候别说杀罗章的事，就连仙府和他们之间的丑事都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找死！云溪月怒喝一声，也顾不上隐藏实力了。月华之力瞬间爆发，凝聚起的星辰开始滑落。一颗星辰后发仙智，砸向那根墨绿色的细丝。是月刃与细丝碰撞，发出一声轻响，双双湮灭。但林振海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只是想试探一下云溪月的反应。他反应越激烈，就说明他心里越有鬼。云公主何必这么大火气？林振海收回手，阴恻恻地笑道：“我只是想问问这位小兄弟几个问题而已。你这么紧张，莫非他知道些什么？”李长庚在一旁看着，眼睛也眯了起来。他也看出来了，云溪月身后的那个小子绝对有问题。一时间，三方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陈渊身上。陈渊感觉自己像是被3条饿狼盯上的兔子，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知道今天这关怕是没那么容易过了。云溪月护得住他一时，护不住他一时，除非……他深吸一口气，从云溪月身后走了出来。“云公主，别拦着我！”他对云溪月说了一句，然后直面着李长庚和林振海：“你们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告诉你们，你要干什么？”云溪月心中一紧，下意识想拉住他，却抓了个空。他不明白，这个贪生怕死的小子，在这种连他都感到棘手的局面下，主动站出去是想找死吗？李长庚被他这态度气得2道眉毛拧到一处。他堂堂白云府长老，徒弟死了不说，如今还要被一个凡人小子戏耍，心头火起，威势便朝着陈渊当头压了过去。陈渊可不傻，哪会硬顶？威势刚到身前，他脚底下就悄悄往云溪月身后挪了半步。李长庚含怒出手，本想让这小子跪地求饶，没成想对方直接就软了，倒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力也使不出。李长老何必跟一个晚辈动气？林振海皮笑肉不笑的开口，他哪里肯让李长庚把证人给吓坏了？他抬了抬下巴，示意陈渊说。一旁的李长庚也只能忍住心中火气。陈渊咽下一口唾沫，他心里清楚，这2位爷哪个都不是善茬，今天这话但凡说错一个字，脑袋就得搬家。索性装出被吓破胆的模样，话都说不利索了。是罗师兄，他先动的手。胡说八道！李长庚怒吼一声，抬手便是一掌，神光爆裂，直朝陈渊的面门拍去。你敢！一道墨绿神光凭空乍现，林振海鬼魅般的横插一步，挡在陈渊身前，将李长庚的神光尽数化解。李长老这是作甚？想杀人灭口？林振海先前还带着点闲事，此刻声音却冷了下来，让他把话说完，还是说你怕他把某些不该说的事说出来？李长庚举着手掌，手背上青筋根根凸起，可对着林振海终究是没敢再往前。陈渊拿眼角余光扫了林振海一下，心里有了底，他只怕这老狗不咬钩。我们在半山腰碰见一个穿银甲的残魂。陈渊开始一五一十的回忆，洛师姐和萧师兄2个人主攻，我们都在旁边帮忙。那个残魂很强，大家打得很吃力，眼看就要拿下了。陈渊故意停住，身体还配合的抖了一下。
罗师兄忽然拿出一枚金印，我们都以为他要砸那个残魂，谁知道那金印直接朝着萧师兄去了。话音刚落，林振海脸上皮肉一抽，脚边的几片草叶上竟凭空凝出了一层白霜。李长庚嘴巴一张就要骂，陈渊哪里会给他这个空当？萧师兄当场就吐血了，罗师兄又撒了一把粉末，那味道怪得很。萧师兄跟洛师姐一闻，腿一软就都到了。陈渊做出一个欲言又止的表情。林振海追问他说什么了，陈渊低下头，他说这下没人跟他抢机缘了，还说要把洛师姐抓回去当炉鼎。至于萧师兄，他说男的也能练。他说的支支吾吾，却更让人浮想联翩。修真界中杀人夺宝，背后捅刀寻常事。陈渊说辞，林振海信了8分，血口喷人。李长庚气血翻涌，唇齿颤动，我徒罗章品行端正，怎会做出此等下作之事？云溪月在旁边火上浇油，正人君子，一个随身带着合欢散尽遗迹的正人君子。李长老，你教出来的好徒弟啊！云溪月一语直刺李长庚心口，他脸色涨红，只觉胸口钝痛。林振海看向李长庚的目光，已经像在看一个死人。李长庚，你还有何话说？李长庚急忙辩解，就算你说的是真，那我徒儿为何会死？萧无忌和洛云又在何处？你分明在撒谎。陈渊话头一转，接上李长庚的疑问。银甲残魂自爆了，罗师兄离得最近，我被七浪仙飞摔晕过去，等我醒，原地就只剩下一个大坑，罗师兄、萧师兄和洛师姐都不见，我害怕，就一路往山顶跑，然后才遇到了赶来寻人的云公主。林振还审视着陈渊，这小子虽然看着蠢笨，但言语间却无半点错漏。他懒得再跟李长庚多费口舌，直接说道：是非曲直，找到无忌一问便知。你说无忌中了药，肯定跑不远，若是无忌安然无恙，我自会还你徒儿一个清白。话到此处，林振海话锋一转，若是无忌有半点损伤，他话没说完，但意思谁都懂。李长庚一张老脸憋得发紫，徒弟死了不说，还得替人背这么一口黑锅，可他不敢妄动。云溪月和林振海明显站在一处，他若动手，就是以一敌二，自取其辱。陈渊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一点不担心找到萧无忌，那是个聪明人，为了自己的脸面，他肯定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那就找吧。云溪月淡淡应了一声，袍袖一甩，一团云气拖住陈渊，拔地而起，脚下的大地飞速倒退。陈渊头一回离得这么远，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只能一把抓住云溪月的玉腿，生怕一不留神就掉下去摔成肉泥。云溪月娇躯一颤，感受到腿上传来的温度，脸颊微红，但见他只顾慌张地朝向看，鼻子里只发出一声极轻的冷哼，却也没把他甩开。林振海大袖一挥，化作一道绿光冲在最前。李长庚一言不发，带着2名弟子紧随其后。一行人出了绝灵之地的范围，神识铺开，却始终未寻到萧无忌的踪迹。就在此时，云溪月忽然停下，这里众人立刻噤声。林中确实有动静，一阵阵皮肉拍打的闷响，浑着男人压抑的粗重喘息。林振海面露喜色，喜色是无忌，他还活着。李长庚眉心却拧成个疙瘩，这怎么听都不像是打斗。云溪月也皱起眉，这声音导向是他脸颊上飞起一抹红晕，不由得想起了某些不好的回忆。陈渊瞧见这情形，心里都乐开了花，生怕里头的人停了，扯着嗓子就喊萧师兄。众人立刻循声冲进林地，下一秒，冲在最前的林振海和李长庚身子猛地僵在原地。萧无忌衣衫不整，而在他身前，一头体型壮硕的黑色野猪正哼哼唧唧地刨着地。林地中央景象不堪入目，一头黑毛野猪正被萧无忌按住，虽然挣扎，却又挣脱不开，嘴里发出滋滋嚎叫。细看之下，野猪还是个公的，而在他身后，萧无忌只披着长袍，头发散乱地贴在汗湿的额上，不知疲倦。冲在最前的林振海脸上的喜色凝固，方才那句是无忌还回荡在林间，此刻听来讽刺至极。他引以为傲的徒弟，此刻正对着一头畜生。李长庚跟在后面，本是憋了一肚子火，见到这般光景，火气顿时散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满脸的错愕。这是什么路数？长生门的独门秘法？才不畜生！他看看萧无忌，又看看身旁面如死灰的林振海，嘴角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硬生生把一声爆笑给憋了回去。陈渊躲在云溪月身后，只探出半个脑袋，差点没当场笑出声来。真没看出来，这萧无忌口味这么重。他拿眼角余光去瞟云溪月，只见他早已别过头去，耳根透出一抹薄红，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空气里只剩下萧无忌嘶哑的一语：洛师妹，你好，我要死在你的裙下。林振海脚下一个踉跄，身子剧烈的晃了晃，那张英质的老脸先是煞白，随即血气上涌，长得发紫。云溪月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真是大开眼界，堂堂长生门的真传弟子，竟连畜生都不放过。这番话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林振海脸上，火辣辣的疼。他只觉得血管都在突突乱跳，这可是他寄予厚望的弟子，是他倾尽心血培养的未来，如今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一头野猪行此苟且之事。这事若是传出去，他林振海的脸往哪搁？长生门的脸往哪搁？畜生！林振海一声暴喝，杀意沸腾，
反手一掌隔空拍出。李长庚身后一名白云府弟子正张着嘴看热闹，压根没反应过来。砰！那弟子的脑袋整个炸开，红的白的溅了李长庚一身，无头的尸身晃了2下，直挺挺栽倒。李长庚亡魂大冒，急退2步，将仅剩的弟子死死护在身后。林振海，你疯了！林振海收回手，眼神冷厉，透着森然杀意。这种丑事，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他这话一出，意思再明白不过。今天这林子里，除了他长生门的人，别的都得死。李长庚指着林振海，为了这点破事，你敢杀我门下弟子？破事？林振海森然冷笑，这是关我长生门千年声誉。李长庚，管好你的嘴，否则我不介意把你们都留在这。李长庚咬牙切齿，却不敢妄动。他看得出林振海是真的动了杀心。林门主，李长庚把胸口那股火硬生生压下去，眼下还是先救人，这事咱们关起门来再算，别让外人看了笑话。他特意拿眼角扫了云溪月一下，提醒林振海，现在内讧只会便宜了尉迟恭。林振海当然懂，他身形一晃，到了萧无忌身后，一把抓住后颈，跟提溜个破麻袋似的提了起来。那头黑毛野猪总算得了空，惨叫一声，夹着尾巴一瘸一拐地逃进了林子深处，留下一路血迹。萧无忌被提在半空，还在胡乱挣扎，嘴里念叨着落师妹，双手在空中乱抓。林振海面无表情，抬手一记手刀，重重砍在他后颈上。萧无忌眼皮一翻，彻底晕死过去。林振海这才摸出一颗丹药，捏开他的嘴塞了进去。做完这一切，林振海才转过身，目光在场上每个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了陈渊身上。这是警告。陈渊却像是没看见，反而一脸关切地凑上前，萧师兄，他没事了吧？他一边说，一边还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那药劲也太大了，罗师兄也真是的，怎么下这么狠的手？他又把所有脏水全泼回了罗章身上。这一次林振海没吭声，他需要这个台阶下，不管这事是不是罗章干的，现在都必须是罗章干的，不然呢？说他林振海的徒弟天生好色，就好这口。李长庚的脸已经黑如锅底，他算是看明白了，这口黑锅他徒弟罗章是背定了，还是为了给萧无忌的丑事擦屁股。白云府的脸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云溪月在一旁冷眼看着，拿眼角余光扫了陈渊一眼，见这小子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也不知是在害怕还是在憋笑。好，一手借刀杀人，嫁祸死人，滴水不漏，不仅让罗章死了都不得安生，还把萧无忌的脸面踩进泥里，顺带让长生门和白云府结下死仇。这哪是山里出来的野小子能有的心机？就在这时，萧无忌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他醒了，眼前一片模糊，晃了晃头，一张脸凑得极近，是师傅林振海，只是师傅的脸黑得像要滴出水来。师傅，他下意识喊了一声，嗓子又干又哑，视线再往外挪，李长庚、云溪月还那个坏自己好事的小子，都跟看怪物似的看着自己，旁边还躺着一具没了脑袋的尸身，血腥气混着一股子猪圈里的骚臭味，直往鼻子里钻。记忆开始回笼，他想起了自己之前在干什么。黑毛野猪，那粗糙的皮毛，令人作呕的触感，还有那种无法控制的感觉，一幕幕画面炸开，他胃里一阵翻腾。完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名声全完了。骑猪的萧无忌，他几乎能想到这6个字日后会怎么传遍整个幽州，他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萧无忌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无边的羞耻感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这是怎么解释？说自己是被下了药，可谁会信？说到底是自己做的。师傅，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旁边传来，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关切。萧师兄，你可算醒了！陈渊一个箭步冲过来，脸上又是鼻涕又是泪，一把抱住萧无忌的大腿，嚎啕大哭：师兄你受苦了呀！萧师兄你受苦了呀！陈渊这一嗓子嚎得撕心裂肺，人跟着就扑了过去，一把抱住萧无忌的大腿。他也不嫌脏，脸埋在萧无忌还算干净的裤腿上，鼻涕眼泪全蹭了上去。萧无忌身子一僵，还沉浸在日珠的羞耻里，没回过神，只想着自己名声尽毁，以后怎么在幽州立足。突然大腿被狠狠拧了一把，这一下直接把萧无忌从混沌里给掐醒了。他低下头，正对上陈渊的脸，陈渊的身体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他一边嚎一边眨眼，嘴型不断变换，哭赖给罗章。萧无忌是个聪明人，脑子只是愣了一下就全明白了，陈渊这是在给他递梯子，要是认了自己兽性大发，他萧无忌往后在幽州修真界就是个笑话，可要是被人陷害呢，那他就是个受害者。虽然也丢人，可那是被逼的，是宁死不屈，最后身不由己，说出去甚至还有点悲壮。得配合，必须配合。为了这张脸，这会儿陈渊让他叫爹，他都得跪下磕一个。至于陈渊为什么帮他，那是后话，先度过眼前的劫再说。罗章，萧无忌的眼眶刷的一下就红了，声音嘶哑：那个畜生，我当他是兄弟，他竟敢暗算我！泪珠滚滚而下，萧无忌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比死了亲爹还惨。我们合力对抗鬼将，他却从背后偷袭，用金印砸我，还给我下了药。他声泪俱下，
拳头捶着地，那要太烈了，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我不想伤了洛师妹，我不想变成连自己都看不起的畜生，所以我拼了命跑出来，就想找个地方缓一缓。可那要笑，萧无忌猛地抬手，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响亮。我没脸见人了呀！他掩面痛哭，肩膀剧烈的抽搐着。师傅，你可得给徒儿做主啊！陈渊在一旁哭得更凶了。萧师兄，你太伟大了！他嚎着，把鼻涕眼泪又往萧无忌身上蹭了蹭。为了不让洛师姐受辱，您宁愿自己受这委屈，这是何等的情操啊！真是听得人伤心，看得人流泪。云溪月站在一旁，喉头动了动，把一股酸水咽了回去。情操，日珠也配叫情操？这俩人一唱一和，简直是把不要脸刻在了脸上。林振海却把提着的一口气吐了出来。还好，这徒弟脑子没坏，晓得顺着梯子往下爬，只要咬死了是罗章下的药，这事就还有的救。他转过头，下巴一抬，直直看向李长庚。李长庚，人证就在这，你还有啥说的？你教的好徒弟，害我爱徒至此，名声尽毁。这笔账，长生门记下了。李长庚的脸皮绷紧，串通好的，这他妈就是两个小王八蛋串通好的。可他没有证据，罗章已经死了，死人不会说话。再看萧无忌那副样子，又羞又愤，好像真活不下去了，也不像是装的。难道真是罗章干的？为了抢宝物，还是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癖好？连李长庚自己都开始动摇了。他试图找出破绽，硬着头皮问萧师侄：“你说罗章用金印伤你，可有证据？”萧无忌一把扯开胸口的衣襟，皮肉上一片骇人的淤青，这就是证据。他凄厉的嘶吼：“白云府的金印法宝，威力霸道，留下的伤痕岂能作假？这伤是之前被鬼将赵信打的，但此刻谁分得清？谁又敢去分清？”李长庚彻底哑火了，这是没法翻了。今天这个亏，白云府吃定了。只恨掌门师兄闭关不能来，自己实力又低人一等。他能感觉到林振海的杀机，为了一个死掉的徒弟，跟一个动了真怒的神元境强者拼命，不值得。李长庚也是个实在人，死人没价值了。好，既然如此，是我教徒弟没教好，门里出了这种败类。他闭上眼，死有余辜。此话一出，便是盖棺定论。罗章的罪名被他这个师傅亲手坐实了。萧无忌身子一软，瘫在地上，大口喘气。陈渊脸上肌肉抽了一下，想笑又不敢笑。可就在这时，林振海又开了口：“认个错就完了。”李长庚的身子僵了一下，他斜眼向后一瞥，下意识地把仅剩的弟子又往身后拉了半分。这弟子入宗门几十年，虽说天分比不上罗章，但胜在他是肯干，是白云府下一辈里难得的稳重人物。就这么折在这，李长庚心里1000个10000个不情愿。可林振海的视线就像两把刀子，神元境他打不过，硬顶，结果就是他跟着徒弟一起躺下。修真界就是这么个道理，拳头大的说了算，死个人跟踩死只蚂蚁没多大区别。为了名声，杀人灭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李长庚甚至觉得，这事要是换到自己头上，为了白云府的脸面，他也会干出一样的事。护着徒弟的那只手慢慢松开了，那弟子也感觉到了，身子抖了一下，张嘴想说点什么。李长庚却先开了口：“徒儿，别怪师叔心狠，要怪就怪你今天不该跟来，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弟子眼瞳缩紧，他发出叫喊，身形扭动，拔腿就跑。可惜他跑得再快，也快不过李长庚抬起的手。李长庚人站在原地没动，只是把手掌张开，对着那弟子的背影虚空一握，空中生出一只巨掌，一把攥住那名弟子，咔嚓脆响，骨骼碎裂，弟子的惨叫声卡在喉咙戛然而止，整个人在半空中被挤成一团，鲜血噗噗洒落。陈渊注视这一幕，寒意爬上脊背，老东西出手毫无迟疑，连自家宗门的弟子都杀。所谓名门正派不过如此，比起魔道也不遑多让吧。萧无忌双膝还跪在地上，身子晃了晃，他这回不怕了，反倒觉得兴奋。这种操弄生死的感觉让他血液沸腾，只要力量在手，世间规则皆可打破，黑的也能说成白的。林振海拿眼角瞥了瞥萧无忌，点点头，算是满意了。李长老果然顾全大局，场面清静了。萧师侄的事情，白云府不会再有人传出去了。李长庚扔下尸身，拍了拍手，脸上依然平静。林宗主满意了，现在可以走了吗？李长庚心里头真是把18辈祖宗的倒霉事都想了一遍，徒弟死了，又折了2个宗门弟子，还得罪了长生门，他只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林振海却摇了摇头，说道：“不急，还有一个人。”他眼珠子一转，落在陈渊身上。这个小子也不是我们的人，他知道的可太多了。陈渊的心猛地一沉，该来的还是来了，这老狐狸果然没打算放过他。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自己刚才还帮他儿子圆谎，但在他眼里，自己依然是个蝼蚁，只有死掉的蝼蚁才是好蝼蚁。跪在地上的萧无忌也抬起头来，目光闪烁，嘴角一撇，全是阴狠。要不是这小子半路杀出来，洛云早就是他的炉鼎了，哪还有后面日珠这破事？这口气他憋着呢。他朝着林振海重重磕了个头，喊道：“师傅，还有他也出手了。若不是他碍事，我……”萧无忌话说到一半，又是一个响头磕在地上。这小子心计深沉，说不定明天就能拿这事当把柄，要挟徒儿，
要挟长生门。这种人就是养不熟的野狗，留着只是祸害。徒儿恳请师傅出手，除了这个后患。陈渊扣紧五指，掌心全是汗。他拿眼角去瞥云溪月，云溪月也正看着他，脸上看不出波澜，就静静地站着，仿佛眼前的一切都和他没关系。林震海往前走了一步，小子，下辈子投胎记得别乱看，也别乱说话。他慢慢抬起了手，掌心聚起墨绿色光团。陈渊感觉泰山压顶，身躯僵硬，呼吸困难。动啊，你倒是动啊！陈渊在心中咆哮，恨不得自己冲上去掐住云溪月的脖子。此时的云溪月内心挣扎，林震海说的不错，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陈渊这小子要是死了，自己的丑事才算真正烂在肚子里。可念头刚一冒出来，道伤便是一阵抽痛，提醒着他身体的败坏。脑子里不由自主的就浮现出陈渊身上滚烫的纯阳气息和他双修时的感觉。至于破身之后再也无望问鼎天书境，那都是几百年后的事了，太过缥缈，不如先招眼。当下我的人你也敢动？云溪月不知何时往前挪了半步，身形一晃就挡在了陈渊面前。白色长裙随风扬起，身后的弯月虚影再次浮现，隔绝了林震海的威压。陈渊感觉身子一轻，他大口喘气。林震海皱起了眉头，绿光在他掌心不安地跳动。云公主，这是何意？这小子不过是个凡人，跟你非亲非故，为了他你要跟长生门撕破脸？李长庚也看了过来，幸灾乐祸。他巴不得这两人打起来，最好打个两败俱伤，自己正好把这口气出了，还能把那小子抓回去给徒弟报仇。云溪月冷哼一声，谁说他跟我非亲非故？他是我碧池宫的人。他顿了一下，又补上一句，也是我一个远房表弟，随月家姓。这话说的他自己都觉得脸皮发烫，可眼下只能这么扯了。谁都知道云溪月出身不凡，哪来的什么穷亲戚？但他只要有个理由，哪怕是瞎编的，只要他态度强硬，林震海就得掂量掂量。林震海嘴巴一撇，笑出声来，表弟，云公主，你这玩笑开的也太不上心了。你觉得我林震海是3岁小孩？他手掌上那团绿光又亮了几分。今天这小子我杀定了，谁都留不住。林震海的态度也很强硬，他不能容忍任何风险存在，尤其是关乎长生门未来的风险。他身上的气势再次攀升，墨绿色的光芒越来越盛，周围的树木都在枯萎。枯荣宫，云溪月往前逼近一步，你可以试试。林震海，你以为我受了伤就好欺负？我若是拼着自毁根基拉你垫背，你觉得你有几成把握活下来？云溪月的声音很冷，决绝之意流露。他身后的弯月虚影开始震动，光芒大盛，周遭的空气像是被冻住，地上凝起一层白霜。他是神元境圆满，虽然有道伤，但根基还在。林震海手里的绿光顿住了，他想不明白，这云溪月是吃错药了，为了一个凡人就要跟自己拼命，这不合常理。除非看了一眼陈渊，又看了一眼云溪月，这两人之间肯定有鬼。李长庚也愣住了，他原本以为云溪月只是做样子，没想到真要动手。这要是真炸了，大家都得死。赶紧从边上凑过来。云公主息怒，林宗主也就是开个玩笑，何必动真格的呢？大家都是幽州同道，为了一个小辈伤了和气，犯不着，真犯不着。他可不想被卷进去。这两个神元境拼命，他一个玄月境站边上，怕不是第一个被余波震死。林震海心里头盘算了一下，跟一个神元境拼命，就算赢了也是惨胜，不划算。更何况这他摆明了是要拉他垫背。他手掌里的绿光慢慢散去，行，看在云公主的面子上，这小子可以活。林震海话锋一转，但是他得立个神誓，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云溪月扭头看了陈渊一眼，就吐出2个字：发誓。陈渊二话不说，举起3根手指，我左云渊发誓，今天看到的一切绝不向外人透露半个字，若为此事，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他发誓发得特别溜，因为他根本不信神要是管用，这世上哪还有这么多坏人？而且他也没说不向内人透露。林震海听他发了誓，神誓的约束起了作用，他便不再多话。主要是云溪月的态度让他不敢再逼下去。既然如此，那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各位，后会有期。林震海甩动衣袖，抓起地上的萧无忌，化作一道青光，间消失在天边。丢人丢到家了，他是一刻也不想多待。李长庚也拱了拱手告辞，他也化作一道白光跑了，连徒弟的尸体都没收。等人都走了，陈渊腿肚子一软，一屁股坐到地上，后背的衣服早就被汗浸透了，黏糊糊的贴在身上。刚才林震海那手抬起来的时候，他真以为自己小命要交代在这了。云溪月收了法术，身子晃了一下，刚才强行催动本源，道伤又隐隐作痛。他稳住身形，垂眼看着瘫在地上的陈渊，冷声道：起来，别装死。陈渊在地上赖着没动，反而嬉皮笑脸的喊道：多谢表姐救命之恩。云溪月眉间一蹙，斥道：谁是你表姐？少贫嘴。话虽如此，他心里也承认，小子刚才那手借刀杀人确实漂亮，不仅把罗章的死栽得干干净净，还让萧无忌颜面扫地，顺带挑拨了长生门和白云府的关系。想到此处，他又补了一句：还算凑合。得了夸奖，陈渊一咕噜就从地上爬了起来，拍干净屁股上的土，
凑到云溪月跟前。那是自然，我可是公主你的人，哪能给您丢脸？他走到村子正中，这里有座2层小楼，挂着悦来客栈的木招牌，是村里唯一灯火敞亮的地方。推开门，一个胖掌柜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听见门响，抬起头来：“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陈渊从怀里摸出一小块碎银，丢在柜台上。胖掌柜眼睛发亮，脸上的肥肉笑成一团。“好嘞，客官里边请，天字号上房。”陈渊跟着他往里走，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随口问掌柜的：“你们村里人睡得都这么早？”胖掌柜脚步一顿，脸上的笑容收敛几分：“外乡人不懂，我们村有规矩，入夜之后不能在外面走动。为什么？冲撞了神灵，可是要遭报应的。”胖掌柜压低声音指了指村东头：“我们村东头有座送子娘娘庙，那可是鼎鼎的灵验。”陈渊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夜色中那边一座庙宇的轮廓显现，浓郁的香火气就是从那里飘来的。他要了一桌酒菜，一只烧鸡，半斤酱肉，一壶浊酒。胖掌柜亲自端上来，还多送了碟花生米。“客官，看你也是走江湖的，我多句嘴。我们村这送子娘娘求子是灵，但忌讳也大，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献祭一对童男童女。算算日子，就在3天后。”胖掌柜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混杂着畏惧和狂热的表情。“到时候全村人都要去观礼，那场面客官你可千万别错过了。”陈渊夹起一块鸡肉，慢慢嚼着，没有接话。邪修云溪月的任务描述在他脑中浮现，他装作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又向掌柜打听了些送子娘娘的神迹。胖掌柜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把那娘娘夸得像是活菩萨下凡。当他问及黑石村时，胖掌柜的脸色明显的不自然起来，连说不知道后便不再答话。吃完饭，陈渊回到房间，他盘膝坐下，神识放出。他的神识如今比同阶修士强上不少，可以覆盖小半的村子。神识感知中，整个村子笼罩在一股阴冷气息之下，一户户人家里村民们都在沉睡，可呼吸悠长，只有常人的1/10，不像活人。陈渊收紧了下颌，他将神识小心翼翼探向村东头的庙宇。庙里供着一尊泥塑神像，是个抱着婴儿的妇人，脸上挂着慈和的笑。神像本身没有问题，可在神像下方蒲团上盘坐着一个男人，那男人闭目打坐，周身居然有和他一样的东西。灵力仙道筑基期。就在陈渊神识触及他的一瞬间，那男人猛地睁开眼睛，朝客栈方向看了过来。陈渊立刻斩断那一缕神识，他躺回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漆黑的屋顶。果然有鬼。深夜万籁俱寂，陈渊翻出客栈窗户，整个村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他避开主路，贴着墙根摸到一户人家窗下，屋里传来女人的呻吟和男人粗重的喘息。陈渊皱起眉头，刚想离开，那女人的呻吟声突然变得凄厉，不似欢愉，倒像是承受着巨大痛苦。陈渊心中一动，一丝神识探了进去。床上，一个肚子高高隆起的孕妇正在分娩，一个村民打扮的男人正将一股股黑气从自己下身渡入孕妇的腹中。孕妇的肚子以一种违反常理的速度干瘪下去，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尽，变成一张惨白的纸。而她身下，一个浑身长满黑毛、看不出人形的婴儿正在奋力往外爬。陈渊的胃里翻江倒海，这就是送子。这些村民早就不是人了，他们是邪修帮凶，是这些怪物圈养的牲口。他悄无声息退回客栈，躺在床上，之前对村民的一丝疑虑此刻荡然无存。3天后是祭祀，他睁开眼，黑暗中一抹寒光闪过。那就3天后把这窝畜生连锅端了。祭祀当天，天还没亮透，李家被一下就活了。村民们都换上了新衣裳，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一个个往村东头的娘娘庙走。客官，吉时到了，再不去可就站不着看神迹的好位置了。陈渊跟着胖掌柜走出客栈，立马就被往前走的人挤着，空气里香火味很浓，底下却盖着一股血腥气，熏得人想吐。庙前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头，中间的高台上绑着2个7、8岁的娃，一男一女，穿着大红寿衣。2个娃的眼珠子一动不动，没有生气，跟纸人一样。陈渊旁边的胖掌柜正一脸痴傻地望着高台，嘴皮子哆嗦，也不知在念叨什么。陈渊拍了拍他肩膀：“掌柜的，拿活人当祭品，不怕遭天谴？”胖掌柜脸上狂热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他猛地把头转过来，浑浊的眼珠子里透出红光：“外乡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敢乱说。娘娘赐我等长寿安康，我等献上区祭品，天经地义。”他嗓子变得又尖又细：“你再敢对娘娘不敬，休怪我们让你也当祭品！”话刚说完，四周的村民全都把头扭了过来，直勾勾地看着他。陈渊眯眼冷笑一声：“一群给猪油蒙了心的蠢货，也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今天就把你们这窝畜生一起宰了。”他话还没说完，离得最近的一个村民已经抡起锄头对着他脑门砸了下来。陈渊身子一扭，就从锄头边上擦了过去，手肘顺势往上一顶，正撞在那村民的下巴上，咔嚓，骨头碎了。那村民的脑袋向后对折出一个诡异的角度，身子却还往前扑，被陈渊顺势一脚踹飞，砸翻了后面好几个，倒在地上。那人晃了晃快断掉的脖子，居然又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张牙舞爪的再次扑来。
这一幕彻底点燃了整个广场。杀了他！亵渎娘娘！抓他当祭品！嘶吼声、咆哮声混成一片，人潮从四面八方挤了过来。这些村民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痛苦，甚至没什么表情。陈渊立于人潮中心，脸上沾了些灰，神情漠然，眼神冰冷。他不退，不避，不闪，眼前这些东西早就不是人了。既然不是人，那就当畜生杀！枪！一声剑鸣，青钢剑出了鞘，血月飞花。陈渊的灵力开始在剑上凝聚，发出淡淡白光，森然寒气自剑阁飞速蔓延，转眼间将整柄长剑化作一条冰棱。随着村民越围越紧，剑上的寒气也凝到了极点。呵，一圈白色寒潮以他双脚为中心炸开，地面瞬间冻结，白霜如蛛网般爬上最前的10几个村民的小腿，让他们动作迟缓。陈渊脚下发力，人已经冲进人群，他不出第二剑，一剑足矣。剑光过去，一个壮汉的喉咙上多了条红线，脑袋从脖子上滚了下来，喷溅出的污血已凝成一盆黑色冰晶，噼里啪啦掉在地上。陈渊脚下不停，剑光闪烁不定，每一次亮起都有一颗头颅或是身子飞出去，带起一片片冰花。他的动作没有半分多余，每一步每一次转动手腕都只为了更快地杀掉下一个。一个村民从背后搂死他，张开黑牙的嘴就往他脖子咬来。陈渊头也不回，右肩向后一靠，掀碎了那人的下巴，左手长剑顺势反撩，剑尖从肋下没入，自前胸透出。滚烫的黑血刚一沾上剑身，立刻凝结成冰坨，一点冰渣溅在手背。陈渊眉头一皱，手腕发力一甩，将挂在剑上的尸首丢出去，又砸翻一片。不过几十个呼吸，他脚下已是层层叠叠的冰雕残尸，黑色的冰血在尸块间缓缓流淌。可更多的村民还是不怕死地往上扑，他们踩着同伴冻硬的尸首，伸出乌黑的手。就在这时，庙里传来一个男人的笑声：“有趣，真有趣！杀一群牲口，居然还能杀出点章法来，是块不错的料子。”话音中，一个身穿锦袍的俊美男子缓步从庙宇中走出，他径直走到高台上，低头看着在尸首堆里杀人的陈渊，眉角带笑，就像在看一场斗兽。看到了吗？他指着台下那些面容扭曲的村民，这就是你以为要护着的凡人。我给了他们想要的健康、力量，甚至长生。他们为此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灵魂和子嗣。他们不是我的傀儡，他们只是在追逐自己的贪欲罢了。男子摊开手，而你一个外来者，却要打破他们卑微的美梦。你说他们该不该杀了你？陈渊反手一剑，将一个扑到近前的老妇钉在地上，剑身一震，老妇整个胸腔便炸开一团冰雾。他抬起头，沾满血污的脸上看不出喜怒。仙道修士，眼前的男人身上流转的灵力比他自己雄厚的多，和之前神识探到的一样，至少是主机器。男人愣了一下，随即拍手大笑：仙道、神道有区别吗？不过是追求力量的不同道路罢了。我只是找到了一个更高效的方法。他看着陈渊，眼中的欣赏之色愈发浓郁。看你的服饰，也是碧池宫的弟子。仙道修士什么时候沦为神道的狗了？不过你的身手，你的心性，都比之前的那几个废物强太多了。我很中意你。男人伸出一根手指，朝陈渊勾了勾，像是换狗。也罢，本座今天心情好，给你条活路。跪下，舔干净本座的靴子，再叫3声主人。本座不介意多养一条狗，赏你些吃剩的骨头，也够你变得比现在强上100倍。不然就和这些垃圾混在一起，化成本座祭台上的血泥吧。俊美男子，也就是邪修刘青，上下扫了陈渊一眼。小兄弟，你我同是仙道传人，何必自相残杀？你在碧池宫给那帮神棍当狗，还不如来给我当狗。他一挥手，围着陈渊的村民们动作慢了下来，可眼睛里的红光并未褪去。刘青从高台上走下，一步步靠近陈渊。你可知道，如今这方天地灵气日益枯竭，我被仙道修士的处境何其艰难。而那些神棍只需见庙塑像，就有数不清的蠢人跑去磕头烧香，修为便1日千里，坐享其成。凭什么？他的声音里透着怨气。凭什么我们餐风饮露，感悟大道，苦修100年，却要被他们踩在脚下？凭什么这天地间的香火愿力只能他们用，我们用了就是人人的诛之的邪修？陈渊握着剑，没有说话。仙道没落，神道昌盛，有修士熬不住，走了歪路，也不稀奇。刘青见陈渊不吭声，只当他听进去了，从怀里摸出一个玉瓶，倒出1粒丹药。你看，刘青将丹药托在掌心，此丹名为阴血丹，用那些凡人求来的子嗣炼成，一颗就顶得上你打坐1个月。他屈指一弹，那粒丹药便朝着陈渊飞了过去。你再看这些凡人，愚昧、贪婪，他们的欲望就跟地里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尝一茬。这无穷的欲望就是最好的养料，比稀薄的灵气强了不知多少倍。我们只需稍加引导，便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是在替天行道。他向陈渊伸出手，来吧，抛弃那些无用的道德和怜悯。在这人吃人的世道，我们仙道修士理应站在一起，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与其给神道当狗，不如跟我一起，用这些凡人的血肉铺出一条通天大道。陈渊看着手中血色丹药，又抬头看了看刘青，再扫了一眼周围眼中泛光的村民。他想起自己在老母山当奴隶的日子，那些管事看他们的眼神，就跟现在刘青看这些村民的眼神
一模一样，都是在看牲口。他不想再当牲口，更不想成为把别人当牲口的人。陈渊咧嘴一笑，把丹药扔在地上，用脚慢慢碾过，丹药被踩进泥里，一滩黑红色的汁液渗了出来。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陈渊把脚挪开，看着地上那滩污秽。我是人，他们也曾经是人，你把他们当牲口宰了炼丹，还想让我也这么干？他抬起头，脸上的笑意没了，只剩下冰冷的漠然。我和你不一样，我是人，你不是。刘青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陈渊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靠自己从泥里爬出来，比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要干净点。刘青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收回手，眼里的欣赏变成了杀意。愚蠢至极，妇人之仁。既然你如此怜悯这些凡人，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他们值不值得你这份可笑的怜悯。他打了个响指，所有村民身体一震，眼中的红光瞬间褪去，恢复了清明。他们茫然地看着四周，又看了看手里的武器和浴血的陈渊。妖人，他要毁了我们的娘娘庙！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瞬间所有村民的脸上都露出了愤怒和恐惧。杀了他！他要断了我们的长生路！娘娘赐我们吃穿，赐我们不死，他要毁了我们的一切！杀了他！没有了刘青的操控，这些村民非但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更加疯狂，更加歇斯底里。刘青站在一旁，抱着双臂，冷笑着看戏。看到了吗？这就是人性。我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现在他们可只是凡人，你会怎么做呢？陈渊被逼得连连后退，背心已经抵在了庙宇的墙壁上，退无可退。这些人真的还有救吗？他们的魂早就被自己的贪欲吃干净了。陈渊深深吸了一口气，胸中的烦恶与憋屈随着这口气一同吐出，化作一团白雾。他试着催动锻炼，但这专门克制神道的力量打在这些被欲望和丹药腐蚀的凡人身上毫无用处。他们没有神奇，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贪念。陈渊无奈地摇了摇头，眼中最后的一丝犹豫也消失了。这是你们自己选的，他轻声说道。丹田内的气旋加速转动，又是一招雪月飞花。剑光再起，这一次不再像初雪般温柔，而是如寒冬腊月的暴雪，凌厉酷烈。最先冲上来的村民脸上的疯狂还未褪去，喉咙处便绽开一朵冰花，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身体在半空中就已僵硬。剑光再闪，又是3、5个人倒下。庙前的广场很快被染成了红色。当最后一个村民倒下时，陈渊站在尸山血海中央，青色的法袍上像绽开的朵朵红梅。陈渊站在尸山血海的中央，拄着剑，大口的喘气，灵力消耗巨大，但他眼中的光却越来越亮。不远处的刘青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他没想到这个看着憨厚老实的少年，面对恢复清明的村民，竟能杀得如此果决，如此狠辣。那份杀伐果断，连他这个自诩为邪魔歪道的人都自愧不如。你绝不是碧池宫的人！刘青厉声喝道。碧池宫那些神棍一个个假慈悲，绝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杀神。他只是提着那柄还在滴落黑色冰渣的长剑，一步一步朝他走去。现在轮到你了。炼气4层的修士在筑基真修眼里就是蝼蚁，也敢撒野，找死！刘青抬手一挥，数道墨色锋刃凭空撕裂空气，朝着陈渊当头斩下。筑基修士的手段跟炼气比是质的碾压，锋刃未至，那扑面而来的劲风已刮得他脸皮生疼。陈渊想也不想，将仙符里储存的灵力瞬间抽空，悉数灌入剑中。雪月飞花，剑光乍亮，几点寒芒绽放，撞向墨色锋刃。当当当，一连串刺耳的爆鸣声炸开，冰花触之击碎，沛然巨力顺着剑身猛地传来，震得他虎口当场炸开，血肉模糊，整个人更是被这股力量掀飞出去，砸塌了半面庙墙。噗！陈渊重摔在瓦砾堆里，喉头一甜，喷出一大口血。他顾不上身体的剧痛，从仙符里摸出一枚疗伤丹药，直接塞进嘴里，倒是有几分意思。刘青踱步上前，低头看着瓦砾堆里吐血的陈渊，骨头倒是挺硬，就是脑子不好使。仙道、神道，你还没弄明白吗？在这世道，只有力量才是唯一，走哪条路有甚区别？陈渊一手撑着地，一手握着剑，他悄悄在背后掐了个诀，几道月刃无声无息地飞了出去。然而月刃在靠近刘青身前3尺时，尽数被一层灵力护罩弹开，没能伤其分毫。看来你还是不懂。刘青脸上的笑意敛去，耐心已经耗尽。也罢，就让你在无尽的绝望中，为你可笑的坚持陪葬吧。他袖袍一甩，一杆黑漆漆的小帆出现在手中，帆面展开，无数张扭曲痛苦的婴孩脸在黑气中沉浮，尖锐刺耳的哭嚎声瞬间灌满了陈渊的大脑。去！刘青拿帆旗对着陈渊一指，几道黑气化作婴儿模样，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陈渊只觉得脑袋像是被一根根钢针穿刺，剧痛让他眼前阵阵发黑，连手里的剑都快握不住了。这番里头8成都是被他炼成丹药的娃儿的生魂，他只能咬着牙催动灵力去打那些阴魂，可那些阴魂密密麻麻，无穷无尽，根本挡不住。眼看阴魂就要扑到身上，刘青似乎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彻底碾碎这只蝼蚁的意志。他左手托起一枚宝石样的东西，薄杂阴冷的香火愿力被他硬抽了出来。神恩浩荡！刘青脸上肌肉扭曲，
借着这宝石，用出了他从这银寺中悟出的神道术法。一道辉光从他掌心射出，在半空化作一张巨网，对着陈渊当头照下。此术能直接禁锢神魂，将人化为任其宰割的活偶。可就在这股既熟悉又陌生的神道力量出来的时候，本来已经快撑不住的陈渊忽然松了口气。斩！陈渊拼尽此生所有的力气，断念呀！刘青脸上的得意还没来得及散去，就僵在了那里。接着一张脸扭曲起来，抱着头惨叫。仙道灵力与神道愿力这两种本就相互排斥的力量，在他体内失去了那颗宝石的调和，瞬间失控。噗！刘青猛地喷出一大口逆血，身体剧烈的抽搐着，周身灵力紊乱暴走，一时半会儿竟动弹不得。高手过招，一息便定生死。陈渊抓住了这用命换来的一息，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哧！冰冷的长剑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刘青的胸膛，自后心透出一点寒芒。刘青低头看着那节带血的剑锋，眼中尽是茫然与错愕。他呵呵笑了起来，血沫从嘴角不断涌出。我死了，你也阻止不了。他眼中的神采彻底涣散，身体软绵绵的倒了下去。随着刘青倒地，那颗宝石从他手上滚落，停在瓦砾之间。他一落地就散发出一股奇异的波动。归元仙府，前所未有地震动起来。陈渊从未体验过的饥饿感从灵魂深处爆发出来。吃了它，吃了它！疯狂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咆哮，催促着，引诱着。陈渊的呼吸变得粗重，双眼盯着那颗石头。只要让仙府吞了它，自己或许能立刻突破，得到不少好处。然而下一刻，刘青临死前那张扭曲的脸浮现在他眼前。一个筑基真修为什么会死？不就是因为这颗石头？仙府想要它，就像一个饿疯了的人看见了剧毒的蘑菇，吃了或许能饱，但更大的可能是肠穿肚烂，当场毙命。陈渊，你的一切都是自己从刀口上舔回来的，你什么时候能把命交到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手上？冰冷的寒意浇灭了灵魂里的狂热。他不是仙府的奴隶。陈渊收了眼里的迷茫和贪婪，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破布，小心翼翼地将它层层包裹起来，放进了西瑶给的戒指中。做完这一切，他才把目光投向刘青的尸体。筑基真修的积累可不能浪费了。陈渊走了过去，先用脚尖踢了踢尸体，这才蹲下身子开始摸尸。常言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真界更是如此。一个筑基修士的家底，对他这个炼器小修来说，无异于一座金山。陈渊可没半点客气，麻利地将刘青腰间的储物袋扯了下来，神识探入，眼睛瞬间就亮了。灵石不多，但东西不少。他首先拿出的就是那杆黑漆漆的小幡，幡面一展开，阴冷邪恶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陈渊胃里一阵翻腾，这绝对是魔道邪气，拿出去怕是会立刻被名门正派追杀致死。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收进仙府。东西是邪了点，可威力也是实打实的，刚才差点就栽在这上面。接着是几个丹药瓶，他拔开一个瓶塞，浓郁的血腥味混杂着药香飘出，瓶壁上刻着3个小字阴血丹。陈渊的脸色沉了下来，果然是拿阴海炼的丹。他把瓶塞狠狠盖上，心里却盘算着，这种邪丹自己肯定不吃，但说不定能卖给某些不忌讳的邪修换成灵石。除了阴血丹，还有几瓶疗伤和恢复灵力的丹药，品质都比他自己的要好上不少。陈渊心中一喜，将这些都妥善收起。忽然他又看到几块冰凉的金属片，他将其掏出来一看，是3块碧池宫弟子的身份令牌。陈渊眉头紧锁，看来这李家被就是黑石村，怪不得提及黑石村时，客栈老板的脸色不太对。但为什么换了名字？他想了想，将令牌和几件明显带有碧池宫标记的法器一同塞进了仙府，又从客栈里找来几桶火油，将整个破庙、客栈和外边的尸体浇了个遍。轰！烈焰冲天而起，将整个李家被吞噬，火光映红了半边夜空。陈渊背着剑，身影迅速消失在火光之中。5日后，碧池宫山门，守着山门的弟子本来有些懒散，一见来人，眼皮子猛跳，下意识就往后退了半步。这人浑身都是干透了的血块，青色的袍子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成了暗红与黑褐交杂的一块破布，挂在身上。布条下头翻卷的皮肉和伤口若隐若现，血腥味混着杀气扑面而来。那弟子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嘴巴张开就想喝问，可余光瞥见陈渊腰间挂着的令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低着头不敢再多看一眼。陈渊懒得理会这些人的目光，这一趟出去差点把命搭进去，现在只想回去好好喘口气。他脚下不停，径直往神域殿去。那筑基真修的家底得赶紧清点清点。还有黄茶儿，自己离开这么多天，也得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回到偏殿，里面却空无一人。陈渊在殿外站了片刻，见主殿那边透出烛火光亮，便抬脚走了过去，一把推开了殿门。几十根人臂粗的巨烛将房间照得亮如白昼，檀香味随着烟气袅袅飘散。大殿正中，云溪月站在月神像前，他穿着浅青底色的交领深衣，袖口领边是朱红宽檐，同色腰封将腰肢勒得紧紧的，玲珑有致的曲线格外亮眼，乌发挽成2个圆髻，斜插一只素银小簪。他双手捧着3炷清香，对着神像轻轻一拜。陈渊脚步放轻，神玉殿的战法隔绝内外，云溪月又把全部心神都放在了祭祀上，
压根没察觉身后多了个人。他一步步走近，看着他纤细的后颈，鼻子里闻到的血腥味儿，反倒和他身上的兰花相混在了一起，催得他从宋子庙带回来的邪火沸腾。直到一双手臂从他身后伸出，猛地搂住了他的腰，滚烫的胸膛贴上他微凉的后背。谁？云溪月浑身一僵，神力下意识就要冲出体外，但那气息以及腰间那只开始不规矩的手，让他蓄势该发的神力瞬间溃散。是这个混蛋，他真的回来了！他怎么敢？这里是禁地，是月神府看信徒的地方，他怎么敢在这里碰自己？羞辱和愤怒烧得他脑子发昏，但腰间的手已经顺着衣缝往里钻去。他张嘴想呵斥，可喉咙的嗓音又尖又细，倒带上了点别的味道。放肆！陈渊，你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陈渊不理他，他把脸整个埋进他脖梗里，大口吸着他身上的香气。滚开！云溪月用力去推，身子却不听使唤，反倒软了下去。自从被他抱住的那一刻起，空虚感就占据了上风。不要在这里！云溪月的声音没了力气，在哀求。在神像底下行这等苟且之事，比直接杀了他还让他难受，这是对他信仰的亵渎。陈渊他抬起头扫了一眼神像，他就是要在这里，他就是要当着这神明的面占有他最虔诚的信徒。求我！刹那间，所有血气都冲上了头顶，眼前阵阵发黑。求他！求这个毁了他道途，毁了他清白，毁了他骄傲，毁了他一切的男人。陈渊的手指已经解开了他衣衫的系带，神像注视好像化作了实质，落在他的皮肤上，带来灼烧般的羞耻。脑子里想着抗拒，身子却不自觉地向后贴着陈渊，寻求着什么。巨大的负罪感压垮了他。求你了，别在这里！陈渊心念一动，周遭景象立时扭曲，烛火与神像都在视野里化作一团模糊的光影。在睁眼时，两人已身处月仙居的卧房。云溪月只觉浑身一空，人已经摔在床榻上。陈渊操控着仙斧，将他一身神力抽包干净，吓得云溪月急忙遮掩自己的衣服。他站在床边，从怀里掏出一团用破布裹着的东西，递到他面前。坏女人，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云溪月撑起身子，手指有些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才解开布包，里头是一块坑坑洼洼的宝石，石头表面散发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波动，既有神道的威严，又混杂着无数生灵的怨念。这是……云溪月看见石头的瞬间，一下就愣住了，不敢相信眼前的事物。他挣扎着坐直了身子，指着那块石头：“神格，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作为神道修士，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东西意味着什么。那一瞬间，他眼中甚至流露出难以抑制的贪婪。那个邪修的，陈渊把斩杀刘青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他再也维持不住平日的清冷。这是神道修士突破到合境时，将自身神魂、神力与所感悟的天地法则融于一炉，才能凝聚出的至宝。完整的神格坚不可摧，代表着已经半只脚迈入神界。只有到合境大能陨落，或者被强行剥离，才可能碎裂。云溪月死的眼神狂热而又忌惮，每一块碎片都蕴含着一位到合境强者的法则、感悟和毕生修为。对我们这些低阶修士来说，这就是一步登天的梯子。任何一块现世都足以掀起一场血雨腥风，让无数宗门世家为之疯狂。他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但你不能用它，绝对不能。这种神格碎片里不仅有纯粹的力量，更承载着大能驳杂不堪的信仰愿力，以及他本人的神魂。你一个练气境的小修士去碰它，下场只有一个，就是神魂被撑爆，肉身被撕成碎片。”知道。陈渊捡起那块神格碎片，平静地回答：“但我也知道这是好东西。”云溪月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气得胸口起伏。“那你先把我放出去，我怕在……”话音未落，两人再次消失。杨鱼的大石碑前，神格碎片出现的瞬间，石碑爆发出剧烈震动，发出一阵阵低沉的轰鸣。灵魂深处的饥饿感再次喷涌，疯狂冲击着陈渊的理智。“你要做什么？你疯了？你想直接炼化它？”云溪月自然也能感受到这块石碑意图，整张脸血色进退。“我说了，你会死的，不炼化，我可能死得更快。”陈渊双眼盯着不断嗡鸣的神格碎片，你也看到了，他很想吃掉这东西。他向云溪月解释着，更像是在说服自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是到合境大能的东西，是至宝。我根本不知道仙府能不能完全遮蔽他的气息，万一哪天被人察觉到，你觉得我还有活路吗？陈渊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把命交到别人，会不会发现上？我睡不着觉，与其抱着一个随时会引来杀身之祸的宝贝等死，不如现在就赌一把。既然仙府对这东西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渴望，那就说明他有办法处理。仙府想要，那就给他。撑不爆。他伸出手，将神格碎片重重按在了石碑之上。神格碎片一碰到石碑，轰！一道擎天巨柱般的璀璨金光直冲云霄，甚至有洞穿天穹之势。仙府跟着轰隆隆作响，大地都开始剧烈抖动。神格碎片就悬在石碑正上方，被金光来回的冲刷。下一刻，一股浑着神圣和污秽的狂暴气劲在仙府里头轰然炸开。这股能量太过庞杂，太过恐怖，其中有到合境大能的天地法则感悟，有精纯磅礴的神力，但更多的是亿万信徒驳杂的信仰愿力，还有大能本人那扭曲疯癫的神魂印记。他们混杂在一起，疯狂冲击着仙府的每一个角落。
咔嚓，地上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好好的仙府，转眼就要崩塌一样。一股力量将陈渊和云溪月猛地分开，陈渊被强行按在了杨鱼鱼眼上，云溪月则被扯到了阴鱼的中心。他先前被仙府抽走的神力又被尽数还了回来，瞬间恢复了全盛状态。可他脸上却一点血色都没有。噗！身为月仙居的女主人，她与仙府气机相连，当场被这股能量冲击得喷出一口蜜血。疯子！云溪月朝着陈渊的方向大喊：“仙府要塌了！”他根本吞不下这枚神格碎片，一旦仙府崩溃，他们两个的神魂都会被这股能量洪流撕成碎片。陈渊那边比他更不好过，作为仙府之主，9成多的力道都冲着他去了。他不过炼气4层，若不是仙府本能的护住他，此刻怕是早已尸骨无存。无数不属于他的记忆反复切割着他的意识，有信徒跪在神像前，用最虔诚的语气祈求着最恶毒的诅咒；有凡人被当作祭品，在烈火中发出痛苦的惨嚎。那个到何敬大能扭曲而疯狂的脸，在他脑中狂笑，要将他取而代之。神明大人，求求您赐我长生，杀了他，杀光他们！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被吃了！结，血肉的滋味真是美妙。陈渊的意识在黑暗的深海中不断下沉，眼看就要彻底泯灭。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老母山上那个被若云一脚踹在泥水里，像狗一样蜷缩着的自己。不，我不能死，我好不容易才活得像个人，我还没活够。源自灵魂的狠劲，让他濒临溃散的意识重新凝聚。陈渊，撑住！云溪月尖利的吼声将陈渊从深渊中拉回，把你的灵力全部注入石碑，快！你想死，别拉着我！陈渊一个机灵，人清醒了过来。放心，老子肯定比你晚死！他嘶吼着，将体内的灵力连同仙府内储存的所有备用灵力疯狗般全部灌入脚下的阳玉。不够，还是不够！陈渊眼中血丝密布，也顾不上3721，从储物袋里抓出几瓶丹药，瓶塞都来不及拔，直接塞嘴里嚼。阴血丹、疗伤丹、回气丹，他哪还分得清是什么？只管疯狂地往下咽。轰！丹药入腹，在石碑的作用下，化作一股股精纯的灵力洪流，又被他全灌进了阳鱼里。有了2股力量的注入，即将崩溃的仙府颤动慢慢稳定下来。嗡鸣声中，阴阳双鱼爆发出刺目的黑白神光，开始一圈一圈转起来，旋转越来越快，最终化作一个太极磨盘，开始疯狂炼化那股狂躁的能量。恐怖的意志冲击随之而来，比刚才猛烈数倍。天上的金色光柱也越来越粗，整个云层都被染成了金色，绕着光柱疯转。陈渊的脑子里尸山血海的场面不断冒出来，无数厉鬼伸着手要他的命，而云溪月眼前是他最敬畏的月神神像，神像脸上流下2行血泪，指着他骂他不洁，骂他堕落，信仰在崩塌，道心在碎裂。与此同时，庞大的精纯能量被那太极磨盘硬生生提了出来，一丝丝亮金色的液体在石碑上绕了一圈，经过转化钻进了他的经脉。陈渊的身子就像个被吹胀的水囊，飞快地鼓了起来，皮肤表面渗出一道道血痕，整个人变成了一个血人。炼气4层圆满，炼气5层，他的修为在极致的痛苦中野蛮暴涨，经脉寸寸断裂，又被金色液体强行重塑拓宽。啊呀呀！身体的崩裂让他痛苦咆哮，肉体的痛苦远比神魂的折磨更加直接。而阴鱼上的云溪月也感受到了这股变化，他胸口的阴鱼印记正散发着灼热的金光，一股股神格的力量正通过印记源源不断地从陈渊那边传过来。这股力量与他体内的神力截然不同，精纯了100倍、1000倍，冲刷着他受损的神功。只是短短数息，他的道伤竟然好了大半。云溪月愣住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往上涨，虽然慢，但确实在恢复。他不敢相信地看向那个浑身是血、盘腿坐着的男人，这个毁了他一切的男人此刻竟然在赋予他新生。不知过了多久，仙府内的能量风暴终于渐渐平息，石碑把神格碎片里所有的杂质都炼化干净，只留下2样东西，一股被提纯到极致的金色神力和刺入陈渊体内的一样，另一股则是一缕灰蒙蒙的云雾状的本源法则之力，慢慢融进了石碑里。轰！陈渊体内传来一声闷响，炼气5层圆满，炼气6层。他的修为在耗尽了最后一丝金色神力后，稳稳地停在了炼气6层巅峰，只差临门一脚便能冲击炼气后期。陈渊猛地睁开眼睛，2道金光自瞳中爆射而出，久久不散。他能感觉到自己脱胎换骨了，经脉比以前宽阔了数倍，丹田气海中的灵力也带上了一丝金色的神性，变得更加凝练和厚重，神识更是暴涨，几乎能媲美筑基中期的修士。强大的感觉充斥着他的内心，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更加强烈的源自生命的欲望，他需要宣泄。陈渊一个闪身就来到了云溪月身旁，一把将他搂进怀里。你，他刚想呵斥，却对上了一双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眸子。你想做什么？陈渊不答，他只是将他抱得更紧。陈渊步步紧逼，你说呢？云溪月脚下往后挪了半步，背脊已经贴到了墙壁，嘴唇被咬出一道白印。陈渊，你先听我说，文英长老已将我许配给青州秦家，他把这事儿说出来，盼着能让他知难而退，哪怕只是让他心里存个忌惮也好。秦家？陈渊手上一顿，
他没听过这户人家。云溪月见他停下，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强撑着一口气接着说：婚约已定，我以世代嫁之人，你我到此为止。陈渊的眼睛不受控制的眯起，他心中了然，原来文英那个老妖婆来幽州就是为了这桩婚事。早已把云溪月视为自己私有物的他，又怎会容忍自己的东西被人觊觎，甚至要拱手让人？这让他心里窜起一股火。我就知道那个老太婆没安好心。陈渊猛地欺身向前，单手重撑在他耳侧的墙壁上，将他整个人圈死在自己怀里。那我问你，你也想嫁？云溪月被迫仰起头，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脸，呼吸有些急促。他当然不想嫁，他搬出这事儿就是想让这个无赖停手，哪知道他反而变本加厉。让开！他伸手想要推开他，却纹丝不动。陈渊反手扣住他的手腕，将他的双手死死按在墙上。陈渊，你放肆！他被迫倚在他的臂弯里，他的力量让他无法动弹，屈辱感让他脑中一片空白。陈渊看他还想张嘴骂人，另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力道之大让他瞬间失声。这下他嘴里只剩下呜咽，一双眼睛迅速蒙上水汽，看着我。陈渊声音低沉：你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谁都不能抢走你，天王老子也不行。墙壁上两个人影子被烛火拉长，摇曳不定。云溪月放弃了挣扎，他的双手被他牢牢控制着，只能被迫承受。我谁也不是，我就想做我自己。这话只在他脑子里转，身子却由不得他。陈渊加重了手上的力道，云溪月吃痛颤抖：还嫁不嫁人？他又问。他捏着他下巴的手指再次收紧，说话，眼泪从他眼角滑下来，浸湿了鬓角。不嫁。他声音颤抖，终究是低下了头。云溪月的大脑一片混沌，屈辱和疼痛撕扯着他的理智。一个时辰后，陈渊松开手，云溪月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顺着墙壁滑落在地。祭祀的礼服凌乱地堆在身上，发髻散乱，几缕发丝贴在惨白的脸上，显得格外狼狈。他蜷缩在角落，双臂抱住膝盖，将脸深深埋了进去，肩膀不住地抖动。陈渊整理好衣物，低头看着云溪月：我不会让你嫁的，哪怕是到何境，哪怕是粉身碎骨，我也会把你抢回来。不多时前，一处山脉，云雾缭绕，这里灵气浓郁，远胜外界。古老建筑群掩映翠绿之中，飞檐斗角，一道金色光柱从山脉冲天，撕裂厚重云层。那光柱贯穿天地，光芒万丈，将整个山谷照亮，宛如神迹降临。金光涌动，大地开始震颤，山石滚落，树木摇晃，能量潮汐以山脉深处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波动经过，护山大阵泛起连连波纹，静止嗡鸣作响。后山入口，三道身影匆匆飞来。二师姐，这是怎么回事？粉色襦裙女子手指直指冲天金光，灵气暴动，护山静止，要压不住了。二师姐眉心拧结，红色长袍裹身，手掐法诀，抬头眺望深处，金光带来的威压让她呼吸困难。师姐，我们进去看看。粉裙女孩性子急，抬脚便要闯入后山入口。站住！一声断喝，大师姐身形一动，拦住粉裙女孩的去路。青色长袍，身姿修长，目光扫过，带着拒人千里的冰冷与杀气。后山是禁地，宗门有训，就算宗门亲附，也绝不可擅入。他声音沉稳，话语却带着寒意。可这动静太大了，宗门护山大阵，怕是要藏不住了。大师姐收回目光，看向远方，金光异象，方圆千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动静，必然会引来各方势力探查。老三，你立刻去大阵外守候。他语气断然，吩咐道：若有修士靠近，就地斩杀，不得放过一人，绝不能让外人知晓宗门的存在。粉裙女孩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咬紧了嘴唇，点头领命，转身疾走。老二，你去将宗门其他弟子唤来。大师姐又开口，合力开启五方剑阵，能撑多久就撑多久。二师姐应声，立刻领命离开。大师姐独自站在后山入口前，她抬头望向贯穿天地的金光，睫毛颤了颤，心头浮上些许担忧。随后，她从怀中取出一枚玉佩，用力捏碎，玉佩碎裂，一道青色的流光冲天而起。青龙前辈，大师姐轻声唤道：宗门有难，请您出手。陈渊身形浮在仙府半空，石碑刚刚吞噬神阁，或许会有新的变化。他目光扫过，阴阳太极两边的迷雾退去，两座建筑显现，建筑形制古朴，比月仙居略逊一筹。坏女人，你快看！陈渊冲着月仙居喊了一嗓子。云溪月本不愿理他，但一想到在仙府内违逆他，说不定又会被，这才走出月仙居。俯瞰之下，云溪月心头震动，这仙府变大了。他不愿与陈渊说话，只是扭头不语。陈渊见他不说话，只当他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我猜想，这些建筑与石碑关联，想要解开石碑，便要吞噬大量资源，比如神阁。他自顾自地说道。云溪月听着没吭声，只是轻轻点了下头。正好多出2间屋，以后还能再住2个人。陈渊随口一句，这话落进云溪月耳朵里，却像针扎一样。再住2个人，他这是打算把别的女人也弄到这里来。他胸口一阵发闷，转过身就要回月仙居去。陈渊一步跨过去，攥住他的手腕。跑什么？又生哪门子气？云溪月被他抓着，挣脱不得，索性不挣了。
他抬眼看着这片仙府，话却是对着陈渊说的：“以这仙府神意，将来必非池中之物，身边自然少不了红颜知己，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这话听着豁达，可里面的酸味，连陈渊这木头都品出了一丝。那不一样。陈渊摇头：“他们是他们，你是你。这仙府里，你是我带进来的第一个女人。”云溪月听完，身子僵了一下，随即像是卸掉了全身的力气，垂下眼帘，轻声唤道：“公子。”这称呼从他口中发出，陈渊心口一震，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云溪月见陈渊受用，便继续说：“公子，放我出去吧。”云溪月再次开口：“我倒伤好了大半，修为也到了关口，需要闭关一阵。多久？”陈渊问。短则3-5年，长了或许要上100年。陈渊眉头一下就皱紧了，3-5年、100-10年，岂不是许久都不能与他？云溪月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抢先开口：“公子该把心思放在修行上，儿女情长只会拖慢你的脚步。幽州马上要乱起来，到时候能信的只有你手里的剑。”他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你那把青钢剑，若是还没扔，就继续带着吧。”他虽然不舍，但也明白他说的有道理。出了仙府，云溪月一言不发，走到月神像前跪了下去，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第一拜，拜神恩浩荡，赐我新生；第二拜，拜道途坎坷，误入红尘；第三拜，拜信仰崩塌，从此世间再无月神神女云溪月。他起身，头也不回，身形消失在殿门。殿内只剩陈渊一人，站着有些不是滋味。他咂摸了一下嘴，绑人确实不该，可那滋味，算了，女人家的心思想也想不明白，想不通便不想了，还是灵石丹药来的实在。他转身回了住处，清点这次的收获。灵石不多，100-10来块下品，估摸着都叫那邪修练功用掉了，但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那杆翻阴气太重，陈渊直接丢进仙府镇着。这玩意儿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见光。接着是一张人皮面具，触手冰凉，往脸上一贴，面皮一阵蠕动，镜子里就多了个虬髯大汉。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古人诚不欺我。陈渊对着镜子左摸摸右看看，剩下的就是鸡瓶丹药，还有从那几个碧池宫弟子的法器衣物。这些带标记的东西都是烫手山芋，得尽快换成丹药灵石才行。脑中最先想到的就是黄茬儿，他或许有办法，可在碧池宫找了一圈，问了几个弟子，都说不认识这个人。他悻悻然回到神玉殿，刚进屋，一道白影就扑进怀里。陈渊惊喜，抱起小银月，举过头顶，左看右看，心中雀跃，这下总算是有个伴了。狐狸身上背着个小锦囊，陈渊取下打开，里面是张字条：“小师弟，我就知道你死不了，家里有点事，我先回去几天，小银月就留给你了，可不许欺负他哟。”陈渊看完咧嘴笑了，一个要闭关100-10年，一个说过几天就回，还是小师姐贴心。如今修为到了炼气6层，正是需要丹药巩固的时候。黄茬儿不在，只能自己想办法。陈渊戴上人皮面具，换了身破烂袍子，对着镜子照了照，确定认不出，这才溜出神玉殿，往房室去了。方士来往的大多是些炼气期的散修和碧池宫的弟子，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劣质丹药的味道，也有一些凡人的吃食香气。陈渊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学着别人的样子铺开一张破布，将那些低阶法器材料摆了上去，一口生了锈的飞剑，一面有了裂纹的铜镜，还有几张符，一点草药和矿石。这些东西对陈渊来说是垃圾，但对于那些穷困的低阶修士而言，却是难得的宝贝。道友，这件怎么卖？很快就有人上来问。陈渊学着旁人的样子，伸出5根指头，500块下品灵石。那修士给吓了一跳，50。陈渊只想尽快出手，价格低点无所谓。那修士一听，眼睛都直了，掏出灵石，抓起剑扭头就跑，生怕陈渊反悔。买卖开张，陈渊心里有了底，他的摊位因为价格公道，东西品质也还过得去，很快就围了不少人。就在这时，一道温婉的声音在他摊位前响起：“道友，这把剑能看看吗？”陈渊抬起头，陈渊抬头，是个20来岁的女修，一身淡蓝弟子服，身段丰腴，鹅蛋脸，嘴角有个小酒窝，修为是神奇5层，比陈渊伪装出的气息要高一些。他一双眼就没离开过地摊上那把水云剑，这把剑是那3个倒霉的碧池宫弟子中品质最好的一件法器。看吧。陈渊点了下头。女修苏锦蹲下身，小心拿起水云剑，指尖在剑身上划过，像摸着什么心爱之物。剑身传来的水灵力让他这个主修水系神道的修士心里欢喜。道友，此剑作价几何？他声音里带着点紧张。陈渊还没开口，一个刻薄的男生就插了进来：“姐儿，你看上这种破烂货色做什么？一把低阶法器而已。”陈渊循声望去，一个身材瘦高、衣着邋遢的男修一脸不屑地走了过来。一个瘦高男修走过来，也是一身弟子服，炼气6层修为，是苏锦的道侣王腾。王师兄，这件很好，是上品法器。苏锦抱着剑，小声辩解：“上品法器又如何？灵石要用在刀刃上，我马上就要冲击神起7层了，到时候给你买更好的。”王腾说的豪气干云。苏锦抱着剑的手紧了紧，垂下了眼皮，承诺总在明日，灵石却只花在今日。陈渊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好一头肥羊，不是2头。他脸上堆起憨厚的笑，
对苏景说道：“这位道友说的在理，这件确实不值什么钱。我看姑娘真心喜欢，30块下品灵石，你拿走。30。”王腾的声音拔高：“你怎么不去抢？一把破剑，最多10块。”苏景扯了扯他的袖子，脸有些发烫：“王师兄，别这样。”陈渊也不恼，对苏景摊了摊手，嘴唇却没动。一道声音直接钻进了苏景的脑子里：“你这位道侣似乎并不在乎你。”苏景身子一僵，猛地看向陈渊，那个虬髯大汉脸上挂着憨厚的笑。这是传音入命，神机境修士才能掌握的手段。这不起眼的散修，竟然是个前辈高人。前辈，他下意识的传音回应，心头狂跳。他马上就要冲击神起7层，你呢，还在5层原地踏步。再过几年，他若真成了，你觉得他还会要你这个拖油瓶吗？苏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等会儿你找个借口支开你这位道侣，到房市东头歪脖子树下找我。我不仅将此剑赠你，还送你一瓶凝露丹。凝露丹！苏景脑子嗡的一声，那可是2阶丹药，价值上百块下品灵石，对他冲击炼气6层大有裨益。可是他看了一眼旁边还在为几块灵石跟摊主争得面红耳赤的王腾，心头泛起挣扎。王腾虽小气，可终究是他的道侣，用身子换机缘，这步踏出去，可就再也回不了头了。怎么不敢？陈渊的传音再次传来，机缘就在眼前，抓不住他就不是你的。道侣也是一样。说着，他便对另一个问价的修士喊道：“这位道友，水云剑30块下品灵石，要不要？”别！苏景脱口而出。他一咬牙，心里的天平彻底倾斜。他忽然捂着肚子，脸色发白的对王腾说：“王师兄，我肚子忽然好痛，可能是昨天修炼出了问题，我想先回洞府休息了。”王腾正吵得起劲，闻言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去吧去吧，真麻烦。”他甚至没回头看苏景一眼。王腾的态度让苏景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他放下剑，失落的转身，快步离开了房市。王腾见状也没了兴致，骂骂咧咧的走了。陈渊不紧不慢的收了摊，把剩下几件垃圾打包卖给旁边的摊主，这才朝着房市东头走去。歪脖子树下，那道淡蓝色的身影已经等在了那里。大树树干粗壮，需几人合抱，正好把房市那边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苏景独自站在树下，2只手绞着衣角，脚尖不安地碾着地上的落叶。见陈渊从房市那边走过来，他往后挪了半步，让树干挡住自己。前辈，别叫前辈。陈渊脸上憨厚的笑意不见了，叫我陈大哥吧。那把水云剑，你想不想要？苏景用力点头，眼睛里全是渴望。陈渊也点点头，说道：“水云剑和凝露丹，我都能给你，但你总得拿出点什么来换。”他往前走了一步，继续说道：“你也该知道，这世上没人会平白无故对你好。”苏景的脸有些白，嘴唇嗫嚅：“我没有灵石了，刚才被王腾都要走了。”我不要灵石。陈渊又往前凑了凑，用你的手换那把剑。苏景脑子嗡的一声，脸颊烧了起来。她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哪里不明白这话里的意思？我有道侣了。她把头扭到一边，低声说道。他？陈渊嘴角讥诮一下，为了10块下品灵石，就让你在房市里脸面丢尽的男人。他快神起7层了，你呢？还在5层。你真觉得等他冲上神机，身边站着的还会是你？再说了，只是用手，算不得背叛，是你凭本事换来的机缘。陈渊几句话说的苏景身子晃了晃，他也不再多说，只伸出手，掌心向上，意思很明白，就看他自己怎么选。苏景低着头，眼泪挂在眼尾，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储物袋，又想起王腾刚才不耐烦的嘴脸，再看看眼前这个男人，这机缘就在眼前，抓住他就能离神起6层更进一步，抓不住，或许就真的要被王腾远远甩在身后，到时候就像一块用旧的抹布被随手丢了。过了许久，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慢慢蹲了下去。没一会，一个刻薄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哟，你那堆破烂卖不出去，搁这儿干啥呢？”王腾双手抱在胸前走了过来，他只看到陈渊侧着身子对着粗大的树干往前凑。苏景整个人都定住了，想把手抽回来，一只大手却闪电般落下，紧紧扣住他的手腕。蹲在地上的苏景使劲低着头，恨不得把脸埋进土里，生怕王腾多走几步发现自己。陈渊侧过脸瞥了王腾一眼，原来是这位道友。哎，那堆东西卖不出去，又实在内急，只能来此方便一下。他话锋一转，又说道：“我刚才在摊子上就觉得道友气度不凡，听闻马上就要冲击神起7层，真是天纵奇才，让我这种蹉跎了半辈子的人好生羡慕。”这话让王腾很是受用，他下巴一扬，胸膛挺起。那是自然，我王腾的资质在整个幽州也是数得上号的，不像某些人一把年纪了还在神起境混吃等死。陈渊叹了口气，带着些许落寞：“是啊是啊，对了，刚才那位神女是道友的道侣吧？道友好福气啊。”他王腾嗤笑一声，浑然不知树后还有个人在听。一个拖油瓶罢了，资质平平，若不是看他还有几分姿色，我早把他甩了。女人嘛，不过是修行路上的垫脚石，等我到了神机境，什么样的神女找不到？术后，苏景的身体彻底软了下去。拖油瓶垫脚石，原来我在他心里就是这个。自己这些年的付出，那些温柔体贴，在他眼里
竟是一文不值，自己省吃俭用给他买丹药，他却为了10块零食当众让自己下不来台。他说等他到了神机境，什么样的仙子找不到？原来他早就盘算着要把我甩了。我算什么？我到底算什么？泪水再也忍不住，决堤似的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陈渊抓住这个时机，手掌一把抓住他的发髻。什么声音？王腾耳朵动了动，朝这边看过来。风声吧。说起来，今天风还真有点凉。陈渊的声音听着有些吃力。王道友，你不知道，到了我这个年纪，想痛痛快快尿个尿都成了奢望。王腾撇撇嘴，嫌弃的往后退了半步，又问：你还没完事？陈渊的话里全是过来人的沧桑。快了。他忽然又像是想起什么，从储物袋里拿出水云剑，扔给王腾。王道友，刚才房事人多，是我唐突了。这把剑，就算我赔个不是，你拿去送给尊夫人吧。能结交王道友这样的青年才俊，是我陈某的荣幸。王腾愣住了，他看着流光溢彩的上品法器，又看看一脸诚恳的陈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人是个傻子，白送一把上品法器，就为了结交自己。他一把抢过水云剑，脸上堆起笑容。好说，我叫王腾，以后在碧池宫有什么事可以报我的名字。我叫陈渊，师长几岁，道友看得起，就叫我一声陈大哥吧。陈大哥，王腾叫的那叫一个顺口。陈渊又开口：王道友真是好福气，贵夫人那样的美人，想来追你的女修也不少吧？道友在床上的功夫，想必也是1等1的厉害。王腾被捧得晕头转向，昂着头吹嘘起来。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我是谁。别说苏锦，就是那些神机境的师姐，对我暗送秋波的也不少。至于玉女之术，我自有心得，保证让她服服帖帖。两人又说了几句，王腾拿着剑大摇大摆地走了。他一走远，陈渊就松开了苏锦。现在看清他是什么样的人了。等了半晌，陈渊才往后退开一步。苏锦瘫在地上，拼命吸着空气，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难受，胃里翻江倒海，只想把5脏6腑都吐出来才算干净。陈渊抬手整理了一下衣物，苏师妹，那把水云剑我给了你的道侣王师弟，你回去找他要就是了。苏锦的呛咳声停了，他手抖得厉害，从储物袋里摸出块手帕，用力擦着自己的手指，指节被搓得通红，像是要搓掉一层皮。多谢陈大哥。他的声音又小又抖，还带着哭出来的鼻音。手一翻，掌心多了个瓷瓶。我陈渊说话算话。他把瓷瓶在手里晃了晃，丹药撞击瓶壁，叮当作响。但这瓶丹药，你得再做一件事。苏锦脸上刚刚浮现的一丝血色又消失不见，他惊恐地抬头，眼睛里水汽蒙蒙的望着陈渊，生怕从他嘴里听到比刚才更让他崩溃的要求。陈渊看着他吓破了胆的样子，心里反而定了，这种人最好拿捏。别怕，不是什么难事，我手里往后会有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法宝、丹药、材料之类的，你替我拿去房市卖了，我这身份不好自己去。这话一出，苏锦整个人都松垮下来，但随即又揪起了心，脑袋也垂了下去。陈大哥，我嘴笨，不会跟人讲价，要是卖亏了怎么办？陈渊要的就是他这副老实样，嘴笨才好，不会耍花样。他往前凑了一步，压低声音：亏了算我的，我看上的就是你心思纯净。再说了，也不能让你白帮忙，卖掉的东西你拿一成。苏锦抬起头看着陈渊，脸上还挂着泪，嘴巴半张着，半天合不拢。他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连衣物都没有整理，就要对着陈渊跪行礼。陈大哥，这太多了。苏锦不敢要。陈渊伸手一把攥住他的手腕，没让他跪下去。苏锦的手腕又软又暖，但在他手里抖个不停。别忙着推辞。陈渊就这么拉着他，不让他挣脱。我先问你几件事。苏锦不敢动，也不敢抽回手，只好僵着身子点点头。这房市里什么最值钱？丹药。苏锦被他攥着，心都快跳出来了，声音更是越来越小。特别是我们神道修士能用的丹药，药材不金贵，但我们神道修士不会炼丹，仙道修士可以操控灵力，才懂了炼丹之法。可仙道修士本就少，会炼丹的丹师更是宝贝。那些大丹师都被大人物供着，像我们这种底层的，想求一颗合用的丹药太难了。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带着敬畏与艳羡。就像您给我的这瓶凝露丹，只是2阶丹药，可要是在房市里卖，他咽了口唾沫，少说也得500下品灵石，不然没人肯出手。500！陈渊的脑子嗡的一声，500块下品灵石，他卖10件上品法器，累死累活才能凑够这个数。杀人放火，冒着被筑基修士打死的风险，从刘青那死人身上才摸出110来块。现在苏锦告诉他，一颗破丹药就值500。陈渊一直以为杀人越货是这世上最来钱的方式，今天才晓得，跟炼丹的比起来，那算个屁。陈渊心头火热，但又觉得把有些亏，索性一把将苏锦拉进怀里。碧池宫的藏经阁有神道的心法吗？陈大哥，不可以。苏锦的脸一下子烧红，但见陈渊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他只能硬着头皮答话：心法是什么？我没听说过。陈渊皱起眉头：没心法？你们怎么修？神力从哪来？神力不是自己修的。苏锦看他的眼神有点古怪：您都神机境了，难道不知道？陈渊被问得有点脸上挂不住，含糊道：可我弟功法不一样，
不太清楚其他的法门。苏锦不敢多想，连忙解释，神道修的是神术，是取悦神明的法门，我们的力量是靠发展信徒来的，信徒的香火愿力会汇聚到我们信奉的主神那里，然后主神根据功绩和虔诚，把提纯后的神力赏赐下来，主神越强，我们修为越高，功绩越大，分到的就越多。他停了一下，又补充道，或者杀了别的神道修士，抢走他们的神性，这样主神本来赏给他的那份，短时间里就会转到你头上。原来是这么回事，陈渊一下就想明白了，和村子中的概念有什么区别？所谓的神，不就是个收租子的地主老财，底下的凡人信徒就是佃户，拿香火当租子交上去。苏锦这些神道修士就是地主家养的狗，要么就拼命去圈地，多找些佃户，好多收租子，要么就去咬死别家地主的狗，把别人的饭碗抢过来。好一个神道！最后一个问题，陈渊的手更加不老实。他急忙按住陈渊的手，不让他乱动，但又怎么拧得过陈渊？前辈，请问藏经阁有教人炼丹的书吗？有，肯定有。苏锦想也不想就说，不过那些书没人看，都扔在第一层。此时的他脑中已经快无法思考了。陈渊问啥答啥。可陈大哥，你这身打扮不像宗门弟子，进不了藏经阁。陈渊这才松开他，说道，我自然是宗门的人，只是现在还不方便露面。苏锦心头狂跳，原来这个男人脸都是伪装的，他不敢再多看，本能的想要退后，似乎离他远些，那股无形的压迫感就能轻上几分。只要有宗门令牌，再去执事堂兑换了贡献点，就能入阁借阅。若是贡献点足够，甚至能将孤本拓印在玉简之中，待出阁去。我不知道我的贡献。陈渊又尴尬起来。陈渊闻言，眉头微微蹙起。他刚入宗门，顶着个杂役弟子的皮，哪来的贡献点？若是去执事堂接任务，耗时耗力不说，还容易暴露行踪。3天后，你陪我去一趟藏经阁，帮我找书。至于贡献点，哗啦一声，一堆杂乱的物件被丢在地上。这些破烂，你先拿去处理了，房事也好，私下交易也罢，换成贡献点。苏锦心里乱成一团麻，他不明白，一个神道前辈干嘛要去钻研炼丹术？但这事轮不到他问，也没胆子问，只能点头应下。王腾的洞府中，他正盘腿坐在蒲团上，周身神力涌动，显然是在为冲击神起7层做准备。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什么事？没看我正要紧吗？苏锦走到他跟前，低着头不敢看他。王腾，那把水云剑。王腾睁开眼，眉头拧成一团。什么剑？哦，你说房事里那小子送的？怎么，你还惦记上了？不是，那位师兄说剑是给我的，你先还我。王腾嗤笑一声，给你？苏锦，你脑子坏了？一件上品法器给你不是浪费？你那点修为配用这么好的剑？他踱了2步，像是想起什么的意识。再说，剑已经没了。你把它怎么了？卖了。王腾从储物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瓷瓶，在手里掂了掂，换了点好东西。他拔开瓶塞，凑到鼻尖深吸一口，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有了这颗丹药，我3天之内必能冲上神起7层。王腾瞥了苏锦一眼，到时候你跟我可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苏锦，你最好识相点，别再拿这些破事来烦我。苏锦的眼睛却直勾勾地看着那个黑色瓷瓶，这是什么丹药？燃魂丹。王腾毫不避讳，脸上满是狂热，能瞬间激发神魂潜力，冲关破境，再容易不过。那卖我丹药的师兄说了，这可是宝贝，寻常人想买都买不到。燃魂丹。苏锦踉跄着向后退了一步，撞在门框上，在房室里逛到天黑，陈渊才回到住处。他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把刚买的烧鸡撕开，扯下一条腿就往嘴里塞。烧鸡的外皮烤得焦黄，他嚼得满嘴流油。啃完一条鸡腿，才看见小银月正蹲在旁边，眼睛就没离开过他手里的鸡。想吃？陈渊从鸡架上掰了块骨头扔到他面前。喏，啃去吧。在村子里，狗都是吃骨头的，想来狐狸也差不多。小银月低头闻了闻骨头，又抬眼看看陈渊手里的肥鸡，喉咙里咕噜一声，干脆扭过身子，拿屁股对着他。嘿，你这小东西还挑食？陈渊觉得好笑，又扯了块带肉的骨头丢过去。小银月还是不理。陈渊有点不耐烦了，拎着烧鸡站起身，正想把这畜生抓过来教训一顿，只是一个起身的空档，手里忽然一轻，再抬眼，那白狐已经窜出7、8米远，嘴里叼着烧鸡，正得意地看他。我操！陈渊骂出声，你个小畜生，把鸡给老子放下！他扑过去，狐狸身子一扭，化作白影就绕着店里的石柱跑，一会儿钻神台底下，一会儿跳上供桌。陈渊追得气喘，连他一根毛都没摸到。最后小银月后腿在石柱上一蹬，直接窜上房梁，找了个地方趴好，当着陈渊的面低头就撕咬起烧鸡来。陈渊站在神像下面，指着他骂了半天，狐狸压根不理，吃得满嘴是油。他没辙了，只好把自己先前啃剩的那根鸡腿骨头捡起来，放嘴里缩了缩胃。等小银月把一整只烧鸡啃到只剩骨头架子，才打了个哈欠，从房梁上跳下来。他走到陈渊脚边，拿脑袋蹭他的裤腿，喉咙里发出呜呜声。吃饱了知道来找我了，晚了。陈渊嘴上骂着，手却伸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他挠挠小银月的下巴，
狐狸舒服的眯起眼，你说你一只狐狸吃东西比人还精，我要是会炼丹就好了，炼一颗能让你变成人的丹药。他一边说一边琢磨，这狐狸要是变成人会是个什么样？看他这么机灵，应该是个淘气小子吧。想到这里，他心里冒出个念头，这狐狸到底是公是母？黄茬儿也没跟他说过。喂，小东西，让我看看。陈渊一只手托着狐狸，另一只手就往他2条后腿中间探，想掀开尾巴看个究竟。怀里本来温顺的白狐，身子一僵，慢慢朝陈渊的脸撇过头，喉咙里发出低吼，白毛都炸了起来。陈渊还没反应过来，他张嘴就一口咬在他手背上。嗷！陈渊痛叫一声，手一松，狐狸窜到地上，弓着背对着他呲出满嘴尖牙。他举起手，手背上2排细密的牙印已经渗出血珠子，还真下嘴啊你！陈渊甩甩手，说到脾气这么冲，肯定是母的。这几天，陈渊一边拿仙斧把灵石换成灵力，稳固修为，一边琢磨着炼丹的事。杀人放火不如炼丹，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必须学炼丹。只是自己连个丹方都没有，要是有个师傅教教就好了。云溪月在的话，还能求他想想办法，可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出关。还有他说的幽州要乱，是要打仗。陈渊也懒得想了，反正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自己有实力才是正经。碧池宫的藏经隔分2层，第一层放着些基础功法和杂书，用宗门贡献点就能看。第2层是碧池宫的核心传承，只有公主和长老能进。陈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藏经阁，他当然没有令牌，云溪月压根就没给过他。不过他手里有那3个倒霉蛋的令牌，正好拿来用用。看门的老执事头发全白了，靠在椅子上打瞌睡，只抬了抬眼皮扫过陈渊递过去的令牌，就嫌烦似的挥挥手让他进去了。陈渊在书架间踱步，一是熟悉下地方，二是看看苏锦到了没有。果然在一排书架后头，他看见了苏锦，他正踮着脚伸长了胳膊去够高处的一本书。陈渊走了过去，苏锦师妹好早。苏锦吓了一跳，肩膀一缩，手里的几本旧书哗啦掉在地上。他回过头，脸上的血色褪了个干净，又慌忙蹲下去收拾。陈大哥，你怎么才来？昨天练功太晚了，有点睡过头了。其实不是练功晚了，就是单纯睡过了。找到有用的没？陈渊看着他手里的书，苏锦把手里的3本线装旧书递给他。这本《千丹经典》讲炼丹的火候和步骤，这本是某个前辈的炼丹笔记，还有这本是一些偏门的丹方。我瞧着上头的药草名字都怪，就拿下来了。还有不少丹方，但记得都是很早以前的，我看很多药草都找不着了，就没拿。陈渊伸手接过书，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直接捏住苏锦的下巴，让他把头抬起来。干得不错，想得挺周全。苏锦的脖子一下就红了，他这辈子修行，除了被王腾呼来喝去，还是头一回被个男人这么对待。陈大哥，你别取笑我。陈渊翻了翻手里的书，正是他要的东西。我没取笑你。他在苏锦的脸上摸了2下。行了，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丹方。这排书架放的都是神道修士用不上的东西，落满了灰，又在最角落，压根没人过来。2人在窄窄的书架过道里走动。陈渊本是想找书，可苏锦想从他身边挤过去，每次那身子都得贴着他蹭一下。眼睛落在他踮脚时绷紧的小腿肚上，又顺着腰往上，看见他伸手够书时，胸口的衣料鼓鼓囊囊的，好像随时要撑开。他走过去，从后面伸出胳膊，直接把苏锦整个人按在了书架上。啊！苏锦叫出声，随即又赶忙2手捂住嘴，身子软了下去。陈大哥，这里是藏经阁。我知道。陈渊的呼吸喷在他的后颈上，会被人看见，那就小声点。师兄，王腾他正在闭关冲击炼气7层，很快就要出关了。他想拿王腾出来挡一下，是吗？陈渊的手臂收得更紧，把他整个人箍在怀里，嘴巴凑到他耳边。那我们更要抓紧时间了，不是吗？陈渊一手撑在书架上，将苏锦整个人圈在自己和书架之间。师妹，你也不想我们之间的事情被你道理知道吧？这话一出口，苏锦膝盖一软，全靠2只手爬住书架的木沿才没瘫软下去。若是被王腾知道，他不敢想自己会被打成什么样。苏锦闭上眼，下唇被牙齿咬出了血印，整个人抖个不停。陈渊心下明了，这女人怕他道侣，怕得要死，拿捏起来最是省事。他一只手从他后颈滑下，苏锦像被惊到的兔子。陈大哥，不！陈渊的手停顿了一下，一把捏住他的手腕，轻巧的反剪到背后，单手扣死。苏锦失了支撑，整个压在书架上。苏锦嘴里露出一声闷哼，随即赶紧用手捂住，生怕引来外人。这里可是藏经阁，随时都可能有人过来。书架的阴影里只剩下2人的声音。苏锦的挣扎越来越轻，最后他的头抵着书架，彻底放弃。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脚步声从书架过道那头传了过来。锦儿，你在哪？是王腾的声音，他出关了。这声音把苏锦吓得一个机灵，他用尽全身力气推开陈渊，手指发抖，手忙脚乱地去拉散开的衣领。陈渊倒是不慌不忙，先理了理自己的衣袍，甚至还有空伸手帮苏锦抚平裙摆上被捏出的褶皱。王腾的身影出现在书架另一头。锦儿，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找了你半天。王腾走过来，一脸兴奋。我虽然冲击神起7层失败了，但收获极大，感觉用不了多久就能再次闭关，这次一定能成。他自顾自地说着，压根没注意苏锦的脸色和发抖的身子，直到看见了陈渊。陈师兄，王腾的眉头皱了起来，目光在两人之间打量。苏锦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连忙开口：王腾，我刚才向云渊师兄请教了几个修炼上的问题，我们切磋了一下，后来陈师兄要找书，我才来帮忙的。切磋？王腾的眼神变得狐疑，他不是傻子。苏锦满脸不正常的红，呼吸急促，眼神躲闪，不敢看他。再看看陈渊，虽然面上镇定，衣衫也有些乱，这哪是交流功法该有的样子？陈渊迎上王腾的目光，脸上反倒露出几分赞叹。苏锦师妹天赋异禀，尤其在水系神术的控制上精妙绝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切磋下来，我也是见识着了道，这才狼狈了些。这话正中王腾下怀，他立马舒展了眉头，脸上全是得意。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是谁的道侣。他得意地伸出手，在他肩膀上用力拍了拍。苏锦的身子僵得像块石头。陈渊一挥手说道：既然王师弟也来了，不如一块帮忙找一找，如果陈某用得上，必有重谢。王腾听见有重谢，脸上笑开。陈渊出手阔绰，他是见识过的，不知陈师兄在找何物？这藏经阁最里边，怕是些没人用的杂书吧？劳烦王师弟帮忙寻一些1阶、2阶丹方。王腾心里一动，陈师兄寻丹方作甚？我们神道弟子又不会炼丹。陈渊嘿嘿一笑，师弟你天赋好，家底厚，自然不知道我们这些底层修士的苦日子。丹药那么金贵，要是记住丹方上的草药，出门历练时自己多采些，再找丹师代练，能省下一大笔零食。运气好，倒腾一下，说不定还能大赚一笔。原来如此，我怎么就没想到？王腾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陈师兄心思如此缜密，倒是我平日不缺丹药，没往这处想。好，这忙我帮了。陈渊点点头，指了指前面，那就有劳师弟了。你去前2排书架找找，我和师妹在这一排才找了一半，等找完就过去跟你会合。王腾应了一声，转身往前2排书架去了。王腾一走，苏锦吓得转身就要跟上，却被陈渊一把抓住手腕扯了回来。他刚要出声，嘴就被堵住。苏锦眼前一阵阵发黑，手脚并用地捶打着陈渊的后背，直到他快要晕厥过去，陈渊才松开。苏锦2腿再也撑不住身子，扑通一声跪坐在地，捂着脖子拼命的吸气。姐儿！听到动静的王腾立刻跑了回来，他只见苏锦跪在地上，头发散乱，脸长得通红，正拼命喘气。你怎么了？苏锦说不出话，只是摇头。陈渊立马说道：苏师妹刚才想拿最上层的书，没站稳，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估计是方才切磋，神力损耗有些多了。他看着苏锦问道：没事吧苏师妹？苏锦低着头，没事，我会小心的。既然师妹伤了，那今日就到此吧，有机会再劳烦2位。陈渊说完，便拿着挑好的几本书往藏经阁入口去了。王腾扶起苏锦，还在问：姐儿真的没事？苏锦扭过头，不敢看他。没事，休息一下就好。我们也走吧，别让陈师兄等着。陈渊用那3枚死人令牌中的一个扣掉贡献点，踏印了玉简。到了藏经阁门口，陈渊向王腾拱手：陈某还有一事，还想请王师弟帮忙。师弟见多识广，不知这附近哪里有炼丹师，我也好找个门路。王腾被捧得舒坦，压低了声音说道：此事我当然知道，不过这都是秘密。陈渊凑上前，立在苏锦身侧，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塞进王腾手里。此事对陈某非常重要，还望师弟不要吝啬。王腾掂了掂手里的丹药，脸上的笑意藏不住了。此事只告诉师兄一人，切莫外传。哼！王腾正要往下说，旁边的苏锦忽然哼了一声，身子晃了一下，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只当他是不想自己把此事告诉陈渊。哼，男人的事你少管。他哪里知道，一只大手已经到了。王腾清了清嗓子，说道：幽州城的杨家就供着一位炼丹师。幽州杨家，多谢王师弟告知。王腾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口试探。宗门弟子自发组织了一场去老母山的狩猎，获取灵草材料，时间定在了2个月后，不知陈师兄可有兴趣同去？所获之物，我2人7，你3，如何？王腾见陈渊没说话，又补了一句：到时候陈杰师兄也会去，我可以帮你引荐引荐。那就多谢师弟了。王腾扶着苏锦的胳膊，嘴里吹嘘着自己对修行的见解，唾沫星子乱飞。陈渊跟在2人后头，没出声，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转着。炼丹师，幽州杨家，这事听起来简单，可细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杨家的炼丹师凭什么教他一个外人？自己现在这身份，在碧池宫里连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家高高在上的丹师，怕是连正眼都不会瞧自己。这事得想个法子撬开杨家的嘴。走到岔路口，王腾终于说累了，打算回自己的洞府。陈渊出声叫住了他：王师弟，等一下。王腾扭过头，眉头拧成个疙瘩，脸上就差写着有屁快放4个字。可他一看见陈渊，又想到刚收的好处，那眉头才松开，脸上挤出笑来。陈师兄还有事？陈渊的眼光落在旁边低头不语的苏锦身上。我这人懒，不喜欢出门。
往后有些东西要换零食，还得麻烦苏锦师妹，她来回跑不方便。王腾不是傻子，他听出话里的意思了。师兄有话就直说。陈渊也不兜圈子。神玉殿外头有几间没人住的空屋子，我想让苏锦师妹搬过去，离得近，好办事。这话一出口，王腾脸上的笑登时就没了。他下巴一绷，死盯着陈渊，让自己的道侣搬去和另一个男人做邻居。这事要是传出去，他王腾的脸往哪放？陈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王腾的声音发冷。我王腾敬你是个人物，才跟你交朋友，你别太过分。苏锦吓得往后缩了半步，躲到王腾身后去。陈渊脸上一点波澜都没有，没什么意思，就是图个方便。他从怀里又摸出一个瓷瓶，在手里抛了抛，这里头是一瓶疗伤丹，我还印了苏师妹卖出的东西，他拿一成里。王师弟要是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碧池宫弟子几十个，找个腿脚麻利、嘴巴牢靠的，应该不难。说完，他手一抬，做事要把瓷瓶揣回怀里。又是疗伤丹。王腾的呼吸顿了一下，眼珠子就跟粘在了那个瓷瓶上，再也挪不开。一瓶就值100块零食，若是卖了再加点，又能换一颗燃魂丹了。他喉头滚了滚，咽了口唾沫。脸面能换来他冲关的丹药。短短一瞬间，王腾心里头已经给自己想好了1万个理由。苏锦搬过去就是住得近，方便给陈师兄办事，又不是真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再说了，陈渊这种高人怎么会看得上苏锦这种姿色中上的女人？对，就是办事，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修行大业。他一把抢过陈渊手里的瓷瓶，攥住不放。可师兄说的是哪里话？王腾脸上又堆起笑来。我刚才就是脑子没转过来。姐儿能给师兄办事是他的福气。他转过头对着苏锦开始训斥。姐儿，你傻站着做什么？还不快谢谢陈师兄。陈师兄让你搬过去住，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我早一天突破，你在这宗门里也能少受点气。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苏锦抬起头看着王腾，看着这个男人为了几颗丹药就把自己推到别的男人身边。他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陈渊看够了这出戏，他对苏锦说，去收拾东西，我在神玉殿那边的空屋子等你。说完，他转过身迈步就走，再没看王腾一眼。王腾捏着丹药咧着嘴，已经在盘算怎么用这笔横财了。姐儿，你听我说，这可是大机缘，你可得把陈师兄伺候周全了。他手指头缝里漏点东西，就够我们吃喝不愁了。苏锦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转过身走向自己的小屋。王腾跟在后面，嘴巴不停教他怎么讨好陈渊，怎么多要好处。脸上有些湿，他抬手胡乱抹了一把，才晓得是自己哭了。回到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缺了角的桌子，这是他在这碧池宫里唯一有存在感的地方，现在也要没了。他没多少东西，他把东西一件件塞进一个布包里。王腾就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看着他收拾，嘴里还念叨着，对了，你搬过去以后记得多在陈师兄面前说我的好话，让他晓得我王腾是个讲义气值得交的朋友。苏锦背对着他，身子又是一僵，他提起那个小小的包袱从王腾身边走过，头也没抬。王腾还想再嘱咐几句，苏锦已经走远了。他掂了掂怀里的丹药，哼着小曲，扭头回了自己洞府。苏锦一个人走在山路上，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啊，也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神玉殿外的确有几间破屋，本来是黄婵儿的住处，但黄婵儿喜欢住在神玉殿内，就一直空着。屋子常年不住人，便有些破败。苏锦提着包袱站在屋前，胸口发闷，推开门，里头就一张床，上面全是灰，这里就是他往后住的地方了。他正准备放下包袱，身后传来了脚步声。苏锦把包袱按在怀里，身子绷直，等着陈渊进来。他以为马上就要背，可陈渊就站在门口，扫了眼屋里，眉头一皱，脏死了。陈渊懒得进门，从储物袋摸出个钱袋，直接扔到苏锦脚边。这里面是50两银子，还有10块下品零食。明天去房市找人把屋子修一下，再置办些家具被褥，缺什么就自己去买。他又丢过去一个储物袋，往后你每天去房市买3人份的饭，再把房市里卖的低阶药材一样来一份，钱不够了就跟我说。说完，陈渊扭头就回了神玉殿。苏锦一个人站在破屋里，半天没回过神来。这就完了？他本以为自己会被像个玩物一样对待，可陈渊连门都没进，只是给了钱和活，他心里反倒空空的，说不上是啥滋味。第二天，苏锦拿着钱去了房市，他头一回手里攥着这么多钱，胆子也大了些。找了工匠修屋，买了新床新被褥，屋子收拾干净，看着顺眼多了。他还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剩下的钱他按陈渊的吩咐去药材铺子，把那些最便宜的药材一样买了一份。晚上他把药材送到隔壁屋。神玉殿是禁地，陈渊白天就带小银月来这里，只在晚上才回店里睡。他进门时，陈渊正对着一块玉简发愁。陈大哥，药材买回来了。苏锦小声说。放那。陈渊头都没抬。这书上写的什么君臣佐使，什么文武火候，字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却看不懂呢？炼丹根本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炼丹哪是想的那么简单？丹炉没有，火也不会控，连药理都搞不懂，炼个屁！苏锦看他双眼熬得通红，忍不住开口。陈大哥，
要不我们还是找丹师代练吧，咱们神道修士是练不成丹的。陈渊抬起头，眼里血丝密布。你知道哪个丹师肯帮我？苏锦摇摇头，丹师何等尊贵，哪是他这种底层修士能接触到的？陈渊烦躁地扒拉一下头发，看来非得去一趟老母山了。杨家有丹师，就肯定有丹炉，有地火室。他心里盘算着，怎么也得去杨家那边探探路。接下来的日子，陈渊白天抱着丹书硬啃，晚上就回仙府修炼。苏锦则每天去房市给他买饭、买药材。他渐渐发现，陈渊除了有时候手脚不老实，其他时候并不难相处。他话不多，但给钱很爽快。苏锦的日子过得比跟着王腾时还要好，他甚至有闲钱偷偷给自己买些胭脂水粉。其实并不是陈渊不想，只是光看炼丹的古籍就已经让他头大不已。正所谓学习使人贤者，读书让人无欲则刚。这天，苏锦在房室角落看见个卖弓的老头，内弓通体乌黑，瞧着就沉。老头见他有兴趣，吹得天花乱坠，说是上古法宝落日弓，一箭能射下星星。摊主是个邋遢老头，见苏锦对弓感兴趣，便吹嘘起来。苏锦被他说的心动，问了价钱，100块下品灵石。苏锦听了直摇头，这价钱够买2件上品法器了，转身就要走。买了。苏锦吓了一跳，回头看了看，陈渊并不在，他不敢违逆，只好硬着头皮跟摊主讲价，最后花了80块下品灵石，把弓买了下来。回到小屋，陈渊已经在等他了。他接过弓，入手就是一沉，拉开弓弦，弓弦绷紧，发出一阵嗡鸣，庞大的吸力从弓身传来，疯狂地吞噬着他的灵力。只是一瞬间，他的灵力就被抽走了30%。陈渊心里一惊，赶紧松了手。好霸道的法宝，威力肯定不小，但消耗也同样惊人。以他现在的修为，最多只能射出2箭，第3箭就能把它吸干。这东西是个双刃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用。至于为什么买这把弓，老母山那里还有一个故人，应该用得上。他转过头，看着正跟自己尾巴玩耍的小银月，小东西，再过几天给你找个伴儿回来，怎么样？日子一天天过去，陈渊的炼丹大业连个屁都没研究出来。他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没师傅领路，靠自己瞎琢磨，这辈子也别想炼成丹药。这天，一只信鸽扑棱着翅膀落在陈渊的肩膀上，黄茬儿的信。陈渊扯下信筒，摊开信纸，一股熟悉的馨香扑面而来，可纸上的字迹依旧像是螃蟹爬过，歪歪扭扭。原来他不仅在沙子上写的丑，在纸上也一样。木头陈渊见信如晤，师姐，我快顶不住了，家里那帮老顽固非逼我嫁给什么狗屁将军的儿子，我看他们就是想狼狈为奸。我爹也动心了，气死我了，我才不要嫁给不认识的男人。本师姐已经离家出走了，不过你放心，我暂时安全，就是特地告诉你一声，幽州最近不太平，暗地里来了不少鬼鬼祟祟的家伙，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别傻乎乎被人给坑了。你要是死了，我的小银月可就没人照顾了，照顾好他，等我回去发现他瘦了，我就拔光你的头发。信的末尾还画着一个龇牙咧嘴的鬼脸，信纸在他手里攥成一团。云溪月说要乱，黄茬儿也说要乱，幽州要出事，这是8、9不离10了。陈渊低头看了一眼脚边，银月跟着陈渊哪能瘦了，天天烧鸡烧鸭的，现在可肥了，可不止一圈。陈渊叹口气，乱世里没本事的人就是路边一条狗，谁都能上来踹一脚，必须变强。炼丹这条路暂时走不通，那就只能拼命修炼。陈渊一脚踏进仙府，把搜刮来的灵石、丹药全倒在石碑跟前，看着眼前的全部家当，心疼的直抽抽。这些可都是他拿命换来的血汗钱。不过人生最痛苦的事，不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吗？钱没了可以再抢，命没了就真成小丑了。炼石碑嗡的一声，碑面金光大盛，所有灵石、丹药瞬间化作能量洪流，石碑将洪流尽数吞噬，再经过他的炼化，将灵力倒灌进陈渊的体内。呀！陈渊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喉咙里挤出一声痛吼，灼热的暖流在他体内冲刷，像是有一把刀在刮他的骨头。他的修为就在这痛苦中被强行拔高，每一波痛到昏厥的浪潮退去，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痛并快乐着，他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又被更强的力量强行塞满，整个人都快裂开了。小屋里，苏锦这几日连呼吸都刻意放轻，隔壁屋子的幕墙每天都传来细微的震动，压得他胸口发闷，压迫感一天比一天沉重，让他觉得自己是一只蚂蚁，只要对方动个念头就能把自己碾死。他对陈渊的感觉越来越说不清，怕他又忍不住依赖他。他霸道粗鲁，可他想做什么就会直接去做，不像王腾只会用空话哄骗，转头就能为了几颗丹药把他推出去。陈渊给他银子，让他自己去置办东西，这种用钱砸出来的尊重，他以前从没尝过。他甚至觉得这样的日子如果能一直过下去也挺好。这天，那让他心头发颤的气息毫无征兆地消失了。屋子里，陈渊睁开眼，黑暗中他的瞳孔亮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常。炼气7层，他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奔涌的灵力，自己离筑基那个门槛又近了一步。走出房间，
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小屋前晾晒衣物的苏锦。阳光落在她淡青色的裙子上，勾勒出丰腴的身形。她低着头，透着一股温顺。收拾一下，明天跟我去老母山。苏锦身子一颤，惊恐地抬起头，我也要去吗？陈渊嗤笑一声，当然。翌日清晨，碧池宫山门前的广场上聚集了20-30名弟子，都是要去老母山狩猎的弟子。王腾眼尖，一瞧见陈渊跟苏锦，立马小跑过来。陈师兄，你可算来了！他一把拽住陈渊的胳膊，就往人堆里带，嘴里还不停介绍。杨杰师兄，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师兄，为人豪爽，实力高强。陈渊此时一副大汉模样，杨杰自然认不出，他就是前些天在房市暴打自己的那个人。杨杰斜着眼，眼角瞥了陈渊一眼，鼻子里不屑地哼了一声，连话都懒得说。王腾脸上有些挂不住，赶紧凑到杨杰耳边：杨师兄，陈师兄是我的至交好友，他听闻您家中有炼丹师供奉，想求个门路，价钱好说。丹师2个字刚出口，杨杰脖子猛地一拧，整个人转了过来。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陈渊，伸出一根手指，一下下地点在陈渊胸口。就是你在打听我杨家的丹师？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他凑到陈渊耳边，压低声音：老母山里妖兽可不长眼，我看你是想死了。陈渊面无表情，任由他的手指戳在自己身上。你也一样。王腾脑门上见了汗，赶紧挤到两人中间打圆场。陈师兄别介意，杨杰师兄是杨家嫡系，神起8层的高手，脾气是傲了点。这次进山，咱们还得全指望他带队呢。陈渊了一声，没再说话。没多久，带队的长辈喊了一声，一行人便浩浩荡荡的往老母山去了。陈渊跟苏锦追在队伍末尾，他看着前头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头，眼神越过去，落在了最前面杨杰的后脑勺上。杨家的丹师，我要定了！再次返回老母山，陈渊反而心情惆怅，他的命从这里起步，也差点丢在这里。20-30个碧池宫弟子聚在一块，吵吵嚷嚷。带队的是个杨家的老头，姓杨名权。他干咳一声，原本吵嚷的人群一下子就安静了。此次围猎只在外围，妖兽不多，等阶不高，但掉以轻心，就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3人一队，自行组队，3天后在地图上标记的位置集合。记住，拿到东西是本事，拿不到也别把命丢了。杨权拿出几张地图分给众人，地图6份，6队人马，路线各不相同，终点汇合，能捞到多少好处，看你们各自的造化。话音一落，他便走到2个杨家弟子身边，看样子是早就定好了。人群立刻散开，相熟的弟子迅速抱团。陈渊懒得理他，伸手把旁边的苏锦扯到自己身后。王腾就是个墙头草，跟着他准没好事。陈师兄，咱们跟杨杰师兄一队吧，跟着他肉都吃不完。陈渊没应声，伸手将旁边的苏锦拉到自己身后。王兄自己去吧，我2人一队就行。陈渊今天没有将法宝放入储物袋，青钢剑斜背，弓挂在另一侧。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身后那把用竹板做的巨大夹子，又长又宽，造型古怪。王腾，过来！不远处，杨杰招了招手。王腾立刻松开陈渊，小跑着凑了过去。杨师兄，您叫我。杨杰下巴冲陈渊那边一抬，那人也是宗门的，怎么没见过？背个捡屎的夹子来狩猎，怎么怕妖兽拉的屎太大，他手抓不过来？他声音不小，周围的人都听见了，跟着哄笑起来。哈，杨师兄说的对，这是来捡漏的吧？你看他那穷酸样，估计连件像样的法器都没有。王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他赶紧凑到杨杰耳边，把声音压下去。杨师兄，别看他打扮普通，这位陈师兄可是个高人，出手阔绰。高人？杨杰打断他，一双眼上下打量着陈渊。高人用捡屎的夹子。他领着一群看热闹的，直接就朝陈渊走了过来。喂，你这夹子不错，待会儿要是遇上妖兽粪便里的灵草，可就指望你了。众人又是一阵欢笑。陈渊伸出手扶了扶背后的竹夹子，竹板啪的响了一声。是不是捡屎用的？到时候一定让杨师兄开开眼。杨杰碰了个钉子，觉得没趣，又把目光转到躲在陈渊身后的苏锦身上。苏锦师妹，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王腾也真是，什么货色都当朋友。苏锦吓得低下头。王腾挤了个难看的笑，上来打圆场。杨师兄说笑了，陈师兄他只是做人比较低调。行了行了。杨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这次就你苏锦还有那个捡屎的，你们3个一队，我们人够了，别过来拖后腿。说完，他从王腾手里拿走地图，又跟自己手里的对了对，随手就跟另一队杨家弟子换了。王腾脸都黑了，扭头埋怨陈渊：陈师兄，你背这么个玩意干什么？这下好了，杨师兄的船咱们是搭不上了。陈渊这才又开了口，自有妙用。王腾还想说什么，陈渊已经拿过地图往起点去了。苏锦怯生生地看了一眼陈渊的背影，又看了一眼怒气冲冲的王腾，只能小步跟上。山路崎岖，林中光线昏暗，王腾的火气走了半个时辰才消下去，脑子里又开始盘算怎么捞一笔。忽然陈渊停下脚步，那边好像有东西。王腾立刻来了精神，运足目力看过去，只见一片黑漆漆的树丛。有什么？闻着像100年份的穿心莲，味道很淡。陈渊说：100年穿心莲。王腾的呼吸粗了，那玩意儿可是炼制凝神丹的辅药，
他心里头那点小算盘打得噼啪响，看一眼陈渊，又看一眼苏锦。陈师兄，你在这里帮我照看好姐儿，她修为低，一个人我不放心，我过去看看，如果是真的，我们平分。王腾脸上全是贪婪，话里话外，穿心莲已经是他囊中之物了。陈渊点了点头，去吧，小心点。王腾一头扎进密林，人影很快就没了。林间只剩下陈渊和苏锦两个人，风吹过树叶，沙沙的响。苏锦感到一阵不安，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想和陈渊拉开距离。陈渊却往前踏出一步，正好把他的路堵死。陈大哥。陈渊抬手拨开他脸边乱发，指尖碰到皮肤，苏锦整个人都绷住了，一动不敢动。王腾说，让你跟着我是你的福气。陈渊开口，苏锦不敢抬头，他说，只要我手指头缝里露一点，就够你们吃喝不愁。陈渊捏住他的下巴，强行把他的脸抬起来，你觉得我和他比谁更好？苏锦的眼睛里迅速蒙上一层水汽，他咬着嘴唇，想把眼泪憋回去。他想摇头，可下巴被捏着，动弹不得。他让你搬到我隔壁住，是为了你们的将来，他让你讨好我，是为了他能早日突破。苏锦，他在你眼里到底算个什么？陈渊一连串的问题问得苏锦心口发闷。他是我的道侣。道侣？陈渊发出一声嗤笑，他松开苏锦的下巴，手却环住他的腰，一把将他整个人都搂进怀里。苏锦吓得短促的叫了一声，双手抵在他胸口，想推开。一个为了几颗丹药就能把你推给别的男人的道侣，一个把你当成他修行路上赚取临时工具的道侣。陈渊的额头贴着他的额头，让他羞红的想要转过头。苏锦，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能换好处的工具，我给他丹药，他把道侣借我住几天，这笔买卖他做得很高兴。不是的。苏锦的眼泪终于决定，他的抵抗在这些话语面前显得那么苍白。王腾的嘴脸，王腾说过的话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闪过，他一直在骗自己，现在骗不下去了。陈渊将他抱得更紧，他另一只手开始解他腰间的衣带。苏锦一颤，像是从噩梦中惊醒。不要！他手脚并用，拼命往后缩，想从陈渊怀里挣出去。陈大哥，求求你不要！陈渊将他按在一棵粗大的树干上，陈渊低下头，把他的哭喊和求饶都堵在了嘴里。林间的风送来草木的清新，远处隐约传来王腾骂骂咧咧的声音，他妈的，什么都没有，白跑一趟。另一边，杨泉站在一处山坳里，看着几个杨家子弟在地上刻画正文。一个神机境的杨家管事走到他身边，全书阵眼都布置的差不多了，外围那几处也都安排好了。杨泉点了点头，眼睛眯起，看向山林更深处。那位交代了，想炼成丹药，缺了那畜生的妖丹不成。他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这是家主的意思，这次必须办妥。管事有些担忧，可这大阵要催动起来，得拿活人的精血魂魄去填。杨泉瞥了管事一眼，跟来的那些散修还有碧池宫的废物，不都是送上门的祭品？尤其是杨杰。杨泉嘴角扯了一下，家主早就瞧他不顺眼了，这次正好让他死在妖兽嘴里，也算给家族流干最后一滴血，全了名声。全书高明啊！王腾骂骂咧咧的从密林里钻出来，满头满脸挂着碎叶和蛛网。他妈的，什么都没有，白跑一趟。他呸的吐了口唾沫，抬眼就想跟陈渊抱怨两句，结果一抬头却发现空荡荡的，哪还有陈渊跟苏锦的影子？人呢？王腾愣了一下，扯着嗓子喊了起来，陈师兄，姐儿。回应他的只有林子里呜呜的风声。这下王腾脸上那点不耐烦全没了，这可是老母山，妖兽遍地，每年都有弟子死在里面，那两人该不会是倒霉碰上什么畜生了吧？他越想越害怕，再也不敢乱走，干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找？往哪找？自己一个人乱闯，要是撞上妖兽，那不是白给？王腾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快。陈渊那人虽然看着不好惹，但万一真死了，自己的财路就断了。至于苏锦，死了就死了吧，就是有点可惜。思来想去，还是坐着等最稳当。他们要是活着，总会回来；要是死了，自己在这等着，兴许还能碰上别的队伍。不远处的另一棵大树后，苏锦的后背贴着粗糙的树皮，陈渊将他整个人圈在怀里和树干之间，他的手掌按在了他的后心，霸道的真元探入他体内。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陈渊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经脉气息如此纯净，你竟还是纯阴之体，且原因未逝。苏锦身子一颤，眼泪流得更凶了，却不敢大声哭喊，只能压低了声音抽噎。王腾，他说要等我到了神机境，再与我双修，可以助他修行。他断断续续的哭诉。原来如此，陈渊心里冷笑，王腾那个废物，算盘倒是打得精明，却连自己的东西都看不住。这意外的发现让他心头那股掌控的欲望烧得更旺了。道侣就在不远处，他怕得要死。既然那个废物不用，那就别怪自己越俎代庖了。他想惊呼，却被陈渊伸出另一只手死死捂住了嘴，只能发出压抑的呜咽。忍着点。陈渊冷哼一声，掌心灵力陡然暴涨，如洪水决堤般灌入苏锦那纤细脆弱的经脉之中，剧烈的痛楚瞬间席卷全身，仿佛全身的骨头都在被寸寸碾碎。苏锦痛得想要惊呼出声，却被陈渊腾出一只手死死捂住了嘴巴。
不想把你那个废物道侣引来，就给我闭嘴！苏瑾眼中满是惊恐，眼泪顺着陈渊的指缝往下淌，霸道的力量在他体内横冲直撞，洗刷着经脉。半个时辰过去，陈渊猛地收回手，苏瑾体内一声轰鸣，积压的所有痛苦与能量都在这一刻爆发，冲破了桎梏。若不是陈渊从身后扶着他，已瘫软在地。什么声音？林子那头的王腾一个机灵，脖子猛地扭向动静传来的方向，可大树挡住了他的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那声音是什么？怎么像妖兽哀嚎？他心里头发毛，哪里还敢过去看，恨不得当场就溜。术后，苏瑾的身子在陈渊怀里蜷缩起来，大口喘气。神奇5层的关爱竟被这股霸道的力量硬生生冲碎，神奇6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破镜了。他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却是这样得来的，这算什么机缘？他脑子里一团乱麻，想不明白为什么用最屈辱的方式换来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眼泪又淌下来，这回倒不是因为疼。他抬起眼，泪水模糊了视线，只能看到王腾模糊的轮廓。好一阵子，两人才从树后走出来。苏瑾扯了扯弄皱的衣角，脸颊烫得厉害，走路时双腿还在微微打颤，只能把大半个身子靠在陈渊身上。王腾一见人影，立马从地上蹦起来，3步并作2步跑过来。陈师兄，锦儿，你们跑哪去了？可吓死我了！陈渊面不改色，扶着苏瑾指了指身后的方向。刚才有妖兽出没，我本想追过去，又怕苏师妹一个人有危险，就带她一起去了。王腾一听有妖兽，脸都白了，赶紧问啊，那刚才那声尖叫，那畜生想偷袭，被我打伤了。陈渊说的平淡，刚才那声是他逃命的惨叫。他又看了一眼怀里的苏瑾，苏师妹胆子小，给吓着了，我扶她歇会儿。苏瑾低着头，一言不发，算是默认了。王腾这才把心放回肚子里，随即又换上一副嘴脸，搓着手问：那妖兽呢？死了没？掉什么好东西了？跑了。陈渊吐出2个字。王腾脸上的笑一下就垮了，又是白忙活一场。他看着腻在陈渊身边的苏瑾，心里一阵不爽，嘴上却不敢说什么，只能当自己倒霉。陈渊扶着苏瑾，边走边说：苏师妹修为还是太弱，撑不了多久，不然那妖兽已经被我宰了。王腾一听，嘴里嘟囔：恶心了。凭师兄的本事，杀个妖兽不难，8成是想给师妹个打击吧。陈渊听了这话，笑出声来：我确实也想给师妹个打击，不吃鸡打鸡，怎么长记性？苏瑾靠着他，听着他话中有话，脸上又烧了起来。他扭头看了一眼垂头丧气的王腾，心中最后的念想也跟着灭了。往前走了没多远，陈渊脚下一顿，也不回头。我有点私事要办，王师弟是自己走还是跟着我？刚受到惊吓的王腾，他哪敢一个人走？他心里100个不乐意，嘴上却说得义正辞严。那怎么行？陈师兄一人犯险，我王腾岂是那种人？姐儿，你说是不是？咱们得跟着师兄。陈渊懒得搭理他，变了变方向，自顾自地朝一侧山路插了过去。走了半天，王腾的脖子就没停过，眼珠子在四周林子里乱转，手里的地图都快被他翻烂了。陈师兄，这路不对啊，再往前走就跟别的队伍撞上了。他心里直犯嘀咕，妖兽都被人杀光了，他们跟在后头喝西北风吗？王腾嘴里叨叨个没完。陈渊脚下一停，扭过头：你要是不想跟，现在就滚。他指了指来路，若耽误我的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陈渊这话一出口，王腾立马就闭了嘴。一来陈渊修为更高，得罪不起；二来现在走到了哪，他自己看地图都不知道，一个人走不就是送死吗？财路和小命都捏在人家手里，他哪敢再放屁？哎，陈师兄别动气，我也是担心咱们的安全。又走了一阵，隐约传来说话声。陈渊二话不说，猫着腰就摸了过去。王腾心里打鼓，可脚下还是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苏瑾跟在最后头，一言不发。此处是个山坳，绕到旁边的小坡上，扒开草丛往下看，底下空地上，杨杰那3个人正围着一只小东西。那小兽看着像只狐狸，通体雪白，脑门上还长了根独角，正瑟瑟发抖地趴在地上。哈哈，运气不错，是雪云狐，这皮毛可是好东西，做成披风能挡寒气。杨师兄看着还是个崽子，不如咱们带回去养着。杨杰抬脚就踹在那跟班屁股上。养个屁，直接宰了，内丹和血都能用，裘皮送给堂姐，她一定会喜欢。嘿嘿，养大了还不知道便宜谁。说完，他手起刀落，雪云狐的脑袋就滚到了一边。是杨师兄他们。王腾一看是熟人，下意识就想站起来打招呼。他身子刚动，脖子上一凉，青钢剑的剑刃已经贴在了他皮肉上。想死就出声。陈渊在山上仔细观察着3人，杨杰和那个被踹的跟班都是神起劲，不足为虑。唯一对他有威胁的是刚刚压制小兽的那个中间男人，气息沉稳，是个神机境，有点麻烦。他松开剑，对王腾说道：你在这儿看着，待会儿分你一份好处。王腾有些慌张：师兄，那可是杨家的人，你想抢他们？他脑子里嗡的一声，这人是疯了不成？再扭头看陈渊，他已经把落日弓拿在了手里，弓弦只拉开1寸，体内灵气便朝弓身汇聚。咯嘣咯嘣，陈渊胳膊上青筋暴起，把弓拉得直响，力求一击必杀。一支青色灵箭在弓弦上慢慢成型，旗剑锋上还绕着一圈灰色雾气。山坳底下，杨杰那3个人还围着小狐狸，
正掏出刀子准备剥皮，只有那个修为最高的中年男人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向陈渊这边看了过来。嗖，剑矢破空，带着奸笑，找死！中年男人看清射箭的是先前那个背着古怪夹子的少年，他反应迅速，立刻撑开护体神光。可剑刚到跟前，他忽然发觉自己和神的联系消失了，神力瞬间停止，连带着身前的神光护罩也消散了。啊！中年男子恐惧大叫，砰！一声闷响，剑矢正中他的脑袋，血和脑浆炸得到处都是，无头尸身被力道带着飞出好几步远，才扑通一声倒下。另一个跟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转身就想跑。陈渊的青钢剑已经出了鞘，一片寒霜卷了过去，雪月飞花，片片雪花飘过，跟斑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剑光紧随而至，他身上飞快地结出了一层黑色的冰晶，他奔跑的动作定格，成了一座人形冰雕。下一刻，冰雕上出现无数裂纹，哗啦一声碎成了一地冰渣，只剩下杨杰一个人。他呆呆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和冰渣，一个神级中期，一个神起6层，就这么没了，连一息的时间都不到。他猛地反应过来，发出一声尖叫，转身就跑。陈渊抬起手，凌空一指，一道月刃破空而去，打在杨杰的膝盖上。杨杰一声惨叫，整个人扑在了地上。陈渊走过去，一脚踩在他的背上。跑什么？杨杰趴在地上，身体剧痛，但心里的恐惧更甚。他扭过头看着陈渊，眼里满是惊骇。你到底是谁？你不是神起境界，你隐藏了修为。陈渊脚下微微一用力，踩断了杨杰的另一条腿。咔嚓一声脆响，杨杰发出一声惨嚎。躲在坡上的王腾和苏锦早就看傻了。王腾的嘴张着，半天合不上。他看见了什么？陈渊一招秒杀一个神级高手，一剑斩碎一个神起6层，现在又像踩虫子一样废了神起8层的杨家嫡系杨杰。这他妈是神起境能干出来的事？他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旁边的苏锦更是受不了这血腥场面，扶着树干就开始干呕。空地上，陈渊蹲下身看着脚下的杨杰，现在咱们可以聊聊丹师的事了。杨杰疼得满头是汗，脸上却硬挤出一个扭曲的笑。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你敢动我，杨家绝不会放过你。你不就是要宝物吗？我给你丹药，我也能给你，可我告诉你，我身上的东西都有魂灯印记，你敢拿走，杨家马上就知道，到时候天上地下你死路一条。他觉得这番话怎么也能让这个少年掂量掂量，毕竟谁敢得罪一个有神丹境家主的修真家族。陈渊听完点了点头，没事。然后他当着杨杰的面从背后拿下了那个竹夹子。陈渊从背后取下竹夹子，这玩意是他特地备下的，自从答应王腾进山就已经准备杀他了。罗章那件事他吃过一次亏，可不会再吃第二次。杨杰趴在地上看着陈渊手里那夹子，还当是要用这玩意来折辱自己。你想干什么？陈渊没说话，只是探向杨杰的腰间，夹住了他的储物袋。杨杰浑身一僵，瞬间明白，让他整个人都凉了半截。你打从一开始就想杀我们？陈渊哪管他喊叫，夹子用力一扭，储物袋连着衣料被扯了下来，袋子刚离身，就在半空不见了踪影，被陈渊收进了归元仙府。这竹夹子本就是凡物，他自始至终手都没碰那储物袋，别说魂灯印记，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算不到他陈渊头上。杨杰的眼珠子瞪得滚圆，不，这不可能，他怎么也想不通，对方竟然用这个使夹子破了魂灯禁制。陈渊对他嘶吼充耳不闻，竹夹子又伸了出去，这次对准的是杨杰手上的储物剑，用力一掰，咔吧一声脆响，连着指骨，戒指就下来了。夹子一甩，戒指也进了仙府，接着是掉在旁边的刀，夹起来收走，再然后是另外2人的东西，一件又一件。我说过会让你开开眼的。杨杰从嘶吼变成了哀嚎，最后嗓子都哑了，只能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的喘气。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全部身家被那个他最看不起的夹子一件件捡走，等到最后一件护身玉佩也消失不见，陈渊才收了手，把竹夹子往身后一背。他蹲下身拍了拍杨杰的脸，丹师的事现在能说了。杨杰趴在血泊里，脸上又是血又是鼻涕，用力的抬起脑袋。他知道自己今天指定是活不成了，索性嘴里骂起来，王八蛋，我做鬼也。话没说完，脑袋咕噜噜滚出鸡圈。那就死吧。陈渊收回剑，自言自语道，希望下一个杨家弟子嘴能软点。陈渊又想去收几人的神性，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做完这些，陈渊往山坡上看过去，王腾和苏锦还待在那里。陈渊提着剑走了过去，王腾一见他过来，腿肚子一软，直接坐到了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蹭。别杀我，陈师兄，陈大爷，我瞎了，我刚才什么都没看见。话音刚落，裤裆就湿了一片，一股骚臭味飘了出来，人直接吓尿了。旁边的苏锦扶着树干，弯着腰干呕，胃里早就空了，现在吐出来的都是酸水。陈渊走到苏锦边上，伸出手在他后背上一下下的拍，没事了。他嘴里说着，我要是不动手，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咱们。苏锦听到他说话，哇的一声又吐了一口，整个身子软得站不住。陈渊的手顺着他的后背向上，停在后颈上，手指在细滑皮肉上轻轻按捏。王腾看着这2人，脑子嗡嗡作响。陈渊杀了杨家嫡系，
陈渊刚杀了杨家的嫡系，转头就当着他的面安抚起他的道侣来，那只手分明是在摸自己的女人。王腾脸上火辣辣的，可屁都不敢放一个，他可是亲眼看见的，神机境的高手，脑袋跟个烂西瓜似的炸开，他要是敢吭一声，下场保准比杨杰还惨。陈渊安抚完了苏锦，这才把头转向王腾，他用竹夹子从仙府里夹出个储物袋，往王腾跟前一扔，那个跟班的拿着。王腾看看地上的储物袋，又看看陈渊，手脚不听使唤，不敢去捡。陈师兄，我让你拿着。陈渊又说了一遍，王腾这才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将储物袋抓进怀里，入手沉甸甸的，里面灵石哗啦一响，他的心也跟着跳了一下。王腾抬起头，一脸的不明白，杨杰他们是被一伙突然窜出来的邪修杀的，我们3个从来都没来过这，记住了吗？王腾脑子转得飞快，立马就懂了陈渊的意思，他立刻明白了陈渊的意思，他捏紧了怀里的储物袋，眼角余光扫过地上的无头尸，害怕归害怕，可怀里的东西又实实在在，一个跟班的储物袋就这么沉，那杨杰本人的呢？这念头一出来，什么害怕都忘了。王腾咽了口唾沫，用力点头，记住了，陈师兄说的没错，就是邪修干的。他嚎了一嗓子，杨师兄他们死得好惨呐！说完还抬手在眼角抹了2下，他扶起还在干呕的苏锦，让他靠在自己身上，淡淡道：王师弟，你这裤子得换了。王腾的老脸一红，支吾着说不出话。陈渊又问苏锦，我怎么没有发现他们有神性之类的东西？苏锦已经吐不出任何东西，默默跟在陈渊身后，只有神丹境的修士才会有神性。王腾跑到陈渊身旁，看了看地上还没凉透的尸首，师兄，那他们的尸体不用管，山中妖兽自会安葬他们。王腾完全不知道，那储物袋中法宝的魂灯印记已经附在了他的身上。他又凑到陈渊身边，陈师兄，杨杰的储物袋，放心，少不了你的。陈渊打断他，王腾立刻眉开眼笑。不过陈渊话头一转，我信不过你。王腾脸上的笑容一僵，发个神誓吧。陈渊说道，用你的神魂起誓，今天的事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说，要是说了就神魂俱灭。神魂大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立下，就等于在自己的神魂上加了一道枷锁，受天地法则约束。可他抬头看了一眼陈渊，正自顾自地用布擦着剑上的血。王腾心里哆嗦了一下，知道自己没得选。好，我发。王腾咬牙，举起3根手指，对着天空发了一通毒誓。陈渊这才像是满意了，用竹夹子从仙府里夹出杨杰的储物袋，倒出一半东西装进个空袋子，丢给王腾。这些是你的。王腾接过袋子，神识往里一扫，差点叫出声来。上百块下品灵石，2瓶2阶丹药，1件上品法器，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比他自个儿的全部家当加起来还要多上10倍。多谢陈师兄，多谢陈师兄。王腾激动的脸都红了，就差给陈渊跪下磕头。以后师兄有事，我王腾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皱一下眉头。陈渊没理他，他把剩下的东西收好，眼睛望向山林。走吧，应该还有几只迷路的邪修。王腾立刻会意，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对，邪修人人感而诛之，咱们这就去为杨师兄他们报仇。接下来的2天，陈渊带着这支夺命小队穿梭在山中，期间也遇到了另外一队散修。陈渊只是拿出鬼幡将他们吓走，但杨家的弟子都是先前的流程。等陈渊处理干净，王腾跟在后面分着陈渊给的战利品，嘴里还骂骂咧咧，说些邪修该死之类的话。很快又有2支杨家的小队变成了邪修手下的亡魂。陈渊的竹夹子就没停过，丹药、法宝、灵石一件件加起来丢进仙府。王腾也分到了不少好处，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他看陈渊的眼神已经从敬畏变成了崇拜，那是看财神爷的眼神。唯一疑惑的就是陈渊为什么要用个夹子？只有苏锦一直没怎么说话，他看着陈渊杀人，看着王腾兴高采烈的分赃，他起先还吐到后来胃里什么都没了，也就不吐了。原来杀人也可以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太阳到了头顶，3人赶到地图上标的汇合点，空地上就剩下不到10个人，个个带伤，大口喘气。杨泉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眼前这点人，眉头拧了起来。其他人呢？一个被陈渊用鬼幡吓跑的碧池宫弟子腿软脚麻的扑过去。杨前辈，有魔修，我们撞上魔修了，那人手里有赶幡，全是鬼婴，追着我们咬。王腾也跟着上前，一拳砸在大腿上，蹲在地上发抖。对，魔修设了埋伏，我们的人死伤惨重，我看队伍里肯定有内鬼，不然魔修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路线？他妈的，把眼角挤出几滴泪。杨泉听完，从石头上站起来，走到空地中间。该死的魔修！他嘴里骂了一句，又扫了眼活下来的几个人。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在此地布下天罗地网，今天就让那些魔修有来无回。他话一说完，就从怀里摸出一枚红色的玉符。剩下那几个弟子一听，立马来了精神，以为找到了靠山。杨前辈英明，杀光那帮魔修杂碎。只有陈渊不动声色地退了2步，鼻子动了动，空气里有骨血腥味，脚下的泥也太软，像是刚翻过。不对劲！就在这时，杨泉的手指猛地使劲，咔嚓，玉符碎裂。一群蠢货！杨泉捏碎了玉符，笑出声来，
虽然少了9个人，田震眼也差不多够了。杨泉张开嘴，发出扭曲刺耳的笑声，玉符的碎屑从他指缝落下，整个空地的地面瞬间炸开数道缝隙，一道血色光幕噌的升起，把所有人都扣在里面。陈渊在杨泉拿出玉符时，脚下已经绷紧，他一把抓住苏锦的手臂，二人飞速后退，腰腹发力，猛地向后一甩，苏锦飞出10几米远，摔在阵法外面的草地上。血祭大阵起！杨泉的声音在光幕里响起来，前一刻还喊着杀魔修的弟子，脸上的笑都僵住了，下一刻就鬼叫起来。杨前辈，你干什么？我的神力啊！我的神力在流失！一个弟子尖叫起来，他身上的神光飞快地淡了下去，脚底下传来一股吸力，把所有人的神力和精血都往血色光幕里抽。实力较低的弟子已经开始无力，王腾裤裆一热，又吓尿了，拼命催动神力抵抗。苏锦趴在远处看着阵内的景象，一张脸白得像纸。若不是陈渊那一甩，他现在应该已经倒下了。杨泉站在阵外，看着阵里挣扎的人，一脸的享受。他一眼看见了阵外的陈渊，愣了一下，反应倒是快，还能带出去一个累赘。杨泉哼了一声，不过没用，今天你也得死。说话间，陈渊已经拉开了落日弓，弓身嗡嗡作响，他右臂青筋粉起，汗珠顺着下巴颏往下淌，一直绕着挥舞的青色鳞剑在弦上凝成，拦住他。不知怎地，明明感觉不到多少神力，但这支剑却让他感到害怕。嗖，青色剑士眨眼就到了杨泉身前。就在这时，杨泉身后窜出一人，挡在身前，是那个杨家管事。他双臂交叉护住脑袋，将全身神力都催动起来，手臂上凝出一层岩石。不过一个神起进小辈，他供奉的又是以防御剑掌的食神，他赌自己神激进的肉身能硬吃这一剑。剑矢撞上手臂的瞬间，他与神之间的联系却突然消失，覆盖在手臂上的岩层应声破碎。噗！剑矢穿过他的手臂，射进他的脑门，脑袋炸得稀烂。剑矢于事不减，但灰雾已经散去。当！杨泉挥刀将剑矢磕飞，一剑射杀了一个神机初期的管事。杨泉头皮发麻，这剑上有古怪，那股力量竟然能切断他与神的联系。陈渊射完这一剑，身子晃了晃，抬手抹了把嘴角，他手没停，再次搭剑。休想！杨泉反应过来，一脚跺在地上。阵起！复！血祭大阵里，剩下的几个弟子同时发出一声惨叫，他们身体被榨干，化作一道道血色锁链，破开光幕，朝着陈渊铺天盖地卷来。陈渊脚下发力，身形急退，血色锁链抽在地上，泥土翻飞，留下一道道深沟。他没机会再拉弓。杨泉人已到了跟前，手提长刀，小子，让你见识一下杨家的食神之力。刀光贴地而来，自下劈向陈渊的下巴。陈渊举剑格挡，当！金铁撞击生刺的人耳朵发麻，一股巨力从剑身灌入，陈渊虎口登时裂开，人被震得向后滑出7、8步，脚后跟在地上离出2道深痕。他还没站稳，脚下地面一震，急忙用剑一撑，强行扭转身形，一道10刺从他方才站立的地方钻了出来。神机后期，再加上阵法增幅，杨泉的力量远在他之上。我看你还能挡几刀？杨泉欺身在上，刀锋连绵不绝，封死陈渊退路。陈渊只能格挡，剑招雪月飞花展开，一片片带霜的剑光不断与血色刀光碰撞。他每接一刀，胸口就发闷，喉咙不断涌上心田。这么下去，不出20招，他非被活活震死不可。更麻烦的是，那些血色锁链从4面8方袭来，好几次都擦着他的衣角飞过。跑啊！怎么不跑了？杨泉见陈渊只能招架，攻势更猛。阵法之内，王腾靠着一件法器还在苦苦支撑。他看着外面的打斗，裤裆早就湿透了。他只觉得完蛋了，连陈渊都打不过他。杨家的人居然如此狠毒，连自己家的弟子都坑杀。阵法之外，苏锦扶着一棵大树，无力地看着战圈。那个男人正在生死线上来回。陈渊又一次被刀锋逼退，后背重重撞在一棵大树上，咔嚓一声，大树从中断裂。他喉咙里的血再也压不住，顺着嘴角往下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的手摸向神斧。杨泉见他靠在断树上喘息，以为他已是强弩之末。死吧！他双手握刀，高高跃起，全身神力灌注刀身，对着陈渊的头顶就劈了下来。就在此时，陈渊的手向空中一抛，呼，阴风乍起，一面黑帆冲上半空，迎风就长，把太阳都给遮了。帆面上无数扭曲的婴儿脸孔凸起，发出刺破神魂的啼哭。什么东西？杨泉的刀已经落下，无法收回。帆旗之中，上百个鬼婴化作黑影，尖叫着扑向杨泉。滚开！杨泉刀势一转，横扫而出，刀光将10几个鬼婴斩成黑烟。但更多的鬼婴已经扑到他身上，抱腿的抱腿，扒胳膊的扒胳膊，甚至张嘴去咬他的神光护罩。阴气侵蚀神光，发出滋滋的灼烧声。邪修的东西！杨泉连连挥刀斩碎身上的鬼婴。你就是那个邪修！陈渊抓住空档，提剑而上。他看着正在驱赶鬼婴的杨泉，断念。此时的杨泉根本分不出心神来抵挡，而且他万万没想到，切断神力的力量并不是出自那把弓。杨泉的动作出现了一个极短的停顿，血祭大阵也跟着停了下来。紧接着，他与神明的感应也被隔断了，体内的神力运转一致，
护体神光都暗了下去。虽然只有一瞬间，但足够了。雪月飞花，陈渊的身影出现在杨泉身后，一剑捅入他的后颈。杨泉身体一僵，一层冰晶从后颈开始迅速蔓延全身，他脸上的惊怒被冻结成永恒。陈渊手腕一抖，青钢剑抽出，又自下而上划过一道弧线，咔嚓，一颗脑袋飞了起来，在空中翻滚，血色冰柱喷出3尺多高，无头冰雕晃了2下，扑通一声砸在地上，阵法光幕一散，几个活下来的人屁股直接坐进泥里。王腾胸口剧烈起伏，大口喘着气，算上被陈渊甩出去的苏锦，活人还剩9个。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个提剑的男人身上。杨前辈叫魔修给害死了。王腾脑子转得最快，他知道这时候该抱哪条腿。他从地上一咕噜爬起来，手脚并用地凑到陈渊跟前。对，我们都看见了，就是魔修干的。3个碧池宫弟子也不是傻子，生怕陈渊杀人灭口，赶紧跟着喊。只有杨家弟子没吭声，扶着站起来，手里的刀握了又松，松了又握，看着地上的杨泉尸首，再看看陈渊，不知道是怕还是恨。其中一个胆子大点的指着陈渊：“你把杨泉管事给杀了。”陈渊擦了擦手上的血，他要拿你们田震眼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放个屁？杨家弟子脸上的血色褪尽，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们确实也听见了，杨泉要拿他们田震眼，你们也想跟他一样？陈渊这才抬起头，顺手把青钢剑上的血往草叶上一甩，也想变一地碎肉。山坳里的风突然冷了下来，草叶树干上结出一层白霜，脚下的碎石开始跳动。吼！一声咆哮从山中传出，震得耳朵发麻。王腾腿肚子又开始打摆子。什么东西？一头妖兽从林子里踱步出来，他身形似马，一身银白长毛走动间飘荡，蹄子每次落下，泥土都凝出一层黑霜，额头正中一根独角对着太阳反出冷光。银霜猴，血迹大阵真正要抓的东西现在来了！跑啊！一个杨家弟子喉咙里发出怪响，扭头就往林子里跑。银霜猴张嘴，一团白雾喷出，那弟子奔跑的姿势就那么凝固了，整个人变成一座冰坨，还保持着前扑的动作。完了！王腾一屁股坐回地上，不想死的就动手！陈渊吼了一声，他知道跑不掉，这畜生的速度比他们快得多。银霜猴四蹄刨地，地面震动，他化作一道白影直冲人群。陈渊扭头对苏锦喝道：“用水术拖住他！”苏锦被他一吼，身体一颤，下意识开始结印。3000弱水，听我号令！他脚下土地冒出水汽，迅速化作浑浊泥浆朝前扑开。银霜猴一脚踩进泥潭，冲势明显一顿，他发出怒咆，前蹄抬起，重重落下，轰！泥潭瞬间冻成一块冰，接着砰一声炸裂，碎冰渣子四溅。苏锦一口血涌上嘴角，身体晃了晃，但他这搏命一拖，总算给众人争取了喘息之机。剩下的几名弟子对视一眼，眼中都燃起了血色，不拼就是死！几人嘶吼着，催动神力攻向银霜猴，一时间刀光、剑影、神术全都砸在银霜猴身上，火星四溅，刀剑砍在那身银色皮毛上，只留下几道浅浅的白印，皮太硬了。银霜猴被这几只虫子彻底惹火，猛一甩头，头顶独角横扫，一名杨家弟子躲闪不及，身子被独角从腰部划过，扑哧一声，他的上半身飞了出去，内脏洒了一地。王腾爬到一棵大树后面，只敢探出半个脑袋。陈渊再次拉开落日弓，一支青色灵箭在弦上凝聚。刚杀完杨泉，他体内灵力确实所剩不多，弓弦上凝聚的青色灵箭光芒都暗淡了许多。嗖，箭矢射出，正中银霜猴的脖颈，噗！一小簇血花炸开，箭头堪堪破开皮毛。银霜猴发出一声夹着痛苦的咆哮，冰蓝眼珠子锁住陈渊，不管其他人，迈开四蹄，向一座小山撞了过来。陈渊想躲，但身体的亏空让他的动作有些迟滞，眼看就要被撞上。水龙腹，苏锦双手向前一推，一条水龙钻出来，缠上银霜猴的身子。银霜猴的冲撞之势戛然而止，苏锦直接倒地，这一招抽干了他的神力。陈渊抓住这个机会，脚下发力，身形向后急退。吼！银霜猴怒吼，身上肌肉猛地鼓起，水龙发出一阵声响，寸寸断裂，化作漫天水汽。他脱困的瞬间，独角上寒光一闪，一道半冰刺破空而出，刺已经脱力的苏锦。苏锦躺在地上，连一点力气都没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一个黑影闪过，挡在他身前。陈渊再次抛出了黑帆，呼！阴风卷起落叶，黑帆遮蔽阳光。给我上！陈渊从仙府抽出灵力，灌入鬼帆，帆面上鬼婴的脸孔扭曲，发出尖笑，化作黑色洪流扑向了银霜猴。这一次，鬼婴们在陈渊的控制下直接炸开，爆炸声连成一片，阴气烧灼腰躯，炸出一个个拳头大的血洞，冒出焦臭的黑烟。银霜猴的身躯被炸得连连后退，痛苦的嘶吼，疯狂喷射寒气，将一个个鬼婴冻成冰块。鬼婴每炸一个，陈渊就皱一下眉。当最后一个鬼婴化作黑烟消散，陈渊手中的鬼帆发出一声脆响，咔嚓，一道裂纹从帆柄蔓延至帆面。陈渊心里骂了一句：这波不亏，但也不赚。对面的银霜猴也没好到哪去，全身浴血，银色的皮毛被炸得焦黑一片，气息微泯。他盯着陈渊，
往后挪步。这头畜生不想再打了，他要跑。王腾从树后钻出来，指着银双猴大喊：陈渊怎么可能让他跑？这东西浑身是宝，妖丹更是无价，拦住他，他快不行了。陈渊对着剩下的人吼道：富贵险中求杀！几人红了眼，将自己最后的力气都压榨出来，提着兵器冲了上去。陈渊也拄着剑跟上。苏锦扶着树，从储物袋里摸出一颗丹药吞下，勉强恢复了些伤势，再次凝聚出几道水箭，射向银双猴的伤口。强盗众人推，本就重伤的银双猴在几人的围攻下，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终于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哀鸣，前腿一软，倒在地上。陈渊拄着剑，大口喘气。苏锦靠着树，嘴唇发白，滑坐在地。剩下的4名弟子也是直接瘫在地上，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没了。只有王腾，他从树后钻出，身上干干净净。发了，发了！王腾盯着倒地的银双猴，哈喇子都快滴下来了。发了，发了！这妖丹少说值几千灵石，还有这皮毛，这根独角。他自顾自地掰着指头算账，压根没留心气氛已经不对了。活下来的4个弟子也从地上爬了起来，2个碧池宫的，2个杨家的。他们把法宝举到身前，目光扫过银双猴的尸体，又落到陈渊身上。陈渊大口喘气，握剑的手发颤。刚才强行催动鬼幡，他体内的灵力早已被榨干，现在能站着，全靠一口气顶着。仙府中储备的灵力虽然正在涌入他的经脉，但还没有快到让他立刻恢复的地步。谁都看得出来，他已是强弩之末。一个碧池宫的弟子跟同伴递了个眼色，往前挪了一步，开口试探道：陈渊，杨前辈当真是魔修杀的？这话一出，众人脸色皆变。另一个碧池宫弟子胆子立刻大了起来，指着地上的黑帆：你这番旗阴气森森，哪是正道的东西？我看你就是那个魔修。一句话算是将众人心中的窗户纸捅破。对，就是他，杨前辈就是被他害死的，还引来妖兽，差点把我们都害死。杨前辈是为了杀你这个魔头才不惜代价，我们都看见了，你个邪修就该死。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接把救命恩人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一步步往前逼，手中法宝都对准了陈渊。王腾的算盘声戛然而止，他看看那几个红了眼的弟子，又看看拄着剑连站都快站不稳的陈渊，脚底抹油，悄悄往后退。你们胡说！苏锦撑着树干，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张开胳膊挡在陈渊身前。是陈师兄救了我们，是杨泉要用我们血祭。一个弟子粗暴地推开他。苏锦本就没力气，被这么一推，直接摔在地上。你跟他一伙的妖女，滚开！杀了他，为杨前辈报仇！杀了这魔修，银双猴的材料，咱们平分。终于有人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什么除魔卫道都是屁话，杀人夺宝才是真的。陈渊看着这几张脸，忽然笑了，他笑得直咳嗽，一口血顺着嘴角淌下来。你们说的对，我就是邪修。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把里面的丹药一股脑全倒进嘴里，是凝气丹，整整1瓶。丹药入腹，陈渊的脸瞬间涨红，皮肤下有青筋暴起。既然我是邪修，那杀几个人也很合理吧？那名最先开口的碧池宫弟子有了其他人助阵，胆气更壮，脸上露出得意的笑。魔头，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字还没说完，眼前一道剑光闪过，扑哧一声，脑袋飞了起来，喷出的血柱有1人高，洒了旁边人一脸。扑通，山坳里一下就安静了，只听见陈渊剑上的血滴答滴答的声音。他抬起眼扫了一眼剩下那3个被吓傻的人，还有谁想给杨泉报仇？剩下3个人腿都软了，他们想过陈渊会动手，可没想到他都这副模样了，出剑还能这么快这么狠。他们哪里知道陈渊的仙府之中还储存着炼化的灵力，只是恢复的没那么快而已。魔鬼！剩下的碧池宫弟子怪叫一声，转身就往林子里钻。剩下的2个杨家弟子一个机灵，扭头就朝不同的方向逃去。陈渊看着2个背影，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他想追，可刚提步，胸口一阵绞痛，身子一软，差点没跪地上。灵力、体力都尚未恢复，这会儿连走路都费劲。陈师兄，你没事吧？苏锦挣扎着爬过来，想扶他胳膊。陈渊却只盯着不远处同样在喘气的银双猴，他也受了重伤，身上全是血，正趴在地上警惕地盯着他。一人一兽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谁也奈何不了谁。陈渊一把推开苏锦，朝银双猴走了过去。银双猴喉咙里发出呼噜声，挣扎着想爬起来，可前腿一软，又重重趴了回去。陈渊走到他跟前，抬脚就踩在他脖子的伤口上。吼！银双猴疼得满地打滚，身子剧烈抽搐，蹄子把地面刨得土石乱飞。陈渊不为所动，手里的青钢剑往前一递，抵在他的眼球上。冰冷的剑锋让发狂的银双猴安静下来。银双猴，踏雪追风兽，血脉高贵，既然是高阶妖兽，你应该能听懂我的话。银双猴喷着粗气，慢慢点了点头。想活命就站起来，宰我，追上他们，你我各退一步，杀了他们。你回你的老母山，我回我的碧池宫。陈渊用剑尖点了点他的眼皮，不然我现在就挖了你的妖丹。求生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妖兽也不例外。银双猴巨大的脑袋屈辱的轻轻点了点，他晃晃悠悠的撑起伤痕累累的身体。陈渊收了剑，翻身爬上银双猴宽阔的后背，
一把薅住他脖子后的长毛。走！银双猴不甘心地低吼一声，迈开蹄子，朝着一个方向追了过去。他这会儿跑不快，但总归比人腿要强上不少。苏锦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骑着一头同样浴血的妖兽，消失在密林中。密林中，那个逃跑的碧池宫弟子正玩了命地跑，连头都不敢回。他觉得自己跑得够远了，呼，那个魔头应该追不上来了吧？他扶着棵树，刚想喘口气，地面传来轻微的震动。他猛地回头，一道银白色的影子走了出来，是那头银双猴。他背上正坐着那个他做梦都想躲开的人。跑啊，怎么不跑了？陈渊坐在兽背上，低头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死人。那弟子腿一软，扑通跪在地上。陈师兄，饶命啊！他砰砰的磕头，额头在地上撞的全是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不该鬼迷了心窍，求你放我一条狗命，我给你做牛做马。陈渊没说话，下辈子吧。银双猴张开嘴，一道白色的寒气喷涌而出，那弟子求饶的声音戛然而止，整个人被冻成了一座冰雕。陈渊下马收起他的储物袋，又拍了拍银双猴的脖子。下一个！银双猴不甘心地打了个响鼻，调转方向，朝另一个方向奔去。没多会儿，第二个也被追上。这人倒是有几分骨气，还想挥着兵器拼一把，结果被陈渊一招断念后一剑斩杀。陈渊坐在兽背上，从怀里摸出一颗疗伤丹药，塞进嘴里。他必须在药效过去之前，把所有人都解决掉。最后一个修士想跑，被银双猴追上，独角自后心穿出，把他顶在半空。陈渊跳下兽背，看着眼前这头同样快站不住的妖兽。银双猴也看着他，满是畏惧。他现在只想离这个煞星远点，滚吧！陈渊淡淡的吐出2个字。银双猴低吼一声，一瘸一拐的逃入密林，一刻都不敢多待。看着他消失的背影，陈渊再也压不住伤势，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他靠着树干坐下，调息了许久，才缓过一口气。然后他将刚刚到手的几个储物袋放在地上清点，一个都不能少。半个时辰后，陈渊带着王腾2人换了个山洞。先前那地方血腥味太重，用不了多久就能把山里的妖兽都招来。洞里，王腾和苏锦看着陈渊把一堆灵石、法器和丹药分门别类，哗啦啦，灵石倒出来堆成个小土包，粗略一看，少说有5000多块，20多件法器扔在一边，刀枪剑戟什么都有，还有70多瓶丹药，瓶瓶罐罐摆了一地。王腾看的眼都直了，若不是陈渊，自己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这么多资源。陈渊点完数，随手一划拉，一小堆东西飞到王腾面前，100块灵石，5瓶1阶丹药。他又用夹子从那堆法器里挑了把剑，扔了过去。王腾看着眼前这点东西，心头一阵火热，他脱口而出：“陈师兄，不是说好我和姐儿7，你3？”话还没说完，陈渊身上灵力一动：“你再叫我做事！”王腾的声音一下子卡在喉咙里：“这一路上，你有出过力吗？或者，你觉得你的命值不值这些灵石丹药？”王腾脸上血色退了个干净，后背的衣裳瞬间就被冷汗浸湿了。他这才猛然惊醒，自己真是昏了头。这杀神不把自己宰了，已经是烧高香了，还敢跟他讨价还价！扑通一声，王腾双膝跪地，额头重重磕在地上：“陈师兄饶命！是我鬼迷了心窍，是我不知好歹。”陈渊恢复了些许气力，抬头看向2人：“杨家的人很快就会追查过来，我们必须立刻出山。”王腾闻言连连点头：“对，陈师兄，我们赶紧回避池宫，只有宗门才安全。”陈渊摇摇头：“你们先走。”他拿出地图，指了个方向：“从这里出去就是老母村，你们去村口那座破庙等我，或者找户村民家住下。记住，不管谁问，就说是碰上了邪修，杨杰和杨泉他们都是邪修杀的。”王腾哪敢说个不字，连声应下。苏锦却拽住陈渊的袖子，一脸的担忧：“陈大哥，你伤得这么重，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我还有事要办，赶紧走，出了山就没事了。”他又扔给苏锦一个储物袋，里面是些丹药和灵石，要是我没回去，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了。苏锦捏着储物袋，眼圈一红，还想说话，被陈渊瞥了一眼，立马就把话咽了回去。等2人走了，陈渊找了个更隐蔽的洞，坐下疗伤。半天过去，他脸色还是白的，但体内的灵力总算恢复了个七七八八，行动再无大碍。他这才站起来往深山里走。黑风峡谷口，陈渊刚露头，嘎笨蛋又回来了。一只乌鸦落在树杈上，冲他怪叫。陈渊的眼睛眯了起来，找的就是他。当时若不是他乱叫，自己也不会陷入险境。有仇不报非君子，陈渊觉得现在就是报仇的时候。他从背后摘下落日弓，拉了个满月。乌鸦吓了一跳，扑棱着翅膀就要飞。然而弓弦上的杀意如影随形，嗖，箭矢破空而去。乌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一蓬黑色的羽毛飘落下来，它头顶的毛被一箭削了个干净，露出青白的头皮。乌鸦落在另一根树杈上，又怕又气：“你敢射大爷？你知不知道大爷这身毛有多少母鸟想摸都摸不着？”陈渊又搭上一支箭：“刚才给你剃个头，下一箭就要你的命，自己飞过来，或者我射死你，选一个。”乌鸦脑子里就想了半息：“嘎，大神饶命，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再叫就烤了你。”陈渊一把将飞下来的乌鸦攥在手里，他扯了根绳子，把他的腿捆上，系在自己腰上：“以后你就叫秃子。”
被叫做秃子的乌鸦，脑袋一耷拉，一副鸟生无望的样子。陈渊腰上拴着只乌鸦，便认了下方向，往老母村走去。一天过去了，老母村一户村民家中，王腾在屋里走来走去，眼睛时不时就往苏锦手里的储物袋上瞟。姐儿，王腾站住脚，脸上挤出个笑，你看，陈师兄给的东西都在你那，万一丢了怎么办？不如我帮你收着，我修为比你高，稳妥。苏锦把储物袋往怀里揣了揣，脑袋一摆，陈大哥说了，这是给我的，给你。王腾脸拉了下来，我是你道侣，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拿来。再说，已经一天一夜了，陈渊还没出来，八成已经死在山里了。他说着就伸手去抢，苏锦吓得往后一退，后背撞在墙上，人却死死护住怀里的袋子。不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干脆的拒绝王腾。王腾的手停在半道，看着苏锦，好像不认识他了。以前那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女人，怎么进了烫山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他心里那股邪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好啊，苏锦，你长本事了。王腾收回手，绕着他走。他凭什么单独给你一个储物袋？你说实话，在山里，你是不是背着我，跟他干了什么？这话像根针扎得苏锦一惊。他想起林子里那棵大树，想起被塞住嘴的呜咽，脸刷一下就白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胡说！他憋了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声音里一点底气都没有。我胡说。王腾凑近了，盯着他的眼睛，那你脸红什么？心虚了？你是不是早就盼着被他？没有。苏锦尖叫一声，猛地站起来，因为起得太急，眼前一阵发黑。王腾被他吼得一愣，跟着就恼羞成怒，抬手就要一巴掌扇过去。苏锦闭上眼，把头偏到一边，巴掌没落下来，王腾的手停住了。他想起了陈渊杀人时的样子，这一巴掌下去是痛快，可万一陈渊那个杀神没死，回来了。苏锦等了半天没动静，小心地睁开眼，看见王腾铁青着脸，举着手，正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们去村口那座破庙再等等吧。苏锦小声说。兴许再等半天，陈大哥就回来了。王腾咬着牙，把手慢慢放了下来。好，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就去破庙。再等半天，他要是不回来，你这储物袋就归我。说完，他一脚踹开门，走了出去。陈渊走到破庙前，脚步停了下来。庙门口站着两个女人，一个穿着青衣，瞅着也就15、16岁的样子，脸蛋圆圆的，眼睛很大，一看就不是村里人。他在这破庙这干什么？杨家派来的？不对，没人见过自己这张脸。陈渊随即注意到，青衣丫头一直小心翼翼地站在另一个女人边上，显然是各下人。另一个女人一身白衣，打扮得更是惹眼，自己怎么刚刚没注意到？有些古怪，似乎是察觉到有人在看。白衣女人转过身来，陈渊看清她的脸，脑子顿时空了一下。那女子一头及腰银发，发间缀着几簇泛着荧光的星状花饰，眼睛是紫色的，肤色偏白，却衬得唇色更显淡飞。身着一袭露肩轻纱裙，裙身以淡紫为底，上缀金紫双色星辰状光点，风吹来时随裙摆漾开细碎荧光。明明是个大晴天，她手里却撑着一把油纸伞，伞面上画着几笔山水，伞沿挡了她小半张脸，可露出来的已经足够让人心惊。这女人比云溪月还要好看，带着一种不真实感，一种诡异的空灵，而且总觉得在哪见过。可陈渊又敢肯定自己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标致的女人。小姐，这破庙什么都没有，咱们走吧。青衣丫头开口。不急。陈渊琢磨着这两个女人的来路，冲他们招了招手，算是打了招呼。白衣女子点头回应，开口问道：这个村子叫什么？老母村。陈渊告知，又趁机问道：两位看着不像本地人，来这小地方有事？白衣女子还没回话，那青衣丫头就抢着开了枪。什么老母村？难听死了，这里以前不是叫望月村吗？望月村？陈渊从记事起这里就叫老母村，没听说过别的名。不过村里土话，管月亮叫老母，管太阳叫老爷，兴许还真有点关系。白衣女人等丫头说完了，才慢慢开口：我来看一位故人。故人？陈渊从小就在这破庙里，庙里除了个没脑袋的石像，哪来的故人？他指了指庙里那尊无头石像。小姐说的故人是他。他轻轻一笑，伞面威胁遮住了半边脸。算是吧。白衣女人笑着看向陈渊，我见过你，咱们之间还有些缘分。陈渊咯噔一下，这话又是什么意思？敢问小姐怎么称呼？那青衣丫头又抢先一步，嗤笑道：你这人倒是有趣，凭你的道行，穷尽一生也未必能触碰到我家小姐，还敢问姓名？多嘴。白衣女子淡淡斥了一句：有人来了，我们回月山吧。说罢，二人向村外走去，只是一瞬间便已经消失不见。陈渊站在原地许久才回过神，这两个人实力太过恐怖了。他口中的故人是神像还是我？难道又是凌霄那家伙欠下的风流债？还有月山？正思索间，王腾和苏锦的身影出现在村口，看到陈渊，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复杂的神色。回到碧池宫已是3天后，陈渊让苏锦自去休息，他则在屋里盘腿坐下，清点这次的收获：灵石、法器、丹药，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小山。他现在也算是个有钱人了。第二天夜里，王腾找上了门，他脸上堆着笑，请陈渊去他的洞府喝酒。陈渊看了一眼旁边欲言又止的苏锦，点头答应了。王腾的洞府在弟子住处里，
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差。一个不大的院子，2间食屋，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修炼用的静室。院里的石桌上已经摆了几个小菜和一壶酒。陈师兄，来，我敬你。王腾一杯接一杯的给陈渊倒酒，没一会就喝得满脸通红，话也多了起来。陈师兄，我跟你说，你别看我现在只是神起6层，我可是我们这批弟子里头最有指望在30岁前达到神机的。上次不成，那是小问题，下次我肯定能行。苏锦在一旁坐着，尴尬的笑着，时不时的给2人添菜。他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的飘向陈渊，又飞快的收回来。陈渊听着王腾吹嘘，手里的酒杯就没空过，来者不拒。他心里却在冷笑，就这点酒量，还想灌醉我？在老母村，他跟那些老猎户喝的烈酒比这劲大多了。酒喝了3巡，王腾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一把搂住陈渊的肩膀，舌头都大了。陈兄弟，你人不错，以后我发达了，忘不了你。说完，他一头栽在石桌上，鼾声如雷。苏锦看着桌上醉死过去的王腾，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只觉得脸颊发烫。陈渊的脚在桌下勾了勾苏锦的小腿，见王腾酣睡，苏锦浑身一颤，哼出声来。他又羞又怒地看了陈渊一眼，却见他正站起身。天色不早，该回去了。他说着就要拉着苏锦往外走。苏锦的心莫名的一紧，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拉住了陈渊的衣袖。师兄，今晚就在这里歇下吧，山路不好走。这话说出口，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己是疯了不成？陈渊回头看着他，月光底下，苏锦的脸蛋泛着红，眼睛里像盛着一汪水，是怕也在期待。女人的心防这东西，只要有了道缝，再想堵上就难了。好，陈渊把烂醉如泥的王腾拖进卧室，扔到床上。苏锦局促不安地指了指隔壁的静室，师兄，委屈你，在内将就一晚。静室与卧室只隔着一堵薄薄的石墙，陈渊的目光却落在院里的石桌上，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就在这儿，院中只剩下他们2人。师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陈渊一步上前，逼近他身前，一股强大的压迫感让他下意识后退，直到后背抵在了冰凉的石桌上，退无可退。既然收了我的好处，帮了你破镜，咱们之间的关系就得变一变。那我该如何称呼？苏锦低着头，不敢去看他的眼睛，手心里全是冷汗。叫公子，这2个字像是一道惊雷，在苏锦脑中炸响，挣扎与沉沦只在一念之间。许久，苏锦紧绷的身子忽然软了下来，垂下眼帘，声音轻如文瑞：“是公子。”随后，压抑的啜泣声在夜色中轻轻响起，似是发泄着心中积压已久的委屈与恐惧，在这片弟子住处里回荡起来。半夜，苏锦是挂在陈渊身上回到的神域殿外，女人睡得死沉，眼角还挂着没干的泪。陈渊俯身在她耳边只说了一句话：“天亮之前收拾好自己，跟我进殿。”天刚蒙蒙亮，陈渊推开苏锦的房门，他一个机灵，只见一个身形清瘦的陌生少年站在门口。苏锦脑子一猛，下意识地往后缩，抓起床头的法器，对着来人：“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少年没答话，只是从怀里掏出张人皮面具，往脸上一贴，又变回了大汉模样。是他。苏锦刚松了口气，就见陈渊又把面具扯了下来，露出一张全然陌生的脸。陈渊呵呵一笑，将人皮面具戴上，又变成了大汉模样。这才是我本来的样子。苏锦捏着法器的手松开了，看着清秀的少年脸庞，再回想起昨夜院中石桌上，还有在老母山林子里，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他。他脸上烧得厉害，心里说不出是怕还是别的什么滋味，只低着头不敢再看。随后穿戴整齐，只是走路时姿势有些不自然，2腿看着还有点软。他跟在陈渊后头，到了店门口，扯住陈渊的衣角：“主人，这里是碧池宫禁地，我进去不合适，这里没几个人，杨家的人手伸不到这儿，你老实待着，比在外边安全。”陈渊心里有自己的盘算，苏锦资质一般，强行塞进归元仙府占个位置属实浪费，不如就先搁在神玉殿的偏殿，正好当个眼线。想必杨家的人胆子再大，也不敢闯到这儿来搜人。2人刚踏入殿门，好你个臭木头，还知道回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大殿里炸开。陈渊一抬头，就看见黄婵儿抱着小银月，气鼓鼓地站在大殿当中。他那张圆脸绷着，柳眉倒竖，2只小手把怀里的白狐搂得死紧。等他的目光落在陈渊身后的苏锦身上，一双大眼睛立马眯成了一条缝。我才离开几天，你本事不小啊，还敢带女人回来？黄婵儿说着，把怀里的狐狸往地上一扔。小银月在青石地板上滚了2圈，抖了抖毛，蹲在一旁准备看戏。黄婵儿手指在腰间储物袋上一划，一柄比他整个人还高的金色战锤就出现在手里，锤头闪着幽蓝的光，落地的瞬间，锤身的重量直接压裂了脚下的青石地砖。神玉殿是禁地，你敢带外人进来，先吃我一锤！黄婵儿一声娇喝，脚尖在地点了一下，身子向弓箭弹过来，手里的战锤抡圆了，带起一阵风啸，对着陈渊的脑袋就砸了下来。锤还没到，刮过来的风已经让他脸皮发麻。苏锦哪见过这场面，2腿一软，人就瘫在了地上。陈渊心里一跳，他没想到这丫头是来真的，锤子上那股神力比他预想的要猛得多。他右脚往后撤了半步，
脚跟踩死地面，右手握住青钢剑的剑柄，剑不出鞘，直接用剑鞘对着砸来的锤柄横着架了上去。当，金铁交鸣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陈渊只觉得虎口发麻，一股蛮力顺着胳膊就钻进了胸膛。他连着退了3步，每一步都在地板上踩出半寸深的脚印，灵力在经脉中疯狂运转，才把那股冲进脏腑的霸道力道给卸掉。炼气7层，进挺快啊！黄茬儿一击不成，战锤顺势落地，他双手握柄，身子一拧，战锤贴着地面划出一道金色圆弧，奔着陈渊腹部就扫了过来。陈渊双腿灌满灵力，身子拔地而起，险险避过贴地扫来的锤锋。师姐有话好说。他右手化作爪状，朝着黄茬儿的手腕就扣了过去。黄茬儿轻哼一声，小手一缩，战锤被他舞成了一团金光。有什么好说的？我看你是没人管教，疯坏了。陈渊看准一个空当，肩膀往下一沉，人就往黄茬儿怀里撞。只要能贴身，他这大锤子就使不出力气。他的左手按住锤柄，右手顺势搂向黄茬儿的肩膀，两人身子刚碰上，黄茬儿体内猛地爆开一股沛然神力，那股力道瞬间就把陈渊的灵力给压了回去。陈渊整个人倒飞出去，后背结结实实撞在远处的月神雕像上，把神像前的供桌撞得4分5裂。他翻身落地，揉着发闷的胸口：“师姐，你隐藏了修为。”黄茬儿收起战锤，拍了拍手，脸上又挂起了笑容。实战经验不少，看样子没少在外头打架。他跳到陈渊跟前，绕着他转了一圈，说吧，这女人哪来的？苏锦这时候才从地上爬起来，跪在地上，额头贴着地面：“神女饶命，奴婢苏锦是师兄救回来的，求神女收留，奴婢愿在此为奴为婢，打扫殿宇。”陈渊站起身，把苏锦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自然是省去了一些细节，只说他在杨家的围剿下没地方去。黄茬儿听完，捏着下巴，歪着头打量了苏锦半天。行吧，这里说是禁地，其实也就一个主神雕像，正好我最近还要出门办点事，公主也在闭关，这大殿是没人洒扫了。他指了指神像，每天上香3炷，地砖要擦干净，不能有灰，还有照顾好小银月。黄茬儿的眉头皱了起来，指着小银月：“他怎么胖成个球了？”陈渊一把抓起小银月，掐着他的腋下举到黄茬儿面前：“不是你说的，他要是瘦1圈就把我的头发吗？我可劲儿的喂他好的，怎么现在又怪我了？胖了也不行。”黄茬儿呲了呲他的小虎牙：“信不信我把你拔成秃子？”陈渊从储物袋里掏出个笼子：“秃子，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只头顶眉毛秃得发亮的乌鸦从笼子里钻出来，扑腾着翅膀落在陈渊肩膀上。嘎，憋死大爷了！这是哪儿？怎么这个大烟味？乌鸦转动着小眼睛，瞅见了黄茬儿。黄茬儿愣住了，小手戳了戳乌鸦的秃头：“咦，真丑！嘎，你说谁丑？大爷在老母山那可是万鸟迷，追求大爷的母鸟能从山头排到山脚。”陈渊一指头弹在他脑门上：“闭嘴，秃子！以后你就给小银月当个伴。”地上的白狐斜了乌鸦一眼，喉咙里发出低吼，对这个新来的丑东西很是不屑。黄茬儿倒是觉得新鲜，抓着乌鸦的爪子看了又看。行，这神玉殿总算热闹点。不过陈渊，你这进快得吓人了些。陈渊刚想解释，殿外却传来了脚步声。能进神玉殿的又是谁？今天这殿里可真够热闹。神玉殿门口，一袭红衣踏过门槛。洛云前些日子受了伤，才把身子养好，听旁人说云溪月让他伤好后去找，谁知到了主殿才知晓云溪月已经闭了关。他心中郁结，便转到来这神玉殿，想在祖师向前求个心安。谁成想刚迈过门槛，视线便撞上了立在殿中的陈渊，脚步瞬间定在原地。洛云双目圆睁，呼吸骤然急促，藏在袖中的双手死死攥紧。陈渊，洛云低喝一声，右手往虚空一抓，掌心光芒一闪，一柄细长法剑便被握在手中，剑身震颤，发出嗡嗡低鸣：“你这狗奴隶，谁给你的胆子，敢闯我碧池宫的禁地？”看到这张脸，老母山那一夜的记忆便涌上来，粗糙的地面，撕裂的痛楚，还有那令他作呕却又无法反抗的屈辱，这一切都是拜眼前这个低贱的奴隶所赐。陈渊看着洛云，面上神色不动，右手极其自然地垂下，搭在腰间青钢剑的剑柄上。“洛师姐，你认错人了，在下云渊，是公主带回宫的记名弟子，并非你口中的什么陈渊。”“住口！你也配姓云？”洛云根本不听这套说辞，化成灰他也认得这双眼睛，这世上找不出第二个。“玷污师尊清誉，今日我就把你碎尸万段，再去向师尊请罪。”洛云脚尖一点，人已经掠过大殿，长剑一抖，直奔陈渊的喉咙。陈渊瞳孔微缩，体内灵力涌动，正准备拔剑硬抗，还没等他剑出鞘，身旁突然卷起一阵恶风，旁边的黄茬儿却动了，那把比他人还高的大锤再次出现，正好挡在剑前。当，长剑刺在锤面上，巨大的反震力顺着剑身传导回去，洛云虎口崩裂，鲜血顺着手掌流下，他整个人向后踉跄几步，勉强用剑撑地才站稳身形，一张俏脸煞白，惊疑不定地看着前方。“洛云，在我这神玉殿动武，你问过我没有？”黄茬儿单手提锤，歪着头，下巴微微扬起，眉宇间透着冷意。洛云捂着发麻的手腕，视线落在那个指到自己胸口的小丫头身上，他慌忙收起长剑，
顾不得手上流血，双膝一软，跪伏在地。黄师叔，这一声师叔喊得陈渊像是被雷劈了，人直接呆在当场。师叔，他脖子有些僵硬的转过来，目光落在这个看起来还未成年的丫头身上。这丫头是洛云的师叔，洛云是云溪月的亲传弟子，那这丫头岂不是和云溪月平辈？陈渊脑子里飞快闪过刚才那一锤子的力道，还有之前在大殿里把自己轰飞的那股神力。刚才自己居然在跟碧池宫长老级别的人物动手，还试图占人家便宜。他一直以为黄婵儿是哪个长老名下的调皮弟子，顶多就是比他早入门几天。这个天天缠着自己，让自己叫他师姐，动不动就揪耳朵，拿戒尺吓唬人的丫头是洛云的师叔，那岂不是跟云溪月一个辈分？黄婵儿瞥见陈渊的蠢样，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还紧绷着。这神玉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喊打喊杀了？洛云咬着牙，手指着陈渊，师叔，你不知道，这人是个奴隶，他在老母山救了公主，这是大功。黄婵儿直接把他的话堵了回去，人是公主亲自安排在神玉殿的，你有意见，等公主出关了自己去说。洛云的胸口上下起伏，眼睛里的恨意几乎要滴出来。他不叫什么云渊，若他真没见过我，怎么会知道我姓洛？就算化成灰，我都能认得出他就是那个玷污我的。话说到一半，洛云猛地闭上了嘴，一张脸憋得通红。这种事他怎么有脸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黄婵儿的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他看看脸憋得通红的洛云，又看看一脸状况外的陈渊，大眼睛滴溜溜直转，小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黄婵儿拖长了调子，一把揪住陈渊的耳朵，把他拽到跟前，老实交代，你跟公主到底怎么回事？跟洛云这丫头又是怎么回事？耳朵上传来的疼让陈渊回了神，关系复杂，说不清，想知道你自己去问云溪月，你敢直呼公主名讳？洛云又呵斥道。黄婵儿却松开了手，绕着陈渊转了2圈，觉得这木头胆子是真肥。你也没告诉我你叫陈渊，这事儿咱俩就算扯平了。他对着洛云挥挥手，行了，洛云，他是公主的人，这事你知道就行了，至于你俩的破事，关起门自己解决去，别在我的神殿里吵吵闹闹。洛云看黄婵儿这护犊子的架势，知道今天讨不着好，他收了法剑，吸了口气，眼神像刀子一样在陈渊脸上刮了一遍。陈渊，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等师叔不再护着你，我定要将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陈渊看着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快。洛云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个麻烦，黄婵儿是师叔，那就是个靠山，一个麻烦，一个靠山。这么一想，他心里顿时就有底了。哎，想什么呢？黄婵儿用肩膀撞了他一下，被我们碧池宫的圣女惦记上，感觉怎么样呀？陈渊看着他，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你真是长老？黄婵儿双手往腰上一插，得意地挺了挺胸口，尽管那里平平无奇。怎么不像吗？来，叫声师叔听听，叫得好听有赏哦。不像。陈渊摇摇头，说的也是实话，像个没长大的丫头。嘎，这丫头是挺小的，尤其师兄站在小银月身上的秃子，适时地补了一刀。黄婵儿的脸一下就黑了，磨着小虎牙，死乌鸦，信不信我把你头顶那几根毛也拔光了？陈渊思索一番，看向那边还气得浑身发抖的洛云，问出了一个让店里所有人都愣住的问题：既然他是你师叔，那你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师叔？而此时的幽州城杨家却是一片死寂。杨家家主杨啸天站在密室里，看着桌上几盏熄灭的魂灯，脸色阴沉。查，给我去查碧池宫，活着的只有王腾和那个女人，我要知道老母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公主闭关了，我也得下山一趟，去那什么，反正办点事。黄婵儿刚回来一天，屁股还没坐热，又要走了，这让陈渊感觉他只是专门挑了个日子回来揍自己一顿。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老实点。虽然杨家的人不敢闯神玉殿，但你也别太招摇。他说完话，又拿眼睛去瞪陈渊肩膀上的秃毛乌鸦。要是让我回来发现小银月被这丑八怪带坏了，我就把你俩一起炖了。嘎，小丫头，大爷我。秃子刚要张嘴回骂，就被陈渊一把捏住了鸟喙。黄婵儿轻哼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边。大殿里一下就安静下来。陈渊松开手里的秃子，手摸着下巴，想起洛云看自己的那副模样，活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似的。既然已经被惦记上，那就不能坐以待毙。这女人知道自己的底细，留着就是个祸害，杀了她倒也干脆。可她毕竟是云溪月的亲传弟子，真动了手，云溪月那边不好交代。不过杀是不能杀，不代表不能干点别的。入夜，碧池宫里静悄悄的，月光洒在洛云的洞府外。这里平日除了几个婢女，没人敢随意踏足。陈渊心里暗道，这女人的谱倒是摆得足。云溪月身为一宫之主，身边也没见个伺候的婢女，她倒好，一个弟子，学着凡间官家小姐的做派，是唤起人来了。陈渊悄无声息地摸进了阁楼，屋内点着安神香，烟气袅袅。洛云盘腿坐在床榻上，周身神力流转，人却静不下来。只要一闭眼，陈渊那张脸就冒出来，挥之不去。陈渊，我真后悔当初没一剑捅死你。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气息一乱，神力差点爆发。就在这时，窗前的月光被一道人影挡住了。
圣女这么惦记我，连打坐都在念叨我的名字。这声音冷不丁的在屋里响起，吓得洛云一个机灵。洛云猛地睁开眼，瞳孔骤缩。那个让他恨之入骨的男人正坐在他对面的圆凳上，手里还把玩着他的玉书。你怎么进来的？洛云又惊又怒，下意识就要催动神力唤出法剑。来人！有。他刚张开嘴，话还没喊出来，就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响，眼前景象全变了。人已经不在自己屋里，而是到了一处开满各色花草的小院中。院里晴空万里，旁边的小楼上还挂着西光阁3个字的牌匾。洛云心里一沉，这地方他没见过。幻术！陈渊手一挥，洛云就觉得浑身一空，体内的神力像是被什么东西抽了个干净。洛云身子一软，刚提起的那口气瞬间就散了，整个人直往陈渊怀里倒去。你对我做了什么？陈渊顺手把他抱起来，走进西光阁的卧房，往床上一扔。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这个女人。这回的洛云哪还有半点圣女的傲气？她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物，胸口不住起伏，脸上写满了惊恐。没什么，就是想找圣女聊聊天。圣女不是整天想着杀我吗？怎么这回不念叨了？洛云想挣扎，可身子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使不上。你这奴隶，快放开我！奴隶？陈渊手上的劲大了些。圣女是不是忘了，在老母山是谁在你身上出力的？又是谁在你耳边叫你夫君的？这话一出，洛云的脸先是涨红，接着又变得惨白。我那是被下了药，身不由己。他喊道：你救了我，我本该谢你，可你趁人之危夺我清白，还想让我感恩戴德。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好使？我不夺你清白，你怎么解读？陈渊松开手，站起身，在屋里走了2步。我就问你，你醒了之后第一件事是不是就想一剑捅死我？洛云被问得一噎，他却识动了杀心，也是那么做的，只是最后关头手软了而已。可这事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不应该还在睡梦中，怎么不说话了？陈渊停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我救了你，你不谢我也就算了，反倒想杀我灭口。洛圣女，你说说，咱俩到底谁才是狼心狗肺？洛云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那是一时糊涂，我是碧池宫的圣女，若是传出去，所以为了你的脸面，我就该死，是吧？陈渊笑了，你的脸面是脸面，我的命就不是命了，那是你心软，不是我命大。陈渊蹲下身，凑到他眼前。可我这个人不喜欢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里，尤其是一个想杀我的人手里。你心软了一次，谁知道会不会心狠第2次？陈渊从怀里掏出一颗理气丹，脸上却露出个不怀好意的笑。张嘴！我不。陈渊不想废话，直接捏住他的下颌骨，稍微一用力，洛云被迫张口，丹药顺着滑了进去，入口即化。可，你给我吃了什么？洛云想把东西吐出来，可怎么干呕都没用。陈渊松开手，还替他理了理乱了的头发。你不是吃过吗？同心合运丹啊！洛云的脸瞬间没了血色，眼睛里全是恐惧。你无耻下流！陈渊懒得理他骂什么，反手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捆红绳子，这也是他缴获的战利品之一，材质特殊，水火不侵，关键是韧性好得很。圣女这么激动做什么？药效还没上来呢。绳索在他手里灵活地穿梭起来，先是绕过脖颈，在锁骨处打了个结，后顺着往下，在中间一收。洛云嘴里发出一声闷哼，绳索深深陷进肌肤里，紧接着绳索一路往下绕过双腿，又从身后穿了回来。没一会，洛云就被绑成了一个羞耻的姿势。放开我，陈渊，我要杀了你！洛云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羞耻感让他浑身涨红。感觉到了吗？是不是开始热了？陈渊凑到他耳边低声细语。其实那只是理气丹的一点温热药效，但在陈渊这么一说之下，洛云真觉得自己体内有一团火在烧，那种感觉渗出来，让他忍不住想要扭动身子。求我！洛云浑身一颤，咬着嘴唇，死都不肯开口。她是圣女，怎么能像一个低贱的奴隶求欢？哪怕是死可是，药效好像越来越强了，让他快要发疯。他以为陈渊既然下了药，肯定会像在老母山那样对他，虽然屈辱，但好歹能解毒。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本能的期待着。然而陈渊却停手了，他站直了身子，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点了点头。看来圣女很有骨气，宁愿爆体而亡也不愿求我。既如此，那我就成全你。说完，他转身就往外走。洛云不可置信地抬起头，你去哪？当然是回去睡觉。陈渊走到门口，回头咧嘴一笑。圣女慢慢享受这漫漫长夜，要是实在难受，这床脚倒是挺硬的。陈渊，你回来，你给我回来！洛云彻底慌了，要是不解毒，他真的会死，而且那种被唤醒却得不到的折磨，简直比死还难受。可惜陈渊压根没停步，房门吱呀一声关上，将所有的声音都隔绝在内，只留下洛云一个人被绑成那样，独自面对这一夜。至于那到底是不是同心合运丹，等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他自然就知道了。回到神玉殿已是深夜，陈渊把缴回来的东西倒了一地，叮叮当当响成一片。他蹲在地上，把丹药、材料这些用不上的玩意划拉出来堆到苏锦跟前。这些你拿去房市卖了换零食。说完，又从怀里摸出人皮面具扔过去。
带上这个出门，一定要机灵点。苏锦手忙脚乱地接住面具，紧张地点了点头。陈渊看着他怯懦的样子，又补了几句：东西卖不掉没关系，人的回来。碰见生面孔，扭头就走，别搭话，胆子放大点，脑子多转转。那些沾染了魂灯印记的法宝，陈渊一件也没给他，让他去碰这些东西，无异于让他去送死。交代完这些，陈渊转身就出了神域殿。苏锦成长的还是太慢了些，不过眼下也只能先这么用着，总比没有强。晌午，幽州城，这还是陈渊头一回正儿八经的进城，或者说第一次以人这种身份踏足这座修士之城。以前做奴隶的时候，他只在城外的矿山待过，偶尔远远看一眼高耸的城墙，都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街道宽的能并排跑几辆马车，两边的铺子挂着各色招牌，卖丹药的，卖符箓的，卖法器的，还有酒楼里飘出妖瘦肉的香气，勾得人直咽口水。街上的人大半都带着修为，有的踩着飞剑从头顶掠过，有的骑着叫不出名字的灵兽招摇过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陈渊心里念叨一句，想起过去那些猪狗不如的日子，眼前的热闹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他兜里零食不少，却还是绕过那些气派的大酒楼，找了个不起眼的下等客栈钻了进去。大堂里三教九流混杂，正是打听消息的好去处。他寻了个角落，点上一壶酒，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闲扯。听说了吗？杨家这次可是栽了个大跟头。嘿，谁不知道啊？老母山折了2个高手，现在城南的白家和城北的楚家正联手往死里整他们呢。活该，谁让他们平日里横行霸道？我听说白家已经动手抢了他们城外的3座矿脉了。何止3座矿脉，东市那家丹药铺昨儿个叫楚家的人给砸了。如今的杨家就是块砧板上的肉，谁见了都想上去剁2刀。陈渊面无表情地抿着酒，杨家内忧外患，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单事的事且不说，至少他们现在没工夫来找自己的麻烦。陈渊回到客栈房间，关上门，神识沉入归元仙府。西光阁的床上，洛云身子不住地扭，绳子勒得紧，他嘴里还在翻来覆去的骂：狗奴隶，下贱胚子，我要把你千刀万剐。骂来骂去就这几句，这要怎么这么练？陈渊收回神识，对洛云的进展还是很满意的。这女人嘴上硬，身子倒是老实，再这么熬一夜，看她还怎么清高的起来。只要征服了她的身体，就不怕她的灵魂会翻天。剩下的灵石丹药，他分出一半全丢进仙府炼化，多一分实力就多一分保命的本钱。第二天一早，陈渊去了房室，想逃欢把趁手的兵器，刚拐上主街，前头就被堵死了。人围得里3层外3层，指指点点的吵嚷声里，还夹着鞭子抽肉的闷响。一对杨家修士正推开人群开道，中间是辆沉重的囚车。陈渊混在人堆里，默不作声地看着。囚车里的人血肉模糊，披头散发，四肢扭曲的不像样，显然是用了重刑。经过陈渊面前时，那犯人因剧痛抬起头，是王腾。押车的是个神机境的汉子，满脸横肉，手里的长鞭一甩，又抽在王腾身上，说：你的同伙在哪？老母山的魔修到底是谁啊？王腾被打得嗷嗷叫，为了活命在囚车里扯着嗓子喊：别打了，我全说。鞭子停了下来，王腾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是陈渊，还有一个叫苏锦的贱人，是他们杀了杨少爷，他们假扮魔修。那个陈渊手段狠毒，是他逼我立下神魂大誓的。喊声传出去老远，周围看热闹的人群顿时炸开了锅。那领头的汉子听完，示意手下记下，又喝问那个陈渊在哪？什么修为？王腾哭喊着摇头：我不知道他在啊，他拿走了所有宝贝，他只是个神起境啊，大人饶命，我是被逼的。汉子一听神起境3个字，一口唾沫啐在地上。神起境能杀了杨泉？你当老子是3岁小孩？满嘴屁话！汉子一脚踹在囚车栏杆上，震得王腾吐出一口血沫。肯定有高手在背后指使，带回去，让家主亲自搜魂。车队朝着杨府的方向去了，王腾的惨叫声也越来越远。陈渊站在人群后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王腾把他卖了个底调，他心里反倒不怎么慌了。杨家现在一门心思在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高手，这对他来说反倒是好事。贪心不足蛇吞象，王腾的下场从他拿着那件带魂灯印记的法器去换灵石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陈渊没马上走，远远地跟在车队后头。他发现杨府外松内紧，但因大量人手被派去对抗白楚2家，府邸处处都是漏洞。回到客栈，陈渊盘腿坐下，脑子里把事情过了一遍。王腾是供出了陈渊这个名字，可自己在碧池宫叫云渊，苏锦也换了脸，杨家一时半会还查不到神玉殿。但这终究是个麻烦，要是杨家顺着凡人界的奴隶名册往下查，摸到碧池宫是早晚的事，不能等他们找上门，得主动出击。杨家认定有高手在背后搞鬼，这事正好能拿来用。陈渊从储物袋里摸出块玉牌，这是杨杰的身份牌。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与其躲着藏着，不如就用这块玉牌，用杨家人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杨家。你们不是在找鬼吗？那我把这潭水搅得再浑一些，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点。夜色把幽州城都给盖住了。杨家府邸门前，陈渊的身影从街角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捏着杨杰的身份玉牌，本想混进去，可眼前这死气沉沉的样，
让他把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太安静了，太安静了，安静的不对劲，倒像是个张开了嘴的陷阱，就等着自己往里跳。陈渊没走正门，身子一转，贴着墙根绕到侧面，翻进了院墙。不对劲，怕是白家、楚家已经动手了，不然不可能连阵法都撤了。才落地，一股子血腥味就浑着泥土的腥气扑了过来。院子里到处是翻倒的石桌石凳，地上还有几滩发黑的血。看来杨家这是真被人把家给抄了。路上撞见几波巡逻的，看服饰和尸体的不同，想必是白家、楚家的。这些人一个个神情紧绷，手按在刀柄上，显然也是在防着杨家的临死反扑。陈渊缩在假山后头，听着一队人骂骂咧咧地走过去。这杨家真他娘的有钱，光一个侧院的库房里就堆满了2阶灵材。少废话，家主下了死命令，找不到那个炼丹师，咱们都得脱层皮。炼丹师？陈渊眉毛一挑，心里琢磨，看来这3家打起来不光是为了抢地盘和矿脉，还另有所图。越往内院走，打斗的痕迹就越明显，甚至能感觉到空气里还残留着没散去的神力波动。陈渊干脆顺着这股波动找过去，最后停在了一处已经被轰塌了一半的假山前。最后在一座被轰塌半边的假山前停下，底下露出个黑洞洞的口子，显然是条密道。洞口周围躺着7、8具尸首，有杨家的，也有白、楚2家的，有的脑袋没了，有的肠子躺了一地。陈渊蹲下身，在一个死了的杨家弟子身上摸了摸，从怀里掏出个储物袋，就几块下品灵石，还有2瓶1阶丹药。穷鬼！他低声啐了一句，把储物袋塞入自己怀中，又开始摸其他尸体，直到洞里头隐约传来吵嚷声，还夹着法术对轰的闷响。陈渊才钻了进去。密道不长，尽头是一间石室。杨家家主杨啸天被人一脚踩着，半截身子都嵌进了地砖里，口中不断溢出鲜血。他旁边的李知渊脖子被另一只手掐住，2只脚悬在半空，脸憋成了猪肝。对面站着2名气势迫人的老者，一个穿白衣裳，捏着把折扇，下巴上留着一撮山羊胡，倒有几分仙风道骨，只是那双鹰隼般的眸子破坏了所有意境。这是白家家主白沧海。另一个是个大胖子，肚子把紫金袍子撑得溜圆，手里盘着2个铁胆，咔嗒咔嗒的响。楚家家主楚雄。白沧海拿扇子敲敲手心，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像是跟老友聊天。杨兄，何苦来哉？交出账本，我保你夫妇2人留个全尸。杨啸天啐出一口血沫。我呸！白沧海，你这条老狗，当年要不是老子拉你一把，你能有今天？现在看老子落难了，就想过来啃我的肉，你也不怕撑死？白沧海脚下挪了半寸，低头看了一眼斜面，眉头拧了起来。杨兄，这话可不对，这是上头的意思。他伸出扇子往头顶的石壁上点了点。云公主可是下了死命令，说你们杨家丧尽天良，倒卖尽要燃魂丹，要我们把你们连根拔了，以正视听。听到云公主3个字，被掐着脖子的李知渊身子猛地抽了一下，杨啸天却突然放声大笑，笑的眼泪都从眼角渗了出来。以正视听，笑声戛然而止。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白楚2人的脸。燃魂丹，你们2家就干净，咱们3家谁的屁股底下没屎？这幽州城里的黑市，你们占的份子比我少，现在拿这个当由头来灭我杨家。云溪月那娘们要立牌坊，你们就抢着去当她脚底下的一条狗。躲在暗处的陈渊心中一惊，云溪月居然还有驱虎吞狼这种手段。楚雄那胖子往前走了一步，身上的肥肉跟着一颤一颤的。杨兄，话可不能乱讲，云公主只查到了你们杨家，可没查到我们头上。再说咱们3家在圣教眼里也就是3条看门的狗，现在你这条狗不听话，还惹了一身骚，主人家想换条新狗，天经地义。圣教？陈渊的耳朵竖了起来，这又是个什么玩意？杨啸天大口喘着气，既然都是狗，你们又何必做得这么绝？放我一条生路，我把家底都给你们，还有那条通往魔渊的秘密商道。白沧海合上折扇，声音压低了些，舌头下意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们只要一样东西，那位古大师在哪？杨啸天身子猛地一僵，原来你们是为了古大师。他撑着地想爬起来，我就说嘛，云溪月要名声，你们要好处。燃魂丹的丹方在古大师脑子里，没有他，你们就算占了我的地盘，也是守着金山没饭吃。楚雄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寒光一闪，看来杨兄是聪明人，不错。圣教派驻各家的丹师，只有你家的古大师能将燃魂丹的成丹率提到30%，这等泼天富贵，你杨家吞不下。做梦！杨啸天咆哮一声，古大师已被我藏匿，你们若敢动我，这辈子都别想得到丹方。白沧海与楚雄对视一眼，后者对着掐住李知渊的那个手下使了个眼色。家主嘴硬，想必夫人会识时务些。那人狞笑一声，五指猛然发力，李知渊顿时发呜咽，不能再等了，这个丹师必须弄到手，这2人不能死，更不能落到白楚2家手里。断念向楚家高手攻去。呀！那高手惨叫一声，神力尽失，扼住李知渊的手下意识松开，一道裹着霜雪的青色剑光自黑暗中掠出，雪月飞花，正要去抓李知渊的手，连带着半边肩膀瞬间覆盖上一层白霜，接着咔嚓一声，直接冻成冰块，碎了一地。谁？白
楚两家的人骇然后退。陈渊从阴影中缓步走出，他身上灵力外放，包裹在身上不断涌动着。仙修这个身份在幽州几乎等同于一个名字圣教。白沧海和楚雄对视一眼，默不作声。陈渊的目光扫过地上的杨啸天，又看了一眼脱困后大口喘气的李志渊，最后停在白楚二人身上。圣教的丹师在何处？白沧海看着自己那断臂的弟子，强压下心头的惊骇，拱手试探道：“敢问大人，您是？圣教清理门户，何时轮到你们两条狗来插手？”陈渊打断他的话，往前走了一步：“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动圣教指派的人？”此话一出，杨啸天夫妇彻底懵了，白楚四人更是疑惑：圣教指派的人，难道杨家不是弃子？陈渊手腕一翻，2个玉瓶出现在手中，扔给白楚二人：“2瓶3阶凝神丹，赏给你们的。现在带着你们的人滚！今天的事，我自会向上面分说。至于你们是功是过，自有定夺。”看着地上那丹药上流转的光，在感受着陈渊身上纯粹的仙道气息，白沧海和楚雄心里发疑虑也烟消云散了。这绝对是圣教核心层派来的大人物。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大人，我等这就滚！4人连滚带爬的磕了2个头，捡起地上的丹药，离开了密室。石室里，杨啸天趴在地上，脑子还没转过弯。李志渊靠着墙壁，胸口一起一伏，他看着陈渊，眼里先是惊疑，然后是戒备，再然后开始辨认。这张脸记忆的碎片飞快拼接，陈渊却懒得理会他们的反应，再次冷冷开口：“丹师呢？”就是这个声音，李志渊身子猛地一震，那双眼睛死死锁住陈渊的脸。是他！李志渊脑子里嗡的一声，房室里那个让他当众出丑的臭小子，他怎么可能是圣教的人？绝不可能！方氏之辱，思过崖之囚，桩桩件件皆拜此人所赐。他不是圣教的人，他不是圣教的人！李志渊指着陈渊大吼：“你叫云渊，在方氏，你说你是公主的弟弟，云溪月为了你就要灭我杨家满门，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冒充圣教的人？”陈渊拍了拍手，看来杨夫人记性很好，都这么久了还能记住我是不是圣教的人。他把青钢剑举到眼前，对着剑身哈了口气：“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区别？而且云溪月灭你们杨家是因为燃魂丹，至于我的仇只是顺带的。”他的目光落回杨啸天身上：“丹师在哪？杨家主，你是个明白人，我跟白楚两家不一样，机会就这一次，抓不住可就没了。”杨啸天胸口起伏，转着眼珠扫陈渊。志渊说他不是圣教的，但他能拿出3阶丹药，他有一身仙道灵力，连白沧海和楚雄都信了，自己还有什么资格不信？你休想！杨啸天还没拿定主意，李志渊又叫了起来：“让他闭嘴，咱们再谈。”陈渊瞅着杨啸天已经动了心思，偏偏这婆娘还在旁边搅局，心里有点烦。杨啸天猛地扭头，冲着李志渊就是一声吼：“住口！小兄弟想要什么？你们杨家的产业我一概不要。”陈渊心里清楚，就算他想要，也没那命拿。他蹲下身，脸凑到杨啸天面前：“我只要见那个丹师一面，杨家还是你的，丹师也还是你杨家的，我只要他帮我办点小事。”杨啸天喘着粗气，被陈渊的条件说动：“你说的可是真的？我没工夫跟你在这磨叽。丹师是杨家翻身的本钱，交出去，杨家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可要是不交，眼下救得死；可不交，现在救得死。白楚两家是肯定要弄死自己的，这丹师万万不能给。可眼前这个小子，说不定还有的谈。好，我告诉你。”杨啸天挣扎半天，终于点了头。“不行！”李志渊又是一声尖叫，打断了杨啸天：“你算什么东西？一个神起劲的毛头小子，也配跟我杨家谈条件？我儿子可是黄兜神殿的弟子，你今天敢动我杨家一根汗毛，他日必定把你抽筋扒皮！”陈渊摇头：“杨家主，看来杨夫人还没搞清楚状况，也不知2位现在的伤势比起杨泉来如何呀？”杨啸天愣了愣，突然反应过来：“是你，老母山是你！”话没说完，陈渊手里的剑已经从杨啸天的天灵盖插了进去，不多不少，正好2寸。杨啸天的身子猛地绷直，神功应声碎裂，他一身神丹境的修为瞬间崩溃。“我本来没想动手的。”陈渊拔出剑，手腕一抖，剑尖的血珠甩成一条红线，溅在对面的石壁上。可惜啊，杨夫人不给机会，那我只好自己找路了。呵！杨啸天推开李志渊，双手掐住自己脖子，指甲抠进肉里。“毒妇，是你害了我，是你害了杨家！”李志渊被推得撞在石壁上，呆在原地。他看着修为尽废、瘫在地上的丈夫，又看看那个握着剑的少年，怎么会这样？他不过是想保住杨家的底牌，想用儿子的名头吓唬吓唬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云溪月，你这个贱人！杨啸天彻底疯了，他指着头顶的石壁嘶吼：“我杨家年年给你必吃公送钱送粮，养着你上百张嘴，你吃我的用我的，转过头就要宰了我全家！白沧海、楚雄，你们2条忘恩负义的狗，没有我杨家，你们早就被城外的妖兽啃光了骨头。还有圣教，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生，把我们当狗使唤，用完了就杀！”他骂累了，手指又转向陈渊：“还有你，要不是你个小杂种坏了老母山的好事，老子早就拿到妖丹炼出神药，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一步？”最后指向了瘫软在地的李志渊：“
还有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婆娘，你真当老子不知道？你拿家里的钱去填你那个破落户里家，我杨家就亡在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手里！一口黑血从他嘴里喷出来，杨啸天两眼一翻，向后倒去。石室里只剩下李志渊急促的喘气声。他看着地上没了动静的丈夫，陈渊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捏住他的下巴。现在可以说了吗？我杀了你！李志渊张开嘴，一口白牙就朝着陈渊的手指咬了过来。陈渊手腕一拧，躲开的同时反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在石室里格外响亮。李志渊半张脸立刻就肿了，嘴角挂着血丝，人也被打蒙了，一时半会忘了叫唤。看来还没学乖。陈渊心想，这婆娘还当自己是杨家主母，都到这份上了还咬人。他一把薅住李志渊的头发，把他的脸拽到自己跟前。碧池宫客卿，杨家主母。陈渊的眼睛在他身上扫了一圈，别说他岁数不小，但养尊处优，皮肉紧实，身段也错落有致。尤其是现在，脸上又是恨又是怕，眼角还挂着泪，配上那张风韵犹存的脸，还真有几分味道。看来杨夫人是要硬撑到底了。呲啦一声裂响，李志渊的长裙从领口直接被撕到了腰际，露出大片雪白的皮肉。畜生，你放开我！李志渊的后背在粗糙的石壁上拼命地蹭，光洁的皮肤磨出一道道红印子，嘴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骂人的话。陈渊一只手按住他的后颈，让他动弹不得，另一只手顺着他光滑的脊背就摸了下去。陈渊看他这样，心里没半点怜悯。当初在房事，这婆娘不是挺横的吗？动不动就要废了自己，那会儿的威风哪去了？他凑到李志渊耳边，热气全喷在他耳廓上，然后张嘴，牙齿轻轻咬了一下他的耳垂。杨夫人，我这个人向来不爱杀女人，就是好奇，你这身皮肉是不是跟你这张嘴一样卷？李志渊喉咙里咯咯作响，想骂却只挤出几声呜咽。陈渊的手掌在他腰上停住，五指稍一用力，便是一片软肉陷了下去，手感不错。养尊处优的女人，皮肉就是细嫩。可惜了，脑子不太好使，还克亲呢？我看是克死异乡的亲吧。还有杨家主母，如今主都没了，我看你这母也当不安稳，说不定你儿子哪天回来，还得管杀夫仇人叫爹呢。夫人，你看，现在是你自己说，还是我帮你？把嘴撬开说。石室里只剩了陈渊和李志渊俩人喘气的声音。陈渊在他身上四处游走，许是石室里不透气，又或许是别的什么。李志渊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放开我，我儿杨文他日必将你，还提你那宝贝儿子。陈渊看李志渊已经如此还嘴硬，手上加了些劲，捏得他闷哼一声。杨夫人，不如让我给您好好算算。陈渊一把薅住他的头发，逼着他扭头去看地上的杨啸天。你男人废了，杨家现在的精锐也死得差不多了，白家和楚家更对杨家虎视眈眈。今天若不是我，杨家已经被灭门了。既然你也知道我圣教的身份是假的，我被揭穿也只是迟早的事。你要是不跟我合作，大不了我拍屁股走人，你们俩就等着白楚两家回来收尸呗，到时候一拍两散，谁也别想好过。李志渊捂住嘴，眼睛盯着地上杨啸天，却咬着牙不肯说话。杨家一道，你宝贝儿子是个什么下场？一说到杨文，李志渊明显绷住呼吸，有认真在听。听说黄都神殿那种地方没了家族每月送去的大笔零食供奉，你儿子拿什么去打点上上下下？拿什么去买丹药？拿什么去换法器？陈渊伸出手指帮他把粘在脸上的乱发拨开。若是让他的那些对头知道杨家倒了，而且还是因为勾结魔修贩卖禁药道的，你说平日里那些被你儿子踩脚底下的，会不会反过来把他当狗踩？李志渊的呼吸变得急促，也不只是因为担心儿子，还是因为伸下陈渊的手指。这画面太真实，真实到他只要稍微一想，脑子里就能浮现出儿子求饶的模样。不会的，我是碧池宫客卿，云溪月他不能。云溪月，陈渊嗤笑一声，手指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两下。你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到现在还指望云溪月？下令灭你们杨家的是他，你指望他回头给你儿子保护？再说了，云溪月远在幽州，可黄都神殿远着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他有心保你儿子，手也伸不了那么长。李志渊眼泪滑落，不停地抽泣。陈渊手底下没停，顺着他被撕开的衣领又往下扯了些。但我可以。你说什么？陈渊从怀里掏出一块帕子，擦他脸上的血和泪。我可以保住杨家，让白楚两家不敢动。我也可以让云溪月那边收手，不再追究杨家的罪责。甚至我可以给杨家提供比以前更多的资源，让你儿子在黄都神殿继续做他的大少爷，甚至爬得更高。李志渊自然不会信这个神起劲的少年，哪怕是云溪月那个实力的人，也无法给他这样的保证。你凭什么？你只是个凭我是云溪月的人，我去找他便是，我有办法让他松口。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伸出手，掌心朝上，摊在李志渊跟前。我要杨家以后听我的，你还有你们杨家都得做我的一条狗。李志渊看着那只手，这只手刚才还掐着他的脖子，扇他的耳光，羞辱他的身体。若是半个时辰前，他会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上去，可现在这只手成了他们的活路。他看了一眼地上半死不活的丈夫，又想到了远在黄都的儿子。所谓的尊严，
所谓的骄傲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李知渊缓缓抬起手，带着玉镯的手最终落在了陈渊的掌心里。陈渊一把攥住，捏得他指骨一阵响。立誓吧，用你的神魂发誓，从今往后杨家上下以我为主。李知渊身子僵住，指甲深深抠进陈渊的肉里。你好毒，毒吗？比起你们要废我已经算是个大善人了。李知渊闭着眼仰起头，很久才叹出一口气。我李知渊以神魂起誓。陈渊松开手，行了，把眼泪擦干，衣服整理好。从今儿起，你还是杨家主母，地上的也还是杨家主，只是多了个主人。带路，我要见那个丹师。李知渊拢着撕破的衣领，他过去给杨啸天嘴里塞了颗丹药，也不管他死活，便转身带着陈渊往外走。陈渊跟在后面，看着他那依旧丰腴的背影，心里却在盘算着下一步的棋。这婆娘是个好用的棋子，只要拿捏住他儿子，就不怕他反水。丹师到手，灵石就有了着落，到时候自己的修为又能往上窜一截。幽州城西一座茶楼，白沧海手里的折扇已经被他捏得变了形，他对面的楚雄手里那2颗铁胆也不转了，桌上放着2个玉瓶。白兄，这事儿你怎么看？白沧海没说话，只是伸手拿起玉瓶，拔开塞子，倒出一颗丹药。丹药圆润饱满，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上面还有3道丹纹，确确实实是3阶凝神丹，而且是上品。这种成色的丹药在幽州这种穷乡僻壤，那是万金难求的宝贝，除了圣教，谁能随手拿出来赏人？丹药不假。白沧海把丹药放回去，眉头却皱得更紧了。但这人太假。怎么说？楚雄身子往前探了探，把椅子压得吱呀作响。你想想，圣教行事向来隐秘，若真要清理门户，何必搞这么大动静？白沧海用扇柄敲着桌子，而且那小子虽然一身灵力纯正，但他身上的杀气太重，不像是那种常年待在教内清修的人物，反倒像是亡命徒。楚雄接了一句：对。白沧海眼中金光一闪，而且若是圣教真派了人来，为何不直接联系我们，反而让我们滚？最关键的是，白沧海四周打量一下，像是怕隔墙有耳。昨晚我就让人去查了，圣教根本没有人在幽州。楚雄似的吸了一口气，你是说那小子是冒牌货？8成是。白沧海猛地合上折扇，不过这也太胆大包天了。那咱们现在杀回去？楚雄眼睛一瞪，手里铁胆捏得咔咔响。妈的，敢骗到老子头上，非把他皮剥了不可。不急，等和圣教联系后再说，不怕万一就怕1万，不能倒了杨家的覆辙。白沧海摆了摆手，这小子就算是假的，但他手里的丹药是真的。还有那个古大师，楚雄补充道，那才是重中之重。没错。白沧海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远处杨家府邸的方向。咱们若是现在冲进去，万一那小子狗急跳墙，毁了丹师，毁了库房，咱们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那白兄的意思是先围起来？白沧海冷笑一声，然后咱们再给圣教那边去封信，核实他的身份。到时候咱们不仅除了这一害，还能在圣教面前立一功，顺理成章地接手杨家的产业。楚雄听得两眼放光，竖起大拇指，高，实在是高。白兄这招借刀杀人，佩服佩服。不过楚雄转了转眼珠子，那小子手里要是还有这种好丹药，那就看谁手快了。两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李知渊在前面带路，陈渊跟在后面。这婆娘倒是没耍什么花样，估计是被自己那一巴掌给打明白了，知道现在谁是爷。杨家后院的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被雨水冲开的小道，两边的杂草长得比人都高，走在里头就听见草叶子刮在衣服上沙沙的响。陈渊心里盘算着，这杨家也真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一个比一个会藏。绕到半山腰，李知渊拨开一片藤蔓，露出来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也就将能过一个人。他扭头看了一眼陈渊，嘴唇动了动，到底没敢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陈渊心里门儿清，这娘们肯定没憋好屁，话虽然没说，但这眼神已经在骂人了。他懒得废话，下巴一扬，示意他赶紧进去。进了洞，是一条往下走的石阶，又窄又陡，两人一前一后，越往下走，空气就越热，跟个大火炉似的，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来。石阶的尽头豁然开朗，一处巨大的地底溶洞，被地火的光映照得忽明忽暗。溶洞中央，一座半人高的青铜丹炉正熊熊燃烧，幽蓝色的地火把丹炉烧得通红。好家伙，这是引了地火来炼丹。丹炉前蹲着个少年，时不时往的火法阵里打入一道灵力。少年看着不过16、17岁，一身道袍，头发乱成鸡窝，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黑灰，活像个刚从灶坑里爬出来的。听见后头有脚步声，少年头也没回，嘴里就不干不净的嚷嚷开了，说了多少遍了，这炉丹还得3个时辰，催你娘的腿儿！这炉丹要是炸了，老子第一个把你塞进去当人丹炼了，再敢烦我，老子就往这炉子里拉炮屎，你们杨家飞着吃！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李知渊往后缩了缩，后背贴着的石壁，心里直打鼓，生怕这怪脾气的丹师再多说2句，旁边这煞星就把他的头给拧下来。陈渊倒是不在意，这小丹师的嘴屁股抹了蜜一样，一张嘴就喷粪。不过也能看出来，杨家是把他当祖宗供着，给惯出来的毛病。陈渊摆摆手，让李知渊滚到一边去，自己背着手溜达了过去。桌上摆了好些玉瓶，
里面装的都是黑乎乎的废丹。陈渊不懂炼丹，但这些玩意跟羊粪蛋子没啥区别。可一想到杨家为了这些羊粪蛋子不知花了多少零食，他就觉得这单诗一行真是花钱如流水，拿零食不当钱使。陈渊心里念叨一句，脚尖踢了踢地上被丢掉的灵草。这玩意在房市可都不便宜。你又是哪根葱？杨啸天那老东西什么时候？他话说到一半，回头看清了陈渊的脸，张开的嘴就没合上。不是杨啸天，也不是那个只会送饭的哑巴下人，是个生面孔，年纪瞧着跟自己差不多。少年从地上蹦起来，在道袍上蹭了蹭手上的黑灰，下巴抬得老高，拿鼻孔看人。看什么看？新来的杂役，不知道小爷炼丹的时候不准外人进来，滚出去！陈渊没理他，反倒走到丹炉边上，伸头往里瞅了瞅，里头一团药液正咕嘟咕嘟冒着泡，灼热的蒸汽扑面而来。你少年看他这副模样，脑门上青筋都爆了出来，你聋了？耳朵里塞驴毛了？他正要发作，眼角余光瞥见了角落里衣衫不整的李之渊。少年愣住了，他来回打量着雍容华贵的李之渊和神情淡漠的陈渊，脑中不知转了什么污秽念头，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猥琐的笑意，嘿嘿笑出声。行啊，杨啸天那老小子开窍了，知道小爷我最近火气大，给我送个女人来败败火。他冲陈渊勾了勾手指，小子，你干得不错，回头我跟杨啸天说，给你多赏几块零食。现在把人留下，你赶紧滚蛋，别耽误小爷办正事。杨啸天被我废了。陈渊随手拿起那个装着废丹的瓶子，又扔回桌上，瓶子咕噜噜滚了2圈，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废了！古晨眨巴了2下眼睛，脸上的神情变了又变。他先是愣了一会，随即拍着大腿又蹦又笑，跟个疯子似的。废得好，这老狗终于废了。小爷我笑了一半，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笑声戛然而止，警惕地看着陈渊。你是谁？你废杨啸天？那你也是来逼我炼丹的？他退到丹炉旁，顺手抄起一根烧火棍横在胸前。我告诉你，小爷不干了，谁来都没用，大不了你现在就杀了我。陈渊自顾自走到丹炉边上，热气轰得他脸颊发烫。这丹师嘴巴不干净，人倒是挺专注，就是不知道手艺怎么样。你不想炼这炉丹药？陈渊没头没尾地说了句。古晨拿着烧火棍在空中舞了2下。废话，你当小爷我喜欢天天闻这骚臭味，天天用婴儿炼丹？你以为我愿意？要不是杨啸天和圣教那帮老狗拿我师傅的命威胁我，我早他妈把这破炉子炸了。陈渊心中了然，小子原来不仅跟杨家不对付，跟那个所谓的圣教梁子也很深，这就好办了，我不是他们的人。陈渊说道，我对燃魂丹也没兴趣。没兴趣？古晨狐疑地打量他，那你来干嘛？我告诉你，小爷我可没钱，劫色。小爷我也不好这口。陈渊看他的模样，觉得有点好笑。你好像很喜欢炼丹，但又很讨厌炼丹，一句话就把古晨惹毛了。放屁！小爷我那是讨厌炼丹吗？小爷我那是讨厌炼燃魂丹，那也配叫丹药？那就是一坨屎，一坨能让人发疯的屎。他越说越激动，指着那丹炉。圣教那帮老不死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屎，他们懂个屁的丹道。真正的丹道，那是夺天地之造化，且阴阳之玄机，不是搞这些下作的玩意儿。他对着丹炉又吼又叫，唾沫星子横飞。陈渊安静地听着，这小子对炼丹这事有点魔怔，算是个痴人。痴人好啊，痴人有弱点。陈渊将手里的玉简抛了过去。方子。古晨嗤笑一声，随手接住。小爷我脑子里的丹方能从这儿排到幽州城门口，你一个门外汉能有什么好东西？治脚臭的还是治不孕的？他嘴上骂骂咧咧，神识却下意识地探入了玉简，只看了一眼，他脸上的表情就僵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捏着玉简的手开始抖。李志渊看着古晨的脸，从不屑到震惊，再到迷茫，最后像是信徒见了正神，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八角玄冰草为引，辅以3000元阳梧桐木粉末，再用雪玉骨参调和。少年喃喃自语：疯了，哪个败家子想出来的方子？元阳梧桐木之阳，八角玄冰草之阴，如此水火不容，不炸炉才怪了。他嘴上在骂，眼中的光却越来越亮。不对不对，若以文火慢炖，再加入一味通天菊，以菊香为桥，引阴阳2气在炉中自行流转，相融妙啊，当真是妙啊！神来之笔，这简直是神来之笔，这他娘的才叫丹道。他猛地抬头，所有的警惕、不屑、嚣张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方子谁给你的？一个朋友。陈渊把死人2个字咽了回去。这种方子我还有很多，我要，都给我。古晨2步并作1步窜到陈渊跟前，眼睛里冒着绿光，几乎要贴到陈渊的脸上。你开个价，只要我有的都给你，我这条命也成。陈渊往后退了半步，我也不好耐口，你别贴我这么近，刚才不是还叫我滚？古晨的脸一下就红了，抬手就给了自己一巴掌，清脆响亮。爷，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就是个屁，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放了吧。他这态度转变的行云流水，一点都不带含糊的，看得李之渊目瞪口呆。这还是那个连杨啸天都得陪着笑脸哄着的古大师吗？陈渊心里也是一乐，这小子是个能屈能伸的。给我炼丹，这些方子都是你的。炼什么丹？古晨立马问道。先说好，燃魂丹那种脏东西
打死我也不碰。你想练什么就练什么。陈渊说道，我只要你别给我惹麻烦，也别想着跑，不然杨啸天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古晨一听这话，眼珠子转了2圈，点头如捣蒜，成交。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亲爹。爹，您想练点啥？是想固本培元啊，还是想金枪不到啊？而砸我这就给您开炉。西光阁里没点灯，月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头下一片斑驳。陈渊的神识一晃，人已出现在床边。床上的洛云再没有半分圣女的高傲，一身红衣被他自己挣扎得凌乱不堪，发丝散乱，脸色苍白，红绳已深深勒进肉里，将他牢牢捆缚。他眼神涣散，额头布满冷汗，脸颊却潮红，身子在细微的颤抖，像是在忍受着折磨。好痛，我的经脉，解药。陈渊一言不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嘴上挺硬，身子却不如。洛云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到来，立刻挣扎着往床边蹭，声音嘶哑的哀求：陈渊，给我解药，我快撑不住了。呼出的气息带着一股灼人的热度。解药。陈渊将他的脸抬了起来。洛圣女不是恨我入骨吗？怎么现在开始求我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洛云的理智在痛苦的浪潮中被反复冲刷，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只剩下求生的本能。求你了，就像在老母山那次一样，救我。陈渊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他的身上，灵力探了进去。嗡！洛云浑身巨震，只觉得体内的神力翻腾起来，喉咙里发出一声被死死压抑的痛呼。圣女的骨头倒比你的嘴巴软和。陈渊的手指顺着他的眉心缓缓滑下，停在他的喉咙前，指尖的寒意让他不自觉地颤抖。洛云的身子抖得愈发厉害，强烈的痛感传遍全身，可体内的灼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烧得更加凶猛。我什么？陈渊的手指在他脖颈上不轻不重地划着圈。圣女不是想要解药吗？可我看着你现在这副痛苦的样子，比你天天端着架子时顺眼多了。这毒若是不解，你体内的神力就会失控乱窜，最后将你的经脉一寸寸烧成焦炭。人死不了，但会变成一个修为尽废的丑八怪。洛圣女这么爱惜容貌，应该不想变成那样吧？她彻底慌了，开始拼命挣扎。不要，陈渊，我求你，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别让我变成废人。哦，说什么都答应。陈渊收回手，直起身子，慢条斯理地看着他。洛云体内的痛苦愈发剧烈，见他停下动作，以为他要走了，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别走，求你别丢下我，求我就该有个求我的样子。陈渊不说话，只是转过身，作势欲走。这个动作击溃了他最后的防线。不要走。洛云也顾不上什么圣女的尊严了，用尽全身的力气嘶喊出来：我求你，我求你救我。西光阁内声音时断时续，不知过了多久，洛云浑身没了力气，瘫在床上。他所期盼的解救并未到来，那股灼痛却在煎熬中慢慢消退了。他睁着空洞的眼睛望着头顶的床帐，脑子里一片空白。陈渊随手倒了杯水，一饮而尽。洛圣女现在感觉如何？毒解了。洛云咬着嘴唇，死死扯过被子裹住自己，眼泪往下掉。你这个畜，骂吧，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骂了。陈渊走到床边，从怀里掏出那个白色瓷瓶，倒出一颗丹药，扔进自己嘴里，嚼了2下，味道不错。洛云愣住了，他盯着陈渊的动作，他吃的是什么？你吃的是什么？理气丹啊！陈渊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欠揍的笑容，给刚入门的弟子静心凝神用的，吃1颗提神醒脑，吃2颗神清气爽。洛云他呆呆地看着陈渊，不可能，你明明感觉自己经脉灼痛，神力失控，对吗？陈渊俯下身看着他那张失去血色的脸，洛云，那根本就不是药效，承认吧，你的肉体就是如此。这一刻，他所有的骄傲，所有的坚持，所有的自尊被这句话彻底碾碎。陈渊松开手，站直了身子，他看着床上那个失魂落魄的女人，将杨家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简略地说了一遍。你是云溪月的弟子，我要你去杨家替我站台，只要有你在，幽州城里的人就知道杨家归顺了碧池宫，是云溪月的人。这件事办好了，你还是圣女，让那些不相干的都滚远点。陈渊顿了顿，笑了，办不好，我不介意让整个碧池宫都来欣赏一下圣女的美貌。陈渊一退出神府，神识铺开，府邸外围数10道蛰伏的气息便如水中的鱼群浮现在他的感知中。显然白楚2人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已经将杨家围住，他们在等一个确切的消息，等圣教一声令下，便会一拥而上，将杨家吃得干干净净。陈渊立在院中沉吟片刻，死局必须要有更强的棋子入局，否则这盘棋必输无疑。陈渊推门进了屋，把洛云从仙府里放了出来。凭空一现，洛云脚下没站稳，身子一歪就撞在了桌子角上，疼得他闷哼一声。他下意识地抓紧身上满是污物的衣物，头垂得低低的，不敢看陈渊。去换一套新衣服。洛云身子一缩，终于抬头轻轻看了一眼陈渊。你要干什么？我师父若是知道，他知道之前你会先在西光阁里待一辈子。陈渊蹲下身子看着他的眼睛，现在换好衣服，当好你的圣女。你我如今在一条船上，船翻了，
谁也活不了。你要是敢耍花样，我随时能把你再关回去。骆云没再说话，默默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套新衣，转过身去。冰凉的丝绸料子碰到皮肤，让他脸上有些发烫，手指哆哆嗦嗦地系着衣带，半天才弄好。等他再转过身来，碧池宫的圣女仿佛又回来了，只是看陈渊的时候藏不住屈辱和畏惧。第二日，陈渊领着骆云出了房门，才到院子里，就见李知渊已经在那等着了，眼下有些青黑，显然是一晚上没睡好，但腰板还是挺得笔直，只是没了先前的傲气。李知渊的目光越过陈渊，落在骆云身上时，脚步就停住了，像是被人钉在了地上。骆云自然也看到了他，一个是碧池宫圣女，一个是曾经的世家主母，如今两人的命运都攥在同一个少年手里。骆云还没想好该摆出什么姿态，李知渊已经先移不动了。他对着骆云深深地弯下腰去，行了一个大礼。杨家罪人李知渊见过圣女大人。这一拜，李知渊才算真把心放回肚子里。这少年没吹牛，真把云溪月的亲传弟子给弄来了，杨家这回说不定真有救了。骆云后背一下就挺直了，圣女的架子本能的就要端起来，话都到嘴边了，又给咽了回去。他能感觉到旁边陈渊正看着自己，李夫人不必多礼，他只能硬着头皮回了一句。李知渊直起身，脸上的愁容散去少许。公子，白家和楚家的人已经把府外围住了，我们怕是出不去了。公子，骆云听见这称呼，耳朵都竖起来了。他看看李知渊，又看看陈渊，心里翻江倒海。这李知渊好歹也是杨家主母，神丹境的修士，在幽州城里也算个人物，怎么会管陈渊叫公子？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陈渊嗯了一声，似乎对这个消息毫不意外。府里头还能动手的有多少人？算上一些受了轻伤的护院，拢共不到30人，修为最高的也只有2个神机境，还都带了伤。白、楚两家这次是下了死手，光是府外头我就感觉到了2个神丹境的气息。听着李知渊报出的数，骆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这种阵仗，别说现在的杨家，就算是全盛时期也挡不住。他总算明白陈渊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出来了，他需要自己这个碧池宫圣女的身份去下退白、楚两家。可这跟跳火坑有什么区别？一个弄不好，自己就得跟着这疯子一块陪葬。圣女大人，李知渊忽然又转向他，再次行礼。您是云公主的亲传弟子，身份尊贵，想来白、楚两家也不敢对您无礼，还请圣女大人出面为我杨家说几句话，保下我杨家这一点血脉。只要您肯开金口，我杨家上下从此愿为公主鞍前马后，万死不辞。骆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是100个不愿意替陈渊去顶这个雷，可又不敢说个不字。他会的，他会的。陈渊替他把话说了。杨家的大门打开，外面的阳光有些晃眼，街面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可陈渊知道，暗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儿。陈渊朝他递了个眼色，骆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走到府门前的台阶上站定。他什么都不用做，就这么站着，把碧池宫圣女的气息放出去就足够了。果然，那些藏在暗处的视线一下子就变了味。碧池宫的圣女，她怎么会在杨家？这消息没多大会儿就传遍了幽州城，自然也送到了白、楚两家的耳朵里。什么？茶楼里头，白沧海手里的扇子啪一声，竟是被他自己给捏断了。他对面坐着的楚雄更是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肚子撞在桌子上，茶水都洒了出来。碧池宫的圣女骆云，她跑杨家去了。楚雄瞪着眼睛，白沧海的脸色阴晴不定，脑子里飞速盘算，那小子他到底是圣教的人还是碧池宫的人？怎么这2家都往杨家凑？白沧海心里头乱成一团麻。不对，楚雄一拍大腿，白兄，你说会不会是杨家得了什么宝贝，把这2家都给招来了？这猜测一出来，2人嘴巴都张开了。能让圣教和碧池宫都上心的宝贝，那得是什么东西？先别动！白沧海立马做了决定，让你的人都老实点。事情没弄清楚之前，谁动杨家，就是同时得罪圣教和碧池宫，这后果咱们2家都担不起。白家与楚家按兵不动，困兽犹斗，最是凶险。他们不急，猎人哪怕再饿，也不会在野兽临死反扑时把手伸过去。只要等到杨家粮尽援绝，哪怕不用刀，这块肥肉也会自己烂在锅里。杨府内堂光线有些暗，陈渊坐在椅子上，扶着下巴，敲着桌面。死局，那是对没脑子的棋子而言，对于执棋者，棋盘翻过来就是生路。去写几张红纸。陈渊开口，没看站在下手的女人。李知渊身子一僵，衣袖下的手抖了一下，他不知道这位爷又要闹哪一出。告诉幽州城，杨家丹炉开了。李知渊张了张嘴，视线飘向后院的方向，靠那个满嘴喷粪的疯子给全城炼丹，这和告诉全城杨家疯了有什么区别？没等他把脑子里的弯转过来，陈渊竖起一根手指，一接丹药，来料待炼，保五成丹。李知渊瞳孔猛地一缩，陈渊拿起茶盏，撇去浮沫，没理会他的惊骇。炼废了，材料杨家赔，分文不取；炼成了，5成丹归你们，多余的成丹归我。2阶丹药保3成，至于3阶，陈渊吹了一口茶上的热气，嘴角扯动，让人带着东西进府，我亲自谈。李知渊只觉得头皮发麻，疯了！这不仅是疯了，这是要把杨家最后一点棺材本都赔进去，
还得把自己搭进去。武成成丹绿，神丹阁那帮把眼睛长在头顶上的老怪物，也不敢夸这个海口。公子，李志渊膝盖一软，几乎要瘫在地上。这不成啊！若是办不到，那些散修能把杨家的大门拆了，生吞活剥了我们，到时候不用白家动手，光是赔付材料，把杨家卖了都不够。谁说要赔了？陈渊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李志渊剩下的话硬生生卡在嗓子眼，按我说的写，一个字都不许改。我想破局，就得有人入局，没有足以让人发疯的诱惑，哪来的刀子替我杀人？听陈渊这么说，李志渊也不敢再多嘴。这少年的手段，他是领教过的。半个时辰后，数十张盖着杨家朱红大印的红纸贴满了幽州城的大街小巷，整座城池瞬间炸了。杨家这是不想活了。有人看着告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武成丹，我看是失心疯，他当炼丹是蒸馒头，想出几笼出几笼。要是都能这么炼，丹塔早就关门大吉了。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但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不管真假，反正炼废了全额赔付，咱们亏什么？一个背着大刀的散修舔了舔嘴唇，眼中冒着绿光。那是武成啊，若是真的，咱们攒了3年的药材，岂不是能多出1倍的丹药？骂归骂，笑归笑，无数苦于丹药昂贵，求丹无门的散修，身体却很诚实。杨家府邸外，原本门可罗雀的街道，竟排起了长龙。与此同时，地底丹室，放屁！一声怒吼震得洞顶灰尘簌簌落下。古尘把那张红纸揉成一团，等于砸在地上，还不解气的上去踩了2脚，鞋底碾得纸团稀碎。他指着陈渊的鼻子、脖子上青筋暴起：“你脑子里装的是江湖？武成还要保2阶3成？你当我是神仙，还是当你自己是天王老子？”古尘气得原地转圈，头发蓬乱的像个疯子。就算是丹塔里的那些老不死的，也没这本事。你这是要逼死我！我告诉你，别说杀了我，你就是把刀架我脖子上，把我的血放干了炼丹，我也变不出那么多丹来。陈渊靠在石壁上，神色淡漠，等古尘骂累了才开口：“你倾尽全力，几成？1阶4成顶天，2阶看运气，2成就算烧高香，3阶。”古尘冷笑一声，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满脸鄙夷：“不到1成，爱干不干，不干拉倒。为何？因为杂质。”古尘咆哮着：“灵药那是天地生成的，里面带着薄杂之气，那是毒，炼气期的丹火根本出不干净，提纯不够，成丹率就是个屁。”陈渊点点头，他虽然还不会炼丹，但炼丹的书已经翻烂了好几本，最后总结下来，就是在这个灵力枯竭的时代，灵药品质太差，所以炼丹困难。这就是为什么陈渊敢夸下海口。他手腕一翻，一个8玉瓶凭空出现，抛给古尘。古尘下意识接住，这什么破烂？我告诉你，别拿！他一边骂一边拔开瓶塞，糊弄2个字还没出口，就永远烂在了肚子里。一股清冽的药香填满了充满硫磺味和焦糊味的丹室。古尘的手僵住了，他低下头，鼻翼耸动，神识探入瓶中。下一瞬，哐当一声，他另一只手里的烧火棍掉在地上，砸到了脚趾。他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这……古尘捧着玉瓶的手开始颤抖，像是捧着整个世界。怎么可能？没有杂质，一丝都没有。他猛地抬头，眼球充血，死死盯着陈渊，像是要从这少年脸上看出个所以然来。这到底是什么手段？这药液纯净的像刚从天道本源里流出来的，哪怕是元婴期的阴火也炼不出这种纯度。他作为一个丹痴，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成丹率不再是赌博，而是必然。只要火候到了，丹必成。陈渊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心中大定。这药液管够。陈渊声音平静，却在古尘耳边炸了一道雷：“我负责提纯，你负责炼。现在的杨家不需要看天吃饭，天的看我们的脸色。”古尘吞了一口唾沫，他眼中的怒火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狂热，那是朝闻道夕死可以的疯狂。干！古尘死死攥着玉瓶，生怕陈渊抢回去。别说武成，有了这东西，1阶丹药，老子能给你炼出7成。要是炼不出来，我把自己脑袋拧下来给你当夜壶。爹，这活儿我接了。一炷香后，杨家大院正中，巨大的青铜丹炉被30个大汉合力抬了出来，地火法阵重连，幽蓝色的火焰冲天而起，映照着每个人贪婪而又忐忑的脸。李志渊站在廊下，手心里全是冷汗。他看着院门外那些伸长脖子、眼神像饿狼一样的修士们，这赌局太大了，一旦输了，杨家就会被这些人撕成碎片。陈渊站在2楼的阴影里，看着这满城的躁动，网撒下去了，鱼群也进来了。白沧海、楚雄，你们的牙寇有没有这些恶狼好？杨家地火院，热浪滚滚。古尘把手里的告示揉成一团，摔在地上，又踩了2脚，还是不解气。陈渊，你大爷的！少年顶着个鸡窝头，里的烧火棍指着2楼栏杆上喝茶的陈渊，脚在地上蹦。我是天才，你看清楚，小爷这张脸写满了才华，你让我炼这种1阶丹药，还要保量。他一指墙角，那里码着一排瓶罐，都是陈渊刚给他的提纯药液。有这玩意，炼丹跟厨房里和面有什么区别？别说是我，就是找头猪来教会他生火都能成丹。你这是羞辱我的手艺！你当小爷我是没有感情的田间牛马吗？陈渊坐在栏杆上，捏着茶杯吹了吹热气。这小子就是欠收拾，本事不大，脾气不小，想当丹神
也得先用米下锅。现在你我穷的裤衩子都快穿不上了，你不练，哪来的零食买高阶灵草？陈渊做事要踢翻脚边的一坛药液。别，爷，祖宗！古晨一个恶狗扑食冲过去，死死抱住那个坛子，咬牙切齿地瞪着陈渊。练，老子练还不行吗？你个黑心的地主老财，早晚有一天遭雷劈！杨家府门大开，门外的长街被堵得水泄不通，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告示虽然贴出去了，也引起了轰动，可真到了门口，反倒没人敢往里迈第一步。谁的零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杨家如今这副破败样，怎么看怎么像是在最后捞一笔跑路。大伙儿都长点心吧！人群里，一个独眼修士扯着嗓子高喊：“他是白家安插进来的暗探，专门来搅局的。5成出单率，他娘的，就是黄都神殿里头那些大师傅也不敢吹这个牛。杨家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我看他们就是想把咱们手里的灵草骗光，然后卷铺盖滚蛋。”这话一出，原本还跃跃欲试的几个散修立马缩回了脚，周围窃窃私语声四起，指指点点，嘴里嘀嘀咕咕，还有人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场面一度僵持。李志渊站在台阶上，手心全是汗，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内，心里也没底，这少年到底行不行？要是今天这事砸了，杨家可真就完了。就在这时，人群被挤开一条缝，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散修走了出来，他浑身透着腐朽气，手里攥着一个脏兮兮的储物袋。我想试试。老头的声音发抖，几个字说的断断续续，显然也没有底气。他拿出3份枯黄干瘪的药草，是一阶流萤草，但品香极差，有些叶片甚至已经发黑腐烂，一看就是没人要的烂货。老朽寿数不多了，买不起好药，要是能成一炉丹，换点零食，兴许还能再冲一冲神器。人群一片哗然，独眼修士更是指着老头大笑出声，哈哈哈哈！老棺材瓤子，你这是老糊涂了吧？拿这种烂草炼丹，别说5成，神仙来了也得给你炼成一锅灰。你把棺材本往火坑里扔，杨家是打算吃你这口人血馒头啊？老头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浑浊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没有退，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收了。院子里古晨吊儿郎当晃了出来，他斜眼瞟了一下老头手里的烂草，嫌弃的撇撇嘴，脸上明白写着嫌弃。什么破烂玩意儿都敢往我这儿送，真当小爷是收垃圾的？嘴上骂着，他手上的动作却半点不含糊。只见他一把抓过那些烂草药，连挑拣都省了，哗啦一声全倒进了丹炉里，又从怀里摸出个玉瓶，往里头滴了小半瓶陈渊给他的神水。咣当，炉盖被他一脚踹上，古晨单手掐了个绝，地火呼的一下窜起来，把丹炉整个包住。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快得惊人，但也糙得惊人。不进手，不焚香，没有温炉预热，甚至连药材的杂质都没剔除。独眼修士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大伙儿都瞧瞧，都来瞧瞧！他指着古晨，这是炼丹，这分明是在煮猪食。杨家这回是破罐子破摔，演都懒得演了。老头，你棺材本没了！围观的修士们纷纷摇头叹息，觉得杨家这事办得实在太糙，怕是真的完了。可独眼修士的笑声还在持续。嗡！青铜丹炉突然传出一声清越的震鸣，没有炸炉的黑烟，没有刺鼻的焦糊味，仅仅过了半盏茶的功夫，一股药香就从炉子缝里头钻了出来，轰的一下喷薄而出。这香味之纯，竟让在场不少低阶修士感到一阵不受控制的躁动。独眼修士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瞪大独眼盯着破丹炉，这怎么可能？这么快，连火毒味都没有。人群中几个懂行的老修也不自觉地往前挤了2步，鼻翼耸动，脸色骤变。不对劲，这药香太纯了，哪怕是2阶丹药也没这么纯的味道。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开！古晨打了个哈欠，敷衍地一巴掌拍在炉身上，砰！炉盖冲天而起，紧接着10道流光如弹珠般噼里啪啦射出，落入早已准备好的玉盘中，撞得叮当响。是10颗丹药，颗颗滚圆，色泽如玉，丹身上甚至隐隐有一道云纹流转。不是5成，是10成，而且是极品成色。院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看着那盘丹药，一动不动。用那种垃圾药草像煮猪食一样炼出了10颗极品丹药，这简直是在把修真界的常识按在地上摩擦。古晨却不乐意，一脚踢在丹炉上，往地上啐了一口。妈的，就这种烂货炼出来的丹也只能是这个成色，白瞎了小爷的手艺。他指了指那个已经傻掉的老头，喂，老头，别愣着了，拿上你的5颗滚蛋，剩下的归我。下一个。老散修如梦初醒，他扑过去捧着那5颗还带着温热的极品回气丹，2包浑浊的老泪当场就下来了。神迹，这是神迹啊！扑通一声，老头对着古晨又对着2楼陈渊的方向疯狂磕头，额头磕在青石板上砰砰作响。杨家大恩，老朽没齿难忘，没齿难忘啊！他本来就想求1颗下品丹续命，结果得了一场泼天富贵。这5颗极品回气丹，别说冲神起，拿去结交道友都够了。这一幕比任何言语都要有冲击力。独眼修士脸色惨白，冷汗湿透后背，他意识到大事不妙，转身就想往人群里钻。刚才不是叫得挺欢的吗？这就想走了？一道冷冽的声音从2楼传下来。陈渊站在栏杆旁，看着那个仓皇的背影，
李志渊立刻会意，一挥手，2名杨家护卫扑上去，将独眼修士抓了回来。放开我！我是来炼丹的，你们不能动我！独眼修士拼命挣扎，色厉内荏的大叫。陈渊看都没看他，只对着底下的人群说道：“回去告诉白沧海和楚雄，想炼丹，让他自己带着钱和草药来排队，别搞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丢人！”说完，他摆了摆手，示意把人扔出去。独眼修士被像垃圾一样丢出大门，屁滚尿流的跑了，连头都不敢回。李志渊站在廊下，看着外头跟疯了似的往里涌的人，听着那一声声杨家仗义、杨家牛逼的喊声，只觉得浑身发麻。他抬头看了一眼2楼那个年轻的身影，心中的屈辱感不知怎么就散了大半。这小畜生，不，这位公子手段是毒了点，心是狠了点，但他能把必死的局给盘活了，跟着他，说不定杨家真能翻身，甚至比以前更强。消息传遍幽州城，短短2个时辰，杨家门前的街道被彻底堵死。别说散修和小家族，就连白楚2家养的供奉都偷偷换了衣裳，戴着面具揣着钱过来排队。只要能炼出极品丹，谁管你是杨家还是白家，利益才是唯一的信仰。杨家大院内，流水作业正式开启。古晨一边骂骂咧咧累死爹了，这辈子没受过这种罪，一边手底下动作快得出了残影，丹炉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陈渊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勾起。第一步成了，只要拿好处把这满城的修士都捆在一块，他们就是杨家最好的护身符。直到黄昏时分，一名全身裹在黑袍里的人混在队伍中，他走到登记处，没有拿出药草，反倒是从袖子里划出一块令牌，往桌上一拍：1阶2阶的丹药我不炼。黑袍人的声音又干又哑，告示上说3阶丹药当面谈，我要见你们主事的，这笔买卖你们杨家未必敢见。楼上，陈渊手里的茶杯轻轻放下，终于来了。烈日当空，把杨家大院烤得烫脚，加上猛烈的地火，空气都开始有焦糊味。排成长龙的队伍里，硬生生挤进来一个黑袍人，他走过之处，散出的威压让闹哄哄的修士们立马闭了嘴，所有人都注视着他。黑袍人走到青铜丹炉前，手腕一翻，一块黑铁令牌拍在供桌上，发出啪一声脆响，圣字在太阳底下有些刺眼。古晨正叼着根草根控火，眼角余光扫到那令牌，吓得一哆嗦，手里的烧火棍咣当砸在脚背上。哎呦卧槽！他这一分神，手里的控火诀当场崩了，炉子里被压着的地火没了束缚，猛地窜起3丈高，紫红的火头舔着炉壁，发出滋滋声，炉身剧烈颤抖，眼瞅着就要炸炉。周围等着领丹药的散修吓得脸都绿了，连滚带爬的往后退。说时迟那时快，一道人影从2楼翻身跃下，咚的一声闷响落地，激起一片尘土。陈渊借着下坠的力道，一脚踹在半飞起来的炉盖上，嗡一声巨响，震得人耳朵发麻。那要炸开的狂暴气劲，硬是被这一脚给踹回了丹炉里。陈渊拍了拍裤腿上的灰，看也不看黑袍人，反倒是朝着大门外抬了抬下巴。后头的队排出去2里地了，阁下是想插队，还是想来砸我的饭碗？黑袍人哼了一声，轰！神丹境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整个院子的空气都重了几分。前排几个神起气的散修，感觉胸口像是被人抡了一大锤，噔噔噔连退几步，一屁股坐倒在地，喘不上气。砸你饭碗又如何？在这种蝼蚁窝里，你也配跟我谈规矩？面对这股威压，陈渊脚下站定，虽然衣绝翻飞，人却纹丝不动，他反倒笑了，我无所谓。陈渊手直地指着门外那黑压压的人头，那是成百上千双布满血丝、被穷字逼疯了的眼睛。但这炉子里炼的是他们续命的药，是他们突破的希望。这年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陈渊往前逼了一步，这里头有不少亡命徒，为了一炉丹，为了几块灵石，连亲爹都敢捅刀子。大人要是觉得自己神力无边，大可以现在就把这炉子砸了，然后试试看你能不能活着的走出这条街。门外的人群本来被那恐怖气息压得不敢动弹，可一听到断财路这3个字，立刻轰嚷起来。谁敢砸炉子，老子跟他拼了！那他娘的是老子的丹药，谁动一下试试？管你他娘的是神丹还是神仙，动老子的钱就不行！人群开始往前涌，无数道凶狠怨毒的眼光全都定在黑袍人背上。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哪怕是神丹境，面对这就千条红了眼的疯狗，也得掂量掂量。更何况人群中还混有不少神机巅峰，甚至隐藏气息想捡漏的狠角色。怒难犯，真惹毛了他也得脱层皮。黑袍人环视四周，都冒下的眼神闪烁不定。他没想到这个只有神起劲的小子竟然敢拿一群散修挡箭牌，有点意思。黑袍人收了一声威压，发出一声冷笑，拿人心当刀子使，你胆子不小。他手一招，那块令牌飞回袖子里。好，我等到晚上。黑袍人深深看了一眼陈渊，转身就在院中一棵老树下坐定，闭目养神，希望你的嘴能一直这么硬。陈渊也冷冷瞥了他一眼，转头吼道：古晨，发什么呆？继续练。杨夫人，把队排好了，就算城主来了，也得给我老老实实排到屁股后头去。李志渊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是。入夜，杨家正厅灯火通明，但却静得出奇。桌上摆着灵酒，酒香四溢，可惜没人有心思喝。这座位坐的也怪，杨家主母李志渊白着一张脸，
站在一边，连桌都上不了。一身红衣的洛云被陈渊按在了主位，他死撑着圣女的架子，腰背挺得笔直，可放在膝盖上那只微微发抖的手，把他心里的慌张卖得干净。陈渊与黑袍人分坐两侧，古晨就不行了，缩着脖子像只鹌鹑，躲在陈渊后头，头都不敢抬。黑袍人阴冷的目光越过陈渊，盯着古晨，既然你是杨家现在的话事人，那我就开门见山，一个小小的炼气期丹师，不值得我大费周章。我要的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今晚我就把他带走。我不去。古晨吓得一激灵，两只手拽住陈渊的衣角，那鬼地方我不回去。陈渊，你是我亲爹，你可不能卖我。陈渊没搭理他，自顾自转着手里的酒杯。你既然来了，就该知道现在杨家是谁的地盘，也该打听过我身后站着的那位是谁。这人现在给我干活，就是我的人。你想带走可以，咱们得按规矩谈谈，别一上来就动手动脚，不体面。谈就凭你。黑袍人像是没了耐心，一巴掌拍在桌上，砰一声，给脸不要脸。若不是看在……就在这时，桌子底下，陈渊一脚踢在洛云的小腿上，这一脚他可没收着劲儿。洛云疼得倒抽一口气，加上心里积压的屈辱与害怕，他在这一刻彻底破防，索性破罐子破摔。他抓起跟前的酒杯，往桌上重重一磕，砰！酒液四溅，洒了黑袍人一身。放肆！洛云柳眉倒竖，这杨家现在归我师尊云宫主管，你敢在碧池宫的地盘上撒野，是不是该把眼睛擦亮点？黑袍人动作一僵，都冒下的脸缓缓转过来，看着洛云。碧池宫圣女，要是云溪月本人在这，他确实得掂量掂量。可这只是个徒弟，虽然这名头也确实有些分量。哼，黄毛丫头也敢口出狂言。黑袍人阴笑一声，想把场子找回来。若是云溪月在此，我上去他3分。不过据我所知，圣教那边云公主恐怕也自顾不暇吧。罢了，看在碧池宫的面子上，我不杀你这丫头。这话一说完，洛云刚撑起来那点胆气，立马就泄了，身子又开始抖。大人不用这么谦虚。陈渊却在这时嗤笑一声，打断了黑袍人。怕3分？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他仰头饮尽杯中酒，我姐云溪月已是神元巅峰，半只脚踏进九霄境了，真要动起手来，别说3分，怕是再来10个你捆一块，在他面前也不够看，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黑袍人脸都绿了，都冒下的脸皮子抽了2下。他刚想说什么，陈渊却看了一眼李知渊，又补了一刀。况且这屋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神丹境，若杨夫人拼死一战，大人也想试试被疯狗咬一口的滋味。想摆谱，让你家长辈来，你这个级别的还差点。黑袍人给陈渊几句话堵得胸口发闷，一口气上不来下不去。他吸了口气，把心里没来由的忌惮给压了下去。这小子太邪门了，明明是个神起劲的废物，可那副我上面有人，我手里有刀的从容架势，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手里是不是真捏着什么底牌。好，既然圣女在，那便谈生意。他手腕一抖，一卷发黄的羊皮纸向陈渊递了过来。炼出此丹，既往不咎。陈渊稳稳接住，朝身后的古晨抬了抬下巴。古晨会意，伸手接过丹方。黑袍人伸出指头点了点丹方，炼不出来，那就别管我不客气。想用圣教的人赚钱，希望你已经做好了把命填进去的准备。陈渊也不客气，谈生意就谈生意，我只看利，也不用威胁我，没什么意思。古晨往丹方上看了一眼，一下就炸毛了。放屁！古晨猛地跳起来，指着黑袍人的鼻子破口大骂，这是哪个脑残写出来的方子？鬼救草配龙鳞果，还是个残方，缺了药引和一味中和的辅药，根本成不了丹。拿这种狗屎来试探小爷，你看不起谁呢？黑袍人听他骂，非但没生气，反而笑了起来。果然是大师的弟子，一眼就能看出症结。他盯着古晨干这方子必须练，这是上头的命令。陈渊一把按住炸毛的古晨，把他摁回椅子上。方子有问题，但他能修，这世上除了他，没人能练成。黑袍人眯起眼，条件我要1半的丹药，还有这丹方原本归我。黑袍人沉默良久，眼睛在陈渊和古晨身上来回扫视，似乎在权衡利弊。过了好一会儿，他留下一枚储物戒，起身就往外走。7日后我要见到丹药，否则就算是圣女也保不住你们。看着黑袍人消失在夜里，陈渊抛了抛手里的储物戒，高声喊道：我这儿没有圣教，只有客人，下次来记着排队给钱拿药，滚蛋。黑袍人走后，大厅里都松了一口气。陈渊拿起桌上那卷羊皮丹方，凑到鼻端闻了闻，这到底是什么丹？陈渊皱着眉问。古晨瘫在椅子上，两眼发直地盯着丹方，脸上哪还有刚才骂人的神气？这不是给人吃的丹，鬼救草配龙鳞果，药引是要活计，这方子是用来炼妖的。陈渊倒是不以为意，何必管他用来干什么？提升自己才是正道。桌上酒菜撤下，堆起小山般的玉瓶，一阶丹药640克，二阶丹药83克。李知渊拿着账本报出这个数来，声音里自己都没察觉的走了音。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想过杨家账上能有这种镜像，而且分文未取，纯靠余下的承担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古晨四仰八叉的瘫在太师椅里，舌头耷拉出来半截，像条老狗，双手此刻跟掏过灶底似的，黑乎乎的。累死爷了！古晨翻着白眼，陈渊，你这剥削手段比圣教那帮孙子还黑。
我这手腕子要是断了，得算工伤，你得赔我。陈渊从丹药中挑了2瓶2阶丹药，推了过去，拿着。古晨眼疾手快，抄手接住，拔开塞子一闻，脸上的死相烟消云散，嘿嘿一笑，揣进怀里，算你有良心。陈渊又抓起鸡瓶，往洛云那边推了推，圣女大人的那份。洛云端坐在椅子上，还在死撑圣女的架子，他看也不看桌上的丹药，本想照着往日的习惯甩袖子说2句场面话，比如本宫不稀罕之类，可手到底比脑子快，谁会跟资源过不去？哼！洛云下巴一抬，袖袍一卷，桌上的丹药凭空消失，算你识相。剩下的9成丹药依旧堆在桌上。陈渊瞥了一眼旁边眼巴巴的李知渊，神丹境，怕是这些丹药不够看。杨夫人将剩下的入库，等有合适的丹药再补偿于你。是，多谢公子。李知渊大喜，扭腰就要上前，他的手刚伸到一半，却又停住了。他看着那堆丹药，咬了咬嘴唇，最后从中挑出一只深青色的小瓶，2阶极品续骨生肌丹。公子。李知渊捧着瓶子，腰弯得很低，领口露出一抹白，小心翼翼地试探这颗丹，妾身想留给啸天。他神功虽碎，但肉身的伤若是不治，怕是熬不过去。陈渊喝了口茶，杨啸天虽然废了，但只要那口气还在，杨家的主心骨就在。李知渊一个外姓女人，想压住杨家的近期，必须捏着杨啸天这个傀儡。杨家主活着确实比死了有用。陈渊把茶杯放下，拿去吧，但是不是白给你的，过几天还需要你卖点力气。李知渊风韵的脸上泛起红晕，谢公子恩典。妾身这就去。慢着！陈渊叫住了他。他从椅子上起身，把窗户推开一道缝，夜里的风吹进来，带着白日里没散尽的燥热。高兴得太早了。陈渊看着漆黑的夜色，明天才是硬仗。白沧海和楚雄那2个人吃了这么大的亏，脸都让人踩到泥里去了。今晚要是能睡得着，那才有鬼。李知渊心里一紧，公子的意思是他们会来硬的，硬的他们不敢，毕竟这儿有圣女坐镇。陈渊回头瞥了一眼洛云，但阴招，防不胜防。次日天光微亮，杨家大门外的队伍比昨天更长，队伍从门口甩出去，拐了2个弯，尾巴在哪都看不见。有人干脆抱着铺盖卷在地上睡了一宿，为了个位置打得头破血流。然而日上3竿，杨家大门依旧紧闭，地火院里炉火通红，古晨却坐在地上捏着丹方发呆，没法练。古晨把手里的药往地上一摔，气急败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懂不懂？李知渊满头大汗的冲过来，鬓角的发髻都散开。公子，不好了，城里所有的药铺今早都挂了牌子，不做生意了。别说3阶和2阶灵草，连1阶都买不着。他缓了口气，又急着说黑市那边也放了话，白家和楚家说了，谁敢卖咱们1根草，就是跟2家过不去。釜底抽薪，这招确实狠。来排队的散修都自带了主药，可炼丹缺不了海量的中和辅药，没了辅药，他们手里的灵草跟废草也就没什么两样。虽然陈渊的灵业还能撑不少日子，但也架不住外边的人多，外头的人等不及了，都在骂杨家说话不算话，再不开门，我怕他们要硬闯了。昨天还把杨家当神仙供着的这群人，一旦利益受损，翻脸就能变成要吃人的恶鬼。杨家的人死光了，都晒屁股了，老子的药材都快晒成干了，想赖账不成？开门，给老子开门！砰砰，几块石头砸在门板上。陈渊一直坐在院子中，听着外头的动静，脸上一点变化都没有。白楚2家会出手，他早就料到了，只是没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方法。走，出去看看。嘎吱，陈渊一身青衣，首富在身后走了出来，李知渊和骆云跟在后边。陈渊一露面，原本骚动的人群先是静了一瞬，随即就炸开了锅。什么意思？把我们晾在这儿当猴耍呢？陈渊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看着这条长龙，那种因为利益受损而爆发的戾气。他抬手往下压了压，动作不大，也没动用灵力，但那股从容的气度竟让前排几个人下意识闭了嘴。不是我不给诸位练。陈渊轻咳一声，开始解释，是有人不想让诸位拿到丹药。人群一愣，什么意思？有人高喊。陈渊叹了口气，脸上露出几分无奈，炼丹需要辅材，就在昨夜，城里所有的辅材都被白家和楚家买光了，连1阶灵草都没给我留。他摊开双手，我有火，有丹师，也想给各位一场造化，奈何有人要把这饭碗砸了，也要把各位的神路给断了。这话说完，底下彻底翻了天。白家、楚家，操，这2家太缺德了吧，这是断老子的财路啊，他们自己不练，还不让别人练，凭什么？愤怒像野火一样蔓延。对于散修来说，阻人盗图那是比杀父之仇还恨，但也有人畏惧2家势力，不敢出声。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干等着吧？陈渊忽然笑了，他们囤那么多灵草也用不完，都在仓库里发霉呢。诸位既然急，不如……陈渊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愤怒的脸，去帮他们消消库存。我陈渊把话放在这儿，今日谁能带来灵草，不管是从哪儿弄来的。陈渊伸出一根手指，指天，我不光免费给他炼丹，还倒贴1颗同阶极品丹，免费炼丹还倒贴1颗极品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样的好处面前，什么世家威严，什么城中规矩，都是狗屁。白家的铺子
就在西界，我早上看见他们往里搬东西了。人群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这一声彻底引爆了人群。抢他娘的，断老子财路，老子烧他铺子！走，去西界跟白家讲讲道理。数千名修士转眼就成了决堤的洪水，红着眼珠子浩浩荡荡朝西街涌去，那种气势连地皮都在震动。李知渊站在陈渊身后，看着这一幕，下意识后退2步。这少年只用了几句话，就把几千个修士变成了他手里的刀。这可是几千个神起境的修士啊！一旦疯起来，神丹境高手也得暂避锋芒。这就是你说的剑？李知渊声音干涩。陈渊已经转过身往回走，刀在手，不用白不用，让后厨备好酒菜，等会儿有的忙了。西街白家药铺掌柜正指挥伙计把抢购来的药材往库房搬，脸上挂着笑。搬进去，都搬进去，一颗也别露在外面。哼，杨家想翻身，做梦去吧！没有这些灵草，我看他们拿什么练？话还没说完，地面忽然震动起来。掌柜一愣，怎么回事？地震了！他走出铺子，往街口看了一眼，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僵住，血色退得一干二净。街道尽头，黑压压的人潮跟海啸一样涌来，尘土飞扬，杀气冲天。领头几个壮汉挥舞着法器，嘴里嗷嗷叫着，眼神比饿狼还凶。把药交出来，不交药，拆了你的店！跑，快跑！掌柜怪叫一声往后院跑，连大门都来不及关，轰的一声，店门被冲得粉碎，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抵抗。在几千人的冲击下，几个看场子的伙计瞬间就被踩成了肉泥。原本还顾忌白家威名的散修们，在抢到第一株药草之后，胆子彻底肥了。法不责众，抢一个是罪，几千人一起抢，那就是名义。不到半个时辰，白家在西街的3家药铺被洗劫一空，连柜台都被人劈了，要给陈渊搬去烧火。楚家也没好到哪去，2座库房直接被人开了天窗。消息传回白府，啪！白沧海手里的紫砂壶摔得粉碎，他指着跪在地上的管事，反了，反了！这帮泥腿子，他们怎么敢动我白家的产业？管事哭丧着脸，满头是血。家主，挡不住啊，人太多了，咱们的供奉才出去就被打回来了，这帮人疯了！楚雄面如死灰，白兄，这肯定是杨家那个小畜生干的，这是借刀杀人啊！报！又一名家丁冲进来，举着一封信。家主，杨家那个叫陈渊的送来的信。白沧海一把抢过，拆开一看，信纸上只有一行字：自己潦草，想要铺子安生，就把剩下的药送来，这只是利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白沧海气得眼前发黑，被抢了东西还得主动送货上门，这是把脸按在地上摩擦，摩擦完了还得让他说声谢谢。可是听着外头隐隐传来的喊杀声，白沧海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如果不送，这帮尝到甜头的暴民，明天敢抢库房，后天就敢围攻白府。送！把库里剩下的一阶灵草给那个瘟神送过去。杨家地底丹室，外面的喧闹变成了欢呼，一车车药材被散修们送进院子。陈渊对那些吵嚷充耳不闻，他只认东西不认人。古晨正拿着那张方子，眉头紧锁，念念有词，把自己头发都快薅秃了。不对不对！陈渊将黑袍人的储物袋的灵药通通倒了出来。还缺什么？爹，我亲爹，不是药材的事儿。古晨一跺脚，急得脸都长红了。这丹方你也看了，鬼救草治阴，龙鳞果治阳，这俩玩意儿放一块，不加点东西中和，根本炼不成。要什么东西？活气！古晨左右看了一眼，压低声音，寻常的阴性药草还好说，可这鬼救草里头自带死气，这也是圣教那帮蠢货炼不成的原因。想让他成丹，就得用活人的精血跟神魂当炉子里的引子，在成丹的一瞬间，强行把阴阳二气给摁到一块去。这他娘的是魔丹，是要遭天谴的。我师父要是知道我练这玩意，非把我皮扒了不可。古晨虽然嘴臭，但毕竟是个正经炼丹师，对这种手段本能的抗拒。陈渊沉默片刻，他转身走到石室隔壁，几根铁链锁着3个人，正是那天在院子里闹事被抓的独眼修士，还有2个后来混进来的白家探子。3人被折磨得没了人形，嘴里塞着布团，看到陈渊走过来，眼里全是惊恐，呜呜的拼命挣扎。陈渊走过去，伸手抓住独眼龙的头发，把他脑袋从地上拎起来。白家给了你多少零食，让你来我这儿闹事？独眼龙的眼珠子快要瞪出眼眶，牙齿磕得咯咯响。陈渊也懒得听他回答，松开手，任由他的脑袋咚一声磕回地上。不想说也没关系。陈渊松开手，掏出一块手帕擦着手指。他转过身看着古晨，指了指角落里的3人，这不是有现成的吗？古晨愣住了，看着3个活生生的人，咽了口唾沫。咦，你要拿他们练？那是探子，是敌人。在他看来，既然是敌人，那就该物尽其用，垃圾也该有垃圾的价值。陈渊拍了拍古晨，先把外边那些人的丹练完，今晚就用他们的血给圣教开一炉好丹。地底石室，热气蒸腾，独眼龙和2个探子被扒光了，捆在铜柱上，他们嘴里塞着布团，呵呵的叫着，也不知是求饶还是咒骂。看着陈渊眼里全是血丝，古晨手里的伏笔在独眼龙胸口游走，笔尖却在最后一划时偏了一下，留下一个难看的墨点。他嘴里念念有词，无量天尊，祖师爷保佑，都是那边那个活阎王逼我的，你们要报仇别找错了人。陈渊头也不抬的擦着剑，快点
时辰要误了，催什么催？古尘骂了一句，最后一笔符文狠狠戳在独眼龙胸口。那独眼龙全身猛地一弓，一股骚臭味瞬间弥漫开来。得幸！古尘嫌弃的捂住鼻子，把笔一扔。老陈，我再给你捋捋这张单方。对这张方子，古尘心中还是有些抗拒。我师父当年偶然得了这张残方，推演后取名叫阴阳玄龙丹。他老人家琢磨了好几年，觉得要引的用神修的血肉才行。后来又说最好再加一颗妖丹作为辅药。古尘撇撇嘴，一脸不屑，但我看纯属多此一举。只要小爷我火候拿捏得当，要什么妖丹反而画蛇添足。他喉结滚了滚，压低声音，这玩意叫人丹，是要遭雷劈的。真练！你再想想。陈渊停下擦剑的手，翻手摸出一颗珠子，在石桌上滚了滚，咕噜噜。这是……古尘眼皮一跳，妖丹，老母山无意中所得，妖气浑浊，如果真需要，倒是可以一用。用不着，相信我，我师父就是太小心了，加了妖丹反而冲散妖力。那就别废话了。陈渊提着剑站了起来，料我有，人我有，双管齐下。这炉丹要是还练不成，你就自己填进去。古尘脖子一缩，开弓开弓。陈渊走到铜柱前，独眼龙拼命摇着头，眼角都要挣裂了。下辈子别站错队了。陈渊手腕一翻，剑光闪过，噗，3道血线飙射而出，顺着铜柱上的符文凹槽钻进了丹炉底部的进气口。啊！凄厉的嚎叫在石室里来回冲撞，听得人头皮发麻。随着精血注入，橘红色的地火忽的一下变成了惨绿色，炉子里传出尖锐的笑声。李知渊端着药盘站在门口，哪怕是神丹境也感觉后背直冒凉气。这少年比魔修还像魔修。丹炉猛地一震，炉中的嗡鸣声瞬间变得尖锐刺耳。绿色的火焰中，3个探子的怨魂扭曲挣扎，丝丝黑气缠绕着药液，让本就狂暴的力量更加混乱。古尘额头青筋暴起，灵力不断涌出，却还是压不住。他摸出一颗回气丹塞进嘴里，但补充的灵力对于眼下的消耗不过是杯水车薪。控火的法诀开始散乱，地火时而暴涨，时而萎靡，法阵的石板都开始咔咔裂开。老陈，顶不住了，来帮忙！古尘嘶吼出声。陈渊不懂控火，怎么做？用你的灵力直接灌进法阵，先把他摁住。古尘声音都变了调。陈渊一步跨到法阵旁，双掌直接按在滚烫的石板上，磅礴的灵力瞬间冲入地火法阵。古尘只感觉一股巨力从天而降，那块要失控的惨绿地火竟被硬生生压了回去。在古尘的指挥下，地火时而猛烈，时而安静，压力骤减。古尘终于能将心神全部投入炉内，闭上眼，以神识为首，拨弄着那纠缠不休的力量。鬼救草的死气，神修血肉中的神性，两者相互排斥，却又在怨魂的搅动下产生了一丝诡异的联系。炉中2股药液再次冲撞，瞬间沸腾。金黑2色液体剧烈翻滚，一股毁灭性的力量正在酝酿。青铜丹炉发出尖锐的嘶鸣，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挣脱出来。古尘猛然睁眼，他错了。他一直以为师父说用妖丹是用来中和阴阳2气，可现在炉子里一个是死气，一个是神性，根本不是调和能解决的。妖丹的作用是镇压，他只看到了药性，却忘了力量之间还有制衡。师父是早就看穿了这丹方的本质。操！古尘喉头一甜，一口血喷在滚烫的石板上，丹炉剧烈颤抖，炉身上浮现出第2道裂纹。陈约！古尘嘶吼起来，妖丹，把那颗妖丹扔进来！炉火眼看就要熄灭，3个被献祭的探子已经成了3具干尸，神魂被怨气和药力撕扯的即将溃散。陈渊早有准备，屈指一弹，妖丹射入丹炉，轰！丹炉内传出一声闷雷般的咆哮，原本惨绿色的地火瞬间被染上了一层浓郁的黑，最终化作诡异的黑紫色，像粘稠的液体般翻滚。石室的温度骤降，古尘口鼻间呼出的热气在眼前凝成一团白雾，他脚下一个踉跄，被那扑面而来的寒气逼得连退数步，一屁股跌坐在地。陈渊按在法阵石板上的手也感觉到灼人的热量正飞速流失，滚烫的石板转眼就变得冰冷刺骨，热气蒸腾的石壁上一层白霜飞速蔓延开来。妖气太强了，古尘嗓子都喊劈了，要炸了！陈渊快跑！他师父的推断还是有差池。陈渊思索一瞬，一步跨出，左手一把抓住炉身滚烫的提耳，右手并指如剑，在左手手腕上闪电般一划，鲜血喷涌而出，却并未蒸发，反而像活物般顺着炉身上的滚烫纹路钻了进去。炉内原本相互吞噬、激烈冲撞的3股力量猛地一致，鬼救草的死气，神修血肉中的神性，妖丹的狂暴妖力，被一道新来的气息强行隔开。炉火颜色在变，竟分化成4股，代表死气的阴绿，代表神性的淡金，代表妖力的墨黑，以及代表陈渊仙道的青蓝。4色火焰如同4条被锁住的蛟龙，在炉内缓缓盘旋，彼此对峙，却又相互依存，形成一个脆弱而稳定的平衡。丹炉的震动彻底停止，古尘整个人都看傻了。陈渊手上不停，心念一动，趁着古尘凝丹的瞬间，悄无声息地从仙府石碑中引出一丝极细的金色神力，打入了丹药之中。圣教的人修的是灵力，与这神力水火不容。这颗丹药从炼成的那一刻起就有缺陷。古尘也是个疯子，见火候已到，一口咬破舌尖，
将一口心头精血喷在炉火之上，黑紫色的火焰猛地暴涨，又在瞬间收缩。开炉！随着古尘一声力竭的嘶吼，一脚踹飞了炉盖。嗡！一道赤红色的光柱裹挟着浓郁的异香与血腥气，直接轰碎了石室顶棚，冲破土层，直刺幽州城的夜空。光柱中2点金芒一闪而逝，竟要自行遁走。李志渊，陈渊站在原地，冲着门口大吼。一直守在门口的李志渊心头一凛，足尖一点，神丹境的修为全力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冲出杨府，追着那2道金光而去。片刻之后，李志渊落下，脚步踉跄，他摊开手，掌心躺着2颗滚烫的丹药，丹体赤金，表面隐约有黑色龙纹游走。此时正值深夜，方圆10里的云层瞬间被染成了血红色，红云翻滚，隐约可见蛟龙翻腾，又似有厉鬼哭嚎，其中还夹杂着一丝神圣的金光。神、魔、妖、仙4相并起，这一刻，整个幽州城都被惊醒了。无数修士推开窗户，目瞪口呆地望着杨家方向。天降异象，这是几阶神丹出世？那是杨家祖坟冒青烟了。白沧海正盘算着怎么把送出去的灵草捞回来，窗外红光一闪，啪！手里的紫砂杯又一次摔得粉碎。他猛地扑到窗口，盯着那道冲天血柱，那股恐怖的丹药波动，隔着半个城都让他心悸。杨家真要上天了！他的脸皮子疯狂抽搐，一股寒气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而那个黑袍人远远望着，眼神狂热。成了，竟然真他妈练成了！黑袍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眼里全是贪婪。这药力，那小子有点东西啊！唰，他化作一道黑烟，直奔幽州。幽州城中央，摘星楼，这是全城最高点，城主府的地盘。一个身穿蟒袍的中年男人，双手负后站在栏杆前。幽州城主黄靖远，血气冲霄，却又暗含生机。好霸道的药！黄靖远手指在玉石栏杆上轻轻一点，留下个指印。大人，杨家闹这么大，要不要？身后的护卫低声问。白家和楚家那2个废物，把幽州搞得乌烟瘴气，本座早该清理他们了。这杨家突然冒出来的话事人，倒是有点意思。他随手摘下腰牌，扔给护卫，去给杨家送个帖子，就说本座对他们的药很感兴趣，军中正缺一批。既然杨家有这本事，不妨谈谈生意。说到这，黄靖远目光一转，瞥向正往杨家狂奔的那道黑影，冷哼一声。至于那些藏头露尾的耗子，告诉杨家在幽州城做买卖，本座要是想保谁，阎王来了也得在门口候着。轰！地洞里撞开一堆碎石，一道狼狈的人影跌跌撞撞冲进大厅，披头散发，后背上拉开一道大口子，伤得能看见骨头，半边身子都被血浸透了。正是李之渊，他怀里死死抱着个玉盒，一头撞在厅里的柱子上，这才止住去势。嗡！玉盒内传出类似龙吟的低鸣，和声震个不停，连带着屋里的桌椅茶盏都跟着抖。拿来！一声喝骂跟在耳边炸开。那黑袍人还没到，一团血煞黑气就堵死了李之渊去路。一只干枯的手掌凭空出现在李之渊头顶，直直抓了下来。这一抓要是抓实了，李之渊别说重伤，怕是当场就得成一滩烂泥。李之渊有些后悔，不该为了丹药硬扛他一击的，想祭出琵琶法宝，可哪里还来得及。铮！一声清越的刀鸣切断了地底的杀气，青砖寸寸崩裂，一道土黄色的气浪如高墙般拔地而起。砰！黑气溃散，那只枯瘦鬼爪被一把厚重的陌刀硬生生架在半空，不得寸进。持刀者一身黑铁重甲，面如尖岩，城主府禁军统领赵铁山。这丹药城主府要了。赵铁山单臂绝力，纹丝不动，声音低沉如钟，在幽州城里动手，问过城主府的刀没有？黑袍人身形停住，都冒下的眼睛眯了起来，显然是有些忌惮。就在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门外涌入，杨家的防卫形同虚设。我看这就是魔物。沧海领头冲了进来，他一身锦袍被风吹得乱晃，身后是楚雄，还有2家养着的7、8个供奉。白沧海死死盯着李之渊怀里的玉盒，喉结上下滚动，却还要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架势。这等妖邪之气，肯定是魔丹。杨家好大的胆子，敢在城里练这种东西！我等身为世家联盟，今天必须把这魔丹收了销毁，免得为祸苍生。不错，楚雄跟着一挥手，满脸杀气，把魔丹交出来，不然今天就平了你杨家。3方势力，5个神丹境，几10个神机，就把这大厅给挤满了。几股威压在大厅内相互角力，常人站在这里，怕是当场就给挤爆了。陈渊已将洛云收入仙府，借着他的修为，自己实力也涨了几分，总算能在这场面里站住脚。5个神丹境，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真打起来自己就得交代在这。这单练的是好，可也太招摇了，把城里的狼都给引来了。仙府光幕后，洛云一张俏脸紧绷，手捏冷汗。他出身碧池宫，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几方大佬当面对峙，李之渊背上血流不止，身子靠着柱子才没倒下，手脚都在发抖。杨家刚被屠过一次，元气大伤，现在又来这么一出。滋啦一声轻响，在这几方人马对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楚。白沧海只觉得脚面一烫，人下意识地朝后连退几步，低头一看，自己的靴子上溅了一滩还在冒热气的茶水。他猛地抬起头，看向主位，陈渊正翘着2郎腿
坐在那吵什么吵？丹是你们炼的，杨家炼的丹，还要跟你们报备一声？厅内所有人都拿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这个神起七的小子，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躲在陈渊身后的古晨手伸出来拼命扯他的袖子，眼神里全是央求。那可是神丹镜，一指头能摁死咱们100次的神丹镜，咱别找死行不行？白沧海气急反笑，黄口小，死到临头还敢！啪！陈渊反手就把手里的茶杯摔在地上，他站起身，几步走到李知渊面前，伸手就将玉盒夺了过来，然后在所有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的注视下，随手把玉盒往空中一抛，又接住。哎呦，手滑了！陈渊咧嘴一笑，黑袍人眼角狂跳，赵铁山握着刀柄的手指猛地收紧，白沧海更是吓得心口一停，生怕陈渊手上没个轻重，把丹药给毁了。想要丹药，你们就来抢啊！陈渊一只手托着玉盒，另一只手按在盒盖上，指尖有灵力在吞吐。他抬眼扫了一圈，说道：“谁赢了，这丹就归谁。不过我得提醒一句，这玩意儿娇贵得很。我这人修为低，胆子又小，一害怕手就容易抖，要是不小心给捏碎了。”他视线最后落在白沧海铁青的脸上，那大家就都别玩了，一拍两散。威胁，这是拿丹药架住了所有人的脖子。白沧海脸憋得通红，黑袍人沙哑着声音开口：“小子，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谈生意吗？不分大小，只看筹码。”陈渊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指了指黑袍人和赵铁山，又指了指白楚二人。丹就2颗，这2位，一位出了丹方和灵草，一位是城主府的人，护着杨家，都有资格坐在这儿分一杯羹。说到这，陈渊脸色一沉，指着白沧海和楚雄就骂：“那边的2只老狗，你们有什么空着手就想来吃白食？脸呢？你放肆！”楚雄脸上青筋暴起，刚要发作，赵铁山冰冷的刀锋就横在了他面前，逼得他把话咽了回去。这就是规矩。陈渊敲了敲桌子，想看热闹也得买张票，把你们2家库房里剩下的一阶灵草全送来，就当是门票钱，不然现在就滚出去！白沧海气得胡子一抖一抖的，但又确实如此，不敢发作。陈渊也懒得搭理这2人，圣教和城主府的人都在，哪里轮得到他们说话？他索性将玉盒打开，赤红色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大厅，2颗龙眼大小的丹药悬浮而起，表面有龙纹游走，异香扑鼻。大厅里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吞咽声。陈渊伸手抓起1颗，往黑袍人那边一推：“这1颗是你的。”黑袍人眼中金光大盛，刚要伸手去拿，陈渊的手却猛地按住了丹药。慢着！陈渊嘴角勾起，说道：“除了之前谈好的报酬，我还要加个价。”黑袍人周身的黑气翻涌起来，不要得寸进尺。这丹药是什么品质？你比我清楚。超品3阶丹药，多要点东西不值吗？陈渊毫不退让，手指指向白沧海和楚雄：“我要他们2家这段时间吞掉的杨家地气、房契3座矿脉，都给我吐出来！”白沧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渊，你疯了？那是我们真金白银买，给不给？”黑袍人阴冷的目光落在白沧海身上。圣教办事，白家是想拦着。圣教、白楚2家能在幽州立足，暗地里全是仰仗圣教，得罪了这位都不用陈渊动手，明天白家就会在幽州出名。给，我们给！白沧海整个人像是老了10岁，从怀里掏出一叠契书，狠狠拍在桌上。那是他们这段时间趁火打劫杨家的家当，还没捂热乎就要连本带利吐出来，心在滴血啊！黑袍人一把抓起丹药和契书，看都没看，直接将契书扔给陈渊，随后身形化作一道黑烟，急不可耐地冲出大厅，眨眼就消失在夜色里。这丹药太重要了，必须立刻带回去给圣子。大厅内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终于消散了一些。陈渊拿起第2颗丹药，没有半点犹豫，直接塞进了赵铁山手里。这1颗是杨家孝敬城主大人的，杨家最近有些不懂事，闹得动静大了点，还请城主多担待。赵铁山握着滚烫的丹药，愣了一下，他深深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明明手里握着可以让无数人疯狂的重宝，却能如此果断的舍弃，只为了换取生存空间，这份决断和心性实在不像这个年纪该有的。城主大人不喜欢欠人情。赵铁山收起丹药，转身对着门外还没回过神的众人高声喝道：“传承主令，杨家炼丹有功，即日起受城主府庇护，谁敢在杨家闹事，便是与城主府为敌，其罪当诛。”声浪滚滚，传遍半个幽州城。白沧海和楚雄2人对视一眼，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完了，这天要变了。杨家不仅没死绝，还搭上了城主府这条大船，这是要彻底翻身了。人群渐渐散去，热闹的大厅只剩下满地狼藉。古晨一屁股瘫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那一叠厚厚的地契，感觉跟做梦一样。老陈，你真就把那2颗宝贝都送出去了？古晨的脸皱成一团，像是自己身上被剜了块肉。那可是神魔同体的极品啊，哪怕留1颗给我也行啊，败家玩意。李志渊在一旁默默处理着伤口，没说话，但眼里的不甘示怎么也藏不住。仙府中的洛云更是想不通，这2颗丹药要是拿回碧池宫，该是多大的功劳，就这么送人了。陈渊走到门口，看着黑袍人消失的方向，夜风吹动他的衣摆，给是给了，但这要太补，不仅补身子，还补命。我在丹药里藏了点神力。陈渊回过头，
冲着古尘森然一笑。等他炼化到最要紧的时候，神仙二力在体内一冲撞，你说会是个什么场面？古尘浑身一激灵，这个疯子，他在丹药里埋了雷。那城主那颗呢？古尘说话都有些结巴。城主修的是神道，这点神力对他来说只会是大补。陈渊拍了拍古尘的肩膀，力道很重，只有城主吃了那颗丹，尝到了甜头，他才会更卖力地保着我们。与此同时，幽州城外百里荒野，黑袍人正急速飞遁，手中紧紧握着丹药。好宝贝，真是好宝贝。他感受着丹药中澎湃到极致的药力，心里盘算着将此丹献给圣子后能得到何等赏赐。有了此丹，圣子的天妖解体之患便可痊愈，甚至能借此机会冲击那。夜色沉闷，人都散了，只剩下来回巡视的家丁。陈渊坐在床沿，拿起一颗梨子啃着，折腾了一整晚，腹中空空，此刻才感觉到饿。咚咚，门上传来2下叩击，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屋里的人。门外那人的脚步虚浮拖沓，显然伤得不轻。身为神丹境的主母，此刻却像个在门外等候传唤的婢女，只等陈渊应声。进。陈渊头也没抬，又咬了一口梨。门被推开一道缝，李志渊从门缝里侧身挪了进来。他身上有股淡淡的栀子花香，刻意换过熏香，也换了一身新裁的裙子，水蓝色的广袖裙，内衬月白，领口和袖口都用银线绣着缠枝莲纹，发髻梳得一丝不苟，斜插着一只蝶翼玉冠。走动间，那蝶翼在烛光下振翅，流转着银光。这身装扮显然是经挑细选过的。为了今晚，他不仅押上了性命去护丹，此刻更是押上了自己身为女人的尊严，试图在这个掌控了杨家命脉的少年面前找回一点价值。丹药都清点入库了，公子要的这些，妾身也一并带来了。李志渊将几个玉瓶放在桌上，瓶身相撞，发出清脆的响声。他随后退到离陈渊3步远的位置，双手交叠在腹前，手中捏着一方丝帕，努力维持着应有的端庄仪态。他想，今夜他拼死护丹，伤势极重，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总该有些表示，哪怕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夸赞，也能让他今晚受的屈辱好过一些。陈渊的视线从玉瓶移到他身上，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身衣服挑了很久吧？李志渊微怔，心底升起一丝期盼，可惜老气了点，跟洛云的衣服比起来少了朝气，跟云溪月比。陈渊啧了一声，摇摇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李志渊的面露尴尬，羞愤欲死。云公主是幽州第一神女，圣女更是众星捧月，志渊何德何能与2人相比？他知道自己已经100多岁，拿一个年近双10的少女和一位风华绝代的公主来与他比较，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可他无法反驳，更不敢发作。陈公子既然无事，妾身先回去疗伤了。他仓促的转身，又动作太急，牵动了伤口，脚步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回去？回哪去？陈渊放下啃了一半的梨，就在这里疗伤吧。李志渊下意识退了半步，不妥，孤男寡女，况且我身为杨家主母，若是被下人看见，这会儿想起自己是主母了。陈渊嗤笑一声，当初在房事仗着修为高享废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你端主母的架子？他刚要张口反驳，一只大手已经抓住了他的衣领，丝绸撕裂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里格外刺耳。啊！李志渊惊呼，双手下意识护在胸前，连连后退。但那大片雪腻的上半身，水蓝色的外裙已经被扯开，露出里面白色的内衬和缠在上身的纱布，纱布上渗出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暗红色。你这是做什么？李志渊的脸长得通红，神力下意识就要爆发，却又在他对上陈渊视线时被他自己强行压了回去。他不敢，连那个恐怖的黑袍人都被这小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况且杨家刚刚看到一丝崛起的希望，他不能因为自己毁了所有。身材倒是不错，很有料。陈渊根本没在意他的情绪，目光肆无忌惮地游走。他伸出手直接按在了他后背伤口上，隔着纱布用力一压。李志渊浑身绷紧，剧痛从背后放射开，他双腿一软，膝盖重重磕在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额前的碎发瞬间被冷汗浸湿。陈渊俯视着跪在地上的人，手指不仅没松，反而加重力道，在翻卷的皮肉上缓缓转动。疼吗？疼，陈公子，求你别。李志渊痛得眼声音颤抖，疼就对了，不疼不常记性。陈渊俯身强迫他抬头，两人的脸贴得很近，他呼出的气息带着梨子的清甜。杨夫人这身皮肉确实养得好，又白又嫩，难怪杨啸天对你言听计从。提到自己的丈夫，李志渊僵住了。陈渊眼里的恶意更浓，你说要是杨家主此刻醒着，推开门看见他捧在手心里的夫人正光着身子跪在一个神起妻的小辈面前，他是会气得当场暴毙，还是会谢我给你治伤？别说了，求你别说了。贝德感如刀，将他身为家主夫人的尊严包得一丝不剩，羞耻感像火一样烧遍全身，他的皮肤因羞愤泛起潮红，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身体却因为恐惧和某种隐秘的刺激下止不住的颤栗。杨夫人舍命护丹，功劳不小。陈渊手指顺着他光洁的脊背一路下滑，有功当赏，有伤当治，我自然要尽心尽力。话音刚落，一抹赤金色的光芒在他瞳孔亮起，是炼化神格时
被仙府石碑截留下的神力，可能会比刚才更疼。夫人要忍住了。下一秒，陈渊单臂将他从地上拽起，按在桌案上，将手掌贴上他后背狰狞的伤口。他调动仙府内的神力，直接覆盖在伤口上。那股至刚至阳、狂暴无比的力量顺着伤口钻入他的体内。啊！李志渊仰起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食指在坚硬的红木桌案上抓出几道深痕。太霸道了！那股力量在他经脉里横冲直撞，焚烧着伤口残留的死气，也一并焚烧着他的神智。陈渊面无表情，用身体压住他挣扎的躯体，另一只手抓住他裙摆的裂口，再次用力撕拉，最后一点遮羞的布料也化作了碎片。这位神丹境的杨家主母在无寸缕，随着神力的不断深入，那撕裂般的剧痛中，竟渐渐生出一丝异样的酥麻与燥热，像无数蚂蚁在啃食他的骨髓，也啃食着他的意志。陈渊没有停手的意思，他像一个不知餍足的掠夺者，一边输送着神力，一边俯身压了上去。要治就治得彻底些。他贴着他的耳朵，李志渊眼中的屈辱逐渐涣散，取而代之的是迷离与渴望。他原本死死扣着桌沿的手，不知何时松开了，转而向上，紧紧环住了陈渊的脖颈，指甲深深陷进他的皮肉里，抓出一道道红痕。公子，给我！这一刻，什么家族荣耀，什么强者尊严，统统抛诸脑后。他忘了自己是谁，忘了病榻上的丈夫，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祈求眼前这个男人更猛烈的占有。随着最后一股神力猛地爆发，李志渊后背的伤口黑气尽散，新生的皮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粉色痕迹。陈渊抽身而退，长长吐出一口气。这场疗伤于他而言，非但没有损耗，反而借着双修之法，将李志渊积攒了数十年的元婴吸纳了大半，用来反哺自身。此时的李志渊瘫软在桌上，长发披散，浑身布满红痕和汗水。他目光涣散地盯着虚空，片刻后缓缓从桌上滑落，像一只驯顺的犬，手脚并用地爬到陈渊脚边，低下头，用脸颊轻轻蹭着他的裤腿。谢主人，赏赐，今晚睡这。他一把将他抱起，扔到里间的床榻上。你丈夫那份也一并伺候了，能不能让我满意，看你的本事。门外寒风呼啸，缩在廊柱后的洛云听着屋里传出的动静，脸红得要滴血。连李志渊都同一时间，欺人太甚，简直是骑在白楚两家的脖子上拉屎。楚雄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水四溅，三座矿脉啊！还有那几条街的地契，就这么便宜了那个小畜生，我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又能如何？白苍海阴恻恻地开口，当着圣教特使和城主府的面，你敢说个不字？那就这么算了。楚雄的眼珠布满血丝，认栽。哼！白苍海冷笑一声，咔嚓捏碎了手里的茶杯，碎片扎破手掌，血流出来，他却浑然不觉。我已经派人去查了，那小子的底细经不起推敲，今晚这一出不过是扯虎皮罢了。等那个黑袍人一走，城主府那边没了兴致。白沧海眯起眼睛，他一个神起气的小杂种，拿什么守住这份泼天的富贵？去给长生门的那位长老送封家急信。白沧海嘴角狰狞，又说：我们发现了一处上古修士遗迹的线索，就不信这小子会不去。借刀杀人，谁不会？屋内烛火将熄，满屋子都是折腾出来的石楠花味。榻上，李志渊光溜溜地躺着，人事不省，发髻早散了，湿头发一绺一绺地粘在脸上脖子上，眼皮子还在跳，估摸着是梦里还没结束。呼！陈渊盘腿坐在床边，身上跟在开水里煮过一样，皮都红透了，脑袋顶上呼呼地冒着白气。失算了，本以为拿李志渊泄火，顺便吸点修为，但神丹境修士积累100年的元婴，根本不是他这点小身板能兜得住的。之前跟云溪月那次，感觉也没这么要命。不对，那会儿应该是仙府要觉醒，大头都被石碑给吃了，到自己嘴里的都是汤汤水水。现在倒好，刚才那通折腾，非但没把火气撒出去，反倒是火上浇油。李志渊的极阴之气与他体内的灵力对撞，化作洪流冲击着经脉，炼气8层的坎倒是轻松就迈过去了，直接顶到了9层圆满。但还不够，那股力量还在膨胀，再这么下去，人非得给撑爆了不可。操，这女人劲儿也太大了。陈渊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脑袋里嗡嗡响，不行，得赶紧找个地方把这股劲儿给泄出去，不然真要死在这床上了。他扭过头看向屋外，此时的洛云面红耳赤，原来他一直缩在廊柱后面偷听，直到屋里没了动静，才踮着脚尖想走。洛云2只手捂着耳朵，脸烫得能烙饼。李志渊那种他从来没听过的，也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声音，跟虫子似的直往他脑子里钻。不要脸，这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洛云嘴里小声骂着，可身子却不听使唤，腿肚子发软，两边膝盖怎么也并不拢。就在这时，眼前一阵扭曲，一个浑身冒着热气的人影直接把他拉入仙府。洛云吓得魂都快飞了，人还没看清是谁，手腕子就被一只大手给攥住了。啊！洛云叫了一声，整个人被一股大力拽过去，结结实实撞进一个又硬又烫的怀里。陈渊，他抬头正对上一双红的跟烧炭一样的眼睛。你想干什么？那个老女人还不够你折腾的？洛云壮着胆子喊，想把圣女的架子端出来。放开我！你敢动我？圣女！陈渊嗤笑一声，你在外面听得不是很起劲吗？怎么，
光听不过瘾，不打算自己试试？你胡说！洛云羞愤之下，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陈渊反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顺着他衣服的领口就探了进去，撕拉，里头绣着鸳鸯戏水的粉色肚兜露出来，随着他急促的喘气上下起伏。不行！洛云彻底慌了，两只手死死抱在胸前，拼了命地想把神力调动起来。吸！陈渊嘴里吐出一个字，石碑一阵轰鸣，将洛云的神力通通吸了进去。他现在和一个凡人弱女子没有任何区别。既然戏看够了，那就上来踢个场。陈渊懒得跟他废话，一把将他扛在肩上，几步走到床前，把他整个人往榻上一按。放开！洛云刚喊了2个字，嘴就被堵上了。啊！洛云脖子向后仰成一个弧度，发出的尖叫声又高又厉，两只手在空中乱抓，最后死死扣在陈渊的手臂上，拉出好几道血印子。疼！太烫了！陈渊，你停下，我会死的！洛云哭喊着，脸上全是水痕。那股力量太庞大，太炽热，烧得他神志不清。忍着！陈渊在他耳边低吼，只有狂风暴雨般的索取。不想死就给我运功，把这股气吸进去，不然你被我这身火气撑爆了，可别怪我！求生的念头压倒了一切，洛云只能哭着照做。渐渐的，痛楚开始变味，力量将他体内的杂质都烧了个干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从尾骨一路窜上天灵盖。本来骂人的话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哼唧。原本推着他的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搂住了他的脖子。西光阁内，春光旖旎，一边是熟妇的醇厚元音，一边是圣女的纯净青涩，一阴一阳，两股完全不同的阴气在陈渊体内撞到一起，又被石碑炼化，最后化成灵液。轰！陈渊体内发出一声闷雷般的轰鸣，气海丹田剧烈震荡，原本成气雾状的灵力，在这一刻开始液化，一滴、2滴、3滴金色的灵液聚在一起，成了一条小河。陈渊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一层黑乎乎、油腻腻的脏东西被硬生生挤了出来。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像是挣脱了某种枷锁，五感通透，力量暴涨10倍不止。筑基，而且是借着2位极品女修之力铸就的气海。好！洛云眼珠子一翻，脑子一片空白，直接晕了过去。可他身上的气势却在这时候疯了一样往上涨，神机尽大圆满，仅差一步便到神丹。不知过了多久，陈渊缓缓睁开眼，吐出一口长长的浊气。此时窗外已现泛白，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皮肤晶莹如玉，甚至隐隐泛着流光，神清气爽，果然比苦修香。陈渊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就在这时，身后的床榻传来轻微的响动，李志渊醒了，他撑着身子坐起来，眼神还有点空，脑子发懵。等他看见站在床头的陈渊，昨天晚上的事全想起来了，那些让他想死又不敢死，又羞又臊的画面一幕幕往外冒，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下意识就想扯被子盖住，一伸手才发现被子早不知道飞到哪去了。醒了！陈渊转过身，目光从他脸上滑到脖子，再到胸口，最后停在他光着的腿上。李志渊一阵心悸，身为杨家主母的尊严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他从床上爬下，顾不得赤身裸体，双膝着地。恭喜公子，筑基成功！陈渊走到他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懂事，把屋里收拾干净。陈渊说完，随手抓过一件外袍搭在身上，推门就走了出去。门外的冷风一吹，陈渊脑子清醒不少，他吸了口冷气，心里盘算起来，这一晚上折腾耽误了不少功夫，算算时辰，那黑袍人也该拿着丹药回去了吧。幽州城城主府，书房内灯火通明，黄靖远一身如山，捻着那枚赤金丹药凑到鼻子底下，闭上眼长长吸了一口丹气。好丹！黄靖远睁开眼，把丹药在指尖转了转，药力霸道，里头却又藏着生机，神性妖力混在一块儿，还能练得这么圆融，这炼丹的手艺怕是仙道宗门里的老家伙也比不上。这丹药是好丹药，就是里头掺的东西有点意思。那小子胆子够大。站在书桌前的赵铁山闷声道：城主既然喜欢，为何不服下？您的伤。黄靖远把丹药丢回玉盒里，盖子一合，发出一声轻响。我老了。他脸上挂着笑，可眼睛里半点笑意也无。这丹药虽好，但我这副残躯吃了也是浪费，多活几年也翻不了天。这幽州城往后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说着，他将玉盒往前一推，推到了赵铁山面前。铁山，这丹给你。赵铁山身子一僵，想都没想，单膝就跪了下去。属下不敢，这是杨家献给城主的。起来，起来说话。黄靖远摆摆手，幽州城这潭水只是表面平静，除两家跟外头眉来眼去，杨家新来的那个小子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滚刀肉。长生门、白云府又在和谁勾结？幽州城现在的盟友也只有云溪月一人了，加上圣上，你卡在神丹境巅峰多年，这颗丹足够助你踏入那一步。赵铁山把额头重重磕在地上。铁山这条命往后就是城主的，去吧。黄靖远端起茶杯，吹开面上的茶叶沫子，抿了一口。等赵铁山走到门口，他又慢悠悠地开了口：对了，明儿你去趟杨家。这小子虽然给了投名状，但也太狂了些。既然要在城主府的庇护下做生意，就得懂城主府的规矩。那小子是交了投名状，可也太野了点，半点规矩都不懂。
既然想在我这幽州城里开门做生意，就得让他知道谁是主家。黄靖远放下茶杯，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你告诉他，以后杨家炼的丹，城主府要抽7成利。这话说的赵铁山都愣了愣，7成，这跟明抢也差不离了。黄靖远看出了他的心思，补了一句：我倒想看看，这小子是条龙还是条虫。赵铁山在门口站住脚，回头问：那要是不肯呢？不肯就提醒他一句，白沧海写给长生门的信，现在怕是已经送出城了。陈渊想起来，突破住机期后，还没看过仙府的变化。神识沉入府中，原本笼罩西光阁的灰雾向后退了数百丈。西光阁后方多出一座石屋，屋子周围是大片的黑色土地，好地方。陈渊看着新格局，心中有了数。中央的阴阳鱼是石碑和月仙居，仙府的核心。西光阁那一圈对应八卦，意味着还藏着6处居所。至于刚开辟的这片区域，或许对应天干地支。他暗自思量，这片黑土地极广，若是能种上灵草，在这灵气枯竭的世道，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屋内的石楠花味还未散尽，李志渊跪在地上收拾着狼藉。他身上只披了件纱衣，丰腴的身体若隐若现，脸上的潮红没有完全褪去。杨家地功法拿来我看看。陈渊盘腿坐在榻上，开口道。李志渊身体一顿，不敢怠慢，他从储物袋中摸出一枚玉简，双手高举过头，躬身地到陈渊面前。公子，这是杨家不传之秘，汉得绝。李志渊的声音压得很低，此法借地脉食神之力护身伤敌，是杨家立足幽州的根本。修炼此法极为苛刻，需在吉时设香案祭拜，得食神感应方可入门。妾身当年，我看看。陈渊打断他，一把拿过玉简，贴在眉心。先前云溪月的月刃便可用灵力通过石碑模拟出来，想必其他神术大概也可以，这便省掉了拜神最麻烦的一步。玉简中的信息流涌入脑海，功法不难，甚至可以说粗浅。陈渊很快便掌握了地次数和石壁数，他单手掐诀，引动灵力，咔嚓，旁边的木桌炸开，木屑飞溅，一根土黄色的石刺从地底穿出，尖端锋利，闪着幽光。李志渊嘴巴半张，那句天资再高也需焚香沐浴7日才能感悟神恩的话，死死卡在喉咙里。不用祭拜，不用感应，瞬息而成。这汉地诀，他竟银30年才算小成，每次施展都需诚心祷告，调动神力与食神沟通。可陈渊只看了一眼，看着面前这个眼神淡漠的少年，李志渊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杨家老管家的声音透着不安：夫人，城主府的赵统领到了，人在正厅。李志渊深吸一口气，将眼中的情绪尽数敛去。他站起身，当着陈渊的面整理好衣衫，将散乱的发髻重新盘起，插上一只金布腰。转瞬之间，刚才那个跪在地上的女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位在幽州城燕冠一方，手握权柄的杨家主母。这种变脸的本事让陈渊看得嘴角微勾。走吧，去会会这位赵统领。陈渊先一步推门而出。杨家正厅，厅内落针可闻，下人们垂手屏息，连呼吸都刻意放缓，生怕惊扰了客位上的男人。赵铁山没穿那深黑铁重甲，换了件藏青色便衣，正用2根粗糙的手指捏着茶盏，看茶水里沉浮的叶片。即便是一身便衣，那股久经沙场的血煞之气依旧如山岳般沉重。李志渊走进来，他眼皮抬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杨夫人，让赵某好等。赵统领见谅，妾身所是缠身。李志渊微微欠身，仪态万千，声音不卑不亢。不知统领今日大驾光临，是代表城主府，还是？自然是代表城主。赵铁山把茶盏磕在桌上，脆响一声。他目光在厅内扫过，在角落里脸色发白的古尘身上停了一瞬，又回到李志渊脸上。夫人是个聪明人，赵某就不绕弯子了。杨家如今是什么处境，夫人心知肚明。没有城主府这把伞，今晚白楚2家就能把这院子给拆了。李志渊袖中的手指蜷了起来，杨家感念城主大恩，恩情不是嘴上说的。赵铁山伸出2根手指，再张开，比了个7的手势。以后杨家炼出的丹药利润，城主府要7成。什么？李志渊还没开口，古尘先跳了起来，指着赵铁山的鼻子骂：7成？你怎么不去抢？老子没日没夜的炼丹，那是拿命在拼，给你们白干！做你娘的春秋大梦！聒噪！赵铁山头都没回，冷哼一声，轰！一股气劲撞在古尘胸口，他嘴里喷出血沫，整个人飞出去，砸在墙上，滑落在地。这就是规矩。赵铁山神色漠然，在幽州城，城主的话就是天条。李志渊脸色铁青，刚想开口，一道人影却突然从他身后走出，在主位坐了下来。古尘嘴是臭，理不糙。陈渊翘起2郎腿，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屋里那股无形的压力仿佛不存在。7成，那是把我们要饭的打发了。陈渊吹开茶沫，轻抿一口，费半天劲，肉都让你们吃了，我们还得给你们刷锅。这买卖我不做，城主府非要这么干，我这就去把丹炉砸了，大家一拍两散。他放下茶杯，又补了一句：况且先前送的那颗丹价值多少，统领心里有数，现在又来添条件，有点死皮赖脸了。赵铁山眯起眼，厅内的桌椅开始轻微震动，他身上那股沙场上进出来的杀气全压向了陈渊。年轻人，说话留一线。赵铁山声音低沉，
幽州城是城主的幽州城，在这地界上还没人敢跟城主府讨价还价。年轻人不要太气盛，神丹境的威压足以让普通的神起境修士骨断筋折。李志渊心头一紧，下意识想要出手相护，却发现陈渊坐在那里，静如江中磐石，纹丝不动。不气盛，陈渊猛地将茶杯顿在桌上，啪，溅出的茶水化作几道水箭，多定进旁边的青石地砖，没入3分。陈渊直视赵铁山，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听那死寂！赵铁山眼中的杀气褪去，随即大笑出声：好胆！我征战几十年，没见过你这么狂的小子，你有种！他这是在试探自己的底线，也是在试探城主府的底线。陈渊心里清楚，今日若退一步，以后就再无站起来的可能。既然赵统领觉得我们是靠施舍过活，不如画下道来，你我打个赌。陈渊站起身，伸出3根手指。怎么赌？赵铁山来了兴致，就赌这一局。陈渊指了指门外，你压制修为到神机境，我若输了，杨家奉上9成利润，以后城主府炼丹，杨家分文不取。若你输了，陈渊声音转冷，城主府不仅分文不取，还要免杨家3年税赋，并且我要城主府一个承诺。赵铁山笑得前仰后合，神机境，小子，你刚入神期几天？就算我压制修为，杀你也如土狗。好，我替城主应了你。慢着！陈渊抬手，容我更衣，我不习惯穿着这一身比斗。他不等赵铁山反应，拉过旁边的李知渊，夫人，帮我找件趁手的兵器。2人快步走进后堂，刚一进屋，避开了外人的视线，陈渊脸上的狂傲就收了起来。进去！他低喝一声，心念一动，李知渊只觉眼前一花，便被强行收入了归元仙府那间刚开辟的石屋内。轰！一股力量涌入石碑，又被灌入陈渊体内。神丹境强者的一成拳，属性加持，陈渊只觉浑身肌肉瞬间紧绷，力量、速度、神识在这一刻疯狂暴涨。李知渊虽不如云溪月，但现在的自己比当初强了太多，能承受的力量也远非当时可比。他握了握拳，指节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自己现在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陈渊扯下外袍，露出一身腱子肉，转身大步走回院中。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赵铁山负手而立，周身气息回落，压在了神机境巅峰。即便如此，那股凝练的煞气依旧让人心头发寒。小子，准备好了？赵铁山扫了他一眼，我让你3招。不用。陈渊走到场中，与他相隔10丈。他看着赵铁山露出的笑意，1招就够了。话音刚落，陈渊右脚猛地踏地，轰隆！整个杨家大院的地面如同一张被抖动的毯子，发出一声巨响。赵铁山脸上的轻慢瞬间凝固，他脚下的青石板毫无征兆的粉碎，数十根粗壮如枪、泛着土黄色光晕的岩石尖刺，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从地底爆起。这速度和威力比陈渊之前演示的撼地诀强了何止10倍。什么东西？赵铁山脑中只来得及闪过这个念头，身体已经凭本能做出反应。吭！一柄雪亮的陌刀出现在他手中，横在身前。砰砰砰！数根的刺撞在刀身上，巨大的力道震得他虎口鲜血直流，整个人被顶得向后滑出数丈，双脚在地上离出2道深沟，烟尘四起。院子里无论是杨家护卫还是刚爬起来的古尘，全都张大了嘴。就一脚，烟尘散去，赵铁山那身便衣被划破几道口子，发髻散乱，样子颇为狼狈。他盯着陈渊，眼里再无轻视，全是震惊和忌惮。这他娘的是神起境？不对，他突破了，是神机境。可神机境也绝不可能有这种实力。陈渊站在原地，脚下金光隐现，仿佛还在酝酿着什么。他伸出1根手指，指着满脸惊愕的赵铁山，语气森寒：第1招，赵统领，接下来这一招可能会死人的。狂妄！赵铁山上来就吃了个暗亏，气得直接笑出声来。他脚掌往地上一跺，整院的青砖应声裂开，蛛网似的蔓延出去。2手攥紧陌刀，照着陈渊的脑门就劈了下来。这一刀看着简单，可刀锋未至，那股从千军万马里杀出来的铁血煞气已经铺天盖地压了过来，即便压着境界，那股势也散不掉。陈渊左手隐在袖中，只觉变幻快如残影。仙府石屋内，李知渊娇躯一颤，闷哼一声，磅礴的神力被石碑强行抽取，源源不断地灌入陈渊的经脉。起！陈渊一声低喝，地面如波浪翻滚，3道厚达数尺的黑岩石壁成品字形拔地而起，挡在身前。撼地诀里的石壁术，在我面前玩泥巴！赵铁山嘴角一撇，他这辈子都在跟土石打交道，在幽州城论土行神术，他说第2，没人敢认第1。陌刀裹挟着土黄色的光晕，切入石壁，噗噗噗，漫天石屑炸开，雪亮的刀锋竟连一丝停顿都没有，摧枯拉朽，直奔陈渊天灵盖。院里观战的古尘吓得捂住了眼，仙府中的李知渊更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可刀锋下的陈渊脸上却没有半分慌乱，刀尖离他鼻梁不到3尺，生死关头，他眼里突然闪过一道幽蓝。院子里的热气好像一下被人抽走，原本燥热的空气里竟凝结出无数细密的冰晶，连地火都透出几分寒意。凝！陈渊右手虚握，数10片晶莹剔透的6角冰花冒了出来，这些冰花绕着陈渊飞快地转，
带起一阵阵尖锐的破风声，血月飞花。去！陈渊指尖一点，冰花汇聚成一条晶莹的长河，正面硬刚照铁山的陌刀。叮叮当当，冰花毕竟是凌厉凝的，在百炼金铁的陌刀面前一触即碎。可每一朵冰花碎开，都会炸出一团白森森的寒气，顺着刀身就往上爬。只是一眨眼，赵铁山那柄陌刀上就结了一层厚霜，寒气顺着刀柄钻进他手心，冻得他的手指都开始发麻发紫。原本顺畅的劈砍，硬是慢了半拍，出刀的速度被强行拖慢了。灵力化形，至纯寒气。赵铁山瞳孔巨震，已是先修。此话一出，院子里所有的人全都惊住了。原来陈渊和古尘一样，都是先修。这陈渊到底是什么来头？就趁着赵铁山这失神的一刹那，陈渊身形一晃，原地留下一道残影，两手食指连弹，空气里荡开一圈圈无形的波纹。是7、8道月刃专往赵铁山的要害上招呼手腕、膝盖还有脖子。混账！赵铁山到底是沙场里滚出来的老将，心里在惊，手底下也不乱。可他为了赌约压着修为，护体神光没那么强，只能狼狈不堪的回刀格挡。当，火星四溅，月刃被震碎，但巨大的冲击力实打实地轰在了赵铁山身上。噔噔，赵铁山被震得往后退2步，他竟然退了。堂神丹境强者，幽州城主府第一统领，被一个刚筑基的小辈逼退了2步。我不要面子的吗？羞耻感直冲脑门，这要是传出去，他以后在幽州城还怎么混？花里胡哨的，给老子破！赵铁山吼了一声，手里的陌刀抡圆了就是一圈，轰！土黄色的气浪如同炸弹般从他身上爆开，陈渊部下的所有灵力瞬间就被碾成了齑粉。这就是境界的差距，修为高就是可以不讲道理。眼看那气浪就要将陈渊掀飞，赵铁山嘴角刚露出笑意，却看见陈渊眼中闪过的一丝狠厉。这小子想干什么？陈渊不退，将灵力尽数凝结成石壁，护住左肩，拿左边肩膀硬往那气浪上撞。咔嚓！陈渊闷哼一声，嘴角一血。他还是低估了神丹境强者的底蕴，全力催动的石壁依旧扛不住这一招。他硬是忍着这钻心的疼，冲进了赵铁山身前3尺的范围。太近了，两人几乎鼻尖贴鼻尖。赵铁山甚至能看清陈渊那双布满血丝却又冷静的像冰潭一样的眼睛。这小子疯了，不要命了！这念头刚冒出来，赵铁山就看见陈渊在笑了。断！嗡！赵铁山只觉得脑子里像被捅了进去，疼得他差点叫出声。他骇然发现自己识海礼拜了几10年的后土竟剧烈晃动了一下，变得模糊不清。神气，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空虚和恐惧瞬间冲垮了赵铁山的理智，道心差点当场崩了。不，在不安和惊恐下，身体的本能超越了思维控制，被他强行压制的修为像是感受到了宿主的绝望，轰然解封。轰隆！神丹境强者的恐怖威压如火山喷发般冲天而起，暗黄色的神力化作实质性的冲击波，以赵铁山为中心，无差别向四面八方横扫。方圆10丈内的青石板皆被掀飞。给老子滚开！赵铁山双目赤红，状若疯魔，陌刀上爆发出的光芒足有3丈长。砰！离得最近的陈渊直接被这股恐怖的力量震飞出去，他人在半空就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重重砸在10几丈外的一堵院墙上。轰隆！墙壁坍塌，将他埋在废墟之中，烟尘四起。所有人都被赵铁山这下爆发出来的气息压得趴在地上，连头都抬不起来。赵铁山站在原地，胸膛剧烈起伏，手中的陌刀还在嗡嗡震颤。过了好几息，他眼里的红血丝才慢慢退下去，脑子也清醒过来。他呆呆地看着自己周身还没散尽的神力，又看了看远处那堆废墟，脸色一下变得比锅底还黑。完了，自己破戒了，说好了压着修为打，结果被个毛头小子逼得动用了神丹境的全力。咳咳，废墟中传来一阵咳嗽声，一只沾满血和灰的手推开身上的砖头。陈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半边身子都红了，左边肩膀耷拉着，显然是断得彻底，可他脸上却在笑，那种奸计得逞的带着几分嘲弄的笑。陈渊随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看着一脸尴尬的赵铁山。赵统领，好身手，神丹境的修为果然霸道，一招就差点要了我的命。这几句话不带一个脏字，听在赵铁山耳朵里却比直接扇他几巴掌还难受，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神丹境全力竟然没能击杀一个刚筑基的小子，陈渊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吃多大的亏就得占多大的便宜。他撑着身子往前走了2步，站得更近了些。不过咱们这赌约该怎么算？赵铁山握着陌刀的手背青筋暴起，他真想一刀劈了面前这小子，可他不能，他是城主府的统领，代表的是幽州城的脸面。今日这赌约是自己应下的，院里院外多少人看着自己被一个刚筑基的小辈逼出神丹境的权利，脸已经丢尽了。若是再出尔反尔，城主府往后在幽州城的声名也就彻底臭了。呼！赵铁山强行把翻涌的气血压下去，周身骇人的神力也跟着退潮一般收回体内。他盯着陈渊，这小子方才那一下到底是什么？那感觉不像是功法，导向是直接要斩断自己与神明的联系，这种源自神魂的空虚感太恐怖了。愿赌服输。赵铁山收刀回鞘，声音沉闷如雷：3年税赋全免，
利润分文不取。他又从怀里掏出一枚黑铁令牌，抬手扔给陈渊，这是城主令，见令如见城主，有他在，幽州城里没人敢再动杨家。赵铁山一刻也不想多留，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又大又快，转眼就消失在门口，倒像是落荒而逃。院子里的人等他走远了，才敢喘出一口大气。赢了！古晨扶着墙角站起来，他看着摇摇晃晃的人，他娘的，这还是人吗？陈渊眼前一阵阵发黑，刚才那一下斩神术几乎在全力催动神识，也只有离得越近，威力才能伤到他。毕竟赵铁山只压制了修为，神识还是神丹境。李志渊被从仙府中放了出来，想伸手扶他，却被陈渊摆手制止，把丹炉修好，告诉古晨，今晚我要看到300颗2阶丹药，少一颗我剁他一根手指。说完，他拖着断掉的胳膊，一步一步走回住处。城主府书房里燃着檀香，黄靖远还是一身如山，手里捧着一卷古籍，像个教书先生。所以说你输了。黄靖远翻过一页书，赵铁山跪在书桌前，满脸涨红，声音羞愤欲死，属下无能，给城主丢脸了，请城主责罚。怎么输的？说说。赵铁山不敢隐瞒，将比斗过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当说到陈渊使用冰系仙法时，黄靖远只是眉毛挑了挑，但当赵铁山说到那个断字以及后土断开联系的恐怖感觉时，噗！一向养气功夫极好的黄靖远一口茶水直接喷在了书上。你说什么？黄靖远猛地站起来，身上泄出的气势压得赵铁山肩头一沉，感觉像是背上驮了座山。你说你的神识被切断了？赵铁山满头大汗，颤声道：是，那种感觉太恐怖了，属下当时只觉得被神遗弃了，这才……黄靖远两眼盯着赵铁山看了半晌，眼里的惊诧慢慢褪去，反倒是笑了起来。他坐回椅子上，手指在桌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切断神莲，一念断神。好小子，藏得够深啊！黄靖远自言自语，这斩神术乃是上古残篇，整个幽州除了我曾在那个遗迹中得到过上半部，就只有那个疯丫头学去了一些皮毛。这小子怎么会的？难道是婵儿教他的？黄靖远摸了摸下巴的短须，想起自家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儿，再想想陈渊那股子不要命的狠劲，越想越觉得像有意思。他提起笔，在信纸上刷刷写了几行字，本来就想敲打，看看这小子有多少斤两，没想到摸出来一条大鱼。黄靖远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铁山，属下在，别跪着了，起来把这个送去北原。黄靖远将信递给赵铁山，那7成的力咱们不要了，不过既然都是熟人，就让婵儿自己回来跟他谈。你跟婵儿说家里来了个懂斩神术的，让他回来认认。赵铁山接过信，人还有点懵，城主，这大小姐要是回来了，幽州城怕是又要闹翻天。他似乎已经看到了陈渊悲惨的下场。去吧。黄靖远挥挥手，这潭水越浑越有看头。陈渊这把刀既然快，那就让他自己去磨，磨得再快些。窗外月色如水，陈渊坐在石床上，用灵力蓄着断骨，冷不丁的打了个喷嚏，后背莫名其妙有点发凉。哪个孙子在背后念叨我？杨家大院里几十个工匠踩着梯子修补院墙，灰尘漫天。这墙是前2天陈渊跟赵铁山切磋时拆的。后院凉亭里，陈渊斜躺在椅上，手里把玩着那块黑铁城主令，断掉的左臂已经接好，就是动起来还有点不得劲。李志渊捧着新沏的茶，躬身递到他手边，姿态放得很低。公子，赵统领虽然退了，可这城主府的便宜不是好占的。李志渊开口，话里有话，那7成力是免了，但城主府毕竟是幽州的天，咱们是不是该主动送些丹药过去？是个好。他心里盘算着，陈渊是个狠人，但终究不是杨家人，若是能借着他的手真正搭上城主府，杨家在幽州的地位甚至能压过白楚2家，到时自己这个杨家主母才算名副其实。陈渊接过茶盏，吹了吹热气，看他一眼，说道：怕了，妾身是怕公子吃亏。李志渊赶紧垂下眼帘。陈渊抿了口茶，刚要说话，院外就传来一声巨响，整个地面都震了一下，他手里的茶水泼了一身。刚修好大半的杨家正门，连同2根荷包粗的门柱，整个倒飞进来，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外面一头撞塌了。2个倒霉的护卫混在碎木屑里，直飞进了院里的荷花池，烟尘滚滚，遮天蔽日。什么人？李志渊第一个念头就是白沧海那老狐狸杀回来了。见赵铁山一走，就迫不及待想来捡便宜。他看了一眼凉亭里的陈渊，心里顿时有了底，不知死活。李志渊身形一动，人已经到了前院废墟上。只见漫天尘土里，一个娇小身影拖着一把比他还高的锤子，一步步走进来。锤头在青石板上划出一道深沟，声音刺耳：哪来的野丫头？李志渊柳眉倒竖，神丹境的气势放开，指着那身影喝道：敢在杨家撒野，不知道这里现在谁说了算？不想死就滚出去！说完，他手腕一翻，把黑铁令牌亮了出来，城主令在此，我看谁敢放肆！烟尘散去，露出小脸，他歪头看了眼李志渊手里的令牌，又看看李志渊，撇了撇嘴：城主令。黄婵儿哼了一声，说道：拿块破铁片吓唬人，本小姐今天不高兴，
让那个新来的管事滚出来，我倒要瞧瞧谁胆子这么大，连我家铁山叔都敢欺负。放肆！在幽州城，除了城主和那几个老怪物，还从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跪下！李知渊也不废话，直接祭出琵琶，神力汇聚，真吵！他单手抡起那柄大黑锤，空气里传来一声闷响，像是被生生挤爆了。锤锋和音波一碰，音波就跟纸糊的一样碎开，劲风不停，直直撞在李知渊身上。李知渊护体神光当场就破了，整个人飞出去，砸在10几丈外的影壁上，轰隆一声，影壁塌了半边，把他埋在底下。陈渊刚从后院出来，正好看到这一幕。李知渊虽然受了伤，但也实打实的神丹境，竟然被人一招就给拍飞了。他心里正犯嘀咕，就见那丫头双手叉腰，冲着院里喊：“里头那个缩头乌龟，听说你很狂啊，连铁山叔都敢打，给本小姐滚出来！”这声音有点耳熟，陈渊定睛一看，等看清那张气鼓鼓的圆脸，头皮都麻了。可陈渊只能硬着头皮从断墙后头走出来，脸上挤出个笑，说道：“那个原来是尸，哈，找到了！”他姐字还没出口，黄婵儿眼睛就亮了，二话不说，抡起锤子就朝他天灵盖砸了下来。看锤，这一锤没什么杀气，但单论锤子的重量，要是砸实了，陈渊刚接好的胳膊非得再断一次不可。卧槽！陈渊怪叫一声，脚下灵力汇聚，堪堪避过这一锤。轰！他刚才站的地方被砸出一个3丈大坑，泥土翻卷。躲？你还敢躲？黄婵儿更来劲了，抡着大锤就追。见了师姐不问好就算了，还敢跑？我看你往哪跑！喂，师姐，你这是拆家啊？拆的就是你！杨家大院里，前些天还威风八面、一念断神的陈渊，此刻像只猴子在假山、回廊、房顶上乱窜。而那个小丫头所过之处，墙倒屋塌，寸草不生。我不跑，难道站着让你锤吗？陈渊一边跑一边喊：“你站住，让我锤一下，怎么了？又不会死。”黄婵儿理直气壮。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李知渊，顶着一头乱发，满脸呆滞地看着这一幕。自己引以为靠山的陈渊，正被一个小丫头追得满院子跑，而且看他那样子，虽然狼狈，却根本不敢还手。这丫头到底是什么人？终于，在杨家最后一座假山也被砸成碎石后，陈渊不跑了，大锤带着风声砸到面前。陈渊深吸一口气，不躲不闪，伸出右手，在锤头侧面轻轻一拍，1000斤重的大锤偏了1寸，擦着他耳朵砸进地里，劲风刮得他脸皮生疼。师姐，气消了没？陈渊举起双手，一脸无奈。黄婵儿顺势收锤，那柄大锤在他手里轻飘飘的，一下就收进了储物袋里。下一刻，一道鹅黄身影就闪到了陈渊面前。陈渊下意识想退，却发现自己身子根本跟不上对方的动作，一只软乎乎的小手已经捏住了他的脸颊，还使劲往外扯了扯。哎呀，还真是你这个呆木头！黄婵儿把陈渊那张脸扯得变了形，嘴里啧啧有声：“我听铁山叔说，有个狂妄的小子，又会用兵法，又懂斩神术，就猜是你。这才多久没见，都筑基了，脸皮好像也白了点，没在碧池宫那么黑了。”痛！师姐，松手！人多。陈渊嘴里漏着风，含糊求饶：“看什么看？谁敢看？”黄婵儿回头一瞪，院里那些探头探脑的杨家下人脖子一缩，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裆里去，生怕这魔头给自己一锤。李知渊站在原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一张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他终于忍不住，颤声问道：“公子，这位是？”黄婵儿转过身，两手往腰上一插，下巴抬高，露出2颗尖尖的小虎牙。听好了，本小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幽州城主之女黄婵儿是也。说完，他还伸手指了指旁边正揉着脸的陈渊，一脸得意：“也是这家伙的。”哼哼，师姐。李知渊身子一晃，膝盖发软，要不是扶住旁边的柱子，人就瘫下去了。幽州城主那个传说中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大小姐，还是陈渊的师姐。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之前对陈渊所有的认知都被推翻了。原以为他只是得了云溪月青睐的幸运儿，现在看来，他背后牵扯到的势力远不是自己能想象的。瑶池宫圣女、云溪月公主，现在又加上幽州城主府，自己之前竟然还想对他动手，简直是嫌命长了。李知渊只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冷汗顺着脊背就流了下来。片刻后，只剩下半个屋顶的正厅里，陈渊让人搬来一张还算完好的椅子，请这位小祖宗坐下。黄婵儿毫不在意周围的断壁残垣，从地上捡起一颗果子，在陈渊衣服上擦了擦，咔嚓咔嚓啃着，2条小腿在椅子上一晃一晃。爹让我来和你谈。黄婵儿嘴里塞满果肉，说话也瓮声瓮气。本来嘛，爹听说你赢了赌约，气得把砚台都摔了，那可是3年税赋和7成利呢。不过既然是你这木头当家，算了，本小姐做主，不找你麻烦了。陈渊给她倒了杯茶，看着这丫头护短的样子，心里难得泛起一丝暖意。这修真界真心对她好的，怕是就剩眼前这个看起来不怎么靠谱的师姐了。7成利免了，但我不能让师姐回去难做。陈渊在旁边坐下，说道：“杨家以后出的单，我保证给城主府的供货，2阶丹药，成单率保6成。”噗！黄婵儿刚喝的一口茶全喷了出来，眼睛瞪得溜圆。多少？6成？
这世道灵药杂质多，丹道没落，2阶丹药能有个30%出丹率，那都是能被尊称一声大师的人物了。6成听都没听说过，你可别为了讨好我就胡吹大气啊！黄茶儿把茶杯往桌上一放，难得正经起来。炼丹这事儿我不懂，但也知道那是烧钱的，你别把自己赔进去了。一旁的李知渊垂下眼帘，心里却翻江倒海。6成，古尘大师试过，那神水催化之下，出丹何止9成？这人对自家师姐竟也留了这么一手，当真心思叵测。放心，我有数。陈渊笑了笑，就当是给城主还有师姐的见面礼，算你识相。黄茶儿又美滋滋起来，伸手拍了拍陈渊的肩膀，不枉师姐我大老远跑来给你撑场子。陈渊忽然想起一事，问道：烈了，你怎么说是城主的女儿？你不是碧池宫的，我姓黄，城主也姓黄，这你都反应不过来，笨死了。黄茶儿翻了个白眼，我爹送我去碧池宫学艺嘛，有什么好稀奇的？那你爹？陈渊顿了顿，想起那个素未谋面的城主，心里有点不爽，送了超品丹药，还狮子大开口，逼得自己废了条胳膊才把那7成力给赖掉。那个老……黄茶儿把啃了一半的果子放下，手里那柄大锤的影子又晃了一下，斜着眼看他，你想说那个老什么？陈渊话锋一转，面不改色，那个老先生真是不错，教女有方，威武霸气。哼，算你会说话。黄茶儿这才满意，又喜滋滋地啃起果子。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是踉踉跄跄的脚步。一名浑身是血的黑甲卫士冲进院子，还没进厅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小姐，出事了！城外百里坡，赵统领遭人伏击，身中剧毒，生死不知。啪嗒一声，黄茶儿手里的灵果掉在地上，滚了2圈，他脸上那股顽皮劲瞬间就没了，嘴角抿成一条直线，那双大眼睛里像是起了风暴。陈渊的眼神也跟着沉了下来。赵铁山是神丹境巅峰，离神元境只差一步，刚拿了自己的丹药回去。在幽州这地界，谁有本事伏击他？谁又敢伏击城主府的大统领？这是冲着城主府来的，还是冲着那颗丹药来的？亦或是冲着自己来的？带路！黄茶儿伸手一招，1000斤重的大锤落入手中，他原本娇小的身躯此刻竟散发出一阵让人喘不过气的威压。他回头看了陈渊一眼，木头，跟我走一趟，可能需要你的丹。陈渊站起身，拍了拍衣摆上的灰尘，眼中寒芒一闪，刚搭上的盟友就出了事，这不光是打成主府的脸，也是在断他的财路。他看向李知渊，吩咐道：知渊，看好家，不管是谁，既然伸手了，那就把爪子剁下来。百里坡的风吹过来，带着血腥味儿，夕阳挂在山头，把地上的血块照得发黑。10几具黑甲卫的尸首刚被拖走，原地留下大片暗红。陈渊到的时候，这里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没人说话，风声里只听得见几个医师压着嗓子的叹气声，还有盔甲偶尔碰撞的轻响。人群中间站着一个穿紫金蟒袍的中年男人，就那么背着手站着。他明明什么都没做，可他周围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压得人胸口发闷。几个医师跪在地上，手里银针乱颤，脑门上的汗珠子滚下来，掉进尘土里。陈渊扫了一眼那背影，想起自己为了那7成利润跟赵铁山打了一架，差点废了一条胳膊，心里头顿时有点不舒坦。他嘴皮子一动，嘟囔了一句：这就是那个想赖账的老东西。声音不大，可在场的都是修士，听得一清二楚。苍啷啷，上百把钢刀整齐出鞘，声音刺耳。周围的黑甲卫一个个眼珠子瞪圆，刀尖全指着陈渊，那架势，下一刻就要把他剁成肉泥。大胆，敢对城主不敬！紫金蟒袍缓缓转身，一张面白短须的脸，看着挺儒雅，甚至有点书卷气。可他嘴角的笑意没到眼睛里，看得人心里发毛。幽州城主黄靖远，典型的笑面虎，这人比赵铁山可难对付多了。老东西，赖账！黄靖远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些。年轻人，饭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哎呀爹！黄茶儿一步跳到陈渊跟前，像是没看见周围的刀领，伸手就揪住了陈渊的耳朵，使劲拧了一拳。疼疼疼！松手，耳朵要掉了。陈渊歪着脑袋，龇牙咧嘴，让你嘴欠。黄茶儿瞪了他一眼，才扭头冲着黄靖远吐了吐舌头，换上一副娇俏模样。爹，他就是那个木头，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快叫伯父。最后一句是冲着陈渊吼的。陈渊揉着通红的耳朵，心里头已经把这对父女俩骂了个遍，脸上只能翻了个白眼，不情不愿地拱了拱手。伯父。黄靖远看着自家闺女护食的样，整个人松弛下来。黄靖远身上那股要碾碎一切的气势也没了，他摇摇头，又变回了那个温和的中年人。你就是陈渊？黄靖远上上下下的看他，一道神识扫过来，把陈渊从里到外看了个通透，嘴里说道：灵力神力同修，有点门道，难怪铁山都得动真格的。他挥了挥手，咔，周围的黑甲卫刀锋一转，齐刷刷收刀回鞘，动作整齐划一。既然来了，就过去看看吧。黄靖远用下巴指了指地上躺着的赵铁山，要是看不出个名堂来，刚才那声老东西，本座可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地上赵铁山双目紧闭，上身精壮如铁的胸膛露在外面，他身上一处伤口都没有，脸色反倒红润，嘴角还翘着，像是在做什么美梦。但这笑脸配上满地的血腥气，怎么瞧都觉得不对劲。脉象平稳，
气血旺盛，可就是叫不醒，跟个活死人没两样。旁边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医师拿袖子抹着汗，哆哆嗦嗦地说道：“城主，这看着不像中毒，倒像是中了邪。”废物！黄敬元冷哼一声。陈渊没理会旁人，蹲下身子，在赵铁山腹部猛地一按，又凑到脸前清嗅，鸡蛋的香甜混着腐肉的腥臭味。陈渊鼻子抽了抽，动作停住了。这味儿，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当初在李家被杀邪修刘青时，那瓶被他踩碎的丹药就是这个味儿。谁干的？圣教的人。不知道，动手的人很强，一击即走，除了赵铁山，没留下活口。黄茬儿凑过来，压低声音：“怎么，木头你看出来了？”陈渊没答话，从怀里摸出个玉瓶，心疼的倒出一颗解毒丹。这玩意是跟古尘一起琢磨出来的。他二人都知道圣教在暗中炼制燃魂丹、阴血丹这一类可以控制神魂的药。陈渊本嫌费钱，但古尘坚持说这是保命的家伙，省不得。两人便凑了些材料，炼了这么一炉专门针对神魂毒物的解毒丹。喂，木头！黄茬儿凑了过来，踮着脚尖看他手里的东西，这黑乎乎的是什么？你可别乱喂啊，万一把人吃死了，我爹非剥了你的皮不可。陈渊懒得抬头，只盯着赵铁山的嘴。解圣教的毒。他捏开赵铁山的嘴，把药丸映射进去，跟着运起灵力，一巴掌拍在赵铁山心口，咽下去。不可！旁边的老医师刚喊出声，赵统领此刻气血逆行，怎能？话没说完，赵铁山就变了样。哦！昏迷中的赵铁山突然剧烈抽搐，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整个人弓成了一只大虾。紧接着，赵铁山原本红润的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活了过来，四处乱钻，把他胸口、脖子、脸上的肉顶出一个个鼓包。那鼓包扭来扭去，最后竟成了一张张小娃的脸。那些小脸在皮肉下张嘴哭嚎，虽然听不见声，但那怨毒的样子让周围的黑甲卫都往后退了一步。妈呀！几个医师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胆小的已经扶着树干呕起来，就连黄茬儿也被吓了一跳，手里的锤子握得咯吱作响，看架势随时准备一锤把赵铁山砸成肉酱。黄敬元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了，目光定在赵铁山身上的鬼脸上。这是什么鬼东西？阴血丹。陈渊站起身，嫌弃的拍了拍手，圣教一直在练。他们找偏僻的村子，用燃魂丹控制住村民，然后用邪气让产妇产下畸形婴儿，取血做主要炼制。但这还不是最狠的。陈渊指着赵铁山身上还在乱窜的鬼脸，这丹还没炼成，是个丹胚。有人把这玩意硬塞进了赵统领身体里，里头的阴魂出不来，就把他当娘胎，一口一口啃他的精气神。等啃光了，赵统领就剩一张皮，能点天灯了。嘶！现场全是倒吸凉气的声音，这手段简直阴损到了极点。你有办法？黄敬远看向陈渊，这小子懂得多，而且够狠，能救，但得加钱。陈渊伸出2个指头捻了捻，你之前那样坑我，我不能白干。黄敬远先是一愣，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好，只要你能救回铁山，城主府欠你一个人情。他反倒觉得这小子顺眼了。贪财，这世上最怕的就是无欲无求的，只要有价码，就有的谈。不过黄敬远话头一转，从袖子里抽出一封信，甩手丢给陈渊。救人之前，你先瞧瞧这个。陈渊接住，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印记。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纸，字迹潦草狂放。3月后，血灵秘境起，邀杨家陈渊入局一叙，落款是白云府长生门。陈渊眯了眯眼，说是请帖，可这字里行间的意思明摆着是鸿门宴。血灵秘境是幽州的上古遗迹，50年开一次，里头宝贝不少，凶险也大。他们指名道姓要你去。黄敬远说道。阴血丹，血灵秘境。陈渊冷笑一声，手指一搓，一缕灵火冒出来，将信纸烧成飞灰。这帮人先是用邪丹废了赵铁山，再摆个秘境的局等着自己，这是算准了地方，要把自己往死里整。怎么样，敢不敢去？黄敬远看着他，要是怕了，我现在就安排人送你出幽州。只不过你得想清楚，这一走，幽州可就再也回不来了。怕？陈渊心里念叨了一句，在老母山当奴隶那会，天天都怕，怕挨打，怕饿死。现在兜里有零食，手里有刀，怕个球。这帮人明摆着是冲着他来的，废掉赵铁山却不杀他，就是做给自己看的下马威。你看城主的亲信，我们说废就废，你一个神机境小子还能翻出天去？要么滚出幽州，要么去血灵秘境里头等死，要么去血灵秘境受死，要么滚出幽州。黄敬远嘴上说的好听，给自己选，其实哪有的选？说到底还是炼丹的事儿惹了祸。想通了这一层，陈渊反倒不觉得有甚好怕的了。伯父，陈渊抬起头，咧嘴一笑，既然有人上赶着送死，我要是不去，岂不是不给面子？更何况他伸手指了指地上还人事不省的赵铁山。再说了，有人动了我的财路，赵统领是我的盟友，这幽州城也是我的生意，这笔账我得亲自去算。黄敬远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这小子是真狂。好，他点点头，你先把人就行，晚些时候来我府里一趟，有些关于碧池宫的事，你也该晓得了。说完，他大袖一挥，转身离去。陈渊站在原地，心里琢磨起来，碧池宫那不就是云溪月的地方吗？能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莫非跟他有关？喂，木头！黄茬儿凑过来，
小脸上满是担忧。大锤收起来了，血灵秘境不是闹着玩的。我听我爹说，里头进去10个，能出来3个就不错了。你真要去？陈渊从石碑里抽出神力，凝成金针刺入赵铁山体内，嘴上随口说道：“去？怎么不去？有人上赶着送法宝、送灵石，这种好事上哪找去？”他手腕一抖，金针扎进赵铁山的人中。再说，我也想见识见识，到底是哪个孙子敢拿这种东西来恶心我？城主府，陈渊跟在黄婵儿身后穿过回廊，脚下的青石板缝里钻出几根刃草，也不见有人清理。这地方没有想象中5步1岗的森严，更谈不上金碧辉煌，甚至可以说有些寒酸，和杨家对比起来都要差上不少。喂，师姐！陈渊伸手在那根廊柱上抠下一块即将掉落的木屑。你家这城主府是不是太简朴了点？他想起之前黄靖远为了7成力和自己斤斤计较的样子，当时只当这老狐狸贪得无厌，现在看来未必是装穷。你懂个锤子！走在前面的黄婵儿猛地回头，1000斤重的大锤不知何时又出现在手里，带着风声在他脑袋顶上比划了一下，咚的一声轻响，离着额头不过3寸。我爹两袖清风，钱都拿去填幽州这个无底洞了。黄婵儿两腮鼓起，眼睛瞪得滚圆。修城墙要钱，抚恤金要钱，哪里像那些世家一个个富得流油？陈渊撇撇嘴，本来还想说你更懂锤子，但还是没敢再接话。这丫头手里的锤子确实有点吓人。书房的门虚掩着，赵铁山已经清醒，跪在书房中央。黄靖远背对门口，正出神地看墙上挂着的一幅旧地图。进去吧。黄婵儿收了锤子，在陈渊背后推了一把。陈渊迈过门槛，屋里的陈设简单，一张书案，鸡排塞满卷宗的书架，2把椅子，除了那张占了整面墙的幽州地图，再没别的值钱玩意。桌上倒是堆了不少旧书。跪着做什么？黄靖远头也没回，觉得委屈。赵铁山把头磕在地上，声音嘶哑：“属下无能，给城主丢脸了。属下自知罪孽深重，不敢求生，只求死后城主能闭嘴。”黄靖远转过身，那张儒雅的脸上充斥冷厉：“2颗阴血丹就能买你赵铁山一条命，你的命就这么贱？还是觉得我黄靖远的眼光这么差？属下只是想把那一颗超品丹留给城主。”赵铁山虎目含泪：“城主的伤已多年，若有此丹，愚蠢！”黄靖远一巴掌拍在书案上，真的笔架上的毛笔一阵乱晃。我黄靖远若需要靠下属省出来的丹药破境，这幽州城主不当也罢。我给你的资源你不用，跑去黑市买那种阴损玩意儿，你这是忠心？你这是在打我的老脸！陈渊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饶有兴致地听着。行了行了，陈渊打了个哈欠。伯父既然把丹药给你，就是看中你，赶紧吃了。东西不就是给人用的吗？人都死了，丹药留着下载。你要是死了，就你的钱我找谁要去？赵铁山愣愣地看着陈渊，又抬头看向城主。滚吧，回去了先吃。黄靖远冷声道。等赵铁山退下，书房里只剩3人。黄婵儿给2人倒了茶，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旁边，拖着腮帮子看戏。坐。黄靖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陈渊也不客气，坐下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眉头就皱了起来。陈茶有的喝就不错了，爱喝不喝？黄靖远不以为意，他往椅背上一靠，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看着陈渊：“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既然如今是一条船上的人，有些话可以说开了。”陈渊放下茶盏，脸上的嬉皮笑脸慢慢收敛。那一瞬间，他身上属于少年的青涩褪去，脸上多了些戾气。既然伯父开口了，那我就不藏着掖着。陈渊身子往前一倾，2肘撑在膝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黄靖远。好，那我就问第一件：幽州律令，年满18未修成，断体诀者，削去籍贯，贬为奴隶。这没人性的规矩，是不是你定的？这根刺在他心里扎了太久，那是他噩梦的开端，是他在无数个夜里被饿醒、被打醒的根源。如果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始作俑者，那就算现在是盟友，将来也必有一战。黄靖远看着陈渊眼中翻涌的杀意，并没有回避，沉默了片刻才开口：“是也不是，什么意思？”陈渊手掌按住椅子的扶手，指尖发力，硬木扶手被捏出几道裂纹。这是大秦皇室的铁律，名为血脉令。黄靖远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浩瀚的疆域。大秦尚武，以武立国，在皇室眼里，凡人如草芥，修士如蛊虫。他们不需要安居乐业的顺民，他们需要的是能够修行的修士和能练成断体诀的壮劳力。黄靖远的声音透着森然寒意：18岁是人体潜能的分水岭，若此时还不能修行，在皇室看来便是浪费粮食的废料，贬为奴隶，送入矿山、战场、宗门杂役处，榨干最后一点价值，优胜劣汰，这便是大秦的国祚根基。我是幽州城主，但我首先是大秦的臣子，这道令我废不了。不断的淘汰和迭代会让大秦的血脉更强，才能立于不败甚至扩张之地，这就是皇室的养蛊之道。陈渊听着只觉得浑身发冷，原来自己受的那些苦，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眼里，不过是该为国尽力后被清理的残次品。既然是养蛊，陈渊松开了紧握扶手的手，那就别怪蛊虫反噬，吃人饮血，毕竟这可是他们自己选的路。黄靖远深深看了他一眼，这便是我看中你的原因，你有毒性，也够狠。
想要改变这一切，光靠愤怒没用，你得爬得比皇帝更高。到那时，你说的才是规矩。第二件事，陈渊压下心中翻腾的杀意，云溪月，他到底怎么回事？提到这个名字，黄靖远嘴角翘了一下。你看看我这破落的城主府，再看看我这如履薄冰的处境，你真以为这幽州是我黄某人说了算？他指了指头顶，功高震主，鸟尽弓藏。我黄家世代镇守幽州，抵御北元圣教，抵御妖兽，威望太高了。龙以上那位睡不着觉啊，所以就有了碧池宫。黄婵儿在一旁插嘴，语气里满是不屑，说什么神道大宗，其实就是皇室派来的眼线。公主名为公主，实则是笼中鸟，强如云溪月也是个笼中鸟。陈渊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视自己为蝼蚁，最后却被自己狠狠压在身下求饶的女人，竟然也是这棋局里的一枚棋子。黄靖远说道：“云公主是我最强的盟友，却也是悬在我头顶最利的剑，我们互相需要，又互相提防，这就是幽州。如果是这样，不过……”陈渊话锋一转：“你这么穷，除了养民，也是为了自污吧？”黄靖远一愣，随即放声大笑：“好小子，果然瞒不过你。”生见些，黄靖远眼里的光暗淡了几分，被显得有些佝偻。幽州苦寒，天灾人祸不断，除了修士，这里还有数十万凡人，流寇、妖兽、寒潮，哪一样不要命？我若不把钱撒下去，这幽州早就成了死地。陈渊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对着黄靖远认真真行了一礼。这一拜不为别的，只为他最后那句话。在这吃人的世道，还有人愿意为那些不能修行的凡人撑起一片天，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都值得自己一拜。毕竟他也曾是那个在泥潭里挣扎的凡人。陈渊这一拜，黄靖远坦然受了。他扶起陈渊，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能懂就好。”说完，他转头看向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女儿：“婵儿，你这丫头，一转眼就不见人影，又跑哪里疯去了？连公主都不知道你的去向。”黄婵儿正百无聊赖地拨弄着自己的发梢，听见父亲问话，嘴巴一撇：“哎呀，爹，我就是出去转转，透透气嘛。”转转？黄靖远眉毛一挑：“你这一转就是1个月。”说：“去哪了？”见糊弄不过去，他只好耷拉下脑袋，你非让我嫁那个将军，我就跑去了北元。北元？黄靖远和陈渊几乎异口同声。黄靖远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走到黄婵儿面前，伸手就要去拧她的耳朵：“你胆子是越来越肥了，北元圣教的地盘是你一个姑娘家能随便闯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你是想气死我吗？”“哎呀，爹你别教，我有分寸。”黄婵儿急忙躲开：“我就是好奇，想去看看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样。没事的，我小心着呢，没人发现我。”陈渊在一旁听着，心里也是一紧。北元据说是个比幽州还苦寒的地方。黄靖远看女儿不像有事的样子，这才收回手，叹了口气，神色凝重：“那你看到了什么？”提到这个，黄婵儿找了个椅子坐下，抱着膝盖，声音闷闷的：“到了北元才知道，地狱也有18层，城墙根底下全是窝棚，但我走了一路，没听见一声人动静，也没见着炊烟。我饿了，想找个集市买点吃的，转了半个城，才在一个巷口看见几口大锅，锅底下的柴火也是湿的，冒着黄烟。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黄婵儿干呕一下，锅里煮着几节细凌凌的骨头，汤上飘着一层沫子，摊主正拿着剔骨刀在案板上剁肉，那肉没皮，红彤彤的一条，旁边挂钩上还吊着个小的，我看那形状，分明是刚满月的娃儿，脑袋已经被剁下来放在一边，眼睛还睁着。一子相识这4个字在书上不过是个词，落在地上就是那一锅人肉汤，我当时就吐了。黄婵儿把脸埋进臂弯里，可那摊主抬头看我，那眼神空荡荡的，没凶光也没愧疚，就像是在看一只送上门的肥羊。周围等着喝汤的人手里端着破碗，眼睛里冒着绿光，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在吃人。圣教不管？陈渊问了一句。管？怎么不管？黄婵儿抬起头，眼眶有些发红。他们在城中搭了高台施粥，我去看了，那是混了观音土和草根的泔水，白得像石灰。领粥的人的把家里还活着的一口气的人交上去，换1桶泔水。陈渊听着，那只刚刚松开的手又不自觉地握了起来。饥饿、寒冷，被人当成牲口一样看待，这些东西他太熟悉了，熟悉到让他反胃。黄靖远父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停在地图前，手指在幽州与北元的交界处划过。北元那位圣主看来是不打算安安生生过日子了。他转过身，看着陈渊和黄婵儿，圣教已经没有退路，短则3-5年，长则10年，幽州和北元必有一战。黄婵儿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仰头看着父亲问道：“爹，那我们怎么办？”“早做准备啊。”“准备？”黄靖远发出一声苦笑，指了指窗外：“你以为爹这几年是在做什么？养民、练兵，哪一样不是在准备？只是……哎。”他重叹了口气。大战一起，最怕的不是明面上的敌人，而是背后的刀子。这幽州城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谁是真心抗敌的盟友，谁又是圣教早就埋下的钉子，现在是谁也说不清楚。他目光扫过陈渊，意有所指地说道：“就连碧池宫、云公主她也有自己的难处，这盘棋大得很，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棋盘上的一颗子，身不由己啊。
这就是我想托你给城主府炼制丹药啊！一旦战士起来，手里有粮有药，才不慌。说到这，黄靖远摆摆手，似乎不想在年轻人面前展露太多的疲惫。这事先不提，咱们说说那个血灵秘境。这秘境50年才开一回，里头确实能碰上些好东西，但更多的是凶险。白家和楚家既然敢明着给你下帖子，里头肯定给你备好了满汉全席等你入瓮。最要紧的一条是，黄靖远停顿了一下，伸出一根手指头。这秘境里有个古怪规矩。什么规则？压制境界。黄靖远竖起一根手指，无论你是神丹境还是神元境，一旦踏入秘境，修为通通会被压制在神机境。我原本担心你修为太低，进去是送死，但现在黄靖远上下打量着陈渊，你既然能双修筑基，这秘境你倒还真去得。听到压制在神机境这几个字，陈渊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压制修为，大家都是神机境。伯父，陈渊站起身，扭了扭脖子，这血灵秘境我去定了。毕竟白家和楚家这么有钱，身上肯定带着不少好宝贝。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心善，见不得宝贝蒙尘。作为晚辈，我帮他们保管一下，不过分吧？黄靖远看着眼前这个杀气腾腾的少年，恍惚间好像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不，这小子比当年的自己还要疯。好，黄靖远点头。你需要什么准备？陈渊想了想，伸出3根手指。第一，给我一批灵材，越多越好，我要练些好东西招待他们。第二，关于长生门、白云府和北元圣教，所有能找到的消息我都要看。第三，陈渊的目光转到一旁的黄婵儿身上。师姐，你那锤法能不能教教我？黄婵儿一愣，随即兴奋地跳起来，挥舞着小拳头。好呀好呀，只要你抗揍，别被本师姐一锤子给砸成肉饼就行。夜深了，陈渊从城主府出来，回头看了一眼门口那2盏灯笼，心里头盘算的都是进了秘境该先杀谁后杀谁。白家和楚家的人加起来能扒下来多少灵石和法宝？鸿门宴是吧？陈渊摸了摸下巴，那就看看最后是谁吃了谁。各位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与此同时，幽州城北一处密室，白沧海看着面前跳动的惨绿色火苗，手中捏碎了一枚传讯玉简。长生门已有回应，这陈渊既然敢接招，那就让他在秘境里死的连渣都不剩。黑暗中，一个影子从墙角剥离出来，圣子需要的那件血神甲也在秘境深处。这一次，神挡杀神，佛挡杀佛。陈渊的命不过是取甲路上的一道开胃小菜，顺手碾死便是。杨家内宅的烛火被风吹得忽明忽暗。陈渊推门进去的时候，李知渊正坐在桌前拨弄算盘，他头上没了白天那些沉重的发髻，长发就那么散在肩头，身上指着一件水红色肚兜，外面松松垮垮披了层纱，雪白的肩膀和大片后背都露着。听见门响，李知渊手里的朱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人也跟着站起来，动作急了些，胸前跟着晃了晃。公子，您回来了。他拿起一本账册，双手捧着递过来，腰弯得很低。这是丹药铺子这2天的进项，2阶丹药300颗，妾身已经存进地库了，还有个是妾身想从里头抽2成出来，给杨啸天买些续命的灵药。他身子是一天不如一天，我怕。陈渊接过账册，看也没看，反手就拍在桌上，啪一声脆响，李知渊的肩膀跟着缩了一下。留给杨啸天。陈渊一屁股在太师椅上坐下，手搭在扶手上。李知渊，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现在谁才是你的主子？这女人嘴里喊着公子，心里还把自己当杨家的人，想着给那废人丈夫续命，保住杨家的香火。在她看来，自己估摸着就是个后台印的过江龙，大家是合伙，还远没到卖身为奴的地步。李知渊身子绷紧，垂下眼帘说道：妾身不敢，只是杨家毕竟是妾身的夫家，啸天虽然废了，可只要他活着，杨家那些旁支就不敢乱来，这对主人的生意也有好处。杨家主母账算的倒是清楚。陈渊身子往前一探，伸手就捏住了李知渊的下巴，指头一收紧，捏得他倒吸一口气。你那个废物丈夫，除了等人喂药，还能给你什么？你一个堂神丹境，在这里给他守活寡，还要替他算计那点买棺材的钱。陈渊凑近了些，在我眼里，杨家早就死透了，这宅子之所以还留着，不过是借壳敛财。至于杨啸天死了正好，还能省下口粮。公子，李知渊皱起眉头，妾身既然嫁入了杨家，生是杨家人，死是……闭嘴！陈渊松开手，冷哼一声。他最烦的就是这种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的屁话。这世上哪有什么忠心不二，不过是背叛的价钱不够高。既然讲道理听不懂，那就换种方式让他懂。陈渊心头一转，嗡的一声，周遭的景物瞬间揉成一团。李知渊只觉得眼前一黑，在睁眼时，哪里还有什么暖阁绣床？元普院仙府最外围的一处居所，上次对付赵铁山时，曾临时把他收进来过。他到世之去，事后一个字也没敢问陈渊那是何处。这是哪里？陈渊站在屋中，背着手，在这里没什么杨家主母，也没有神丹修士，只有我的奴。懂？李知渊膝盖一软，冒出来的恐惧让他生不出反抗的念头。随身带着一座洞天，这可是传说里那些上古大能才有的手段。这小子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秘密？过来，跪下！陈渊命令道。李知渊不敢迟疑，
手脚并用地爬到陈渊脚边，拜了下去，把头抬起来。李志渊抬头，满眼都是畏惧。陈渊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他眉心，心念一动，石碑震颤，一缕头发丝粗细的赤金神力被强行抽取，顺着指尖轰进李志渊体内。啊！李志渊惨叫出声，整个人猛地弓起，那股力量太霸道了，在他经脉里横冲直撞，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骨髓。但这剧痛里面竟然还夹着生机，这是神力，纯粹的神力。李志渊直勾勾地看着陈渊，像见了鬼，又像是见了神。跟着杨家，你这辈子也就是个神丹境，最后化成一捧黄土。陈渊收回手指，看着脚下的他，但要是做我的人，全心全意替我办事，神元境不过是起步。神元境这3个字像惊雷一样扎在李志渊脑子里。李志渊表情变幻不定，脑子里天人交战。他深吸一口气，脸上的恐惧褪去，换上了一副妩媚表情。他当着陈渊的面，伸手解开了领口的系带，轻纱滑落，肚兜飘飞，那具熟透了的身子毫无保留地展露在陈渊面前，皮肤粉白，丰腴而不臃肿。陈渊心里暗骂一句：娘的，绝了！公子，您要去血灵秘境，凶险万分。李志渊整个人像条蛇一样缠上陈渊的大腿，妾身没别的本事，只会这些伺候人的功夫。今夜就让妾身帮主人松松筋骨。比起落云的僵硬青涩，云溪月的高冷被动，此刻的李志渊才真是个尤物。他不需要陈渊强迫，甚至不需要引导，他太知道男人喜欢什么，知道怎么用眼神、用呼吸、用身子去点那一团火。陈渊本就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哪里经得住这种阵仗？他喉咙发干，一把拦住腰肢。行啊，那就让我看看你这杨家主母到底有多少本事。仙府无岁月，春色关不住。这一场厮杀远比陈渊想象的要惨烈。李志渊不愧是过来人，30如狼，40如虎，那伺候人的手段简直层出不穷，吞吐之间极尽温柔，承欢之时婉转低吟，什么姿势，什么力道，拿捏得死死的。他像是水做的，能包容陈渊所有的暴力与冲动。1刻钟后，随着陈渊长出一口气，有些发软地倒在李志渊身上。败了！陈渊老脸一红，想他陈渊出道以来，上云溪月，睡圣女落云，哪个不是被他杀得丢盔弃甲？可今天竟然被一个熟妇给一波带走了，这他娘的也太丢人了！我不要面子的吗？公子！李志渊伏在他胸口，手指在他胸膛上画着圈，嘴角勾起一抹满足又得意的笑。能让这个如狼似虎的小怪物露出这般窘态，让他找到了一种别样的价值。原来自己不只是个花瓶，只要能在这男人床上无可替代，那他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你这妖精！陈渊平复了一下呼吸，倒没觉得恼怒，反倒有些意犹未尽。那几个雏儿加起来都不如你会伺候人。听到这句夸奖，李志渊眼波流转，笑得花枝乱颤。那是自然，那些小丫头懂什么风情？只有妾身才晓得怎么让主人舒坦。哼，别得意太早。陈渊冷笑一声，这里可是归元仙府，在这里可囤积着不少炼化的灵力。短短几句话的功夫，丹田里的灵力已经再次充盈，强悍体魄又唤醒了那股燥热。谁怕谁？他翻身而起，将李志渊死死压在身下。刚才那是热身，现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男人。这一次，陈渊不再留手，他调动石碑的一缕神力，加持己身，如同不知疲倦，狂风暴雨般的踏伐。李志渊刚才那点得意瞬间被碾得粉碎，很快就变成了求饶的哭喊。这男人是铁打的吗？在这绝对的力量和持久的冲击下，他灵魂深处的最后一点矜持被彻底碾碎。什么家族荣耀，什么主母尊严，都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中化为乌有。他只能紧紧抱着身上这个男人，像溺水的人抱着唯一的浮木，嗓子都喊哑了。主人，主人！两人再回到卧室时，窗外的月亮已经偏西。李志渊面色红润，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10岁，眉宇间那点怨负气一扫而空。他起身更衣，动作麻利地帮陈渊整理衣襟，神态恭敬到了极点，再没有半点敷衍。主人！李志渊系好最后一颗扣子，转头看向窗外杨家的灯火。杨家库房里还有2件保命法器，那是当年杨家老祖留下的，阴损得很，说是不到灭族的时候不能动。他转过身，对着陈渊盈盈一拜：本日一早，妾身就取来给您带上。与其留着发霉，不如助主人在秘境中大杀四方。为了讨好眼前这个男人，他毫不犹豫地把杨家的老底给卖了。陈渊满意的点点头，伸手拍了拍他滑嫩的脸蛋，懂事。不过，我需要你跟我一起进秘境。就在这时，陈渊脑中猛地一震，仙府内的石碑突然微微发烫，4个模糊的字突兀地传入他的识海：猎物入瓮。陈渊动作一顿，这是石碑给自己的警示。这石碑除了能存灵力，还能传话。陈渊心里琢磨开了，猎物入瓮。他反复咀嚼这4个字，猎物是谁？我还是刚收服的李志渊？瓮又是什么？陈渊脑子转得飞快，这警示来得蹊跷，正好是在自己说完要带李志渊进秘境之后。是李志渊，看来有些不开眼的东西已经忍不住要动手了。到底谁是猎人，谁是猎物？咱们走着瞧。残月西斜，屋内麝香未散。李志渊从仙府出来，浑身骨头架子跟散了似的，软绵绵跪在床边，正仔细给陈渊扣着领口的盘扣，眉眼间哪还有端庄架子，尽是被征服后的乖顺与媚意。公子，他嗓子有些哑，听着还有点慵懒。杨家密库里
还压着一套老祖留下的子母追魂针，专破护体神力。妾身这就去取来，您带进血灵秘境，总归是个后手。这女人为了压住自己，连压箱底的宝贝都肯拿出来了。陈渊瞥了她一眼，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打什么主意？他倒也不说破，只伸手在他脸上拍了2下。懂事，简单的2个字，让李志渊眼底泛起水光。刚想顺势再缠上来，轰隆一声爆响，刚修好的院墙凭空蒸发，碎石如雨，裹挟着劲风呼啸而至，砸得窗棂噼啪作响。烟尘滚滚中，一柄大锤先声夺人，在院子地上砸出个大坑。紧接着，一道娇小的身影跃入视线，双环髻随着步伐一晃一晃，大眼睛滴溜溜一转，视线扫过衣衫不整的2人。师弟，快起来干活了！他直接无视了瘫软的李志渊，3两步窜到陈渊面前，小手一探，揪住陈渊后领，跟拎只小鸡仔似的往外拖。这招叫乱劈风锤法，你练成了，进了秘境，躺着走都没人管你。李志渊被这动静吓了一跳，下意识就想开口。他刚被陈渊收服，正是要表忠心的时候，哪能让人这么拖拽自己的主人？可他嘴刚张开，黄婵儿的步子就停了，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也没什么杀气，就只是一眼。李志渊却觉得浑身神力都运不起来了，后背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了回去。神元境和神丹境比，就是天和地的差别。他赶紧低下头，心中苦闷，却又希望陈渊真的能如他所说，带他踏入神元境。杨家后院，一道淡金色的结界罩住四方，黄婵儿单手抓着大锤往地上一顿，咔嚓一声，地面蛛网般裂开。听好了，乱披风的精髓就一句话。黄婵儿叉着腰，学着大人的口气说道：夜势连环，锤锋叠进，以乱藏章法，一锤未尽一锤又起，凭连绵锤势破尽强敌。哎，说了你也不懂，多挨揍就会了。站直了，师姐给你松松皮。陈渊眼皮跳了一下，这哪里是教功法，分明是寻了个由头找人过手瘾。黄婵儿掂了掂手里的大锤，先用半成力，要是疼得受不了，你就哭着求我，师姐心软，肯定就停手了。话还没说完，大锤已经抡了起来，黑影遮住了日头。呜，空气被撕开一道口子，掀起地上的碎石尘土，直扑面门。半成力能抽出这种动静，陈渊来不及躲，只能将灵力催到极致，凝成石壁，双臂交叉护在胸前。咚一声闷响，好似攻城锤撞在身上，陈渊整个人离得飞起，化作一颗石子，直直嵌进后方的后墙里。墙体崩塌，碎石飞溅，他整个人被扣在墙里，一时半会竟动弹不得。噗，一口淤血从嘴里喷了出来，他觉得5脏6腑都痛得不敢动。旁边围观的几个杨家护卫脸都白了，下意识捂住胸口，好像那锤子是砸在自己身上。这也叫松松皮？再来一下，怕是直接就可以开席了。黄婵儿扛着锤，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头，哎呀，手滑了，是不是中了点？早说让你求饶吗？死撑什么？烟尘散去，墙坑里的人影动了。陈渊摇摇晃晃把自己从墙里拔了出来，体内归元仙斧轰然运转，那缕赤金色的神力如同最霸道的灵药，游走于破碎的经脉与骨骼之间，所过之处钻心剧痛之后便是新生的酥麻，伤口在神力的滋养下变得更加坚韧，力量在增长。这种能够清晰感知到自己变强的快感，足以让人上瘾。陈渊抹掉嘴角的血迹，眼底燃起一团火，冲着黄婵儿勾了勾手指。师姐没吃早饭？他咧嘴一笑，牙上还沾着血丝，这点力气是给我搓澡呢。黄婵儿脸上的笑意一下就没了，美眸缓缓瞪大，随即迸出亮光。好好好，你有种！小姑娘的好胜心就这么被勾了起来，那你就接好了。这一次他2只手都握住了锤柄，小小的身子里仿佛有座火山要喷发。轰轰轰，后院彻底成了个打铁铺子，每一次撞击地皮都要抖3抖。陈渊从一开始的被动挨打，到后来开始尝试借力卸力，甚至主动用身体最硬的部位去迎锤子。一连10日，杨家后院已经被拆的只剩下几根柱子，地皮硬生生被砸得下陷了3尺。呼呼，黄婵儿香汗淋漓，拄着大锤大口喘气。他看着场中那个浑身淤青却依旧屹立不倒的怪物，下巴都要惊掉了。这10天，他感觉自己不是在砸人，而是在砸一块顽铁，越砸越硬，越砸越亮。陈渊赤着上身，原本白皙的皮肤此刻成了古铜色，肌肉线条如钢胶铁柱，气息比10日前强了1倍不止。你这家伙吃什么长大的？黄婵儿围着他转了2圈，伸手捏了捏他的胳膊，满脸都是不解。上古凶兽转世吗？这恢复的本事比我的星玉片还离谱，真是个变态。陈渊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浑身酸痛，但那种力量充盈的感觉让他有些着迷。这种受虐变强的路子似乎还挺适合自己。特训结束，陈渊倒头就睡，连根手指头都不想动。第2天日上3竿，黄婵儿等了一上午不见人，便自己溜达到内宅。哼，大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他踮着脚尖推开房门，屋里静悄悄的，桌上随意放着一枚莹润的玉简，玉清仙法，神神秘秘的，上次问还不给看。黄婵儿心里好奇，蹑手蹑脚凑过去，大眼睛里全是探究。我倒要看看
你这木头偷偷练什么绝世神功？神识探出，钻入玉简，前半部分经文玄妙，正气浩然，确实是道家正统。黄茶儿边看边点头，心说这师弟还挺勤勉。然而神识往后一滑，画风突变，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一幅幅男女赤身纠缠的图谱，姿势千奇百怪，旁边还住着灵力运转的法门，什么九浅一深、阴阳交泰之类。咦，黄茶儿身子一颤，神识差点没当场退出来，小脸刷一下就红透了，像被火烧着一般，下意识想把玉简扔出去，手却僵在半空。这是什么脏东西？太辣眼睛了！可鬼使神差，他的神识不但没退出来，反而因为太过震惊，在里面多瞄了2眼。尤其是图谱上那男子极为夸张的特征，那是他这个月里绝对不该看到的东西。脑子一下就空了，头顶好像在冒烟，纯洁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受到了核弹级别的冲击。就在这时，床上那人翻了个身，揉着眼睛坐了起来。师姐，你怎么跟做贼似的？陈渊的声音还有些刚睡醒的沙哑。黄茶儿吓了一跳，手一抖，啪的一声，玉简掉在地上，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你！黄茶儿指着陈渊，手指哆嗦，结结巴巴，又羞又气，一个大变态，竟然看这种下流东西。陈渊瞥了眼地上的玉简，又看看他红得快滴血的耳根，一下就明白了。哦，那是仙道的修炼功法。他一脸坦然，甚至有点想笑，顺手捞起衣服披上。师姐没学过，我不管，我不听，我没学过。黄茶儿狠狠一跺脚，感觉这辈子的脸都在今天丢光了。变态，色狼！他捂着滚烫的脸，惨叫一声，转身就跑，一口气逃回城主府。黄茶儿把自己裹进被子里，团成一个球，心跳得像打鼓。呜！木头那个大色狼，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他想把刚才看到的画面从脑子里赶出去，可那图谱就像在脑子里生了根，特别是那个夸张的比例，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他在被窝里伸出2根手指，比划了一个长度，又低头看了看自己。一个问题从少女心底冒了出来，声音里带着颤抖和不解：不是那个尺寸，他怎么可能进得去杨家丹房？陈渊神识扫过木架，长袖一卷，将有灵气波动的瓷瓶尽数收入囊中。进了秘境，刀架在脖子上之时，便是吞粪能活命提升修为，那也是无上仙针，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副作用？不过10几息功夫，原本满当当的丹房已空无一物，杨家还有无后路，不在他考虑之内。此去血灵秘境便是一场豪赌，赢了踩着白，除2家尸骨上位，输了这身皮囊烂在泥里。既然如此，杨家哪怕一颗灵石，若不是进了他陈渊的口袋，那便是对他最大的侮辱。碧池宫神玉殿外，枯叶铺了满地，扫帚划过青石，发出沙沙声响。苏锦躬身扫地，身形随之微微摇晃。听闻身后传来脚步声，他扫地的动作猛地一滞，脊背瞬间绷紧，回过头见到来人是陈渊。苏锦丢开扫帚，提着裙摆奔至跟前，膝盖弯曲，额头贴着手背。公子。陈渊在他身上扫了一圈，这女人瘦了些，那股子怯懦劲儿还在，却比原来好了不少。没偷懒，姐儿不敢，除了打扫，只有修炼。头顶劲风骤起，一只黑鸟俯冲而下，香，真香！老大，这一身血气够味儿，是不是又宰了哪个倒霉鬼？那眼珠子给鸭爷留美，嚼碎了那个尖儿，最补。闭嘴！陈渊抬起右手，在鸟喙上重重一弹，棒！这一击力道不小，秃子被打得脑袋后仰，在肩头晃了2晃才站稳。这畜生虽嘴碎，但能飞行探路，带上不算累赘。远处草坪，黄茶儿正追逐着小银月，笑声随风传过来。陈渊没往那边看，反手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块玄铁令牌。苏锦慌忙伸手按住，他翻过来看了一眼，上面赫然刻着一个杨字，杨家家主令。杨家剩下的那些产业，总得留个人看着。苏锦修为虽然不高，但胜在胆小谨慎，除了依靠自己，他别无去处。杨家现在的账目和库房，你去接手。从这一刻起，杨家吐出来的每一个铜板都要姓陈。苏锦捧着令牌，身子开始发抖。他猛地抬头，眼底不是惊喜，而是即将被抛弃的巨大恐惧。公子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他，是要赶他走。他才刚刚有了个安身立命的主儿，若是被扔下，这碧池宫也好，外面的世道也罢，哪还有他的活路？公子，您不要紧了吗？陈渊上前一步，指尖用力，迫使他扬起脸来。李志远我带走了，还有各城主府在后面压阵，若是有人不服，你便拿着这块牌子去。陈渊盯着他的眼睛，谁敢跟你呲牙？别废话，让城主府的假释把他剁了。苏锦被迫仰视着这张脸，眼眶里蓄满了泪，却强忍着不敢流下来。我要出一趟远门。陈渊松开手，感受着皮肉下微弱的脉搏跳动。你替我看好这个家底，若是我回来时发现少了一个子儿。陈渊的手指顺着他的下巴滑落，停在他纤细的喉咙处，指甲轻轻一刮，不用旁人动手，我会亲手把你的脑袋拧下来。苏锦身子一震，这杀意实实在在，刺得他皮肤生疼。但他还要杀他，只要还要杀他，就说明公子没打算抛弃他，说明公子觉得自己一定能活着回来。这种被死亡威胁的窒息感，反倒让他那颗悬在半空的心落了地。姐儿，明白，只要姐儿还有一口气，谁敢动公子的钱，
姐儿就咬断他的喉咙。落云居所，陈渊推门而入，如入无人之境。玉榻之上，落云盘膝而坐，周身神光氤氲，那是属于神丹境的威压。他突破到神丹了，且在示威。他脚步未停，迎着这扑面而来的气浪走到桌边，察觉到来人并未受到影响。落云长睫颤动，睁开双眼，那一瞬，所谓的圣女架子在他面前垮了一半。那晚的记忆如复古之躯，让他一见这张脸，身子便本能的紧张。陈渊，落云强压下想往后缩的冲动，没通报就闯进来，你当是你家后院不成？没见本宫正在稳固觐见神丹境。陈渊径直走到桌边，提起茶壶，也不用杯子，对着壶嘴灌了一口，确实有些威风。看来那一夜深入浅出的切磋，圣女不仅没亏，修为反而大有精进。你，落云面皮瞬间涨红，羞愤之色爬满脸颊，连耳根都红透了。住口！休要再提，再敢胡言乱语，本宫杀了我！陈渊放下茶壶，身子前倾，那双漆黑的眸子盯着落云躲闪的眼睛。你敢吗？简单的3个字，将落云刚凝聚起的气势冲得七零八落。他不敢，哪怕已是神丹境，面对这个只有筑基期，却曾将他所有的尊严踩碎的男人，他心里生不出半分杀意，只有恐惧。落云别过头，避开他的目光，手指扣住身下的玉榻边缘。看在你我有过那一段的份上，我不与你计较。落云语气软了下来，声音也没了方才的尖锐。你来做什么？血灵秘境要开了。陈渊手指敲着桌面，我来问问圣女有没有兴趣搭个伴，毕竟你我知根知底，配合起来也要比旁人默契得多。陈渊一边说，一边观察着落云的反应。听到血灵秘境4个字，落云缩在袖中的手猛地攥紧。不用了。他声音低了下去，眼神飘忽，看向窗外，宗门自有安排。再说师尊交代了，此次秘境凶险异常，你这修为还是别去送死了。陈渊眼皮微眯，心中已有了计较。不对劲，这女人平日里最是好面子，如今有了神丹境修为，照理说该迫不及待想把自己踩在脚下羞辱一番才是。即便不答应结盟，也该出言嘲讽，甚至扬言要在秘境中给自己好看。可他现在的模样，分明是在躲。他在害怕，怕什么？怕在秘境里见到自己，还是怕牵扯进什么事情里？看来这血灵秘境针对自己的局远比想象中要大，连碧池宫的圣女都只能做个知情不报的看客，甚至可能也是棋盘上的一颗弃子。行，陈渊也不拆穿，站起身拍了拍衣袍下摆。既然圣女看不上在下，那就算了。说罢转身便走。就在他一只脚即将跨出门槛时，身后传来落云压抑且急促的声音：陈渊。陈渊脚步一顿，背对着他站在门口。改主意了。落云看着那道背影，嘴唇哆嗦，几次张合，那句到了嘴边的狠话在舌尖绕了几圈，最终化作了一声呢喃。进了秘境，谁都别信。他停顿了一下，似乎耗尽了全身力气，特别是别信女人。陈渊侧过头，嘴角勾起一抹讥诮，这是良心发现，还是觉得自己必死无疑，提前给的一点临终关怀？多谢。陈渊收回目光，大步跨出门槛。不过我这人命硬，谁都不信。看着陈渊的身影消失在回廊尽头，彻底看不见了，落云才觉得浑身力气被抽干，后背已被冷汗浸透。他颤抖着从袖口深处摸出一枚传音玉简，玉简表面温热，刚才一直被他攥在手心，此刻却觉得烫手无比。他注入神力，玉简表面浮现出一行小字：予以入网，勿惊。落云盯着那行字，身子控制不住地发抖，最后将玉简扣在榻上，双手捂住脸，指缝间传来呜咽。从这一刻起，他再也回不了头了。幽州往西北去3000里，赤红色笼罩了方圆100里的荒原，这里是血灵秘境的入口，50年一开，吞噬生灵无数，野土出造化万千。陈渊跟在黄靖远身后，目光扫过四周，人很多，不仅仅是幽州城的人马，各大势力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白家和楚家的人泾渭分明，占了2块地。长生门和白云府的人也到了，两边离得远远的，显然还在为萧无忌那事儿怄气。除了这些熟面孔，还来了3波新人。左侧妖气冲天，什么豺狼虎豹，有的化了人形，有的没有，聚在一块吵吵嚷嚷。右边一伙和尚坐得整整齐齐，嘴里念念有词，敲着木鱼，跟这乱糟糟的地方格格不入。最远的角落里站着一帮黑袍人，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看不清脸。陈渊心里纳闷，嘴上就直接问了出来：城主，这妖族和圣教的人怎么也来了？大秦律法不是不许他们进关内吗？黄靖远的声音直接在陈渊脑子里响了起来。9些秘境是例外，各方都默认的规矩，与其让他们在闹事，不如给个口子，秘境也能灭杀一些，反倒是好事。正想着，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插了进来：黄城主，50年不见，风采依旧啊！一只黄鼠狼人立而起，穿着件小号长袍，拄着根拐杖，从一群妖物里走了出来。黄大仙客气。黄靖远脸上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拱了拱手：50年不见，大仙修为又精进了，嘿嘿，托福托福。黄鼠狼小眼滴溜溜一转，越过黄靖远，在黄婵儿身上粘了一下，才落到陈渊身上。咦，黄城主，今年怎么多人了？黄鼠狼拿拐杖指了指陈渊，让你家这宝贝千金带个拖油瓶进去。神机境初期的波动，
在这一群神元境修为的老怪面前，确实不够看。柴儿疯惯了，再说他已是神元境，这秘境对他用处不大。黄静远笑着拍了拍陈渊的肩膀：“这是我府上的陈渊，年轻人嘛，让他进去见见世面，长长见识。”见世面？他嗤笑一声：“这地方可不是见世面的好去处，每年进去的人能活着出来的10个里头都未必有一个。”话音刚落，他忽然愣了一下，鼻子猛地抽动。神元境！黄鼠狼手里的拐杖在地上磕了一下，在黄婵儿的脸上上下的打量。黄城主，你家这丫头当真已经……黄靖远依旧是那副笑呵呵的模样。全女愚钝，也就是运气好点，让大仙见笑了。黄鼠狼狠狠抽了口凉气，这哪是愚钝，这是妖孽啊！他赶紧把刚才的轻视收起来，对着黄靖远拱了拱那毛茸茸的爪子。见笑，见笑，这哪里是见笑，这是大喜事！黄城主藏得深啊，有这等麒麟女，幽州城未来300年无忧矣。嘴上说着恭维话，黄鼠狼心里却把黄靖远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这老东西藏得太深了。陈渊在旁边面无表情，装聋作哑，但他能感觉到四面八方有好道视线在往这边看来。老大，那帮穿黑袍子的盯着咱呢。秃子在他怀里小声开口。闭嘴！陈渊心中冷笑，圣教和他都是先修，不知道他们对自己有什么想法，不过多半不是好想法便是。黄大仙一眼就看到说话的乌鸦身上，鼻子又是一阵抽动。人族小子跟一只山野精怪走在一起，这可不多见。再仔细一闻，这乌鸦身上妖气淡的几乎没有，显然不是什么有道行的主。这小子带个废物进来，是嫌自己命长。秃子机灵得很，一见黄大仙的目光扫过来，立马学着人的样子，用2只翅膀尖在胸前碰了碰，小鸭见过黄大仙。大仙先福永享，授予天齐。陈渊脸上肌肉抽了抽，嫌丢人，抬手就把这现眼的玩意按回去。那边黄靖远被几个大佬拉去扯皮，无非是互相试探底牌。陈渊乐得清静，结果被黄婵儿一把拽到了旁边的临时摊位。金刚符50张，神行符30张，还有这个铁王8盾。黄婵儿嘴里不停念叨，也不管旁人看热闹的眼光，只顾着往陈渊怀里塞东西。他自然知道这些东西在外面不值几个钱，可这血灵秘境里，有时候1张符就能保住1条命。师姐，够了！陈渊看着手里捧着的一堆东西，有些头疼。我背着这些进去，还没等跟人动手，自己就先累趴下了。你懂什么？黄婵儿把一块乌龟壳一样的法宝映射进陈渊怀里，一双眼睛瞪得溜圆，里面很多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就算修为压到跟你一样，那手段也比你多得多。他嘴上凶，手上的动作却放轻了，仔细把符箓分好类别，塞进储物袋，进了里面，别逞强。黄婵儿低着头，声音小了些，要是真打不过就跑，丢人总比丢了命好。陈渊看着他头顶那2个随着动作一晃一晃的双环技，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放心，陈渊把那龟壳盾牌收好，我的命硬着呢，阎王爷不敢收。就在这时，周围的吵嚷声忽然小了下去，2拨人马正缓缓走来，左边是白云府领头的李长庚，一张脸黑得像锅底，右边是长生门林振海，背着手，下巴抬着，在林振海旁边站着一个白衣人萧无忌，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还摇着一把玉扇，好像前些日子林子里的事从来没发生过。可周围的人群里已经有人忍不住用袖子捂着嘴，肩膀一抖一抖的。萧无忌捏着山柄的手紧了紧，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陈渊身上。云渊，萧无忌开了口，声音倒还温和，就是听着不太和善。没想到你还真敢来。陈渊往前走了2步，站到黄婵儿前面。这话说的，陈渊咧嘴一笑，这里又不是猪圈，我为什么不敢来？噗嗤，人群里不知道是谁没憋住漏了一声。坏事传得总是比好事快，萧无忌日诛的事早就成了幽州修士茶余饭后的笑话。李长庚更是巴不得这事传的人尽皆知，好让长生门丢尽脸面。萧无忌那张脸血色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手里的玉扇咔嚓一声多了一道裂纹，牙尖嘴利。萧无忌吸了口气，拼命压住那股想杀人的冲动，希望进了秘境，你的骨头能像你的嘴一样硬，到时候我会把你剥皮剔骨。那倒不用等到时候。陈渊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目光最后落在他腿上。哎，萧兄，今天怎么是走着来的？萧无忌还没明白陈渊的意思，陈渊却一脸的纳闷，你的坐骑呢？那头威风凛凛的大黑猪呢？怎么没骑过来让我们开开眼？周围瞬间就静了，白云府的弟子一个个憋得脸通红，想笑又不敢笑。圣教那边的黑袍人肩膀耸动，就连远处念经的大梵音寺和尚手里的木鱼都停下了。野猪骑士萧无忌，这名号如今在幽州可是响当当啊！陈渊对着萧无忌竖起大拇指，一脸的佩服。那日林中英姿，在下至今难忘。佩服，实在是佩服，口味独特，无北楷模呀！轰！萧无忌身上的神力失控了，脚下的地面炸开几道裂缝，狂暴的杀意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萧无忌两眼通红，装出来的皮彻底被撕烂，整个人像条疯狗就要扑上来。无忌！林振海低喝一声，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放肆！一声娇喝，黄婵儿一步跨了出来，挡在陈渊身前。咚！大锤重砸在地上，
地上碎石被震得跳起半尺高，激起一片烟尘。我看谁敢动他！黄婵儿单手叉腰，大锤指着长生门和白云府的人，一点也不怕。想打架？来啊！本小姐陪你们练练，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头硬，还是我的锤子硬。他个子娇小，气势却如同一头小老虎。城主府也要趟这浑水。林振海眼睛眯了起来，往远处正和黄鼠狼说话的黄靖远看了一眼。黄靖远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依旧笑呵呵地聊着天，但一股神识威压却悄悄锁定了这边。李长庚脸色难看，往前一步，黄侄女，这小子嘴太臭，是众矢之的，你护不住他。我呸！黄婵儿朝地上啐了一口，他眼珠子一转，看向萧无忌，一脸天真。难道他说错了？你……萧无忌只觉得喉头一甜，差点一口血喷出来。这该死的云渊，还有这该死的黄毛丫头！好，很好。林振海拦住又要暴走的萧无忌，黄靖远护得了你们一时，护不了一世。他看了一眼身后开始翻涌的血色雾气，秘境开启的时辰快到了。小子，进了秘境便是生死有命，希望你能活过第一天，这就不用林门主操心了。陈渊从黄婵儿身后探出头，脸上的笑还是那么憨厚。毕竟我这人运气一向不错，倒是萧公子。陈渊顿了顿，目光在萧无忌身上转了一圈，很是意味深长。秘境里妖兽多，师兄要是受瘾犯了，可得注意身体啊！哈哈，远处老母山妖族那边，那只黄鼠狼带头爆发出尖锐的笑声，接着是其他散修，就连圣教那边都传来了低沉的笑。萧无忌指甲陷进肉里，血顺着往下淌。耻辱！如果不杀了陈渊，把他碎尸万段，抽魂炼魄，他萧无忌这辈子都别想在人前抬头。时辰已到，秘境开启。随着黄靖远的一声传音，浓郁的血雾猛地向内塌陷，露出一个巨大的漩涡，像一张怪兽的嘴。走！林振海深深看了陈渊一眼，让长生门众人率先冲入漩涡，白云府紧跟在后。李长庚经过陈渊身边时，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死！各方势力鱼贯而入，圣教那群黑袍人走在最后。经过陈渊身边时，其中一个黑袍人忽然停了下来，兜帽下面露出一截苍白的下巴，还有一个奇怪的笑，同类的味道，嘶哑的声音，只有陈渊一人听见。随后，那黑袍人化作一缕黑烟，钻进了秘境。陈渊的瞳孔缩了一下，同类，他脑子里转了几个圈，确实都是先修同类。不过可以肯定，这帮人也是冲着自己来的。师弟，黄婵儿拉了拉他的袖子，把手里的大锤塞给他，这个你也拿着，你自己留着防身。陈渊把锤子推了回去，伸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把输好的双环计揉得乱七八糟。看着吧。陈渊转身面向那血色的漩涡，风吹起他的衣袍，猎猎作响。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还不一定呢。他一步踏出，身影瞬间被血雾吞没，一脚踩下去，靴底便陷了进去，软绵绵的，还带着些温度。陈渊把脚拔出来，只见暗红色的地面像一块烂肉，靴子踩过的地方正往外渗着油光，整个地面甚至还轻微的动弹了一下，空气里满是酸腐和血腥搅在一起的味道，闻着就让人犯恶心。这哪是秘境，倒像是钻进了什么畜生的肚子里。这鬼地方处处透着古怪，一个人难免顾此失彼。陈渊不做多想，直接给元普院里的李志渊开了道光幕，让他也能看见外面的景象。把你的神识放出去，看看周围有没有活的东西。李志渊盘坐在元普院中，一言放出神识，却只探出去了不到100丈远，就被挡了回来。公子，我的神识被压制了，探不远。果然如此，看来这秘境对修为的压制比黄靖远说的还要厉害。陈渊伸手在旁边一棵树上摸了一把，入手滑腻，竟是一大簇肉红色的绒毛，上面还挂着些年糊糊的液体。呱！秃子从陈渊怀里钻出来，扑棱着翅膀就往天上飞。神识被压制，这乌鸦的贼眼反倒比神识好用。没一会儿，秃子就一头扎了下来。呱！老大，这地是活的，我看见他在动。秃子叫嚷道。还有萧无忌那条疯狗就在3里外，他拿着个罗盘，正带着10几个人往这边冲，8成是冲你来的。罗盘有定位法器。陈渊心里有了计较，为了杀自己，萧无忌还真是什么家底都掏出来了。对方人多，自己刚进来还没摸清门路，硬碰硬不是上策。既然大家的修为都被压了下去，那最后比的就是谁比谁更阴，谁比谁更会利用环境。往哪边走安全？陈渊问道。左边，那边有一大片骨头林，还有雾，没人往那边去。秃子伸出翅膀指了个方向。陈渊不再多话，从怀里摸出一张神形符拍在腿上，他脚下灵光一闪，整个人便窜了出去，借着古怪植被做掩护，朝着雾气里钻了进去。过了一炷香的功夫，陈渊矮身钻进一具巨大的胸腔骨架下面，此兽骨肋不足有2人合抱粗，表面石化且爬满肉苔。他刚把呼吸屏住，头顶上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透过肋骨的缝隙，陈渊看清了来人。萧无忌手里抓着个罗盘，上面的指针正发了疯似的打转，显然是在这鬼地方失了灵。找，给老子找！那小杂种就在附近，就是把地挖开3尺，也得把他给老子救出来。谁能提他的人头来见我，赏灵石1万，不3万。一群长生门的弟子互相看了几眼，没敢出声。可3万灵石的赏格实在诱人，这些人迟疑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四散开来。陈渊整个人贴在冰凉的骨头上，
看着来去的人影，心里盘算起来，3万灵石，自己这颗脑袋倒是比想的还值钱点。当初在老母山几两银子就能豁出命去，如今倒好，这颗脑袋都换成灵石来算了。这账我记下了。陈渊心里给萧无忌又画了个叉，这条疯狗此行是非宰了不可，不然自己以后别想安生。等我把这地方的门道摸清楚，这3万灵石我亲自来找你要。等到人都走远了，陈渊又在骨头架子下面猫了半个时辰，这才钻了出来。此时他已经走进了这片古林的深处，越往里走，那股酸臭味就越淡，反而多了一股淡淡的咸腥味。穿过一层厚重的迷雾，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陈渊停了步子，眼前竟然有个村寨。这地方绝不是修士建的，寨子里的屋子全是拿巨大骨头当梁柱，外头蒙着兽皮。村寨正中立着一根2人多高，还在一下下搏动的肉红色柱子。更怪的是人，几十个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凡人正围在那肉柱周围。这些人的皮肉都是死人一样的灰白，上头布满了脓疮，有的正淌着黄水，有的结了黑痂。他们嘴里哼着古怪的调子，像是在唱歌，又像是在哭。这鬼地方还有人住？秃子眼瞪得溜圆，这日子过得比老母山还惨。话音刚落，村口一个瘦得只剩骨架的老头抬起了头，他眼眶深陷，眼珠子本是浑浊发黄，可一看见陈渊身上虽沾了泥点，却依旧齐整的修士袍，那浑浊的眼珠子像是被火燎了一下，猛地亮起来，干瘪的身子都挺直了几分。上仙！老头这一嗓子把所有人的目光都扯了过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在陈渊身上，随即炸开锅，哭喊声冲天而起。上仙！真是上仙！50年了，上仙又来了，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呼啦啦一大片人也不磕头了，手脚并用，朝着陈渊这边涌过来，没有丝毫敌意，只有那种绝处逢生的喜悦和敬仰。陈渊手上握剑，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凡人就放松警惕。站住！他冷喝一声，冲在最前头，那几个人却像被定在了原地，不敢再往前一步。那老头扑通一下跪倒，脑袋磕在软地上，脸上又是哭又是笑。上仙息怒，罪名不知上仙驾到，有失远迎，求上仙开恩，救救我们这些贱命吧。罪名还没等陈渊开口盘问，大地突然剧烈震颤起来，吼一声闷响从地底传出，村寨的地面猛地炸开，肉红色的泥土四下飞溅，一只水牛大小的怪物从坑里钻了出来。它没有皮肤，全身都是鲜红裸露的肌肉，随着动作不断拉伸蠕动，脑袋上没眼没鼻，只有一张长满细密尖牙的嘴，一张一合，往下淌着绿色的粘液。圣兽！圣兽饿了！方才还围着陈渊哭爹喊娘的凡人们，此刻发出一声整齐的哀嚎，齐刷刷地趴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那怪物没有注意到陈渊，张开嘴，一口叼住离他最近的一个男子，咔嚓，像是咬碎一根脆骨，上半截身子就进了怪物的嘴，血水喷出来，洒了周围人满头满脸。啊！周围的凡人非但不躲，反而伸出手去接那些从半空洒下的血雨，往嘴里送。更有甚者，主动往怪物嘴边凑，嘴里大喊：是我，是我，我有罪，让我赎罪。这场景看得陈渊眉头紧锁，这是被圈养太久，连做为人的求生本能都退化了吗？当奴隶时饭都吃不饱，可也没人会抢着去死。聒噪！陈渊心里一阵烦恶，这种疯癫混乱的场面让他不舒服。那血兽吞了半截人，似乎没吃饱，淌着粘液的嘴一转，总算看见了陈渊这个外人。他后腿一蹬，肌肉紧绷，直接扑了过来，速度不慢，但在陈渊眼里也就是一头力气大点的野兽。找死！陈渊只把身子微微一侧，铮，青钢剑出鞘，带起一道寒光，在空中画了个半圆，扑哧，硕大的头颅便飞了出去。怪物没了头的身子还在半空，脖腔里喷出大股墨绿色的血液，轰隆一声砸在陈渊脚边，抽搐的残躯溅起几点绿叶，落在陈渊的靴子上，滋滋，靴面立刻冒起白烟，被烧出几个小洞。陈渊挑了下眉，正要收剑，周围那些凡人却像是疯了一样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骨头磨的瓶罐，拼了命地去接那怪物尸身里流出来的绿血，还有人干脆用手去蘸，抹在自己身上溃烂的脓疮上。啊！皮肉被腐蚀的惨叫响起，可那人脸上却咧开一个笑，五官都扭曲了。正血，是圣血，烧死他，烧死罪孽，用腐蚀的痛楚来掩盖身上的病痛。陈渊看着这群如恶鬼抢食般的凡人，心中最后一丝怜悯也消失了。都给我滚开！他一脚踢开挡路的老头，长剑在那血兽胸口一划，剖开胸腔。既然是秘境里的怪物，总该有点东西。剑尖捅到心脏的位置，发出叮一声脆响。陈渊手腕一抖，从里头挑出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菱形血色晶体，入手还有些温热。嗡！归元仙府石碑巨震了一下，又是和之前吞噬神格时的饥饿感。这东西仙府也能吃？陈渊眼神瞬间亮了，难不成这晶石和神格一样是大补之物？上仙！被踢开的村长又爬了过来，手里捧着个破碗，里头盛了半碗绿血。这圣兽的结石是污秽之物，只有上仙才能镇压，求上仙收了它，赐我们一点安宁吧。陈渊捏着那枚温热的晶体，感受着仙府传来的急切，嘴角勾了一下。这种圣兽，陈渊掂了掂手里的晶体，看向村长：这里多吗？村长一愣，连忙点头：多得很。
每到天降盛夜的时候，地底下就会爬出来好多。他话还没说完，天上盘旋的秃子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呱！老大，别聊了，天塌下来了！”陈渊猛地抬头，只见头顶那原本灰蒙蒙的雾气层，不知何时变成了浓郁的深绿色。紧接着，无数磨盘大小的绿色液滴如同暴雨般倾盆而下。进屋，快进屋！村长大吼一声，那些还在抢绿血的凡人像是见到了真正的末日，连滚带爬的往那些骨头房子里钻。陈渊猛地抬头，头顶上灰蒙蒙的雾气不知何时变成了浓稠的深绿色。紧接着，无数酒坛大小的绿色液滴跟下雹子似的砸了下来。进屋，快进屋！村长大吼一声，那些抢绿血的凡人连滚带爬的往骨头屋子里钻。陈渊眼角一跳，他看见远处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树被一滴绿叶砸中，直接化成了一滩浓水。草！陈渊头皮一炸，一把薅住秃子的脖子，也顾不上屋里有什么，抬脚踹开最近的古屋门，一头扎了进去。轰隆隆，随着洒落的绿色暴雨，大地开始震颤，一个个圣兽钻了出来。骨头屋子里又闷又臭，熏得陈渊有点受不了。外头雨声凄厉，外头的雨声越来越密，滋啦滋啦响个不停，不像下雨，倒像是谁在拿滚油泼着生肉。每落下一滴绿叶，屋顶盖着的巨大骨头上就冒起一阵白烟。陈渊缩在阴影里，眼神冷得像冰。这帮人没救了，脑子已经被这鬼地方同化，痛觉被扭曲成快感。他懒得再多看一眼，心神沉入仙府。刚才那颗从怪物身上挖出来的血晶，一进仙府就被那块石碑给吞了，但传来的饥饿感更强。陈渊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手指在青钢剑的剑柄上划过。既然石碑有感，定是大补之物，只要好处够大，别说外头下的是酸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出去弄几颗回来。轰！头顶的骨头架子猛地炸开，碎骨头往下掉，更浓的腥臭味灌了进来，一截水缸粗细的肉柱子硬挤了进来，上面长满了还在蠕动的肉瘤。那根本不是什么触手，分明是一条活的舌头啊！肉舌头正下方有3个人，连躲都不知道躲，绿色的粘液兜头淋下，惨叫声只响了半声，人就化成了一滩冒着黄烟的血水。好，屋顶的破洞处又挤进来一个硕大的肉球，那东西没有五官，只有一张跟菊花瓣似的层层叠叠的嘴，里头全是倒刺，挂着粘液，正往下滴大，比之前那只大了3倍不止。圣使，是圣使显灵了，我有罪，吃我！圣使快吃我！刚才还瑟瑟发抖的村民这一刻全疯了，他们一个个抢着往前凑，想把自己送进那张长满倒刺的嘴里，脸上挂着舒坦又快活的笑，看得人心里发毛。陈渊胃里翻腾了一下，只见那条巨蛇一卷，一个汉子就张开胳膊被卷进了嘴里，嘎吱！下一刻，那条沾着红白碎肉的舌头调转方向，奔着角落里的陈渊就甩了过来。送上门的肉不吃，偏要来啃硬骨头，别脸不要脸！在那巨蛇临身的刹那，陈渊靴底猛地蹬在旁边一根瘦骨梁柱上，借力腾空，他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肉蛇侧面一个肉瘤上，砰一声闷响，那条舌头吃不住这股力道，竟被他硬生生踹得歪到一边，哗啦一声砸塌了半面骨墙。陈渊伸手一把薅住村长的头发，将他那张干瘦的老脸从地上提溜起来，看着我，声音不高，却灌了一丝神识进去。老头子浑身一僵，眼里那点狂热散去几分，像是恢复了些神智。外头这种东西多吗？村长牙齿上下打架，磕得咯咯响，雨落得越大，圣兽就越是尊贵，满地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陈渊笑了一下，呱，老大，你笑得好变态。秃子缩在他肩膀上，这玩意一口能闷10个你，这毒雨连铁都能化了，还是先藏起来吧。藏个屁！陈渊松开手，任由村长瘫软在地。风浪越大鱼越贵，师姐这份礼倒是送得巧。陈渊从怀里摸出那面铁王八盾，灵力一催，嗡的一声，巴掌大的龟甲长成一道厚实的玄青色光罩，把他整个人护得严严实实。随后他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推门而出。秃子，帮我指路，哪只最肥，咱们就宰哪只。陈渊一步踏入漫天毒雨，滋滋滋，绿叶砸在光罩上，腾起大片白烟，光跟着一通乱晃，好似风浪里头的小船。但随着陈渊不断加大灵力，这层光罩硬是顶住了。呱呱，老大，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秃子见光罩没事，贼胆顿生，躲在光罩中大喊：左边300米有一头正在拉，不对，正在吃东西，肥得流油。陈渊脚下发力，脚下烂肉的被踩得炸开，他整个人撕开雨幕直冲过去，扑哧，青钢剑上灵力一闪，借着冲劲把一条拦路的触手斩成2截，墨绿的血喷在光罩上，发出刺耳的腐蚀声。剑势顺着断口长驱直入，手腕一拧，一脚，一颗鹌鹑蛋大小的血晶被剑尖挑飞。太小！陈渊抬手抄起塞进仙府，脚下不停，有龟甲护着，有秃子指路，这会儿的陈渊就跟闯进羊圈里的狼没什么两样，专挑个大的下手。不到半盏茶的功夫，7、8头怪物就倒在他脚下。仙府里的石碑震得越发厉害，想吃的念头变成了咆哮，催着他去找个真正的大餐。老大，正前方有个特大号的！秃子尖叫破音。前方50丈开外，一头足有2层楼高的肉山在地上蠕动，它没长出手，整个身子像个巨大的胃袋，
皮上长满密密麻麻的眼球，每个眼球里都在往外喷毒液，这威势已是神机境后期，就是他了。陈渊目光灼灼，这等块头的怪物也不知道肚子里有什么。好，千百只眼球一起转动，定在陈渊这个小不点身上。噗噗噗，毒液跟下雨似的盖了过来。抓稳！陈渊身子猛地往下一矮，整个人贴着地皮滑了出去，烂肉泥浆被他带起一道线，险险避开了毒液，剩下几滴砸在光照上，震得他胸口发闷，喉咙里泛起一丝甜。可他人已经到了，就在那肉山肚皮底下开饭，双手掐诀，灵力凝聚成一个大号月刃，从下往上绝户撩阴斩，吃了，像划开一个烂麻袋，1丈长的口子豁然裂开，腥臭滚烫的内脏浑着绿血，跟瀑布似的浇将光照淹没，恶臭钻鼻。陈渊伸手在那堆冒着热气的脏器里疯狂掏摸，手指触碰到一块坚硬滚烫的物体，出来！他手上猛一用力，一颗拳头大的红得发紫的晶核被他扯了出来，它还在跳动，里面蕴含的能量比之前的大太多了。嗡！仙府石碑发出一声轰鸣，一股贪婪的吸力几乎要透体而出，当场就要把这晶核吞了。轰隆！失去了核心的肉山悲鸣一声，轰然倒塌。陈渊站在雨中，手里抓着还在跳的晶核，脸上露出一抹笑。叮！一声轻响，从那堆散开的内脏里传出来。陈渊剑尖一挑，一只被腐蚀了大半的储物袋飞了出来，储物袋边上还连着半截没画完的手臂，袖口护臂上刻着一朵云，白云府的人。呱！这怪刚吃了个人。秃子叫唤。陈渊迅速挑起储物袋，没有丝毫恋战，撤！大门顶死！陈渊抹了一把脸，看也不看墙角那些把他当魔神一样看的村民，自顾自坐下，神识粗暴地冲开储物袋上的禁制，哗啦，一堆灵石药瓶滚了出来。陈渊的视线落在一张沾着黄稠粘液的羊皮图上，渐渐挑开，是一张画得极其仔细的血灵秘境图，而在地图正中央，也就是他们脚下的位置，被人用朱砂重重圈出，旁边画着个骷髅，骷髅下面却写着2个小字：生门。看来有人比我们懂得多啊！陈渊心里冷笑，顺手把地图上的粘液在鞋底蹭了蹭，可惜把自己玩进肚子里去了。咚咚咚，一阵心跳声从古屋外传了出来，陈渊瞳孔微缩，外面埋着活物，